清北大学博士毕业当天，一道农业文化部门聘请文书送到了王熙面前。恭喜，虽然你转职农民，但作为全球首个转职农民职业，你具有代表性，农业文化部门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游戏融合现实，农民虽然是最无需觉醒的生活职业，该下田还得下田，但有了聘请文书，却可以一辈子吃国家饭碗。王熙作为第一个转职农民的人，从一定程度上非常吃香。抱歉，很感谢国家对我的看好，但我不能接受这份聘请文书。王熙毫不犹豫道。好的，他的导师欣慰地笑着给他聘请文书，突然一怔，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而王熙的老同学法爷、战爷、社爷也诧异了一下，这是一个博士该说出来的话吗？要知道，这可是能吃一辈子国家饭碗，而且农业文化部门其内核就是一个耍部门，非常闲散，可以说到了这个部门就是自由。他居然不要。导师道，什么意思？你不接受？导师，我要回乡务农。听王熙言语，法爷、战爷、社爷异口同声。熙哥，糊涂啊！能在城市还是在京都吃一辈子的活，你拒绝。这是王熙在高中都很要好的老同学，也在这一天毕业清北，所以有些话就直说了。这不比在乡种田强？种田暂且不论前途，就跟农业文化部门比，谁更有逼格？这可是拥有一定的地位了呀！田狗都不种。导师附和道，绝对不可以莽撞，你是第一个转职农民的人，也是博士，这个农业文化部长，农业文化的代表人，必须你来做，换做任何人都不好使。王熙摇头道，文化部门只是一个位子罢了，至于代表人，现在还在种田的千万万个人才是农业的代表人。游戏降临现实，副本层出不穷，物质随着变化，物产也随之增加。华夏近30亿人，1%的人养活99%的人，也是因为这1%，种田的人相对稀罕，也就成了一种文化。我是博士，就更加要学以致用了。你已成就农心。王熙脑海里一句话响彻起来，这是说明他掌握了某种东西，例如生物杂交学会提示你已成就杂交学，这是游戏降临现实所带来的便利，意味着他在这里面的学问大成，承担这份知识所追求的早已不是钱地位，好比前世2弹元勋的邓老先生，又好比现在 SSS 级职业的留学职业者，在高丽国的强制阻止下也依然选择回国。他们追求地位吗？钱吗？到了博士这个地步，有些人的思想早已不同。王熙也是这样，一身都是种田的学问，那就拿去种田。导师听此也是恍然了一下。好，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过你放心，就算你回乡务农，国家也不会忘记给你补贴，生活安排会到位的。你可是现在第一个农业博士啊！哈哈，谢谢导师。战爷、法爷、社爷也尊重王熙的决定，最终好聚好散，前往京都南站。踏上回乡的路途，都川，在火车上，王熙读了有关农业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名为《历史》，从人人饥饿再到人人吃饱饭，最后以袁先生以及他的研发团队结束。与其说是农业史，不如说是艰辛血汗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看完，王熙不仅感慨前世的诗人的诗，他合上书籍。就在这时，身怀农心的你，集学问之大成，以成就农业学。你获得4天赋。神农，你是农的神明，在农田附近，你就是规则秩序。农田之外，只要世上有农作物，你可替身复活。信徒，吃了你种植的农作物，将成为你的农作物，无法对你造成伤害，只可以拿来当替身复活。诚实，每天可加速成熟最多3株农作物。农之本源，灌溉本源，你亲手种植的农作物将有属性。王熙愣了半晌，前2个天赋很好理解，规则性天赋，后2个也很好理解，种植天赋，一个催熟，一个使农作物有属性。这王熙多了看了几眼，还没有反复衡量自己觉醒的天赋到底有多屌。列车发出声音，都川到了，前往都川的旅客请收拾好行李物品下车，祝您旅途愉快。提好行李箱，王熙下车。总之，他现在就是很屌，不过也有限制，在城市，我就普通人只能复活，在农田我才是规则。王熙并没有因为自己很屌了就不务农了，神农是农的神明，就更加应该务农，让大家都吃上他种植的农作物，成为信徒。至于属性，他得需耕种一番才知道具体的作用与效果。想到这，出了火车站，乘坐私人车前往乡下盐口乡。到了盐口乡乡口，王熙选择下车走路，久违地感受一下故土的氛围。道路并不宽阔，两边是荒废了的田土，长满杂草。
沿着路走，到了一栋别墅院落下，一只大黑狗子摇着尾巴冲了过来，将院门撞开，对他吼叫，围着跑。然后王熙的爹与妈出来了，还有小弟，看到王熙后满脸开心。哥回来喽，正好要开始耕种了，那我就可以玩了吧？玩？妈一个大逼斗扇在了小弟头上。现在立刻去除草。然后对王熙温柔笑容，将他带回家寒暄了一会，一切是原来的模样。王熙心头莫名暖，只是忽然想到什么，他平复下心情，在一张放物柜里找到了备好的水稻胚种。拿起水稻胚种，王熙前往自家的田野，在小弟除了草的地方埋下。哥，你这就种了？小弟见此，王熙在土里埋了3颗胚种。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种不出来的？你懂什么？王熙想解释，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楚，只有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才能更好的说明。我不懂，我不懂。小弟笑了，这些年只要相关农作物，就他没有出手的。可以说他现在大师级别，连松土都没有。你这种的出来，你这要是种出来，除草松土，把你弟我当牛屎都行，但你要是种不出来，就给我买套史诗级战士装备。王熙没好笑，答应了他。到了夜晚，一家子团聚，其乐融融。深夜的时候，王熙出去看了一眼，发现之前种下的3颗胚种长出了幼苗，按照这个速度，估计明天就能见到成熟的稻谷。有了这个结果，王熙不再多看，回屋睡觉。很快他便睡着了过去。在凌晨3点，稻米长了出来，002有属性的农作物。与此同时，京都拒绝聘请回乡务农，这简直是荒唐。王少龙看着被退回来的聘请文书。王少龙是王熙的小学同学，过命交情，只不过发展很好，早早晋升到了官方高位，所以对王熙拒绝一事，是真兄弟都会生气。种田能比当部门部长有前途，种田还能让你种出花来。欧克，你说农业文化部门部长只是一个闲散职业，事实上也有重担，那就是将农业文化宣扬，人不要忘本，忘记自己吃什么了。这不比种田重要，不比种田有责任。王少龙拍了一下额头，没想到他兄弟直接拒绝了务农，这是何意？那这文化部长的位子旁边，秘书提醒道：我最近刚好有时间，买了凌晨5点的票飞往都川，我亲自劝他，种田可以，挖点土在京都种种就可以了，国家还不需要他种的那点田。王少龙道。渐渐的，到了凌晨5点，前往都川的飞机行驶了，不出2个小时就到达都川。王少龙没有找个地方吃早饭，他也很想家，所以第一时间专车赶往岩口乡。到了乡口，他才下车，选择走路，感受一下故乡的气息。只是他走到一半，忽然感受到了什么，往田野边看去，一粒稻谷，品质。王少龙看到这，心惊了一下，看到最后，他瞳孔猛缩。效果：食用者生命值加1000。王少龙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一粒稻谷，农作物，还加属性的，有没有搞错？揉了揉眼睛，他接受了令他震惊的事实。就算华夏行令在一般情况下不得在不经允许的区域使用职业者能力，王少龙也在这时使用了。他一步踏出10米，紧接着他连续踏出几步，非常迅速来到了稻谷前。在他的视野里，3株成熟的稻穗上面各包含1颗有属性的谷粒。一粒稻谷，品质。效果：食用生命值加1000。一粒稻谷，品质。效果：食用生命值加1000。3颗稻谷，生命都加1000。这个效果无比真实。怎么可能？要知道，这个世界只有装备才能增加人的属性，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吃了增加修为100年这些东西。至于升级所提升的属性，则算在自身属性，不是增加层面。而这居然是食用增加1000生命值属性吗？王少龙有点懵，好一会平复下来。如果这是真的，乃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摆在眼前的有3颗，为了验证真实性，王少龙选择吃掉1颗。由于激动，连皮不剥开，困吞了下去。一开始没有感觉，直到1分钟后，生命值加1000，他的生命增加1000，十分真实，并非假象。这是真的。王少龙将另外2颗，不是2株连根拔起。这是重大发现，在我岩口乡发现了能增加人自身属性的宝物。王少龙在纵观田野，其他地方皆没有此物，仿佛自生自长，是野生之物，好比野鸡、菌菇，得天独厚，不为人为栽培。如果是人为，或许就不止这仅仅3株，这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王少龙不敢相信，我就下个乡，
发现了不同凡俗之物，运气爆棚，不知道自己是谁。等等，忽然想到什么，他再次看了一眼四周的田，田被人为除草过，而且这田我记得好像就是王熙家的。王少龙不想了，也不敢多想。总之，他始终要去一趟，一方面开导王熙，农业文化部门部长这不比回乡务农有前途、有抱负；一方面也可以询问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3株不同凡响的稻穗，什么时候种出来的，在这里出现了多久。根据除草痕迹，明显王熙家有意的呵护这3株草，但是为什么相关部门不知道了？照理说，发现了也该通知当地部门才对。不管了，一切问了就得知。汪汪汪！王少龙来到王熙家别墅院门前，里面的大黑狗就差没有冲出来喊他2口，但仿佛好像被什么力量所制止，大黑狗根本无法扑出来。随后，一道修长身影、俊朗、文质彬彬却有刚气的男生出现了，正是王熙。老黑，回来！汪！老黑很听话的转身过去，不过更像是被什么力量拽了过去了一般，然后乖乖的坐在他右腿边，像缝了起来，闭上了狗嘴。王少龙进门，龙哥，小弟走出来，惊喜的跳在他的怀里。好好，觉醒了什么职业？战士破灭刀锋。破灭刀锋 A 级职业。破灭刀锋虽是 A 级，但是出了名的脆皮的噩梦射手的爹的职业，就算 SSS 级也要掂量掂量，在同实力的情况下能否惹爹。是啊，王少龙颔首道，好，等一会我就给你买套史诗级新手套装，装备品质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铂金、星耀、史诗、王者、传说、神器。史诗是大众接触最多的顶级武器，王者与传说则十分稀有。龙哥大气，比我哥慷慨多了，还要打赌才愿意给我买。什么赌啊？王少龙笑呵呵问道。昨天他在田里种了3颗稻谷胚种，说是能种出来，你说狗信吗？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王少龙眉头微皱。王熙的小弟更为详细的重复了一遍，将时间、地点、怎么种的一一讲述了出来，似乎越讲越带劲。他没有发现王少龙已经待在原地，神情巨震的望着王熙。他就把胚种埋在土里，手法比我还拉。也就是说，种在你田里的3颗稻谷是王熙种的吗？地点你家田野除过草的边缘。小弟不说了，毕竟哥的操作完全无法衬托他的技术。回道，是的，就是那里。他跳在围墙上，指着那个方向。王少龙瞳孔猛缩，他已十分清楚稻穗所在的坐标，而王熙的小弟指的也正是那个方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少龙看向王熙，王熙微笑了一下，坦白道，我也是昨天才成就了农业学，可以种植出有属性的稻穗。003，我集农神，无敌存在，仿佛晴天霹雳，引得王少龙心头剧烈抽搐。你再说一遍。你没有听错，我可以种植出有属性的农作物。你刚刚说的可以种植有属性的稻穗。王少龙回答，这种事情必须万分严谨，一个字都要严肃以待。准确来说是农作物，只要我亲手种植，就可以做出有属性的农作物。王少龙心头又剧颤了一下，能做出有属性的稻穗和有属性的农作物完全是两回事。仅是几句简单的话，可蕴含的信息量是十分庞大的。王少龙酝酿了好一会，咬着手指来回往复走动，激动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反应过来，他拿出刚才摘取的2株稻穗。王熙，容我验证一下是否属实，毕竟这种事情已经上升到了很严肃的性质了。可以，我俩谁跟谁？王少龙用自己的手段让稻穗与王熙进行了关联分析，好比 DNA 检测可以查出2人是否有关联。结果意料之中，虽然他知道这种事王熙不会骗他，确实是他所为，但真正测试结果是他所为，还是尤为震撼。这王熙，我宝贝，语无伦次。到了王少龙这个地位，很少有他激动的事情，而现在他激动了，而且这种事情他要疯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可是除了装备能够增加属性的东西，这妥妥宝物。而种植出来的人是什么？国之栋梁，国之重器。王熙，你怎么能不早点告诉我？当什么文化部部长，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少龙都忘了这是王熙昨天种出来的。等等，昨天种出来？你有可以让农作物快速成熟的天赋，每天只能成熟3株。王少龙激动的又来回踱步。好一会，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了一级重要事情，能多种一些吗？我带回京都。对于他的朋友，王熙没有顾虑，自己能给什么就给什么，很简单。所以王熙答应了他。
并在田里种植3棵稻谷胚种，施加诚实与农之本源。大概需要多久？王熙身为神农，有着绝对的感知能力，所以凌晨3点稻穗成熟，他是知道的。只不过他那时更想睡觉，所以并没在意。包括王少龙将田里成熟的2株稻穗摘走，把另一只稻穗上的有属性一粒稻谷吃掉，成为了他的信徒，他也清楚知道，应该是8小时左右。好，8小时，我今天就坐这里不走了，就在你家吃饭，可以吧？还是回去看看。你这次回来也是想把父母接去京都吧？是啊，之前他们就不愿意，要现在还是不愿意，我本打算强制接过去，但现在算了，在这里没什么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圣地，有属性的稻穗。王少龙太爱农作物了，只想王熙多种一点，把盐口乡整座田都种上，那就舒服了，也不再显得荒无人烟，仿佛是一气之地一样。这也是王少龙想要将爸妈接去京都的原因。城市热闹，还可以与其他大爷大妈跳广场舞。你的事我会详细的给上面禀报。王熙点头道，只管做你的，不用顾及我。听到这话，王少龙莫名感动，这是100%信任自己，不坑兄弟。还有赶快回家看看吧，没人偷也偷不走的。只要王熙在，那么除非他愿意，任何人都无法拿走稻穗。王少龙坚定道，不，我要坐等。王熙哭笑不得，放心，不会少的，你手里不就还有2颗，也足够拿去上报吧。多多益善才好，此事非常重大。这么跟你说，国家恐怕要把你当国宝供起来，不，国宝中的国宝供起来。这可是除了装备能加属性的东西，一旦种起来，非同小可。王熙倒没惊喜，小弟纳闷道，供起来，那是不是有数不尽的财富？财富算什么？到时候你跟你哥开口，传说装备都可以给你弄来。这不是王少龙的假话，而是实话。只要王熙开口，国家一定会给，因为他的价值太大了。而且他小弟也是 A 级战士职业破灭刀锋，2全其美，这国家能不干嘛？就算他小弟 C 级，也得整一套传说装备带上。小弟大喜。王少龙心底挣扎，最终才起身，郑重地说道，王熙，只要有一点苗头，立刻通知我，我回家一趟。尽管去。好，一点苗头就通知我啊。放100个心。王少龙这才放心，向家里奔去。使用职业者能力，速度很快。他现在可不管一般情况，现在一天都是特殊情况。王少龙回到家，给他爹妈说了去京都的事，结果依旧被一口否决。或许他真的不该强求，好好跟父母叙叙旧，等王熙电话就是。而王熙家，父母问道，王少龙也回来了吗？到时候2家一起吃个饭，到镇里新开的麻辣餐馆试试。王熙没有意见。而小弟王三丰问道，你那玩意儿真的可以让我有一套传说？他刚才可是一直听着王少龙说的话，到了现在他还耿耿于怀。传说装备什么概念？全职业者梦寐以求的神装，他哥能这样牛逼？国家供起来，自己也跟着享福。王熙眯起眼睛道，那还不赶紧去拔草，非要等到爸妈一起是吧？他是战士，体力雄厚的很，身体也耐造，所以王三丰道，好的，大腿。哦不，哥，还是得靠你自己，有了装备还要看你的操作。你的意识，你技能搭配出来的连招。总之，主战职业所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不是装备好了就无敌。作为便宜老哥，他还小不懂事，习惯性的用了教育孩子的长辈语气。生活职业倒是没有什么，不需要升级，剩下全靠天赋和学问。王熙之所以能觉醒这4个天赋，也是因为学问达标，成就了集小学所大成农业学才有可能。所以，除了天赋，学问是生活职业最重要的东西。不说了，我要去除草去了。王熙回应，只不过手轻轻一抬，隔空将王三丰提到了空中。卧槽，怎么回事？轻轻一挥，他像落叶向斜方飘荡。王熙感慨道，规则真好用啊，才把王三丰落下来，插在土里面。不用担心他，他是战士。反观他的规则并没有逆天改命、偷天换日、时间回溯，而是拥有规则般的能力，让他在农田内或附近作为秩序无敌的存在。004吃了能加属性，高层震动。8小时后，稻穗成熟，一道身影迅速地奔向田野，亲手将其拔出，放进储物戒指中。储物戒指十分稀有，只有顶级职业者或者官方高位的人才能拥有。官方高位的人还不能私用，能放进里面的物品必须经过批准。可以说，储物戒里面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资料以及允许携带的机密文件。而现在，这有属性的稻穗意义重大，不用上报，直接存储。王熙正准备说什么，
激动的一刻等不了，王少龙回望一眼，仿佛告诉他自己即刻离开，往岩口乡口奔去。在此之前，王少龙也将在岩口乡所见所闻用联系方式进行了通报，带来的反应却非常差。毕竟看见实物与没看见实物是两回事，所以想要引起重视，务必回京都一趟。没多久，他便赶上时间最近的一班飞机，火速前往京都。2小时左右抵达京都，前往京都总部。同一时间，总部某会议室，今年转职觉醒已经结束，各位辛苦了，请一一汇报华夏今年顶级天才名单，并说明他合适几级待遇。坐在前方的领导李和说道：国家待遇分3级，1级是华夏最高待遇，为国家代练、国家培养、国家出资3包到位。那么就先由我向组织汇报今年乌鲁江市的顶级天才名单。在场会议室的人看向站起来的女士。今年乌鲁江市总共觉醒3名天才，没有3级，没有2级，全为可1级待遇的顶级天才。此言一出，在场哗然。一市能有1位1级天才等于不错，毕竟这跟高考是一回事，1000万考生只能杀出1名状元，而1级天才还要比杀出1名状元的稀有程度更高。这一开始就来3个1级天才嘛，这让我们其他市造成的压力很大啊。是啊，这位乌鲁江市的同志请坐下，让我们最差的先进行汇报。李和笑了笑，好了好了，现在还不是说玩笑的时候，每一位天才都关系到华夏的未来发展，请务必严肃以待。领导说的是。李和仔细翻阅乌鲁江市的顶尖天才的详细报告，随后示意下一位做好汇报准备。下一位男士站了起来，广浙市今年只觉醒1名天才，只有1名2级。李和听言顿了一下，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不是每个市都能出1级天才。现实情况，10个市有9个市出不了1名，有能够上国家待遇的天才就很不错了。至于乌鲁江市，幸存者偏差，意外之外。下一秒，长安市今年觉醒11名天才，5名1级天才，2名2级天才，4名3级天才。会议室一片寂静，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1级天才5名，2、3级6名，总共11名。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下一位的汇报更加炸裂。江州市总共觉醒6名天才，皆为1级。说好的一个市能觉醒1位1级天才就不错了呢，这些事是怎么回事？一出就是4、5、6个。下一位汇报者站了起来。都川市今年觉醒15名，1名1级天才，4名2级天才，10位3级天才。听完，众人松了口气，好在这下稍微正常了。要是个个都3、4、5名都是1级起步，这样对比下去，其他市的脸往哪儿放？然而下一刻，他们才知道，都川还有更猛的。砰！一道声音炸响，会议室的门被一脚踹开。不知道的以为是闯入者，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少龙同志，最年轻的上位人才。此时他心高气傲到脸上都浮现了出来，这让会议室一众皱起了眉头。心高气傲可以，你有本事，但现在什么场合，一言不合将门踹开，成何体统？礼貌否？尊重前辈否？更别说这里还坐了一位比他高1级的李和。王少龙同志，有什么事等会议结束了再说，现在还在开会。李和知道他在岩口乡的所见所闻，但事情有先后，先把这个事情做完，才处理下一个事情，否则不就乱了一锅粥？所以针对王少龙突然将门踹开，影响会议继续开展，李和决定等会严厉批评。这属实处理的不对。王少龙将一把稻穗按在桌上，上面还有泥土，原本干净的桌面被泥土弄得污渍起来。一开始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李和双手一拍长桌，发出震耳响声，瞪大瞳孔，猛地站了起来。稻谷品质效果食用可增加1000生命值。虽然李和已经听闻有增加属性的农作物，可亲眼所见，亲切感受到来自稻谷上的真实效果，感觉完全不一样。仿佛别人说你室友是亿万富翁，和你亲眼看见室友的存款带来的冲击感有质的差别。这是汇报乌鲁江市天才报告的女士震惊，食用可增加1000生命值，这不是装备，是消耗物。如果是装备，那么就不会是效果蓝，而是属性蓝。而摆在桌上的稻穗上的稻谷正是效果。少龙同志，此物你是如何得来？这可是重大发现啊！这世上哪有加属性的消耗物？哪怕是附魔师，也是附魔装备额外增加属性，并不算消耗物，直接增加自身属性。除了李和，他们并不知道这东西的因果。是啊，是啊，其他市汇报天才的同志也震撼了起来。如果真像效果上说的那样，实用增加属性，这绝对是重大发现，而且还是不小的重大发现。这看到穗的样子，如同看宝贝。李和愣了许久，回过神，他莫名激动。
别人都清楚这东西的重要性，他又如何不清楚？只是这跟少龙在电话里说的完全不是两回事啊。这不怪李和，只是只言片语，无法衡量重要程度。比如，你发明了0.0001纳米光刻机，和你手里正有一台0.0001纳米光刻机，两个性质。李和激动地心，颤抖的手拨打起根高层电话。汪总部长，哎，是我，李和。总部长是华夏所有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最高话语人。李和将这件事情详细说了出来。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李和同志，此事可千真万确？汪总部长，此事绝对千真万确。有属性的稻穗就在京都总部人才管理部门会议厅里。好，我立马到。是。李和站起军姿，面色红润。毕竟那可是最高话语人，只是通过电话说话，压力山大，令人喘不过气。挂断电话，李和松口气，只是没2秒半，他立刻紧绷。赶紧添加座位，还有茶务必泡上。还有少龙同志，你坐这儿一下，待会汪总部方便与你对话。好的，领导，我知道了。那顶级天才汇报会议？有人问道。李和当即回：是有轻重缓急，等有属性稻穗仪式结束，再继续相关汇报。是。005，属性增加，永久时效性。不一会，总部大厅的前台小姐姐惊恐，过路的公务人员立刻站起军姿，微微欠身或是抬手敬礼。汪总部。来者短发花白，面容些许褶皱的老人向问好的同志缓缓点头，随后向2楼阶梯上走去。在他身旁，锻造大师、附魔大师、分解大师，还有清北大学刘伯岛等数个国内权威，这组合在一起，压迫感十足。公务人员都十分懵逼，这架势来总部，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数个权威也在交谈着，真的有能增加属性的消耗物吗？锻造大师道，就算高级副本里的妖兽肉，也只能拿来作为材料，打造成装备才有属性。若拿来食用，只是口感好的普通肉而已，其本身不具有直接性的价值。现在倒好，发现可以增加自身属性的农作物稻穗，就算从汪总部口中得来，权威们也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这跟发现了0.0001纳米光刻机同样性质，在没有见到真东西前，绝对的严谨。汪总部嗓音老成，这事不会假。众权威怀着忐忑的心，跟随着汪总部来到一所会议室。门打开，会议桌上5株稻穗映入眼帘，一粒稻谷，品质、效果、实用生命值加1000。瞬间，权威们激动了起来，他们一眼便认定，这不是幻术技能，是某种东西进行了伪装，而是真实存在、切切实实的效果。注意是效果，不是属性，这一点可以排除它是装备。而效果是增加1000生命值。不注意场合，各几人捧着1株稻穗，仔细观察了起来。越是观察，越发现此物不凡。看似普通的农作物，实则其中蕴含对于职业者格外亲切的能量。各自眼色示意后，默契地将上面有属性的稻谷截取了下来，捻在手中继续观察。作为农业学博士的导师，刘伯岛激动的胡渣开始乱颤。我农业的福音啊！只要有了这个，农业岂不发展改革，妥妥崛起。一时之间失了权威仪态，只是很快他心情平复。不过也不能这么说，也得看这东西能否大面积种植，增加的属性是否为暂时的，属性能否叠加，叠加的上限是多少。一连串问题提了出来。其他权威附和道：不错，虽然效果上写增加属性值，可万一是暂时的，万一不叠加，只能增加1000生命值呢？如果是上述，只是暂时效果，不叠加增加属性，那这稻穗就并没有想象中的宝贵。分解大师道：能否让我试吃一下？只要我吃下去，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暂时属性了。听到分解大师的话，汪总部看向李和，李和看向王少龙。王少龙脸色前所未有的沉重，毕竟权势大佬，他虽位居高位，但从辈分与年龄与学识，也不敢和他们相提并论啊。请尽管试验。得到同意后，分解大师想要剥开上面的骨皮，但想了想，还是忍着困吞了进去。见他吞进，众人好奇观察着他的反应。可有效？还没有效果，可能需要等一会，毕竟是食物，应该拥有食物的特性，需要消化。有道理。仿佛美物，众人注视着分解大师，弄得分解大师这位老头子脸庞羞涩，实在忍不住想要道一句让我去角落待一会，有效果再告诉你们。只是下一秒，分解大师瞳孔地震，心情万分激动。有效果了！我增加了1000生命值，原本我119000的血量，现在突破了12万。这虽然很让人难以相信，此物的出现打破了世界上没有吃东西能加属性的事情，但现在无法否认有时效性。
众人刚随着他激动的面色而跟着激动起来，就连汪总部瞳孔也渐渐增大了。结果裤子都脱了，你说有时效性？众人如遭泼了冷水，高燃起来的激动情绪覆灭。然而下一句永久，分解大师大喜道，而且增加的属性不是装备加成，是提升了自身属性。装备加的属性会在自身属性后面，例如自身属性100，装备属性250，属性是100加250，而现在是1100，没有加在加号后面，提升的是自身属性。这东西加的永久自身属性，相当于提高个人上限了。好啊，好啊！分解大师一连赞叹，其他人想打他的心都有了，唯有刘伯岛此刻兴奋的身体颤抖。永久增加属性，那么再测试一下是否可叠加。分解大师点头，将剩下4颗有属性的谷粒吃掉3粒，还沾点土泥，也硬生生吞了下去，只留下1颗作为备用。见他困吞了下去，其他人也仿佛吞了，跟着咽了咽喉咙。如果能够叠加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分解大师老脸一震，就在刚刚，他的自身生命增加3000，这能够叠加属性，而且给我感觉是可无限叠加，就算不能，也是十分无止境的，只要到骨到位，起码破亿、10亿，甚至100亿血量。这逆天了吧？此言一出，汪总部略微微笑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他深知，这东西如果往他想象中的发展，会给华夏带来何等的发展，视为国之重器。为了方便大家更具体的知道，锻造大师从储物戒中取出血量测试仪，通过测试仪就可以将只有自己能看到的个人属性面板的上血量显示出来。生命值123000，效果属实，千真万确。此物是人为种植而出，还是纯天然？有人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是人为，那意味着可种植；纯天然就需要大量的研究，过个10几20年，或许才有发展性突破。王少龙道：是人为。好好。汪总部表面看似稳，实则颤声语气暴露他内心的按耐不住。接着，王少龙将有关王锡成救出农业天赋的事进行了详细表述。也就是说，王锡成救了农业学，觉醒了农民职业天赋，可以种植出有属性的农作物。啊，这是我华夏国之种粮啊！要知道，一亩田最少可种植6000株稻穗，6000x 生命值1000等于600万，一亩田可增加共600万生命值。目前满级职业者加顶级装备，生命值才堪堪破100万。这样一对比，一旦让王锡种植起来，放在全世界也相当炸裂。等等，你说的是谁？刘伯岛瞳孔瞪大，这不正是我清北大学农业学院唯一一名学生，也是我唯一的学生王锡。同样，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转职农民职业的人，也是首例。王少龙微笑，因为他不敢笑得太合不拢嘴，尽量礼貌，语气平稳。是的，正是刘伯岛手里毕业的王锡博士。006，王锡博士人在哪儿？国家亲自见他。我也知道王锡，他凭借应考考上了清北，读书十分用功的人物。人才管理部门的人员都对王锡有些印象，毕竟他是第一个转职职业农民，与就职农民是两回事。例如刘伯岛，他虽然为农业学的导师，但他的转职职业不是农民，而是考察家。转职职业不对口，不代表不专业。计算机毕业却从事建筑行业，成为专家也是常有的事。刘伯岛高兴得快哭了，是他的学生，也只有是他了。他可是转职职业对口，又勤奋踏实，认认真真对待农业学，才能出成就。好啊好啊，农民看似不起眼的存在，实则在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是他，最根本的也是他。一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也建立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一旦粮食不够人吃，必然有起义，有反抗，国力衰减，从而衰败。由此得出结论，农民职业从根本上就是神职。不接受反驳，仿佛悟了，刘伯岛腰板都挺立了起来，瞬间提升了内在逼格。而真逼格在王锡。王锡博士目前在哪儿？交流了这么久，却没有见到王锡本人。汪总部问道。在盐口乡，眼下正值农季，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大面积种植。王少龙嘴上这么说，实际心里想，这不得亲自拜访，还要让王锡博士本人过来吗？汪总部点头。其他人听到大面积种植，脸上翻云覆雨的变化。这不拜访，而且要带大礼拜访。都川举事部门惶恐。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得知的消息。完犊子了，明日京都局总部高层要前来都川，包含汪总部长本人。市长妈了，总部2字再加上总部长，全是华夏顶天级别。我都川何德何能？难道是我都川的工作没做好？
市长深思起来，自己哪里工作没有做到位，或者都川市其他地方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引得总部震怒。市长立刻下令，在汪总部长还没来都川巡查工作前，赶紧严查，不得忽略任何地方，轻则批评，重则严惩。市长亲自展开工作，只是不展开不知道，一展开，所有工作到位，举世和谐，不负天府之国之称。或许只是来看看散散心的，只是这架是真来散心的吗？鬼才信啊！吓谁啊？明日，以汪总部长以及其他高层人员和锻造大师、分解大师刘伯岛等权威来到都川，不是飞机，而是通过机甲师的飞行机甲或者自身飞行能力，云端之上飞行，直达岩口乡。不一会，降落在岩口乡乡口，走步进入。现在的乡村人流量与零无差，偶尔能够见到散步的老人。大量土地荒废，抬眼看去，大部分长满杂草，唯一一些土地有除草痕迹。而就在乡里看到的第一个院子的不远处，田野中长着3株成熟的稻穗。看到稻穗，哪里管一般情况，直接使用职业能力，瞬间到达田野中，围着稻穗观览。一粒稻穗，效果增加1000生命值，就是它了，有属性的稻穗。想来这就是王希博士新催熟出来的。我们不必采摘，就算要采摘，也得等拜访完王希博士，再询问他的意见才可。众人没有意见，毕竟是他人的物品，不经询问就摘是大忌。于是乎，向着第一个院子看去，院子修得极好，3层别墅。刘伯岛不管了，他第一个冲过去，首当其冲拜访他的学生，这是他的骄傲啊，自己也跟着沾光。汪总部长在场，都不好使，就是这么牛逼。汪汪！王希出来了，外加一条想要咬他的大黑狗，只是转身就到了王希身边，异常乖巧。老师，学生，哦不，现在该叫你王博士。你成就出天赋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好很好很好啊。老师不用这么说，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天赋的事情，我也是在高铁上看了历史书，侥幸成就。一阵寒暄，以汪总部长为首，穿着中山服的人到达。除了王少龙，有一看就很有学问的，一看就稳重如山的，还有的则穿着赛博朋克式紧身衣，哪怕是生活职业，也感觉到其散发出的恐怖实力。目前满级职业者，超凡。这些卫士，刘伯岛本想亲自介绍，汪总部长走了过来，伸出手：“你好，我是华夏总部长汪成。”一上来十分和睦，没有架子。听到华夏与总部长2字，王希知道了这位老人的分量。他一一向王希介绍了一番来者的名字，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王希一一问好。他的小弟看到之后，肩膀、手肘、手腕、手臂各担起一根长凳，放在院落中。你叫王三丰是吧？很懂事的孩子，这里有一套王者级新手装备，你先用上，等你等级上来了，直接找我给你打造传说。锻造大师给了他一枚储物戒指，虽然稀有，但锻造大师专门打造装备，1、2枚还是送得起。王希没有阻挠。王三丰看了一眼他哥脸色，顿时大喜，多谢说。分解大师也给了他一张超贵宾卡，只要有装备需要分解，便可用超贵宾卡免费分解。毕竟品质史诗以上的装备会与使用者绑定，等到要换装备时，避免压仓库，造成浪费资源现象。王三丰一并收着，狂喜，然后很快就进了屋，不再打扰他们谈话。毕竟他只是个送板凳的，我就替我愚蠢的弟弟多谢了，哥。他本来也该叫叔的，可弟都叫叔了，他只能叫哥了。哈哈，没事，都是一些小意思。王希接着道：“我很荣幸能够得到国家赏识，眼下我也正要去市场多买些胚种，准备进行多种植一点。”汪总部一听，那位赛博朋克的超凡者消失不见，只留下一股飓风席卷，头发狂摆。不到3分半，一箱标有水稻胚种的纸箱子放在跟前，效率高的离谱。你看是不是你需要的？汪总部说道：“就是这个了。但各位能否在我家稍等一会，我得去一趟街上，我爸妈的车轮胎被扎了，正在与相关店进行纠纷。”汪总部呵呵一笑，那位超凡者又消失不见。等回来的时候，机甲从高空缓缓落下，落地的时候涡轮增压，燃料与蒸汽沸腾，一阵阵气浪排开，炫酷十足。是机械师超凡，连带着父母与车都安然无恙地带了回来。纠纷已经和平解决了。糟糕了，家里没有那么多菜啊！父母回来途中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看到院里这么多人，阿姨不必担心，总归是够的。这次就我去吧，不能总是机械师给秀完了。说罢，有人弹射高空飞行而去。等他回来，还带了一名高级厨师。总之一句话，国家给你通通安排，大到规划，小到日常。007有需要，国家一条龙服务。王希的父母以及打下手的高级厨师做饭去了。
院落中，王熙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何时种植，想要看到王熙赶紧动身起来。王熙没有意见，有多大能力，总要承担一些责任。华夏回馈了自己，他也要将自己做出的有属性的农作为回馈华夏，这是必然的，毕竟华夏也是生他养他地方。至于自己能够贡献多少，无关紧要。只是什么？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想要大面积种植，光靠每天3株催熟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按照正常流程，先除草后耕土润水，荒地成为了可种植的水地后才能进行。一亩田大约能种6000株，每天3株，需要2000天，2000天的时间，正常水稻早已丰收。不过请放心，最迟2天，我让小弟勤快一些，就能将一亩田变为可种植水田，尽快赶上种植路程。王熙礼貌道。顿时，刘伯岛拍了拍胸脯，哎，这些事怎么还能劳烦你们家来？开耕除草这种杂活，就交给我一人即可，最多1天1夜，你就能见到完美的水田。说罢，刘伯岛已经捞起袖子、裤脚，准备下田。王熙有意见，但没完全有意见。让倾囊相授的老师干杂活，这不好吧？不过他愿意，那我也没什么办法，那就多不好意。锻造大师也捞起袖子，这种事情怎么敢劳烦王熙博士的老师来呢？我体力好，还是交给我一人来吧。分解大师呵呵一声，拦住锻造大师捞起袖子的手，同时捞起另一只手的袖子。嗨，除草耕田看似是粗活，实则是细致活。我作为分解师，从细节上我称第一，无人敢称第二，所以还是我来吧。要不你们一起？呵呵。对此，三人笑了笑。这可是第一次，在华夏传统中，第一次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例如盖房子，最后一块瓦需要老板亲自来。眼下极有可能是华夏发展的重要改革时间点，说不准跨越一个质的层次。所以开耕除草，让第一批有属性的农作物种植下来是非常重要，意义非凡的。一起种，狗都不干，毕竟这是一人就能做到的事情，多人反而影响效率。哼，难道我锻造就不是细致活了吗？而且我有效率，我半天就能造出一块水田。锻造大师嗅了嗅他健硕的腱子肉，造出又如何？我可不忍受一点瑕疵。水与田要达到完美比例，除了我谁行？哼，我是以清北农业学院的博导，除了王熙博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场谁有我专业？一时间为了开耕除草而竞争了起来。华夏高层看得乐呵，只是下一秒，汪总部长脱掉外套，捞起袖子来。他感慨：哎，好久没有种过田，不如就让我来吧。此言一出，高层人员有些意外。您可是华夏所有部门的总部长，什么田要让你亲自下？权威一个个都哑口无言，有什么话想说，但不好直说。汪总部长换上防水桶靴就下田地了。小弟除草除了一大半，很快汪总部长就把1亩田地剩余的杂草清理干净，接着就是松土犁田。原本可以借助机器，坐在机器上轻松犁完。汪总部长喘了一口粗气，拿铁犁来。铁犁作为传统的器物，在农村少有，不过家里刚好有一个铁犁。有人拿给汪总部长，没有牛，在这个世界，只要是职业者，凭借自身气力就能做到犁田。看着汪总部长化身农民，一人干得不亦乐乎，权威们羡慕妈了。高层们一个号拍起马屁，不愧是汪部长，虽然位居高位，站得高看得远，也没有忽略脚下，脚踏实地。农业是一国的根本，而水稻是我们华夏的最根基的存在。这让我想起了书本里农民伯伯的身影啊，一声声马屁，十分高明，既赞美了务农，也暗衬此时的汪总部长。只是王熙皱眉，喊了一声：“汪总部长，怎么了？”汪总部长擦了擦额头汗水，看了过来：“这离得太浅了些，需要再深一点就好了。”汪总部长错愕，随后笑了笑：“好的，那我重新犁吧，有劳了。”说罢，汪总部长从开头重新再来，力离深一点。等等，这是深了一点点了，深一点就好。不行不行，这可能需要重新再来，又太浅了。一般情况深度在20厘米，太浅不行，太深也不好。又浅了一点，再深一点点就很好了。又深了一点点，能不能浅一丢丢就只需一丢丢。听着王熙尽量让自己礼貌建议的语气，一个个高层心都凉了半截。越是这样，越显得汪总部长过于新手了呀。刚才马屁全白拍了。汪总部长错愕了好一会，没想到自己竟然离个田都离不好。刚才说什么脚踏实地，完全是抬举他了。不过汪总部长没有灰心：“王熙博士，不好意思，很久没有亲自动手过了，一时间掌握不好力度。职业者也需要偶尔锻炼锻炼，才能掌握好力度。你尽管说教，我听着，
努力把工作做到位。听到汪总部长的话，在场人都傻了。谁是谁上司了？另一边，一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来到了盐口乡乡口。根据消息得知，举华夏高层低调的来到了盐口乡。市长实在按耐不住盐口乡究竟什么情况，于是就来了。一开始，他震惊田里有属性的稻穗。后来，汪总部长亲自下田。这个年轻人什么身份？什么都敢说啊！一道道实在想要客气，却全是指责的声音萦绕在市长耳边。这力度是真的掌握不好。没有牛的情况下，握的姿势我建议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很难达到标准，犁出来的田屎不对意思。对，就是这样，但歪了，要有次序的来回犁，这样才算标准。然后汪总部长的声音传来：是，我知道了。好，这样吗？抱歉，是我太笨了，田都犁不好。这样是不是就对了？好，我知道了，我就这么做，多谢指导。008大面积种植100万生命属性。汪总部长逐渐得心应手，很快犁完1亩田的土地。接下来就是灌水。这一次是一名水系魔法师超凡使用技能灌溉田地，不到1分钟，1亩可种植的水田出炉。众人也是一阵感慨，完成了呀！是啊，真是大好的风景，比起荒废要好多了。我建议回京都过后多多提倡，就算不种田，也要除草，开耕，让乡看起来像乡。这个提议不错。说实话，走到看到大面积荒废的土地，还已走进荒无人烟的弹丸之地，这样不行，乡就该有乡的样貌。一众高层点头。汪总部长洗了一把脸与手，重新回到院落，看着自己一人耕完的田地，露出了久违的满足。王希博士，怎么样？很好。汪总部长听到了他想听到的赞赏，笑容更加盛烈，随后凝重起来。王希捞起了裤腿，手里是一包水稻胚种。这个世界的水稻胚种不用先培育幼苗，直接种下水田即可，但同样也是需要一点手上技术，不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农民，根本无法种好。但王希身为农业博士，这一点自不在话下。看着他下田，众人不知道为什么很是紧张，大抵是因为这东西对于华夏的分量，在他们心底有了清晰的底。刘伯岛这次不再说话，而是直接动身，拿起几包胚种下田，站在王希身旁，避免届时胚苗不够，多走几步路，直接从他手里拿即可。这波操作属实给锻造大师、分解大师看懵了，明明该是他们想到的，没想到被刘伯岛抢先一步。其余人就看着。到了饭点，王希父母叫他们吃饭，也不吃，硬是要看着王希种植，直到他走出田，洗完腿上泥渍为止。生活职业不像主战职业，效率大大减半。王希的规则只为秩序，并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但速度也是十分快的。到了夜晚，不负众望，水稻胚种种植了1亩田，种植间隙把握得十分完美。有人全程计数，总共种植6333克。众人心终于落实下来，他们看到的不是1亩田，而是华夏的进阶性发展。而这1亩田就是开始。等王希博士出田，洗了个澡，这才吃上晚饭。有高级厨师打下手，满满几桌的特色菜、家常菜出锅，1两2锅头下肚，其乐融融。没想到王希博士酒量如此好，来，我来给你倒酒吧，我们再喝上一杯。汪总部长起身，准备王希杯里倒杯茅台。哎，使不得。哎，不用，今天还多谢你的指导。不，还是我来吧，从辈分上也不该您来倒。哎，王总部长还是给王希倒酒，甚至做起了端菜员，不让王希父母送菜，让他们吃，一点架子没有，在人情世故上令人头皮发麻。当然，我们明日就要回京都，毕竟身在要职，有很多事需要处理。不过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24小时在线，立刻处理。让一直在外的人请进来吧。汪总部长说道。下一秒，穿着西装的市长林海走进大门。林海一脸尴尬，我偶然路过，没想到有幸遇到各位领导，属实有幸。小林，多年不见，变得更加斯文了。汪部哪有，还是那个小林啊。林海妈了，本来他是够隐蔽的，没想到他一直处于暴露状态。早知如此，早该打招呼才对，不然酒桌上也有他的一席之地了。你还不认识王希博士吧？汪总部长道。是这位年轻人。他叫林海，是都川市的市长。王希博士，以后有什么需要，可直接通过他向国家审批，若是发现慢了，可直接打我私人电话。林海身躯一震，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他要担任这位王希博士的需求上报工作，而且不能怠慢，务必第一时间上报，否则一旦这位年轻人打了汪部私人电话，他就要被问话了。这厮何等地位？国家满足需求就罢了，
还要第一时间满足需求，超级大任务啊！林海点头哈腰道：“该的该的，领导放心，这位王希博士放心，就算凌晨熟睡阶段，我也务必起来，上报到位。”汪总部长颔首，随后起身去厨房拿碗筷，吓得林海脸色当场抽搐，自己什么地位，让汪总部长送碗筷？顿时，一套大招级别的人情世故砸下去，这才堪堪接过汪总部长手里的碗筷，上了酒桌，与高层与权威吃上饭来。林海大喜，在诸多市长里，他当属第一人，与高层在同一餐桌，还总部长送的碗筷，今天算是来对了。都川有王希，都川以及我也跟着沾光啊！最终，林海不胜酒力，瘫了下去，而其余人则不便多待。之前怎么到的岩口乡，现在怎么回京都？到了傍晚，王希通过窗户看向自己种下的田野，他也发现了问题：为什么种植出来的稻谷只有一粒有属性，而不是多粒有属性或者全部拥有属性？结果却只有一粒，显然有什么问题没有被发现，从而导致种植出来的有属性农作物极其缺陷。王希原本想研究研究才开始种植，只不过因为正值农季，各高层到来，及时需要。为了解决及时需要，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王希种了一亩只能生产一粒有属性的水稻胚种。现在也该好好研究一下了，否则无论从效率上还是实际作用上大打折扣。抛开那一粒，就完全是普通的农作物。想到这，王希睡了下去。到了明天，林海睡醒起来，王希的第一个需求也跟着来了。我需要齐全的研究实验设备，农作物不只要实地观察，也需要仪器进行微观察与总结。林海猛了一会，恢复精神。好，王希博士，稍等一会，我立马上报。不用，你做好自己的事再上报也不迟。不，你的需求永远放在第一位。说罢，他让秘书分分钟拿来电脑，登录市长官方账号，加以文字描述，请王希签字，随后电子官方章印，上报了上去。上报成功，等待审核。审核中，审核完毕，正在处理。几乎同一时间完成了一系列一般情况下至少花1周时间的审核流程。10分钟不到，一辆卡车抵达院落门口。009资源秒到，官方的效率。你好，您所需要的物品已到达。王希不得不感慨国家办事的效率。签完字，工作人员便将一台台精密的仪器搬了出来，同时又有机械师将他指定的一间屋子进行改造，做好防尘系统、通风系统、恒温系统等顶级至尊版研究室。林海还好，刚来的女秘书嘴巴长得贼大，一条龙服务，国家包办，现有需求与潜在需求一并解决，顶级配置啊！这都是小意思，不必惊讶。昨天他可是亲眼看见这位王希同志，说叫汪总部长，深知他的分量对于华夏的分量。一条龙服务算什么？9龙服务都可以。机械师应该也是顶级的建筑系机械师，效率很高，2小时左右就打造出了一间顶配研究室。王希先生，其他屋有没有什么需求？我看都没有恒温系统、防尘系统、自动清理垃圾系统，这些我都可以做。市长秘书听都没有听说过，还有自动清理垃圾系统的。王希礼貌回应，不用麻烦了，这就已经可以了。那位机械师不再说什么，只是将仪器按照王希需求摆放在研究室里，便驾车离去。进入研究室适应了一会，王希便去水田最边缘拔出昨日特意使用了成实而已成熟3株稻穗，有属性。秘书花容失色，林海没有理会，因为昨天他也是这样子。更加令他在意的是，王希博士有什么不满意的吗？还要研究？虽然这片田跟他无关，但他深知这片田的意义，哪怕只能种出1半有属性的稻谷，意义也是重大。所以拔了3株，从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心疼的。你没发现1株上只有1粒稻穗吗？所以要增加有属性的产量。好家伙，这能办到吗？毕竟这可不是说增产就增产的，好比你拿1块钱，怎么才能变为2块钱？难度系数非常高。林海接着道，但如果我建议想要研究，就重新种一点，最好不用动那块田。毕竟等你还没研究出增产，或许田里1大半稻穗都没了，时间都没了，损失也损失了。好比得保证自己能吃饱饭，才能去做其他事。王希自然懂站在国家层面考虑的林海，一也希望看到增产，2也应当保证有基本的产量。说完，林海跟秘书离去，走之前接走王希的小弟，亲自送他去学校读书。而王希则开始在研究室里研究起来。我不认为1株稻穗只能结1颗有属性稻穗，是铁一样的定律。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影响稻穗产量的因素有很多，品种、水分、肥料、温度、
土壤、光照、气候以及栽培管理等。剥开有属性稻谷皮层，剩下白白的米粒，王希进行了分解研究。顾名思义，就是看它其中含有的元素。其中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B 族维生素以及各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这些物质普通米都具备，而唯一不同的是，里面还有血红光晕的奇特能量。这奇特能量应该就是农之本源，我亲手种植时传入的原力而转化形成。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能种植出有属性的农作物。难道是农之本源灌溉的不够，所以只能一颗？不，也许也是仙人俯卧顶，结发寿长生。仙人给你机缘，你根骨悟性不好，一样无法获长生。放在稻谷上一成立，稻谷要根骨悟性好的稻谷，也就是品种好的。为了研究是否是这个问题，王希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测试的结果用纸与电脑进行双线记录。研究室里有着全方位摄像头系统、录音系统、视频记录和语言记录都在实时记录着，这是做实验的基本要求。为此，王希去市场上买了不同品种的稻谷胚种，例如东北稻谷、紫谷等。除了这些，还有一系列相关实验。这一做就是2-3天时间过去，而结果显示跟品种大概率无直接关系。王希，吃饭了。好的，我马上来。吃完饭，王希进入研究室继续研究。他把目光放在稻穗根部的泥土身上，截取一点，进行实验。果不其然，发现，土里的养分被吸干了，成为了丝毫没有营养的土。考虑到营养流失问题，王希立刻去田里取了一点水田里面的泥土，以及他重新种植出来已成熟稻穗下的干土。泥土的实验结果为，养分与普通水田的差距非常大，有流失，而干土则完全没有了养分。这不会妨碍胚种生长，但结果会跟催熟出来的一样，只有一粒有属性。毕竟催熟就是加速成长，与不催熟的吃土里的养分是一个量级。有了这个结果，王希去市场上买了几份从副本里带出的泥土。副本里的泥土比盐口乡的泥土质量高，进行种植，使用农之本源、诚实2大天赋。明天一早，成熟起来的稻穗增产，原本只有1粒，现在稻穗上面各有2-5粒稻穗，也就是说，一株最低加2000生命值，最高加5000。只要用最高产量的泥土，就能做到保底加5000生命值，直接提高5倍。王希进行记录，并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市长。他并没有将增产的事直接打电话给汪总部，毕竟这么小的事不用特地去劳烦一国总部长，他们很忙的。都川市中心，林海正在核查他全都川的新觉醒职业者各个潜力等级。嘟嘟，电话响了起来。林海为人别的不说，就很好，唯独在工作，特别是需要大量查阅的时候，最不舒服打电话的人。可以打，你可以打秘书电话，打他本人电话，这着实要看你什么地位了。否则他当下立判，这人不成熟，不会处理事情，不与之多打交道。严重点，永远打不通他的个人电话。只是林海拿来一看，立马精神起来，起身接起电话。哎，王希博士，是我林海，有什么事尽管说。什么？林海震惊，增产了，最高5粒，010，稻谷增产，1000万生命值，5粒，一亩田算6000株，6000乘以5000等于3000万，3000万生命值，这比起600万生命值炸裂了不止1点，而是5倍。这要是种植起来，华夏也跟着突破性发展，就是这么重要。他林海虽然只是个市长，但起码也有足够的眼界来衡量价值。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说完，挂断电话，脸色通红，激动到不行，给京都总部汇报。京都总部，汪总部长正在看着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其中令他最在意的还是世界级副本的开荒。世界级副本也称目前最顶级的副本，目前最高级副本80级。开荒不只能够产出世界级材料，打造世界级装备，还能提高等级上限，副本等级上限。只要开荒开得好，90级副本、100级，甚至120级副本都可以刷出来。同样也代表着国家的整体等级上限提升，90级、100级、120级，意味着提高一国国力。目前华夏卡在80级很久了，开采难度太大了，到现在只能带出一点点材料吗？没办法，我国40个80级世界副本，无论哪一个副本 BOSS 都非常强悍，无论做多少攻略，永远无法完成攻克。主要原因还是在装备的质量上、附魔的质量上、技能的质量上，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开采70级副本。只有更高级的材料到位，锻造师、附魔师、技能师才能更好的提高质量。质量提高了，自然而然针对80级世界副本更高概率攻克完成开荒。汪总部长点头，
多辛苦超凡们了。哪有辛苦，我们即为超凡，总要承担些什么。我听说在都川某乡有一国重器，无视装备栏，直接提高自身属性。装备栏类似农药的6件装备栏，只是这个世界职业者的装备栏为16件，而它却以消耗物品形式出现。是的，或许我们不用等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丰收季就能完成世界级副本的首次开荒。听到这，与汪总部长对坐的超凡者有些震撼。当初太忙，他没有前去看一眼，但只是听汪总部长只言片语，也能得知其中分量。叮，一道文件发来，汪总部长前去接收。看完之后，汪总部长神色一震，紧随着喜出望外。超凡者询问了一下，原来是那位国之重器持有者完成了增产，不过上面也有他的要求，就是他需要大量的土，各种土，最好是高级副本里的，越高级越好，但低级的也要。总之能来多少就来多少。武力不是稻穗本身的极限，而是他所用的材料的极限。好，增产意味着什么？市长知，他汪部更知。那位超凡者得知后，不用汪部发布命令，便立即离开，向华夏所有超凡通知，前往世界级副本采土。至于比世界级副本极低的土，就发布职业者任务。职业者任务只以任务赏金的方式，临时雇佣非编制在内的职业者。这位超凡者刚一走出办公室，红色特级文件发布下去，随之几乎可以说是全华夏职业者，上到超凡，下到60级职业者，为之忙活起来。至于60级以下，还没有资格。某些地方的工会采土，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去副本里挖土吗？不过这佣金比起一些中高端材料的价格还高啊！只要国家愿意，我能靠采土采到首富。哈哈！说罢，只要不是傻子或者心高气傲不屑于挖土的职业者，都忙活了起来。而华夏超凡者们也是一阵汗颜。采个土多简单的事，还用到红色特等文件。虽然是世界级副本，但采个土而已就很简单了，完全可预溜着 BOSS， 或者在 BOSS 根本无法发现的情况下随便带走土。也不能这么说，既然做也要做到位，我们要尽可能采越深的土，质量越好的土来。有了这道文件，负责世界级副本的开荒的超凡者动身起来。国家甚至发配了专门装土的储物界，奢侈无比。要是别人看见，好家伙，你用储物界来装土，暴殄天物啊！都川市长办公室，震惊，尼玛，采个土，国家居然用上了红色特等文件。身旁秘书花容失色。据我所知，红色特等文件可是比起1级文件等级还要高，基本一发布下去，立马传达全华夏，从而实行。这是不是过于看重了些？在秘书认知中，虽然你分量离谱，但总不能采个土也用不到这种文件吧？市长摇头，你还是无法知道清楚这其中的重要程度。虽然我也有点不敢信，但仔细一想也是合适。说完，市长立刻打电话给王希博士。刚刚潇洒的坐姿，立马是点头哈腰的站姿，给人一种和睦亲切、好说话、随时待吩咐的小弟模样。哎，是我林海，我已通知了总部。不过您这次的需求特殊，国家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才能发放过来，请耐心等待。毕竟采土再到集中，再到物流，还有一系列的流程需要过一遍，不像一套研究设备，现有的直接给你发来了。一般情况下，最快也需要1周时间。电话那边传来无碍。林海沉默了一会，王希博士，我说个建议话，只是我的建议话，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说，既然实现了增产，那要不我们把这能够增产的也种上，一方面加大基础增产量，等到丰收季更加及时解决需要；一方面万一不行，王希继续研究也要花上一段时间。而且种田要不了多长时间，林海也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增产是必须的，但尽可能多种植一些，是不是也需要呢？要一步一脚印，踏实走上每一步。电话那边沉默会再度传来声音，我没有意见，只是这除草还有所需要的土，放心，举拳头穿的力，也要立刻办到位。挂断电话，林海按照王希所需的土发布一道市长文件下去，全是收集。比起国家收集的土，种植需要的土更容易收集且大量。另外，他林海一人前往岩口乡除草，嘿嘿，除草开耕的光荣总得来我一份吧。或许历史不会铭记，但历史抹不去他在不同凡响的意义阶段出现过。011稻穗再增产1亿生命值。是，您说的是。王希博士，我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你说，我与汪总部长谁的技术更好？一边除草开耕，一边十分好奇王希博士的看法。要知道，这位可是言传身教汪总部长如何种田，如今他也接受着指责，
不过对比汪总部长指责的较少。王熙笑了笑，没有说话。这听起来怪怪的，好像台词应该是我与你老公谁更好。所以王熙沉默。林海也不问问题了，适应了夏天后，开始飞快除草开耕。紧接着一辆辆卡车到来，将所需的特殊泥土铺在上面，然后再进行一次松土，与原土进行有效交融。这种操作类似施肥，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地。接着依然灌水，一切结束，王熙种植起来。临近黄昏，完成1亩田的种植。父母见王熙做了实验的稻穗丢弃，实在可惜，于是将上面的稻谷摘下剥开，放在电饭煲里一起煮。哇！顿时间，王三丰生命加5000，父母则各加了1-2千不等，而王熙个人也增加了1000生命值，毫无副作用，也毫无职业性质，无论是生活职业，还是主战职业，或者其他职业，都能加成。等等，我的属性！王三丰都喜妈了。吃个饭加5000属性，你敢信？哥，我能天天吃吗？呵呵，应该能。毕竟他做完实验，只要不是进行过特殊的化学实验，都可以拿来食用。到时候有的是给他吃，尤其是丰收季，当饭吃都成。不过这也在产量充足下，产量不足只能顾及一批人。这批人便是当代超凡，同样增加自身属性，但超凡的意义与国力息息相关，所以是不会有太多有属性的米供给自己吃。除非研究出了满产，只有满产，效益大大提升。不说其他人，我们拿来当饭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明日，王熙前往新农田一看，果不其然，昨日顺手使用成食天赋而成熟的3株稻穗，上面各皆有5粒属性的稻谷。研究还算成功，与其说研究，倒不如说发现，毕竟研究从本质上就是发现。一辆轿车到来，停在院落门口，大黑狗汪汪直叫。林海下车，我来接小弟上学。王熙不知道该说什么。市长特地来接送小弟上学。林海往农田一看，仿佛达到预期，嘴角翘了起来。原来表面是接他小弟上学，实际是看效益的。王熙博士，一道声音响起，像是高空传来。王熙抬头，便见到一名青年飞行而来。落地之后，尊敬地与之握了握手。王熙也认识，之前与汪总部长他们来过，还喝了好几杯酒。能够飞行的超凡职业者，市长瞳孔一震，赶忙抬手行礼。超凡与汪总部长看似上下级，实则是同等级同志，仅工作不同，性质不同而已。林海紧张问：不知？他礼貌笑道：没什么，就是来送一批采集好的土。他手里有一个十分精致的铂金手提箱，打开一看，赫然是一枚又一枚储物戒。储物戒上标有土地来源标签。林海妈了，不说这么快就送来，用储物戒装土，超凡亲自送。好，多谢同志了。王熙接过。不用客气，王熙同志如此用心为国，什么都不用说，都在心里。王熙个人没有伸手让国家给任何东西，而他的所需，只是为了研究，让可以有更好的未来而付出着。他是一名真正的杰出人物。一番道别，看了一眼新种植的农田，里面结出了3株有多粒属性稻谷的3株稻穗，对王熙弯腰敬礼，飞行超凡离去。林海怔怔地看着发现的一幕，不愧是我督川的大人物啊。然后接着他小弟开车离去。紧随着王熙进入研究室，80级泰坦巨星，80级巨奥红龙，80级嗜血沼泽的守护亡灵，其中有3个来源标志着80级世界级副本，其余的就是70级、60级、50级以至32级各种不同样副本来源。王熙前往取出一些3个世界级副本里的土，一番处理之后进行稻谷种植，使用农之本源与成食，并在研究室弄出样本，查看里面的成分并记录。无论是里面的养分还是成分，比起普通土要高得多。等到成熟，发现增产了。泰坦巨星增产8粒，80级嗜血亡灵增产10粒，而巨奥红龙增产居然高达整整14粒。这跟昨日的分析的数据一比对，王熙发现根本原因在巨奥红龙里面还有不知名的粪便，有不知名的成分在里面，而这90%可能就是粪便。巨奥红龙的粪便对于有属性的稻谷来说，有着不错的施肥效果，其本身的土比起嗜血亡灵里的土质量要低，而泰坦巨星就更加不用说了。王熙记录，紧接着就是用70级采集的土，70级埃及守护蛇妖女皇，70级八门巨象，70级仪式大陆的巨然。一番处理，种植并分析其中成分养分，并记录。8小时过去，稻穗成熟，各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是比起嗜血亡灵副本的低，
更不用说巨奥红龙。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呢？王熙一番数据比对，土里的成分结构和程度的差异，从而造成了各有不同的增产。简单点，你光吃蔬菜，却少了肉的营养，营养比例失衡。王熙继续，这次用60级的土，60级贪欲森林，60级毒蝎荒漠，60级水泽之地。当王熙使用荒漠带来的沙子，笑了笑，沙子这玩意儿能种出来，不过为了验证它的成实是否具有100%成熟效果，埋了一颗。时间一到，王熙前往查看，荒漠种出来了，但没完全种植，是枯萎下去的幼苗。至于为何种出幼苗，也是因为使用农之本源灌溉了的缘故。如若没有农之本源，是绝对生长不出来的。只是王熙看向另一边，发现了重大发现，60级水泽之地的土增产了，足足30粒。012，吃饭都在加属性。王熙知道水泽之地含量很高，成分结构异常不错，会种植出质量不错的稻穗，但没有想到会有整整30粒，比起巨奥红龙的增产要高出1倍加1。王熙记录并好生观察了一下水泽之地的土，含有乡土没有的多种矿物质，并且含水质量很高，这就充分说明有属性的稻穗按照既有标准根本不行，它并不适应原有乡土的种植环境。想要完成满增产，不说100%标配，起码与之要有80%适应度。而水泽之地的土显然更加契合有属性稻穗种植。经过一系列的数据比对、统计，总结出不变的底层逻辑及规律。接下来进行筛选，无需一次次将所有的土挨个实验个遍，这样就节省了没必要的时间成本。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将增产30粒的事上报。之所以国家没有派人做副手，也是相信自己，尽可能给自己自由。众所周知，上级派来副手看似打下手，实则是监视，而国家完全没有做，也是因为谁愿意过被监视的人生呢？这是对王熙100%尊重，王熙自然不会藏着掖着，有突破性的事就上报。毕竟从某个方面来说，他已是概念性的职业者，不是神明。规则之内，他无敌，在农田即是规则，所以尽可能发挥出自身的价值，不必担心有的没的。都川市中心，市长一屁股坐起来，瞳孔瞪住，震撼。什么？王熙博士，我熙哥增产30粒，我没有听错吧？你没有听错，你邮箱是什么？我做好了一份报告文件发你。不，千万不要发，你也把电脑上的报告删除，这务必要纸质报告。林海听到30粒，看到的是未来，这要是给他继续增产下去，要造就出多少顶尖到不行的超顶尖战力。网络没有秘密，随时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暴露，一旦此事让有心之人得知，会引来根本没必要的麻烦。现目前在开始阶段，还是小心一点好。所以林海赶忙放下手中事务，前往盐口乡亲自去取。从王熙那里，他拿到了这些天做的所有报告，将这些天的收获全写在了里面，无任何保留，十分详细，精确到时间。然后通过因为王熙与汪总部长进行的专门联系渠道，将文档传送了过去。要不，林海挠头道：什么东西？不是，你懂我意思。抱歉，我不脑补没把握的事。王熙哭笑不得，就是能不能又种植一块土？我家没有土了，只要你种，土有的是。王熙想了想，摇头道：不用这么赶，我已经总结了出了一些规律，不会太久，应该还能增产。如果之后意识到可能会花大量时间，我会进行说明。林海点头，不过不会太久，显然是久，不可能1-2周的事情了。增产不是说增产就增产，虽然他不是很懂，但常识告诉他，想要增产，越往上越难，毕竟范围越小，能走的路就越来越少。有时候哲学变为科学的底层逻辑。说完，到了小弟放学时间，王熙和大黑狗搭上便车去接王三丰回屋。与此同时，京都总部还需要继续采土吗？有人问道。毕竟职业者任务到了挂1天的时间，如果继续挂，如果现有够王熙博士研究了，就是没必要的经济损失。汪总部点头，可以撤销了。另外超凡们也不必专心采土，尽可能多采集一些世界级副本目前可采集的材料，毕竟材料也同等重要，关系到装备与技能的出炉。在王熙博士没有继续需要前，暂停采土事务。好，至于储物界回收，不需要总部指示，哪怕全部送给王熙博士都没有问题。出门，职业者任务撤销，一些指望靠采土首富的职业者希望瞬间破灭。只是很快，职业者采土任务又发布了。汪总部长脸色一凝，他接到了报告，仔细观阅一遍，发现王熙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株能种植出30粒有属性稻穗。
30乘以1000乘以6000等于18000万。一亩田可生产总生命值18000万血量，这个数值已经突破天际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连续增产吗？水泽之地的土或许需要大量的收集，还有务必收集没有收集的副本。万一出现了更合适的，岂不是更能增产？多收集总没问题。等到需要，直接给他送去。汪总部长道，除了水泽之地土多收集一些以外，其他没有收集的土矿一个上限，只收取一定数量。是，这样一来就能大大限制成本了，不需要也无济于事。下属仔细算了一下成本，主打就是为了方便，就算王希博士后面不要，也当洒水了。这一切都值得的。回到屋，林海开车离去，都快变成专车司机了。王希真想说没有必要，只可惜难抵他林海的热情，也就没什么了。父母已经做好了饭，并且将大部分有属性的米饭舀到了他和王三丰碗里。王希没有吃，而是赶给了王三丰，毕竟他真没需求吃它，留给需要的人就好了。一碗饭下肚，生命值增加4万加，轻松无比，丝毫没有限制。加上他一身王者级装备，他一个新手，生命值已经突破了10万。就这血量，新手村横着走都没有问题。关键他还是战士，是一个高普攻伤害的爆发战士，血量相对较低，而现在在同级之中比肉还肉。王三丰激动地干了2碗饭。父亲道，你家属性的事没有给别人说吧，切记越有好东西越不要炫耀。知道，我可从来没有给人说。说着又干了1碗饭，打了个饱嗝。王希笑了笑，其实说不说无所谓，不过也好，低调点。你哥我都没装逼，你装什么？对了，这里还有几颗，这东西可以生吃吗？干嘛不能生吃？吞下去。不一会又加了几千生命值，013就加1点生命值，打破常识。王希继续搞起实验，有了筛选，只选了出了几十个符合条件的土，其余的都可以根据之前总结的规律得出结论。在这符合条件的土中，王希意外，来源40级屎壳郎泥沼的土，各种含量非常高，各种有益矿物质数不胜数，可以称的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土，没有之一。那么能否继续增产？如果继续增产，那无疑证明只要含量越高越好，到那时只需发明一种化学肥料，就能实现更高的增产。王希种植，使用诚实与农之本源2大天赋。到了8小时，事实却不如他所想，稻穗成熟了，却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而上面皆有属性的稻谷，只有3粒，是目前最差的一批。王希一边记录一边总结道，一般情况下，植物并不能像人一样吃饱了就不吃了，反倒会给植物吃撑，造成负面结果。所谓物极必反，正是这个道理。况且就算人也有吃撑还想吃的，结果会造成什么？减寿。你每吃一顿撑饭，就会减一次寿命。所以土质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还是得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地。不过有了屎壳郎泥沼的土，这次的结果再与之前的总结起来，可以定下一个大致区间了。只需慢慢缩小大致区间，就能一步步完善适合稻穗的生长空间，从而达到满产。王希向林海报告，并且告诉他需要更多的土，标准是什么。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让其他人帮忙分析土质，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林海得知，也是立马通知到位。令王希想不到的是，当天夜晚就有超凡将他的所需给送来。效率高是高，但这每次让我华夏最顶端的战力送货，这不太好吧？不过盛情难却，他们要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紧随着，王希开始了大量的工作。毕竟一步步缩小范围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的时间是非常高昂的。2033年5月15号，增产35粒；2033年5月18号，增产40粒；2033年5月19号，增产50粒。王希只觉得运气不错，在一次偶然中，他发现来源仅次于世界级副本的70级副本，发现名为阳石的东西。像冬天在屋里开了暖气一样，阳石能给稻穗带来它非常舒服的环境，这样就降低了稻穗对土质的适应度，从原来的80%适应度降到了65%，属于重大突破。王希再用世界级副本巨奥红龙的粪便与嗜血沼泽的某种养分制造成肥料，用60级水泽之地的土作为种植土地，终于实现了满增产100粒。稻穗上面直接有100粒，再没有普通的稻谷，粒粒饱满，散出淡淡地黄晕。100粒就是稻穗本身的极限了吗？王希知道，当稻穗上面没有了普通稻谷，这就说明稻穗达到了极限。如果想要突破极限，估计还得靠变异，例如杂交学里的杂交之道。不过那东西需要花费的时间可不止这么一点了，而且靠他一个人是不大
不可能实现。王熙也并不想进行杂交实验，杂交固然好，但没必要，还是保留着它的纯正。关键又不是只能种稻穗一种农作物，如果时间都拿去研究稻穗了，其他农作物怎么办？例如菠菜、白菜、油菜花等等，还有数不清的农作物等着他参考。想到这，王熙进行最后的总结，记录完毕，用摘书锭摘成一个本子，然后通知林海：林市长，稻穗可以满增产了。电话那边沉默了整整2分半。好的，等我马上过来。他的语气近乎颤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不一会，院外传来了大黑狗雄厚的狗叫声。别看这只大黑狗现在也不是普通的大黑狗，也是有生命值的大黑狗，浑身散发着磅礴的王霸气息。林海差点被狗叫吓傻了，不过他立马精神起来。他看到不远处的稻穗里有着异常显眼的3株稻穗，散发着淡淡黄晕。稻穗品质1粒稻谷，品质效果食用可增加1000生命值。不仅稻穗有了说明，上面有属性的1粒稻谷有足100粒，而且个个有属性，没有普通稻谷，这就是满增产。王熙博士，我也是因为电话里说不清楚，过来见证一趟，这就不打扰了。我务必第一时间回市里一趟，将消息传达到位。好，慢走。林海油门一轰，开车迅速离去。到了市里，他才能够利用权限与汪总部沟通，将王熙博士已经使稻穗可以满增产的事情传达到位。而此刻，汪总部正与超凡之中的领导者魏侯继续交流，还是无法完成攻略世界级副本。世界级副本的 BOSS 拥有绝对的实力，在我们没有提高硬实力前，就算技巧拉满也无法通关。说白了就是装备技能不够打世界级副本，需要更新换代，哪怕小代也好。你将攻克世界级副本看得太重了，万事急不得。最近清北大学出了一名锻造天才，他的构思非常奇特，就连锻造大师都去辅佐他打造一系列顶级装备了。汪总部长喝了杯茶，按照锻造大师的断言，只要这批装备出炉，世界级副本就有可能完成攻略。汪总部笑了笑，继续道：别忘了还有王熙博士那边，那可是一直在突破性进展啊，他都不敢想象到了丰收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魏侯挤出一个牵强的笑容，真有那么厉害吗？要是真无限制加属性，无视装备，那还要装备干什么？总给我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啊。还是装备踏实。要说期待，魏侯更加期待清北大学锻造天才莫言那边，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天才，当之无愧锻造构思第一人。只要实力到位，他将提高锻造师领域的一大上限，提高华夏整体装备水平也不是不可能。反观王熙博士，那东西有点虚，毕竟这跟现有的常识不符合。好比太阳从东边出来，现在有人打破了这个常识，说太阳有时也从西边出来。汪总部呵呵道：这就是你心里作怪了。多一则消息发来，汪总部前去接收，顿时间笑容怔住，瞳孔一震。2033年5月20号早上7点，稻穗实现满增产014，一条土狗10万生命值，稻穗满增产。随后就是一道实验汇总文件发到了汪总部手里。汪总部一看，立刻又颁布了一道红色特等文件，内容大致是大量收集水泽之地的土，以及世界级副本巨奥红龙的粪便也作为材料进行大量收集。世界级嗜血沼泽里的泥土同样也作为稀有材料进行收集。还有羊石。此文件一发，魏侯没有多说，他作为超凡的一名，自然不能闲着，到了生别，前去自己负责的地方进行收集任务。毕竟想要收集世界级副本里的东西，必须是他们超凡者。一时间，有关此任务的所有职业者都开始行动起来。靠采土采成首富的职业者觉得自己又行了。除了这些，汪总部长还雇了一个化肥加工厂，将收集的材料按照详细报告进行转化成化肥，一条龙服务走到底，绝不拖泥带水，并且通知各权威以及各个高层。消息一透露，高层震动。满增产，也就是说一株稻穗全是有属性的稻谷，总共100粒，相当于一株稻穗加10万生命值。原本我以为50粒已是王熙博士的极限，没想到100粒才是。不，这不是王熙博士的极限，而是稻穗本身的极限。这不得再去盐口乡？是的，这务必得去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相当于历史，人们从饿饭到可以吃饱饭的那历史性一刻。经决定，等种植所需的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便一起前往。而分解大师、技能大师激动的老脸抽搐。高层都去了，他们能不去？顿时表明，+1
唯有锻造大师目前正在倾心打造装备中，对世事不闻不问。而刘伯岛也是第一时间得知此事。已经满增产了吗？6啊！他不知道该如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总之，学生做出来的事，他这个做老师的很是欣慰。时间一天天过去，7天时间，王熙将使用诚实满增产出来的稻穗全部拿来做了饭吃，狗见了都流口水。只要按照方式，就能稳定满增产，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效果。这是王熙得出的结论。王熙将今日又种植出的3株稻穗上的大米和着普通大米一起放进电饭煲里，点击煮饭按钮，电饭煲运行起来，10分钟的样子跳在保温选项，开盖，一股扑鼻的浓香味袭来。汪汪！大黑狗摇着尾巴，嘴里含着它的狗盆，哭笑不得。王熙勺出一点给它吃，毕竟这东西以后会有更多，不缺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加了超10万的生命值。狗子一口吃光，它的消化能力极好，刚一下肚，王熙便感受到它的生命增加了，生命值加30000。然后王熙丢了一个鸡腿，含着鸡腿，大黑狗去了院子，好东西要藏起来吃。随后，王熙的父母差不多也将菜炒好，放在桌上，叫王三丰下来吃饭。父母家的生命值很少，几乎没破10万，他将有属性的米饭大部分少给了他与王三丰。要不是在王熙的观念输出下，这才留一部分给自己，否则他们舍不得吃一点有属性的米饭。王三丰下楼，磅礴的气息不小心泄露出来，引起1楼客厅一阵清风。啊，不好意思，我这实在控制不住啊，血太厚了，厚到气息外放了都。王三丰的生命值已然突破100万大关，超100万生命值，光看生命属性达到了超凡级别，十分生猛。若不看他是个人，定然以为是一头深渊 BOSS 骇然巨兽。王三丰尽量保持自身情绪平稳，否则气血高涨，压制不住，随时磅礴气息侧漏，震惊四座。好在这是在家，要是在学校，全校都要震傻。不知道的以为是某个超凡不小心崭露了一下头角。王三丰看着自己满满一碗有属性的米饭，又看了一眼父母的和哥的，顿时叛逆起来。怎么老是给我这么多啊？不行，今日无论如何我坚决不吃，你们吃。王三丰态度十分强硬。王熙没有意见，生命值很重要，只要血量多，出现的意外就少，就算大货车撞在身上也无济于事。父母的血量对比王三丰就显得太低了，少说也得整个100万加吧。一番争执之后，父母奈何不了王三丰的叛逆，只能将有属性的米饭分着吃了。不一会，生命值11万加，生命值12万加。至于王熙自己可以忽略不计，就算加1000万血量，对他来说差别不大。农田附近规则神明了解一下，农田之外替身复活了解一下。吃完鸡腿的大黑狗摇着尾巴跑来，王熙分点自己碗里的米饭，生命值加20000。大黑狗踏着优雅的步伐又潇洒离去。汪汪！只是下一秒，大黑狗吼叫了起来。拥有大量生命值的它，声音具有磅礴的震慑感。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叫的，除非有威胁的事物或者见到了故人。听狗子声音，即是故人，又有几分忌惮。我出去看一下吧。王熙出门，狗子乖乖地待在他的脚边。而院落外的一群人，正是汪总部长以及其他高层、超凡者，还有他的导师、分解大师、技能大师等权威。除了锻造大师，昔日喝酒的一批人一个没落下，只有几名新来者，王熙不认识。正想开口，却发现他们脸色呆滞，目光望着他脚边的大黑狗子。这汪总部长、老师，还有给王熙都整不会了。望着狗子就罢了，没必要全体呆滞吧。而王熙不知道的是，这条大黑狗带给他们是何等的滔天震撼。这条狗子的生命值已经突破了10万，都超过分解大师的自身生命值了。一条狗血比人都厚，这如何不让人震撼？下一秒，我汪叔、分解叔、刘叔，各位叔来了啊！王三丰左肩右肩、左手右手提出长板凳，霎时瞳孔猛缩，心中巨浪翻滚。这位王三丰更是惊天级别，生命值破100万。第015章，你才10级，100万血量。王三丰的等级连10级不到，生命值破100万，这已经踏入了超凡范畴。这是真的吗？连狗都有超10万的生命值，简直不敢相信。等级非常高的人，一般情况下可以清楚感知对方的实力，而对方磅礴的生命气息，自然而然也能感受清楚。这太不可思议了，而事实却完完全全发生眼前。王熙见众人反而更加木讷，解释道：这几天没事，就种了点满增产的稻穗，吃着吃着就变成这样了。一阵沉默。
这话怎么会不对？什么叫吃着吃着就变成这样了？感觉很日常的样子，这完全离谱，好吧？好一会才回过神，刘伯岛差点晕倒在地。等等，让我缓缓。他这是激动到头脑供血不足，产生眩晕。10级不到的新手，拥有了100万血量，什么概念？超凡，超凡领域啊！多少人达不到的标准？想要成为超凡：1. 目前最高等级；2. 全身16件满级王者及以上的装备。有了这2个条件，再看自身属性。例如血量必须达到100万级，如果没有100万，那么绝对无法踏入超凡领域，只能算作高级职业者，是十分苛刻的。而王三丰，王熙的弟弟就吃了个满增产出来的稻谷，这就100万了。按照满增产的稻穗来算，达到100万，最多不超过1周的时间，也就是1周，他的生命就突破了100万吗？这农民职业，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刘伯岛好生消化了一会，看似简单，实则如泰山，异常雄厚的信息量。就连汪总部感知到王三丰身上的血量后，始终沉着的脸色也不禁变色，好一会才平静下来。王熙博士，汪总部长踏入院里与王熙博士握手，本来是来亲自见证一下成果，没想到这个成果着实令人惊喜的发指，刚才也是有些失色。虽然没有见到满增产的稻穗，但这100万血量的王三丰还能说明什么？国之重器。王熙知道肯定不止见证一下成果，于是笑道：我家的土没有剩下的了，在乡村每一块土，就算荒土也全部发配到位的，这件事完全不用担心，你看哪块土合适，哪块土就给你弄来。汪总部向身旁使了个眼色，穿着西服的走出院子，打了个电话。可以了，整个盐口乡超过10年没有种田的荒土，王熙博士拥有永久所有权，没有超过10年的拥有种植权，租金国家付，也可以提议购买，所需金额国家付。总之要什么有什么，你开大口，国家就掏大口的钱包。王熙愣了一会，一个电话什么流程都不走就解决了吗？当然有了土的话就好办了，只是材料问题。王熙说到这个，汪总部露出笑容，似乎提到了他早就准备好的事。一个眼神，一只银亮色手提箱摆在眼前，打开，里面又是2枚储物戒指，只是与之前的戒指不同，这枚戒指晨光闪闪，是品质非常不错的一件物品。意念一动，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水泽之地的土，处理过的羊屎粉末，标注着特殊肥料的40千克精装的肥料袋，一应俱全。看到这，王熙就放心了。好比你想在网上买个手机，现有与过几天才到一个性质，不用等，直接可以上手。不过在此之前，王熙转过视线，视线里除了种植的水田，剩下的全是长满杂草的荒土。汪总部一看，瞬间秒懂。芬姐大师一喜，请问我能进屋换一套衣服否？还换衣服？你芬姐师倒是个假把式吧？刘伯岛更是搓了搓手，已经换上了备好的筒靴、手套、锄头等工具。衣服不换，已经准备下田了。其实可以用机器的。王熙说：呵呵，不要紧，如果用机器总少了些味道，毕竟机器虽然解决了大量劳动力，但现在这点劳动力还是随随便便的。另外一个高层附和说：主打就是脚踏实地啊。是啊，是啊，而且啊，世外桃源计划已经要开始实行了。世外桃源计划只将乡村打造成与繁华城市不一样的相貌，既有浓浓的香味，又有岁月静好的风景。这计划一旦全面实行，估计大城市里的人都要羡慕乡村落。是啊，说着，各穿上筒靴，戴起手套，拿起装备，前往附近长满杂草的田土。唯有分解师裹得严严实实，生怕土沾染到身上。对此，分解大师汗颜。没办法，工作养成的老毛病了。分解是一个细致活，同样也是个绝对干净的活。在分解过程中，一旦掺杂了杂质，轻则瑕疵材料质量大大降低，重则全废，无法拿来作为材料。越是高等级的材料，在分解的时候越要注重绝对的干净，不容丝毫有差。这也就养成了分解大师洁癖的缘故。王熙礼貌道：能够理解，有劳了。哪里，是我有光才对。说着就去一块没人顾及的荒土干了起来。不一会，市长开车偶然路过此地。虽然他早在当初见到了大世面，但看见超凡、华夏高层、领域界的权威都在种田的时候，啊，我看着是不是不太好？我也下，而且要下大粪。等等，如果我下大粪，岂不显得比汪总部地位更高？等等，全是高攀不起的大人物，我这是没有资格下。这已经不是他看着是不是不太好，而是看着就好，但总感觉有些违和。领导不都是看着做事的吗？林海假装没看见，开车离去。现在不是他小小市长能掺和的。
等林海一走，不到1小时时间，约10亩田的土地处理了出来，随之用上种植所需要的材料，大约3个小时，10亩可种植的农田出炉。第16章，手捻桃花枝，一剑开天门。看着道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农田，众人一副苦后收获的满意表情。一亩产出6000株，6000乘以1000乘以1000等于60亿，整整6亿。10亩田就是60亿，可加60亿生命值血量。这让全华夏的人来用，或许还不够瓜分，但要是顶尖职业者，也就是超凡使用，至少可满足60个超凡，每人1亿血量。如果1000万血量，则能够满足600个，满足了华夏过半数超凡职业者，放在全世界将会起到最炸裂的轰动。王希博士，接下来你可能会辛苦一点了，不用快，慢慢种植即可，累了就休息。好。王希下田，其余人也跟着下田，在他身旁或者站在农田附近道路上观察，看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然后第一时间帮助到位。渴了，汪总部长亲自递水，有时候开玩笑，让种田的画风变得滑稽起来。有了破10万的生命值，王希干活变得比之前轻松，也比之前也有效率，不带一丝喘气。1天的时间，便种了3亩田地，明日种了4亩，3天时间完成种植。虽然这3天没什么事，但随着10亩田满产稻穗种植，众人心也变得逐渐紧张。尤其华夏高层人员，这10亩田可称得上发展的重要根基。我提议闲杂人不得踏足此处农田，请超凡者或者高等级士官把守此处，另外24小时贴身保护王希博士。重要等级排在第1级，第1级相当于军事基地的所在位置。眼下已不是一株一稻穗的性质了，而是一株满产100，可满足华夏1半超凡者增加1000万血量。这得提升多少国力，是非常难以估量的。如果只满足60个职业者生命值破亿，那与之全世界的超凡比起来，都差了不可逾越的天堑，是十分离谱的。所以此处的农田重要程度已到了1级程度，时刻影响着一国国机。但凡出现一点意外，相当于减少一国的100年发展。而王希博士本人价值就更大了，以前不容有失，现在更不能有失。守护农田，亦是加大力度守护王希本人。汪总部长刚想打电话，请更高级批准，请动1名超凡负责此处。我觉得完全不用。王希声音响起，王希博士此事已非同小可，放心，绝不会打扰你正常生活，只是保护这里的农田，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意外。众所周知，生活职业有战力，但不多，一般情况下，在主战职业面前，手无缚鸡之力。之前没有派超凡保护王希，也是因为在都川一个市长、一个情报部门就够保护工作了。但现在兴致有志的飞升，就需要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已无敌，可避免任何不想出现的意外？王希的语气就像平常一样平常。刘伯岛眉头一抽，顿时瞪大眼眸，上下打量王希，不是相信，而是满是担心他的学生。王希，你这是怎么了？脑子可有什么不舒服？要不要请医师好生检查检查？没有调侃，全是担心关心之意。其他人也紧皱眉头起来。如果一个博士说出来不切实际的话，不出意外，只有一种可能，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要知道，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越是天才的人，越有可能一举成为疯子。他们对于一种事物已到了极其扭曲的狂热，导致精神扭曲，从而出现问题，这不得不让人担心起来。汪总部心神都颤了一下。王希博士，可不能出问题啊！出问题了，国家发展都全无了。真的，王希笑着说，这个笑容很平常，可在这时却显得异常诡异。哥，你可不能开玩笑啊！高层激动的失了方寸，都叫起哥来。是啊，这些玩笑现在可是开不得的，请认真一下，这是开玩笑的，对吗？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王希。王希一拍额头，没想到他坦白自己无敌，居然被当成了精神患者。这不是开玩笑，我真无敌，不信可以去路边的草，如果能拔动，就证明我说的是假的了。此话一出，完了，完犊子了，这是真出现问题了。看着众人担忧的表情，刘伯岛动起手，欲要给他把脉一番。王希头一次觉得自己表达的不够直白。这样吧，我直接出个手给你们看。王希，你先别动，我给你把脉先。老师，我真没有，你且看着。汪总部长见状，连忙掏出电话，让全华夏最有名的医师大师前来。无论多忙，都务必第一时间赶到岩口乡，给王希看脑子，否则崩了呀！这是令他们万分不能接受的。喂，汪总部，是我这里有个要事，
需要你连忙赶飞机过来一趟。好，地址我通过微信发你，记得务必第一时间赶来。知道了。好，有。然而，下一秒，汪总部长瞳孔一震，只见王熙不知从何处拈来一株桃花枝，轻声念道：“一剑开天门。”向着天空，以桃花枝随意挥舞了一下，稀疏平常，但在场超凡都瞳孔震动，一副恐惧模样。就他这手里忽然多出桃花枝，毫无征兆，只是捕捉到这一幕，便细思极恐。不可能，王熙博士没有使用储物戒，也就是说，这桃花枝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上。若不是看着，根本不可能知道，仿佛这桃花枝本就在他手上。一针，只是一针时间，桃花枝出现在他手里。等等，这是……轰！大地颤抖，空间震动，苍穹深处传来悲鸣，一股史无前例的磅礴力量在苍穹之上席卷撕裂。剑意，这是我华夏传统职业剑修的剑意。有超凡嘶吼出声，猛地抬头望向发出悲鸣的苍穹。第17章，人家是真神，你至真版。这是我华夏传统职业剑修的剑意。有超凡嘶吼出声，猛地抬头望向发出悲鸣的苍穹。此刻，苍穹早已不是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而是一阵阵七彩白云从四面八方铺卷而来，形成巨大的漩涡。漩涡越来越大，隐约可见金闪雷鸣。紧接着，七彩白云一分为二，向两边翻滚退离，一道巍峨的金光拱门高高伫立在苍穹之上。此处苍穹因为这道天门有着无法言喻的神韵，超凡目瞪口呆，其他人更是傻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苍穹上的天门足足维持了1分钟，才堪堪淡去，直至再也不见，恢复万里无云的蔚蓝景象，仿佛刚刚发生的所有都从来没有发生。就连王熙也有些错愕，他就按照前世的武侠高光风景想象着来而已，没想到真劈出了天门，似乎还真有剑意来着。刚刚有人嘶吼着说过：“尼玛！”在场超凡迅速反应回来，望着王熙，眼睛通红。王熙没疯，他感觉自己已经疯了。不是幻术技能，是真的蕴含剑意的技能。技能可以模仿，但蕴含剑意的技能是永远无法用幻术技能实现的，非常真实。而且这个剑意技好可谓浩瀚，有破开空间，世间万物无法阻碍于我的气势，哪怕只是一个一点伤害的剑技，在这剑意的恐怖加成下，都足以秒杀世界级 BOSS 啊！这真是真的吗？我国最强剑修跟这剑意比起来，也是一个天一粒尘埃啊！心神俱乱。反观刘伯岛、分解大师等人都还沉浸在刚刚的景象中，没有反应过来，后劲十足。好一会，汪总部才缓过神，拿起电话让医师不用过来了。王熙没有精神问题，是他们傻了。王熙博士，汪总部长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否则懵逼加懵逼等于双重懵逼，无法理解。众人也在这时反应过来，他们更需要一个答案了。刘伯岛都颤抖了，这农民还是剑仙啊？双重职业，脑洞大开的他都想到了这世界上从没有发生的事，可以觉醒双重职业。而王熙看似农民，实则背地里早已是一位满级剑修，而且剑意之离谱，已超越超凡。王熙没有好藏的，于是将自己第3天赋说了出去。至于第4天赋信徒复活的事，王熙留着不给任何人说，毕竟总要留个底线。说了之后，众人恐惧。规则天赋简直闻所未闻，农民职业成就出的天赋还带这样的，这还叫农民吗？而刘伯岛浑然一震，瞳孔瞪得老大，发出颤音。果然神职啊，神职！历史长河中都没有出现过农民职业，而现在却出了，而且只有一个。这不是神职都难，看似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即为神职，那么所成就出来的天赋就不简单了。汪总部脸色沉重，农民职业自能种出有水稻属性，便归为 SSS 级一项，现在还有规则性天赋，令自身为规则秩序。这 SSS 级已经没有资格容纳农民职业，而刘伯岛说的神职听起来却是那么回事，所以农民职业将提为神职级。汪总部长话音落下，其他高层道：“可是根本没有神职这级别，也没有先例啊。”汪总部长回答：“现在就有了。”其他高层沉默。SSS 级已经不是农民职业的极限，神职才是他该待的地方。光是想想就离谱，倒也合理，这可第一次出现的职业，以前从来没有人出现过。但是觉醒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职业，也有很多势力，并不是个个厉害，有的连地级都算不上。唯有这农民职业，大家都被农民职业本身表象给骗了。这也是因为农民跟阶级底层相联系，而造就普普通通的第一印象。
刘伯岛表达了心中埋藏已久的不满。殊不知，从土里种出来的食物才是根本，才是实质的物质需求。例如手机、KTV 娱乐、电视，都是人们创造出来满足情绪的虚假需求。没有吃饭穿衣，哪来这些？所以，建立在根本的职业能差。沉默了好一会，汪总部长道：“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测试一下，看看实力。”光对着天挥了一下，无法衡量深浅。好比你是100亿富翁，光看数字不如 V 我50。小林和王希博士切磋一下。好，名叫小林的超凡者，正是那名可以飞行的职业者。他悬空起来，王希也跟着悬空。王希博士，您这是为所欲为吗？飞行可是他独有的职业天赋技能，而这王希博士居然也飞了起来，而且比他飞更好，不像飞，而是直接站立空中，身形巨稳。王希想了想，能为所欲为一半，比如田，王希得老老实实种才行。好吧，下划线，给小林都整无语了。还有为所欲为一半的说法。不说话，小林出手，手中天使之剑挥出一道金色赤浪。王希见此，手捻桃花枝，10翼翅膀在身后展开，手腕轻动，跟着挥出金色赤浪。只是有一点不同，比小林的金色赤浪大100倍，有着绝对的神圣气息，尽灭世间污浊。与人参对比，人参渺小如尘埃，小巫见真神。这又是什么技能？下方的超凡都骂了，天使赤浪的至真版。唰，连小林一起连带人吞没，完全感受不到小林的气息了，他的血条没了。汪总部长死死地注视上空，说好测试，没说击杀啊，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但也仅此一击。汪总部深知王希身为规则的实力，降维打击。汪总部长如释重负，金色赤浪消失，小林还活着，只是跪在空中，满头大汗，不知所措。第18章，一口饭10万生命值。光凭王希模仿他人的能力，还比原版要高出一个天的层次。他提出不需要守护的提议，100%同意，只是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利用幻术技能进行了伪装。王希博士，汪总部90度弯腰，旁边的高层都沉默了。能让汪总部90度弯腰的，只有华夏最高层领导，而他却是给王希行了如此大礼。见状，也跟着90度弯腰起来。这是做什么？使不得，使不得！王希汗颜，这是在折他的寿啊！他多大，自己多大；他什么地位，自己什么地位。这多少有一点过于敬重了。不，这是应该的。汪总部回过身，将目光放在王希小弟身上。此子等级不过20，却已有超凡之姿。一个眼色，一枚空间戒指送到了王三丰眼前。王三丰瞳孔瞪大，看了一眼他哥，又看回来，给我。给你的。汪总部呵呵笑道，他哥又没什么需求，那就只好给弟了。王三丰接过，下一秒震惊，戒指里面有传说装备。意念一动，取了出来。传说装备的稀有程度，哪怕国家赠予也需要严格报备，每一次赠送相当于割了官方的一块肉下来。不必顾虑，所有流程按照官方策略严格实施。这传说装备为海镜天刃，正是给予你的。蔚蓝镜天刃，品质1级传说，属性攻击5500，暴击20%，效果蔚蓝镜海，技能附带，技能伤害10+4，500分号，恢复生命值效果。镜海天，攻击具有范围性，范围内的敌人额外造成30%物理伤害。王三丰两眼放光，立马绑定并进行装备。随之各权威一阵好礼送了过来。至于王希，装备对他有用，钱他差钱，他背后靠的可是一个庞然大国，要什么没有。没办法，只好送地。送完礼，他们便道别离开了。晚上7点，王希前往自挖的小农田，种植3颗稻穗种子，使用诚实进行催熟。如今小弟生命值破100万，父母生命值也快破100万了，但100万生命值是不是太低了一点？至少也得1000万起步吧。如果有人知道王希这么想，肯定活活气死。100万已是超凡领域，1000万目前只有世界级 BOSS 才拥有这个数。你倒好，1000万生命值起步。不过如果是王希再加上满增产的稻穗，第2天稻穗成熟，做成米饭。王三丰增加10万生命值，父亲增加6万生命值，母亲增加6万生命值，狗子增加2万生命值，就连狗都轻松增加生命值2万。大黑狗满足的用狗爪踢了踢牙，跟着王希混，3天吃10顿，食物丰富，还能让自己更加充实。随后出门，在10亩田地边来回巡视。
父母也是满足神色。生命值属性增加，也会使个人的精气神有所增益。特别是王三丰，不用眼睛看，也能感知到他强悍的生命力。如此往复，每天增加近10万的生命值，一天总增加30万。王三丰生命值500万加，父亲生命值200万加，母亲生命值200万加，狗子生命值超50万，包括王熙自己生命值破了100万，生命力之雄厚，宛如汪洋。就这样4、5个月过去，王三丰的生命值破1000万，达到1000万生命值。父母生命值破700万，与1000万只差300万，就连狗子的生命值也突破到了100万。他只需轻轻一吼，方圆100米所有动物全退，成为兽中超级王者。很难想象，之前他只是一条普通的狗子，而王熙自己也拥有超400万的生命值。这样日积月累，王熙也放心了，小弟当歪嘴龙王都不怕被反杀，父母更是不用担心，低调的一批，根本没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超越级超凡层次。田里的稻谷成熟了，一大早，王熙站在田野间，田里的稻穗茁壮成长，发嫩的稻谷接受着土地的养分，阳光的洗礼，染上了昏黄色。没有意外，每一株稻穗全满增产，个个100粒，有的甚至超过100粒，达到了110粒，进一步增产。这种情况很正常，与幸存者偏差大同小异。放眼望去，一片璀璨的金黄色，蜜蜂穿梭在这10亩稻谷里，吸收着多余的养分。王熙发现了惊喜，有些蜜蜂拥有了属性。蜜蜂在不影响稻穗的情况下吸收养分，有一部分的蜜蜂已经拥有1至2点生命值属性。有些稻穗在满增产的情况下进一步增产，也是因为蜜蜂采集时分泌一种物质回馈给稻穗，从而使稻谷达到110粒。大自然的天然务农功吗？有了这个结果，王熙回去准备写上报告，并将稻穗已成熟可以进行全面收割的事进行上报。与此同时，清北大学锻造学院，一所锻造室的大门开启，一阵阵铁屑从门中吹散出来。成了，老师，没错，成了80级的王者及屠龙装备。锻造大师老泪纵横，历经4、5个月，接近半年时间，不谙世事，终于见了成果。在摆放台上，5柄蕴含红芒的武器，时不时渗透出令人胆寒的威慑。有了这个，这不随随便便攻打世界级巨奥红龙副本。锻造大师自信道：此武器一出，谁来谁蒙尘，谁来谁无光。记住我说的是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他。这位天才锻造师必逊笑道：是的，这武器恐怕就是我华夏价值最高的物品，没有之一。锻造大师点头，这武器确实配得上价值最高，没有之一的最高评赞。在他的认知中，传说品质亦比不上此80级王者，连传说品质的装备都比不上，其他东西就更加没有可比性了。第19章，屠龙武器恐怖如斯。屠龙刀，品质80王者级，属性生命值加50000，物理攻击85000，暴击率15%。效果是百兽，对兽类额外造成300%额外伤害，并无视30%护甲，可暴击。屠龙，对龙系额外造成10%真伤，每屠一只龙增加2%真伤，最大35%。屠龙法杖，品质80王者级，属性生命值加60000，法术攻击加11000，精神力加70000。效果是百兽，屠龙者的护盾吸收龙类35%伤害，可全免3次伤害并2倍反弹，冷却值328S。屠龙藤甲，屠龙刺刃，屠龙者的庇佑。可以看见武器针对5个大值：战士、法师、肉盾、刺客、辅助。每一件屠龙装备都有是百兽，外加专门针对龙类的专属效果，极大的压制了龙类变态的实力。可以说，这武器就是针对龙族应运而生，龙族的克星屠龙。锻造大师将武器收进一枚戒指里。毕逊，走，随我一起召开装备发布会。毕逊笑道：听老师安排。随之走出锻造室，仰头而走，拽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一会，发布会厅布置完毕，由清北大学权威认证，一则通知发出：80级王者装备出炉，屠龙的神器即将在1小时内展开。一经发出，举京都震惊。分解大师、技能大师等各个权威文到位，取消目前行程，参加这场发布会。抛开80级王者装备不谈，能以屠龙的神器作为发布会标题，这场发布会注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屠龙，这不正是针对世界级副本99位攻克的巨奥红龙大 BOSS？ 京都总部，汪部长、魏侯闻声起立，立刻前往清北大学即将展开的发布会。不到10分钟，便已聚集只需下发文件便可引起一时动荡的人物，其中不乏超凡职业者。
发布会还没开始，发布厅座无虚席。如果有见识的人，可以发现在座的没有一位不是尊级。这场发布会的重量远超想象。到了1小时，发布会开始，在座人士整理了一下衣领，端正坐姿。锻造大师与毕训上场，脸上的表情看似沉稳，实则全是狂傲。不过，在座人士没有觉得不可，毕竟这可是制造80级王者装备出来的人物，若没有一点个性，反倒不对味。锻造大师调整好话筒，很高兴各位能够来到锻造发布会，接下来就由我的学生，也是本次全程设计的设计师毕训进行发布。锻造最重要的是设计，其次才是锻造技艺。锻造大师将光荣全部让给他。毕训45度弯腰，随后站在发布台中央。大家好，我是清北大学锻造系2班毕训，也是本次屠龙武器的设计师。一番介绍，在场人士纷纷投出欣赏的目光。若是此次真设计出屠龙的神器来，那么这孩子可要逆天了呀！是啊，是为华夏中流砥柱，推动华夏发展的引路人之一。同意。说着，闭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发布台。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一看屠龙神器的究竟。只是等毕训将屠龙武器并将属性与效果展示到展览台那一刻，汪总部、魏侯等各高层瞳孔依旧猛缩了一下，各大权威更是坐不住，仿佛见证了历史，激动得语无伦次。无视兽类30%护甲，可暴击，真伤，还可以永久累积，抵抗伤害的护盾。每一件屠龙器的属性与效果都令人啧舌，无需专业人士分析便知，此80级武器称得上屠龙神器。不，这恐怕是屠百兽的神器吧？汪总部倒吸一口凉气道：“有了这武器，巨奥红龙的攻略率如何？”魏侯眼神炽热：“攻略率100%，效率100%，完全攻克。完全攻克只可获得该副本全部顶级资源、材料、装备，并且可稳定持续获得。到那时，80级装备出炉率、80级技能产出率、80级职业等级上限爆出率大大增加，相当于增产。须知顶级资源增产1点，等于国力增长1点，不容小觑。”汪总部莫名心酸，终于又一世界级副本可以完成攻略了。毕训从容笑道：“我觉得可以称它是当前最强装备，不是当前价值之最，没有之一。”毕训的话传进在座的人的耳里，狂，但说的也没有错，没有人可以反对，这屠龙武器不是当前价值最高的物品。有记者问道：“如果有比你更好的呢？”毕训尽量礼貌的好笑：“可以举个例说明吗？”记者想了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确实如此，当前价值之最，无可比拟之物。坐在汪总部旁边，魏侯的期待得到了满足。有屠龙神器足矣，抛开龙族不谈，但凡兽类 BOSS， 屠龙武器对其也是极大的克制啊。魏侯已经不期待其他东西了，也不需要期待其他东西，就是这么傲。而且他也十分认可毕训所言价值之最，这屠龙武器放在全世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魏侯同志先不要过于激动，注意场合。汪总部笑着提醒道。附近尊级人物相视一笑，魏侯同志这香了。是。魏侯笑着道：“这没办法，屠龙武器厉害的程度，大家也知道。”大家点头。屠龙武器不只作用于龙族，还能作用百兽，实用性无限放大。最关键的，它能让我们攻略巨奥红龙，推动一国发展，确实相当炸裂。说着，看向台上的毕训，他正在继续狂傲的发言：“我相信3年以内没有可与之比拟之物，如果有，那就是老师和我又设计出了一器。在座的人没有异议，还是一名学生的情况下，毕训天赋异禀，目前无人能够相比。”嘟，汪总部刚想拍掌，对毕训的发言以示鼓励与赞同。一道电话打了过来：“喂，领导，是我，林海，有件事我必须即刻禀报。故乡的稻谷熟了。”第20章，再见已是千万生命值。听到这一句话，汪总部像是受到了惊吓，猛地站了起来。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魏侯都没有对屠龙武器激动到如此地步，只是掩饰不住欣喜而已。汪总部长，这不至于吧？有点夸张了。汪同志，先不要激动，目前发布会还没结束，先坐下，不要影响毕训同学的发言。周围的人很是沉稳地提醒道：“你汪总部什么见识？什么地位？不应该像他们一样沉稳些吗？”虽然屠龙武器的现世是一件值得狂欢的事情，但地位摆在那儿，狂欢显然不合适他们。故乡的稻谷熟了。汪总部的话音落下，全体起立。刚才劝汪总部长先坐下，不要影响毕训同学发言的同志瞳孔瞪大，嘴唇颤抖。何时成熟？就是今日。虽然大家一句话未说，但场面却是地震了一般，震动了起来。能够坐在80级王者装备的发布会议，除了高层，只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而稻穗一事是为正儿八经的国之重器，大家如何能不知？那个劝汪同志坐下的老同志已经迫不及待道：前几次去我都没能去成，这一次我再怎么也要去一趟了吧。在座的人士有很大一部分当初是忙，没能在王希博士种植期间去见证一番。汪总部刚想说些什么，又有人开口道：这一次不能没有我啊。是啊，我也要去，我死皮赖脸都要去，汪总部赏个面子。我也去，我也务必得去啊。稻穗成熟可收割，意味着历史重大的节点已经到来，如果不能亲眼见证一次那种在土里的稻谷，误终身，这如何能不去？就算不带他们也会自个买票，或者违反规定直接使用职业能力狂飙而去。有的人已经默默买上了最近一班飞往京都机场、都川机场的机票，连魏侯对屠龙器满意的歪嘴也渐渐弯了下去。由于他之前便更加期待屠龙武器，所有他差点忘了都川还有属性的稻穗，已经可以全面收割了吗？正好我也去见识见识，不为别的，只为证实是王希他种植的稻谷好上一筹，还是他满意至极的屠龙武器更具性价比。于是魏侯举个手：我也去一趟。汪总部本想拒绝，但看到这无法收拾的场面，他能如何？就连魏侯也要掺和。没办法，汪总部点了点头。看眼发布会，汪总部抱有歉意。稻穗一事视为国家钦定最高级，没有之一，所以汪总部脚步一动，全体在座人士离开发布厅。就在刚刚，我已经有了新的灵感，相信不久，比肩甚至超越屠龙武器的80级王者庄宪士，到那时，价值……毕训懵逼，他往台下一看，除了媒体，人全没了。毕训看向老师，发现老师似乎有紧急的事，正在撵走媒体，说今日的发布会到此结束。不一会，发布厅内只剩下毕训与锻造大师孤零零两人。孩子，是老师，发布会先不开了，我也得离开一趟了。恐怕此行就会见证上下千年无法超越的物品现世，什么屠龙器，在他面前都得俯首。说完，锻造大师火速离去。他作为王希博士的老熟人，他不去，不是埋没了王希博士面子，只留下毕训茫然在原地，懂了，但没完全懂。盐口乡，大黑狗对着天空发出一声咆哮。拥有100万血量的他，气息加持在声音中，十分雄厚，仿佛空气都被影响，跟着震撼了一下。望着天空，王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训斥道：老黑，没我允许，不准动用属性，不准随意发出吼叫，以免吓到路人。要是胆子小，身体又有些的病弱的人，恐怕大黑狗这一吼就会晕死过去。大黑狗发出呜咽声，而就在大黑狗发出咆哮那一刻，1000米之外，云端之上，有100万级 BOSS 出现华夏。有超凡眼睛微凝，虽然100万级 BOSS 跟超凡职业者实力差距很大，但也不是普通的职业者能够应对的 BOSS。怎么可能？此处方圆万米都没有副本，更没有高级副本，如何能出现100万级 BOSS？ 是啊，怎么会？唯有魏侯道，去就知道了。说着，微微发力，向着前方急速坠落而去。只是他一坠落，瞳孔猛缩。你好，王希说。汪汪！大黑狗轻吼2声，打招呼。不可能！看到眼前一人一狗，魏侯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作为华夏超凡的首席，他更能轻易感受对方的气息。而刚才那发出100万气息的，不是 BOSS， 而是眼前这只狗子。品种：华夏田园犬，就是一只华夏田园犬，连纯种都算不上，十分普通，却拥有100万生命值。而这只能让魏侯震撼，让他发出歇斯底里的不可能，是黑狗旁边的斯文人。他的血量已经远远超过300万。这意味着他的生命值比起超凡还高出了一个层次。其他人也在这时到来。王希见状，发现人比之前多了不少，很多的陌生人士没有介意，礼貌招呼。只是其中的陌生人士也如同魏侯，震惊在原地。只有熟人。锻造大师笑着走出来道：还以为是什么 BOSS 出现华夏，原来是王希博士家的狗。汪总部笑道：王希博士，你的血量很骇人啊。就算知道这是稻谷的作用，汪总部心底也受到了不小的震撼。哼，还好，每天催熟3株，加的血量只是1点罢了。王希不满意道。汪总部正想附和来着，哥，王三丰提着几10根板凳走了出来。下一秒，全场压抑，仿佛空气时间被凝固，一股史无前例的压迫感当头袭来，一个浩然的死字挂在场每人的心头。恐惧，1000万血量，世界级 BOSS。第21章，世界级领域的血量，初见100万，再见已是1000万级。这已经完全不是超凡领域，而是世界级领域。
由于经常与世界级 BOSS 打交道，在场超凡倍感清晰，这千万生命的气息带来的震撼，而眼下却在一名小少年身上切实体会到。他才多少级？80级没到，今年才觉醒，千万血，与世界级 BOSS 同期，恐怖如斯。魏侯头都懵了，他不禁问王熙博士：“请问一下，这是如何做到的？”他完全不信这是道骨能够做到的事，这实在有违常识。你不知道，王熙如今几百万血量，别看他是生活职业，想要感知超凡的实力是轻而易举的。而魏侯是在场最强者之一，理应他知道事情原委。这就是我们吃稻穗种出的大米的结果，也就是说，无限制，无副作用，能吃多少就加多少属性。这魏侯不需要王熙回应，大黑狗他以及这位小少年身上的生命值已经应答了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屠龙武器确实更具性价比，但我选有属性的道骨，不说拥有与王熙博士他弟相同的血量，只拥有与王熙本人等同生命值，那么我华夏世界80级副本，攻克率100%，效率100%。如果拥有与王熙他弟一样千万血量，容错率100%，无脑狂虐世界级 BOSS， 什么巨奥红龙、泰坦巨星、嗜血亡灵，吊着打，不给这些 BOSS 一点脸。之后见到他们父母血量接近千万，无论作为超凡还是高级职业者，感受到了差距。王熙道：“10亩田的稻穗都已成熟，如何处理，全交给你们。”汪总部长道：“王熙博士对于国家的贡献是无法言喻的，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深表敬意。”说完敬礼，其余人跟着敬礼。随后汪总部撤去覆盖在10亩田地的伪装技能，金灿灿的一片显现了出来，蜜蜂围绕，微风吹过，稻谷摇晃着，如果有普通人路过也会被这一片风景所吸引。只是在汪总部到来之前，岩口乡方圆1000米被封禁，不得任何人进出。汪总部脸色前所未有的郑重，全面收割。话音落下，有专门收集材料的10位职业者提起密码箱，前往10亩农田。打开密码箱，里面是顶级的储物件，随之收集起来。手法十分专业，并用能力将其中的稻谷与稻穗玻璃存储储物界中。王熙提醒道：“稻谷拿回去时，应该需要放出来晒晒。”汪总部连忙点头附和：“瞧我这脑子，差点忘了，哈哈。”事实上，哪里能不知稻谷收割好需要晒干水汽？只是这样更能衬托王熙博士够细，仅对话几句就收割了1亩田的1/10，速度比起收割机只快不少，并且干脆利索。不一会，10亩田收割完毕，仿佛没有存在过，田地里不见一粒残留稻谷，十分干净。毕竟这可是有属性的稻谷，浪费一点就是浪费增加1000生命值属性，绝不容许有遗落的情况。一共10个箱子，汪总部提出1箱交给王熙。这一个箱子拥有1亩田的稻谷，足以让一家吃上1年。王熙博士，请不要推辞，如果我们全部拿走，倒是不好。这1箱子应该足够你们所需，如果不够，再多1箱。早之前，汪总部就做过价值估量，只需1箱，也就是1亩田的稻谷，便可攻略全世界级副本，效率至升。2箱就是至升2倍，3箱则3倍，3倍效率已是全球各国无法超越的存在了。漂亮国都得叫爹，别国还在为世界级副本发愁，他们已经在为效率考虑了，所以是国之重器。无限制，无副作用，无视装备栏，增加自身属性。反观屠龙武器就有点小巫见真神了。汪总部郑重道：“但也有一个禁止条例，目前尽可能不要让更多人食用，可以赠送他人，但不要过多，最多10万。”王熙明白，这还没有到达全民使用的层次，如果食用者过多，还是造就出了一个1000万级怪物，都不利秩序井然。若王三丰不是王熙小弟，国家至少在身边安插数名超凡，或者抓起来限制自由。他太危险了，相当于一个世界级 BOSS 行走在华夏土地。按照目前情况，王三丰一旦暴走，没有超凡攻略团，在场无人能够限制，十分恐怖。我会务必遵守。达成共识，双方握手。然后王熙当着大家的面给自己认识的高层与权威送上100粒稻谷，这如何使得？哪里？这是应该的。那我就接下了。不一会，分解大师、技能大师、锻造大师昔日的熟人都获得了100粒稻谷，而王熙的老师则获得了101粒稻谷。刘伯岛差点哭了，别看只多1粒，但意义完全不同。陌生人是眼红妈了，毕竟国家那份他们无法觊觎，也绝不允许觊觎。但王熙博士手里的可以吗？可是他们没有，而王熙本人好像也没有赠予的意思。王熙博士，我这里有1礼，不知可送不可送。王熙还没回答，汪总部道：
从现在开始，所有在编人员给王熙博士送礼需报备，否则轻则批评，重则按贿赂处理。王熙哭笑不得，这不至于吧？还是至于的，更何况王熙博士，您需要什么，只需报备一下就好，哪怕你想要一套传说装备给你弟也可以。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绝了陌生权威送礼的心，人家背后都有国家了，看得上咱这点。不过你弟需要等级再高点，不然就是国家也很难凑齐16件传说啊。汪总部道，等级越低的传说越稀有，好比传奇游戏，你见过1级神装吗？到时候有需要，我肯定会报备一下的。事不宜迟，我们就离开了。汪总部脸色认真起来，稻谷收割，接下来就是国力提升、国家发展致飞的计划，马虎不得，也务必不能拖延。作为博士，王熙知道其中厉害。他们离去，则打开储存稻谷的箱子，在院子里晒起稻谷。第22章，新种植小麦加防御。晒稻谷主要目的晒干稻谷身上的水汽，稻谷没了水汽才能长期保存，方便以后食用。不像之前每日种上3株，可以全部使用。院子很大，王熙推开堆起成小山包的稻谷，铺满整座院子，刚好薄薄的一层。哥，吃饭了，以后体力活的事情交给你弟，不然我愧疚啊。愧疚？王熙自然不知。王三丰因为自己哥哥获得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抛开千万生命值不谈，光一群大佬送的装备福利，可以说放眼整个都川，他王三丰已是傲视之资，更别说他还有千万生命值。他同学才多少？都川3中最强 SSS 级天赋，以后必入超凡者，羡慕没有10万滴生命值属性。他王三丰可是破千万，比最强同期多了0000000这么长。你说他哥是他什么？哥，以后就让我给你做点事吧，我王三丰天生不喜欢吃白食，显得我毫无用处。老弟，不要这么说自己。进入屋中，父母已备好碗筷，有了1亩稻谷，自然不会浪费。碗里的饭全是由属性的大米制成，1粒米饭的重量大概在 0.02 克，正常情况下一人一餐大约吃160克左右。父母吃的很少，王三丰则干了一碗又一碗，而这样的效果就是父亲加700万生命值，母亲加500万生命值，王三丰加2000万生命值。一顿饭所加的生命值异常磅礴，比起每日催熟3株只能吃300粒有属性大米，根本无法比拟。王熙本人也因为一顿饭加了1000万生命值，家庭全员生命值破千万，这就是大量种植、全面收割的好处。王熙感叹道：用催熟收获极其有限，诚实天赋最佳用途做研究。以稻穗为案例，有属性的农作物并不适应普通的土，想要完美种植就需要做好相关研究，一旦完成研究再进行种植，就会回馈数以 N 倍的收获。这父亲都懵了，他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生命值属性后面跟着一连串拖得很长的数字，与其他各位属性形成鲜明对比。无法想象，他一名极其普通的职业者也有属性值爆表的一天。我是吃饱了，不能再吃了。王三丰揉起肚子，打开属性面板，看着自己4000万加生命值属性。哥，你这太逆天了呀！不行了，我的洪荒之力已经支撑不住了，我去单刷一下80级副本，压压惊可以吧？王熙正要回些什么，母亲眉头一跳。王三丰，你在胡说什么？80级也是你一个18岁都还没到的人去的，80级就是世界级副本，以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也不要有越级打副本的想法。在常识中，越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致命率高达 80%。 王熙沉默不言。事实上，凭现在的老弟10个世界级副本加起来，他也能100%不死，哪怕去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森林、荒漠、三角大海域、极北地带为探索的新大陆，100%也能活着回来。能去浪，见识见识，王熙打心底支持。只是父母不支持就没办法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就算拥有世界级层次的属性，也无法轻易改变。拜托，我可是有4000万的血，妈，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不知道，总之你最多只能越20级副本。爸！王三丰看向父亲，我支持老婆。父亲斩钉截铁道：哥，我觉得稳妥一点好，毕竟还是具有一点危险性的。我靠，我4000万血，危险！哥，你也是老顽固啊。呵，王熙笑了笑，然后母亲拿出一根鸡毛掸子，使用3倍疼痛鞭打技能。不疼，根本不疼，嘿嘿。你妈，让我来吧。王熙右手举向高空，想到前世某场面，轻声念道：剑来！轰！天空撕裂，一柄闪烁着神光的飞剑向下急速坠落，
剑意浩荡，当头压在王三丰头顶。王三丰生命值39999999。母亲傻了，母亲担心道：“以后还是我来打吧。”妈，还是我来吧。不，你要是给你弟打出阴影了怎么办？放心，不会的。对了，家里还有一点剩饭。听到剩饭，大黑狗疯狂跑来，摇起尾巴。就是连大黑狗一顿饭也加了100万生命值，剩饭要是都给他吃，起码还能再加200万。大黑狗生命值增加200万，将冷饭倒给狗子吃。王熙进屋，准备也打扫一下，另外准备好其他农作物的研究工作。稻穗只是众多农作物之一。这是王熙看见桌上有着种植小麦的种子，父亲见状道：“原本是想种点麦子的，只是因为要种稻谷的缘故，所以就放在那儿没有管了。”知道了。王熙拿起麦子种，麦子作为我们的主食之一，也能够大量种植，数量也会非常多。前往研究室，用新土、原世界的土分别种上1颗，另外1颗则种在外面收割完的田里。剩下的时间等待成熟。第二天，王熙起床前往研究室，2株小麦已经茁壮成长。1粒麦子，品质、效果、食用防御加10。这是普通土里的小麦，上面仅此1粒拥有属性。王熙看向另1颗，发现意外。小麦，品质、效果，食用每1克面粉防御加1000。从新土种植出来的小麦不再按粒数，是按1整株小麦算。而且这是王熙仔细观看了一下，作为农神还有农业学傍身，很快他便确定了结果。这株小麦是满增产。第23章33重天计划。也就是说，新土完全适用于小麦种植。不能说完全适用，而是小麦自身适应度很高，而新土刚好在它的适应范围内，所以才能满增产。有了这个结论，王熙前往屋外的田里。小麦，品质、效果，食用每1克面粉防御加100。同样是按整株算，但这株没有满增产。毕竟田的基层还是普通土，种植完稻穗后，养分流失与普通土逐渐同质化了。想要大面积种植，还需要再次翻新施肥一遍。王熙望向荒废的10亩田，总有点膈应。若不种点什么，星空落落的。哥，吃饭了。王三丰的声音传来，只是比之前少了些阳光自信。这样也好，看起来多斯文。王熙不太喜欢那种体育生，总觉得自己屌炸天，踮着脚，鼻孔朝天的走路。此时的王三丰显然收敛不少。王三丰若是知道他哥心中所想，定要抱怨：谁要是吃了你一技能，谁敢牛逼，请站出来。他王三丰第一个拜他为义父。回到屋里，今早是用有属性的大米熬成的粥，喝上一口，浓香甘甜，生命值加51000，仅是一口便加5万生命值。父母王三丰生命值均有增加。一顿早饭下来，王熙自身加几百万的生命值，他的父母则不用想，500万生命值起步，而王三丰至少又加了1000万生命值，距离破亿也仅差1半。对了，王三丰，这是……王三丰看着他哥手里的一株小麦，发现居然也有属性，仔细查看，居然是增加防御的。职业者有4大基础属性：生命属性、精神属性、防御属性、攻击属性。防御属性又分物抗属性、魔抗属性，也就是说，防御属性加1000，相当于物抗属性、魔抗属性加1000。哥，这是你新种植的物品，你说说这是什么？小麦啊。哥，你当我傻子呢？这有属性面板的。如果没有属性面板，王三丰或许真不认识。毕竟现在乡村的人对于农作物的认知也很低，有些人连小麦与稻谷都无法分清楚。哥，你也太瞧不起我了。王三丰抱怨。老弟，不要脑补，你多少有点我放在眼里。等你什么时候能考个状元出来，我高低得赞赏一句牛逼。哦，哥，你不会不知道我文化成绩全年级前3吧？是吗？有这回事？王熙将小麦递给王三丰。好了，不说这个，将小麦吃了吧。王三丰错愕。生吃？没错，年轻人肠胃好，生吃不影响，更何况这是让你加防御属性。防御属性与生命属性两者相辅相成，防御可应对生命值比例技能，生命值则应对无视防御技能，两者互补才能算真正的肉。王三丰犹豫了会，还是听他的哥的话，生吃了下去。不一会，防御加80000。王三丰欣喜，一不小心他的防御比同期同学生命值还高。啊这，我明明走的是一刀流暴击战士，现在怎么成了肉啊？他的职业破灭刀锋可是实打实的高爆发职业，现在肉得一批，攻击力在面前显得很鸡肋。王熙下划线。王熙道：好了，现在有一项任务交给你。哥，请吩咐。
听到任务，王三丰更加惊喜，他总算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了。帮我把10亩田的地翻新一下，另外去市场购买足够种植10亩田的小麦种子回来。欧克，这份打杂的光荣终于有一天照在了我身上。要知道之前打杂的人是谁，全是大人物，所以得出结论，这项打杂任务的含量非常高，意义非常深刻。接过存储新土与肥料的储物戒指，王三丰一头栽进地里干了起来，速度很快，而且熟练。1天的时间，10亩田已重新可种植，随后王熙亲手种植小麦种子。就这样，2天的时间，10亩农田有了刚种植稻谷时有生机诞生的迹象，不再是毫无气息荒废的田土。王熙眺望四周，发现仅这10亩农田不显得荒废，其他都为荒废田土，仿佛等待着渴望着什么。王三丰，又有一项重大的任务交给你。欧克，将盐口乡的荒废田土都翻新一下吧。哥，你种得完吗？应该是可以的。王熙笑了笑，毕竟他现在可不是普通的生活职业者，他是拥有破1000万生命值的生活职业。1天10亩田，10天100亩，100天1000亩，绰绰有余。但王熙并不打算全部种植稻穗、小麦，太多农作物等着他研究并种植，还有油菜花、玉米、高粱以及蔬菜、水果。王熙有一个非常想要看到的画面，走入盐口乡，到处尽是农作物，打造农业国都。而与此同时，京都总部根据最高领导人指示，南天门计划已更改为33重天计划，寓意成就全球无法仰望、凌驾于天之上的盛世国都。第24章，食用稻穗400位1000万级超凡。魏侯激动得语无伦次，这9亩稻谷可增加52亿总生命值，也就是说能够造就12位1级超凡和400位1000万级超凡，能够成就我国1/3的超凡者。这1/3的超凡者将会是33重天计划的主要施行人，所以包括我在内也要慎重选择。魏侯道，毕竟一旦成就起来1000万级超凡职业者，其中任何一名都不允许出现叛变、失控，出现一位都将会是沉重的打击。一名1000万级的职业者相当于行走在地球的世界级 BOSS， 而且比世界级 BOSS 更加难以击杀。通俗点讲就是搅屎棍，它可以对任何地方造成恐怖袭击，并且在保证不死的情况下逃脱，是十分恶心人的。所以对于造就1000万级超凡者的人选，需要百密而无一疏的考验，以及可制裁的手段。当然，目前唯一能制裁的唯有王熙博士本人，也只有他能够制裁。管你1000万级还是1级，敢出现在他的领域，秒杀。所以王熙博士的这项能力保密级别非常高，除了亲眼见证人，哪怕魏侯也不知王熙博士规则神的能力。魏侯，你确定要进入考核吗？汪总部问道。你作为计划知情人，如果你进入考核，我们会对你的精神进行异常残酷的折磨，轻则脑残，重则死亡。魏侯笑道，如果不能承受或者经不起考验，我又有什么资格坐上这个位子？汪总部沉默了会。好，那么连带你一起，超凡者的考验将全面实施。这将是一场浩大布局，针对所有超凡者个体，他们会像小说里的悲惨主角一样，经历看似命运捉弄，实则布置好的考验人生。一道机密文件下去，相关部门开始了行动，而魏侯则被带到了一间小黑屋，进行期限 N 天的人性考核实验。汪总部苦笑，这一切都是因为稻穗的出现，没办法，它的效果太强悍了，而且难以掌控，所以国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行考核，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导向。6个月后，人们开始了新的1年工作或者刷副本当中，而某一要塞基地的食堂齐聚400位超凡者，这是非常稀罕的事，一般情况下一片区域只会有30至50名，像齐聚400位超凡者，华夏100年内只做过一次，但那一次是有动摇一国根本的大事发生。而眼下，各位同志你们好，今天让你们齐聚在食堂，只为请你们吃上一顿饭。汪总部在食堂临时搭建的演讲台上道。有超凡者问道，真只吃一顿饭？真的只吃一顿？超凡者纳闷，哪怕总部长也不能戏言，君无戏言，真只吃一顿饭。在场超凡沉默了，请来400名超凡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汪总部长如此开玩笑，以为我们超凡都很闲是吧？还搁着吃一顿饭？摆席呢？汪总部也不打谜语了，向后面招了招手，立刻一架架出餐车推了出来，出餐车上面是一碗碗冒着热腾腾白气的米饭。只是看到这一碗碗白米饭，全场400位超凡全体起立，瞪大眼睛，才知道真不是开玩笑。震惊！一粒煮熟的米，品质、效果、
食用增加1000生命值，1粒煮熟的米。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000生命值，1粒煮熟的米。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000生命值。而这样拥有属性的米，琳琅满目的拥挤在碗上面。也就是说，这一碗的米拥有属性效果。要知道，属性面板不会骗人，也就是说，吃了它就可以增加1000生命值。这是什么道具物品？能让人增加属性？是永久，还能让食用者属性叠加？下面的超凡提出疑问，汪总部回答：如你们所见，这确实是增加属性的大米，无限制，无副作用，可叠加。各位请坐下。工作人员将装有白米饭的碗分别递到每一位超凡者的手中，掂了掂饭碗，超凡者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看向演讲台上的汪总部长。他的生命值很低，有人询问了下，才知道这大米哪怕一颗都极其稀罕，他一个连超凡都不是的人，怎么有资格吃呢？只有他们被选出来的超凡，在这6个月，鬼才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崩溃，也意志坚定者才能够食用。一时间，差点哭了。各位同志，快点吃吧，别到时候冷了。听到汪总部的话，超凡者们也不再犹豫，吃了起来。没有菜，只有这一碗米饭，虽然吃起来干涩，但是却一口一口灌入喉咙中。这比起山林里的大肥虫好吃吧？这肯定的。将过往的凄惨放在如今的笑谈。不一会，向静生命值增加1000万，慕容燕生命值增加1000万，林芳芳生命值增加1000万，江屯生命值增加1000万。在场400位超凡者生命相继增加1000万生命值。汪总部心底深受震撼，他之前就只见过王希博士他弟拥有如此生命值，而现在却是看到一群生命值增加、生命力的磅礴气息聚集在一起，给他的震撼仿佛400头世界级 BOSS 的副本里，十分恐怖。而实用的超凡者也是更加震撼，他们能清晰感知到对方都加了10分磅礴的生命值，堪比世界级 BOSS。 打开属性面板，生命值11835600，多了1和0的长度，这究竟太不现实了。可属性面板和现场的生机磅礴的氛围却是实打实的，仿佛出进世界副本，看到占据一片天空的庞然大物巨鳌红龙，而现在是整整400头。第25章收割满增产的小麦。不可思议，这究竟就吃一顿饭增加1000万生命值？请给我再来2碗，要大份的。汪总部呵呵了，你想吃也给不起啊。要知道这每一碗的大米都是一颗一颗数出来的。当然汪总部不会只让他们吃一碗白米饭，很快一盘盘特色菜端上桌，普通的米饭自取，恢复食堂原本的样貌。但是超凡者们却一个一个激动到不行。我提议立刻组织团队前往我华夏各世界级副本所在地进行全面攻略。听到全面攻略，在座超凡倒吸一口凉气，紧跟着激动起来。世界级副本可是他们心头的一大头疼任务，别看他们贵为超凡，却只配在世界级副本捡垃圾，哪敢说全面攻略。能够攻略世界级副本的只有佼佼者中的佼佼者团队，但就算是这样的团队，想要攻克华夏全部世界级副本也不可能。例如巨鳌红龙、嗜血亡灵、魏侯以及他的团队也无法做到。很多时候有心无力，不是我们技术差，而是世界 BOSS 太变态。可是现在放眼望去，各个1000万生命值与世界 BOSS 同齐，就算差点也差不多了。这意味着容错率大大增加，狗都能保证全面攻克世界级副本。大家请先别激动，先把饭吃饱再说事。是，汪总部长。大家安静的吃饭，时间差不多了，汪总部便把33重天详细计划一一告知。顿时超凡者一腔热血起来。33重天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国度，我们的目标不再只是全面攻略世界级副本，世界级副本只是开头，我们要做的是开荒90级甚至100级副本。开荒指全面攻略世界级副本后将会刷新更高级副本，例如80级世界副本被攻略，有几率刷新90级世界级副本，相当于一款游戏更新了。这意味着全国等级上限提升，全国顶尖资源上限提升，全民可刷更高级的副本，提升全国的实力。所以开荒是33重天最核心的一环。听到这里，大家都快窒息，这是根本不敢想的事。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拥有90级甚至更高级世界副本，全球卡在80级，一些实力低下的国家还处在40、50级。正是因为你们吃的那碗大米，给了我们造就33重天的机会。同志们，剩下的事情拜托给你们了。汪总部长弯腰鞠躬，在场的超凡抬手敬礼。
随后，汪总部进行一些相关事项的处理，便安排超凡者们归队，随时准备进攻世界级副本，而自己则离开，前往京都，因为有一名超凡者的生命值即将破亿。回到京都，汪总部来到一间院子，比起1000万生命值还要震撼的磅礴气息从里面散发出来。但凡一名高级职业者路过，并且有意探知，仿佛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被其深深震撼与恐惧。收回探知，走进院子里，正有人像是做任务一般干着一碗又一碗的白米饭。这人正是魏侯，他差点在考验期间成为脑残，好在通过了考验，成为首位有资格成为1级超凡的超凡者。如果是在漂亮国，他的品性可以和漂亮队长所媲美。他也是本次开荒主要负责人。随着魏侯一口口下肚，他异常浩瀚的生命气息正在迅速增长，没有限制，没有停歇，没有卡顿，十分丝滑。魏侯增加1000生命值，魏侯增加1000生命值，魏侯增加1000生命值，魏侯生命值1亿。就在最后一口饭吃下时，他的生命值成功破亿。汪总部虽然早已预见这个结果，但真正见到一尊1级生命体所带来的震撼依旧不小。魏侯愣住，好一会也变成了震撼的表情。我的生命值破亿了！魏侯只感觉自身的气血仿佛广袤无垠的海洋翻滚流淌，已经无法用磅礴来描述，只有深不见底，深不可测。很难相信一个人类能够拥有根本不可能拥有的属性，这就是有属性的稻穗，前所未有的境界，十分奇妙。而这还只是出自一人之手。收敛发散出去的1级生命气息，对汪总部行了个礼。魏侯道：汪总部，我生命值已经破亿，是时候回到岗位了。老魏，补补营养，你这些天全干的是白米饭啊！为了生命值早些破亿，魏侯连续 N 天只干白米饭，期间连口水没喝。不需要了，抓紧时间开展起来才是重中之重。可马虎不得，可急不得。没有马虎，没有急，我已经准备了10年了。听到魏侯的话，汪总部笑了笑，递出一封密封档案。接过档案，魏侯立刻离开，前往自己的岗位，将计划实施起来。目送他离去，汪总部充满了期待。他已经预知华夏10大世界级副本全面攻克的结果了，到那时便已是全球唯一第一最强华夏。很难相信，这只是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再加上本人是名博士，研究出了满增产，将职业潜能完美发挥出来，就出现了这种堪称逆天的结果。哈欠，咽口香。或许因为天气变换的原因，王熙打了个哈欠，然后他望着快要全面成熟的10亩小麦，成长得意外不错。由于有阳石的成分在，小麦没有因为气候原因从而影响成长，冬天下的雪也只是融化成水，形成天然的养分。吃饭了。听到母亲的声音，王熙回到屋里，打开电饭煲，没有属性，是普通的米饭。这6个月有属性的米饭早已被吃光。母亲增加1亿生命值，父亲增加1亿生命值，王三丰增加2亿生命值，王熙自己则也是破亿的生命值，整个家里只有大黑狗1000万生命值。不过对于一条狗来说，1000万生命值相当恐怖了，这已经超越了没有食用过有属性稻谷的所有职业者。王三丰，待会你去收割1亩田的小麦回来吧。王熙说，考虑到就算拥有破亿生命值也有一定的不安全性，为了稳，也需要让家人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增加其他属性。而1亩田的小麦与1亩田的稻谷一样，资源刚好足够。是，老哥。不要加老字。哥，我俩还在乎言辞，淡了。王三丰伤心的要哭了。王熙没有管这戏精，他老，他才20出头好吗？所以不能接受。刚好家里有打面粉的机器，不知道王熙种植的小麦打出的面粉用来做面饼有多香。母亲期待道，毕竟有属性的大米吃起来也比普通大米香100倍，是不可多得的高端食材。妈，我想吃肉馅饼。王三丰道，好好。吃完饭，王三丰便拿起几枚储物件，前往农田收割成熟的小麦，手法娴熟且细致，没有一点落下，深刻体现粮食的珍贵与不易。2亿生命值的他干起活来一点也不累，反倒速度快到产生残影，几秒钟的功夫就把一排的小麦收割进戒指里。第26章种植油菜花精神力，不到半个小时完成收割，然后铺在院里晾晒，与稻穗原理相同，目的利于保存。等晒了一段时间，王熙摸了摸小麦，发现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湿气，便示意王三丰收集一袋打成面粉先用，剩下的则继续晾晒，直到晒干为止。到了下午，小麦全面成熟，
金灿灿的一片，闪烁着1克面粉增加1000防御属性的面板，没有一株是没有成熟的。这才，王熙打电话通知林海，可以全面收割了。消息一通知，1小时左右，王熙便感知到空中来人。来的人不多，以那位可以飞行的超凡为首，其余人则是上一次专门收割的团队。似乎超凡拥有带动别人飞行的能力，他们也飞行着。飞行超凡带着团队缓缓落地，只是落地一瞬间，如临大敌，额头满是大汗。他也食用了有属性稻谷，成为1000万级超凡的人物。可是感知王熙博士的生命力时，却发现对方的生命力深不可测，无法衡量，压力山大。而他的弟弟的生命值则更加令人骇然，根本无法言喻那强大生命力带来的压迫感。只有你一个？是的，汪总部得知后第一时间调遣我来，他现在没有时间，让我给您道个好。能够理解，毕竟稻穗收割，但想要落实并发展，程序要做到万无一失，过程也要万无一失，这是十分耗时间以及人力的。好比拆迁一座农村，也要至少1年时间才能真正实施下去。我已经收割了1亩，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没问题，多谢王熙博士。不存在。飞行超凡以最高的礼仪对王熙博士敬礼，然后使了个眼神，收割团队便进行起来。看着1亩亩增加防御的小麦，飞行超凡眼中炽热。尤其是食用过有属性的稻谷后，对于农作物的看法又上升一个层次，深刻知道这9亩增加防御值的小麦意味着什么。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国力以平方发展；从语文的角度出发，更上一层楼；从英语的角度出发 ，good 变为 very good。飞行超凡者与收割团队离去，王熙前往研究室，开启农作物的研究工作。为了打造农业国都，在这6个月的时间，他研究了一系列常见的农作物，发现油菜花能够增加精神力值，玉米可以增加生命恢复力值，花生增加物理吸血值，高粱可以增加暴击伤害。这4种农作物所加成的属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力值为主属性之一，生命恢复力还有吸血，只是由于装备无法带来明显的加成，所以没有归为主属性。如果有高额属性加成，所带来的效益也不容忽视。高粱的暴击伤害则是稀有属性，世界上99%的装备没有暴击伤害一项。如果暴击伤害能够无限叠加，王熙无法想象一刀暴击造成的伤害会是什么恐怖的地步。王熙无奈，只是想要高粱满增产，相比其余3种农作物要困难得多。目前暴击伤害为1克9的含量只增加 0.00000001 的效果。6个月的高粱研究毫无进展，但其余3种农作物皆有不同的增产效益。一粒花生可增加1000点物理吸血，指物理攻击造成目标伤害恢复自身1000点，并不是真实吸血，还需是有血活物伪吸血罢了，可以归类为恢复类属性。每一粒玉米则可增加每5秒800点生命值恢复，没研究之前只有1点生命值恢复。尤其是油菜花，从原来的100精神力突破性猛涨，快到了满增产的地步。王熙眼前一株有属性的成熟油菜花摆放在研究台上，探知属性面板。油菜花品质效果，每食用1克菜籽油增加8888精神力。油菜花已经高达8888精神力，这是有史以来最高属性加成，而且这还不是它的极限。王熙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关键性的进展，接下来的时间会全部花在研究油菜花上。到了傍晚，王熙才出去研究室，因为饭点到了，浓郁的香味弥漫1楼。母亲端着刚出炉的肉馅饼，小心翼翼地前往餐桌。大黑狗围着他转，时不时2只前脚离地，头恨不得直接伸到盘子上叼走全部。不过被王熙使了个眼色后，就出去守院子了。有他吃的，自然会给他吃。王熙并不愿意家里有属性的食物分给狗子，他之所以能吃到有属性的大米，也是从王熙那份里分出来的。毕竟这可是有属性，能多一分给家人，他的家人越稳。尽管现在的破译生命属性已经非常保险，但万一呢？在科学领域，万一2字贯穿任何一项研究，狗子没有人的地位高，这是无法改变的。王三丰赶紧上桌，拿起一个肉饼就吃。他的眼芒闪烁，太好吃了，酥香香脆。不知道是因为是割种的小麦，与普通食材不是同一个档次，还是妈的厨艺见长，贼好吃。哥，快尝尝。王三丰一边吃一边也增加了防御属性。王熙也拿起一个，吃一口，他的防御属性增加8万。王熙，物抗加80000，魔抗加80000，一整个饼吞下肚。他加了整整100万物抗魔抗，也就是防御值，而且是真的好吃，比起之前老妈做的，口感翻了好几倍。这一点王熙无法否认，真的是有属性的小麦比普通小麦更加上档次，所以老妈做的比之前更加好吃。
王三丰一口气吃了10个肉馅饼，期间不喝一口水。王熙估计他的防御值加了整整1000万。你防御加了多少？800万多点。王三丰一脸平静地说，仿佛这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有其他人在场，脸色已经惨白。好在在座都是把有属性的农作物当饭吃。父母将最后的肉馅饼端出来，也不省着，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一下子700-800万加的物抗膜抗值出现在了全家属性面板上，最后将一桌肉馅饼全部瓜分殆尽。王三丰防御加1300万，父亲防御加700万，母亲防御加800万。王熙吃的少点，只加了500万防御值。至于大黑狗，王熙为了一点点，只给他加了2万防御值。哥，王三丰似乎很激动。之前我只有血，没有防御，所以你对我的伤害很高，但现在我抗得起你一剑了吧？可以试试。欧克，我准备好了。大河建议。王三丰1999999999。王三丰发誓，以后再也不找他哥来试一下实力，因为根本试不了一点。王三丰震惊，这又是什么技能啊？好想学。无论是之前的天外来剑，还是现在无数柄飞剑形成的汹涌大河冲刷而来，逼格拉满。哪怕只学到形式，不学其意，也很牛逼。只可惜王熙回道，这要是能学就好了。毕竟这也是他想象出来的。至于伤害，伤害是由他自己定的。一大早，王熙前往研究室。油菜花，品质，效果，每食用1克油增加1万精神力。油菜花实现满增产。第27章攻克世界级副本。这太强了。与此同时，各个地点的80级世界副本不断有超凡进进出出。负责维护副本的技术人员，还是镇守在副本的高级职业者，都感到十分震惊。世界级副本就这么攻克了？我记得此处的世界级副本，就是连魏侯的团队也没法攻克一次吧？副本未被攻克时呈现的是红色漩涡，而攻克后呈现的是蓝色漩涡。眼下不但成为了蓝色漩涡，每隔半小时，超凡团队一人不落的出来，神色极其喜悦，并且带出来大量的珍贵级材料和资料库里从未出现过的材料。攻克就罢了，现在居然能做到连续攻克，这是认真的吗？有工作人员语无伦次，那可是全球第一大头疼的80级副本，在此刻却显得如此轻松。而究其原因，是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是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那不是一个正常的超凡者所散发出来的。利用数据分析，发现他们的生命值已然超过1000万，早已不是人类层次，而是世界 BOSS 生命体层次。我记得他们好像被调去哪儿了，然后没多久就回来了。是啊，就是他们离开后回来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吗？聪明的人已经想到，有级别非常高的机密，换种方式说，有未公开的国之重器诞生了，这才使得他们成就了1000万生命值。离谱，离了大谱！为什么我没有？有超凡纳闷地望着世界副本出来的同志，他问过，但给他的答案是无可奉告，哪怕是最亲近的战友也是这个答案。巨奥红龙世界副本处，由魏侯带领的团队正在速刷着最难攻克 BOSS 之一巨奥红龙，一个个杀红了眼。特别是魏侯，以一己身躯无脑抗衡巨奥红龙，不，更应该是碾压。巨奥红龙对他造成的伤害跟没有造成似的，他的血实在太厚了，比1000万级超凡的生命值多了近10倍。对于世界级 BOSS， 哪怕生命值高达2000万的巨奥红龙来说，也是无法逾越的存在。吼！占据半边天的巨奥红龙狂怒嘶吼，空气产生灼热的白浪，使空间微微扭曲。放在以前，超凡者们绝对会震撼，而现在仿佛看着自家的玩具生气了，竟有些可爱。轰隆！巨奥红龙堪比山岳的泰然躯体狠狠砸在地表上，溅起碎石，仿佛一团团火星爆开，砸向四周，凹陷下去大小不一的深坑。以前无比高傲的巨奥红龙遭到了超凡者们的碾压，气势不减，反倒更加愤怒，攻击也变得更加残暴。若是被他不小心命中，至少扣掉50万的血。然而50万，别说魏侯不在意，就连在场的超凡者也不在意了。他们现在可不是以前只有100万生命值，巨奥红龙残暴状态下只需命中2下，非死即伤。而现在除了1000万生命值扣减50万，对他们并没有影响。巨奥的红龙的伤害在此刻不断的被轻视、忽略、不计。爽，太爽了，从来没有这么爽过。之前被虐的有多惨，现在就有多爽。碾压，大家不要说话，速度解决。魏侯道。是。迎着巨奥红龙看似摧毁性，实则还好的攻击，超凡者们像一只只红蚁，一点一点的将巨奥红龙吞噬。吼！
他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反攻也逐渐变态起来，伤害爆炸的同时，覆盖面几乎涵盖半个板块，非常难躲避。然而，超凡者们一点也不怕，巨奥红龙根本无法阻止这群红蚁把它当作食物啃噬、撕咬、摧毁。2000万的生命值在这一刻无限接近于零，巨奥红龙还想着做最后的反抗，仿佛要玉石俱焚。可魏侯手里的80级王者气屠龙将他的双翅、爪牙全部斩下，最后是头颅，咔嚓！巨奥红龙已击杀。下一秒，所有人得到了副本的提示，巨奥红龙剩下的躯壳化作星光，一点点地消散着，直到彻底消散。在他死去的位置，散落各种拥有属性面板的赤红材料，传说品质。很少有传说品质以下的材料。看到这，不仅是屠龙如土狗，还有满满的收获，令人心情愉悦。再看眼队友掉的血，你这么 low， 居然掉了300万的血，我这是掉血换伤害。你看看你才掉100万的血，肯定灌水了吧？老白，你掉了多少血？呼，我掉了200万。你呢？500万。听到500万这个数字，虽然他们的生命是1000万，也不由啧舌。就连魏侯也看着他，500万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字不低了。放在以前，别说500万，就是掉100万也足以致命。没办法，巨奥红龙拥有爆炸的混伤伤害，虽然我们生命值上去了，但防御属性没上去。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躲避巨奥红龙的爆发。在场唯一能够从开始碾压到最后的，只有拥有超1亿生命值的魏侯。他也承认，他是全场掉血最高者，掉了1000万的血。不过拿血换通关效率，怎么看都是10分划算的。1000万才多少？只是他血的1/10罢了，不疼不痒。清点一下材料，回归下班。是，他们已经打了1天1夜的巨奥红龙，所带来的资源足以锻造好几件80级传说装备、80级技能，还有可能凭此打造出90级装备，为90级副本做准备。还有一些就是神秘材料，神秘材料都有它一定的用途，例如升级国防部署设施、升级机甲、升级芯片等各个重要领域。虽然很想继续打下去，但干不建议这么做。同志们，爆了！爆了！爆了什么？你倒是说具体点啊！90级战士进阶书第28章，防御800万加。90级战士进阶书意味着全国战士职业等级上限90级。魏侯等人出去副本，将获得的资源交给相关部门。不一会，华夏全体战士职业者收到了一个提示：恭喜，你获得90级战士进阶书。进阶书可以无限复制，只要入了户口系统，都会一瞬间获得。你的等级上限90级。这个消息一出，全国战士狂喜。要知道，提升等级所占据综合属性 40%， 装备占比 60%， 无论可以拥有更高级的装备、技能，还是本身提升的实力，等级不容忽略。包括魏侯等人体制内的超凡，不少也是战士职业，看到属性面板上等级上限90级，心情舒适。只是如今等级所提升的属性有些不够看了，不如装备或者技能帮助自己增幅战力。至于属性的提升，还得看王希博士。王希博士可不只会种出一种有属性的农作物，只要是农作物都可以拥有属性。根据消息，他正在投入其他农作物的研究中，有一类农作物有了关键性的突破，离满增产只差一步。只要再等等，就又可以大幅度增加属性，不是打破常识的增加属性。有超凡问道：话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增进一把生命值属性？是啊，卫队，我们想了解了解。一个个好奇、渴望地望着魏侯，希望他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回复。魏侯摇头道：通过人性考验的测试，或者等下一次通知。首先排除人性考验测试，精神受损度很高，非常人能测试，就只能等下一次通知了。得到这个答案，大家没有继续追究。这可是有属性的大米，不是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东西，哪里会有那么多吃？当初吃饭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每一位同志的碗里米饭的数量相同。这个答案意味着，那是一颗颗数出来装在碗里的。由此可以看出，极其的稀有，不是想吃就能吃。能有1000万生命值我已经满足，就算刷新了90级副本，我也有信心完成攻略。是啊，已经满足了。各位回家好好休息，接下来开荒强度只会比以前要高。魏侯打算结束这场讨论。忽然，一道消息发在了他的手机上，同时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讯息，是一封电子文件，大致内容就是请大家吃个面饼。汪总部长，有人懵了一会，但很快就反应了回来。上次请大家吃个饭，现在请吃面，又要加属性了，但不是米饭，而是面饼。魏侯也有些懵，不是还在研究阶段吗？于是打电话问清楚事情缘由。原来在稻谷收获后，紧接着满增产的小麦进行了种植，而面饼就是由属性的小麦做。
不一会，魏侯等人前往之前吃米饭时所在的要塞基地，其余超凡队闻讯也正在赶来的路上。大概1-2个小时左右，401位超凡齐聚食堂，仿佛世界 BOSS 交流会，一头头不加掩饰散发着自己生命气息的超凡者交流着。怎么样，嗜血亡灵 BOSS 是否已经攻略？噗，攻略？同志，你也太瞧不起我们组了吧？这不简简单单，有手就行。而且我们平均1小时不到的时间通关副本，1小时不到，我们组40分钟不到，我们30分钟左右。一个个用尽全力，散发千万生命值所带来的磅礴气息，仿佛是在比谁的血更加厚。哪怕是刺客，也坚定在场，没一个血比我厚的。食堂因为400名超凡散发的气息产生了扭曲，一道身影出现在临时搭建的演讲台上。你们好。汪总部抬手敬礼，在场超凡安静下来，食堂回归正常，一齐向台上的人回礼。2个好消息，你们想听哪个？汪总部自问自答道：感谢各位的杰出贡献，华夏之内40大世界副本全部攻克完毕。听到40大副本全部攻克，哪怕料想到这是必然的结果，也不由令人血液沸腾。华夏大陆板块面积全球数1数2，同时副本丰富程度全球数1数2，拥有世界副本数量全球数1数2。当然，副本也是最难的，40个世界副本只攻克2至3个，而且极其吃力，难度拉满。曾经还遭到外交冠冕堂皇的嗤笑，有那么多副本又如何？你吃得下吗？如今却全部吃下，而且轻松程度虽然没有全球公认，但事实已定，全球第一。从最难到最易，汪总部都不敢想，要是把世界副本全面攻克的消息放出去，某些人的脸色究竟有多难看。汪总部抛开想法，当下还有最首要的事。挥挥手，工作人员推着装有1碗碗大面饼的送餐车出来，同时带着几叠在一起的属性效果面板。面粉品质效果，每食用1克面粉增加1000防御值。防御指的是物抗和魔抗，也就是说吃1克面粉增加1000物抗与魔抗吗？这就太离谱了，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从哪儿得到的？怎么生产的？如此逆天的效果，让人不禁好奇它的来源。当然，除了之前去过岩口乡的那一批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知晓，也无权知晓了。面饼平均分配到401位超凡者的手里，可以发现每一块面饼的重量、大小趋近完美的相同，做了非常严格的把控。请问这个能沾辣椒酱吃吗？当然可以，只要保证不要浪费面饼即可。工作人员给每一个餐桌上放上几碟辣椒酱，只是放辣椒酱的时间，一些超凡已经干完了自己那一份面饼。我吃完了，我现在的防御800万加。第29章，生命值一定要打世界 BOSS。 听到防御800万加这个数字，其他超凡错愕。放在之前，超凡生命值100万17，平均防御10万左右，也就是说防御值与生命值是10比1。1000万生命值能够拥有100万防御才算正常比例，而眼下只是因为1碗叠在一起的面饼，比例10比8，800万。哪怕是肉盾最多1比4，还是按照物抗或者魔抗单项来论，而现在直接干到了接近生命值的防御双抗值，牢不可破的堡垒。我也吃完了，这防御是我敢想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向进，生命值减 0.000001， 朝着自己全力普攻，做不到扣1滴血，甚至加了剧烈疼痛效果，并无疼痛，可以解释为蚊子撞泰山。疼痛效果无法穿透800万防御值架构出的森严壁垒。老王，用你的刀捅我一下。不行，我的刀命中必见血，只对外不对内，就是一下。好吧，正好我也好奇，那么得罪了哈。向进 HP 0，命中了，但没完全命中。哈哈，我这800万防御，仅凭你1-2万的攻击能撼动？绝对的防御相当于绝对的闪避，无法破开一点防御，自然没有命中可能。看到这，下意识吞了吞口水，突然反应回来，等等，辣椒酱才刚上桌，1分钟不到，你们给面饼干完了？尤其是向进，你是怎么做到的？面饼的净含量远远高出之前米饭的净含量。名叫向进的超凡者还是一名女性，看起来斯文，体型小巧一只，却吃面饼的速度令人炸舌。果然，内卷已经内卷到吃饭了吗？好，这样玩是吧？呵呵，趁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也吃完了，率先一步防御值800万，这属性是真离谱啊！将面饼吃进肚子的超凡者开始惊呼起来，并谈论着有了800万属性，身体产生的微妙变化。凝时，只拥有1000万生命值时，身体千疮百孔，哪里都是破洞、破绽，而现在像严密部署的堡垒，密不透风，有一种史无前例的安全感包裹着自身。不一会，
全体防御800万加。然后随着聚餐结束，400位超凡继续向世界副本发出无止境的攻略。巨奥红龙副本，这一次只有一条攻略：射手站撸，法师乱砸，战士应对，刺客其头上暴砍，辅助怎么舒服怎么来。总之无需走位，无需惧怕巨奥红龙的任何攻击。魏侯，生命值1；向进，生命值1；汪城，生命值1。800万防御值，巨奥红龙的伤害无限忽略不计。向进都笑了，只能造成1点伤害吗？那我这1000万的血，他岂不是要攻击至少1000万次？打卫队需要攻击1亿次？哈哈，太爽了！属性爆棚，犹如开挂般的感觉，比起只有1000万生命值时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之前还能打动，心中有所顾忌，而现在打不动，连巨奥红龙那双暴怒的瞳孔也出现了猛缩，显得十分错愕。之后一顿暴揍，掉落各种材料，而且掉的材料比起之前还要丰富。副本通关效率决定材料丰富程度，通关越快，越有几率获得几倍效益，以及更稀罕的材料，更容易因此更新副本。就算不是90级副本，也会有新的80级副本出现，慢慢的就会更新90级甚至100级、110级、120级副本，以一种别国遥不可及的速度更新迭代。反观岩口乡，此时，哥，我的等级上线90级了，是吗？王熙望着弟弟在荒田里除草，忽然就听到了他跳起来报喜讯。王熙满意，这说明他交上去的农作物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他虽是生活职业，又闷头研究，不至于不清楚世界目前的趋势。全球卡在80级近30年，没有一丝松动迹象。现在突然上线90，只能说明上面已经在暴打世界级副本了。能够暴打世界级副本的原因只有一个。田里，王三丰超1000万的防御，过亿的生命值，王熙心中答案了然。趁着王三丰除草阶段，王熙没有闲着，他上报给官方核实油菜花的新型化肥已经到货。油菜花不需要新土种植，只需要肥料以及羊屎粉。王熙发现，羊屎粉是种植农作物必要的材料之一，它可以让农作物4季保持阳光的充足，不受4季气候所影响，相当于万能材料了。对于王熙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毕竟学校教的东西里并没有涵盖羊食知识。羊食在市面上也是经过处理，用来暖屋子或者用来制造恒温系统所需。王熙或许是第一个利用羊食来1年4季种植农作物的。王熙哭笑不得，这也是因为务农落寞的原因，否则羊食用途的额外发现还轮不到自己。在王三丰翻新过的土里种植油菜花，过亿的生命力不仅是生命值的增长，还有体力、力气、精神也会受它影响，从而干活不累，类似降低下限。所以王熙种植的速度已经脱离这个世界普通人的层次，也远超之前。再加上炉火纯青的手法，半天时间种植完10亩油菜花，并且施上肥料。哥，我的工作结束了，我要去刷级了。好，去吧。王三丰每天的任务翻新岩口乡1亩田，偶尔10亩20亩，眼下至少50-60亩的田翻新出来，等待着种植。种植完油菜花，王熙打算再种10亩稻穗，10亩小麦。稻穗、小麦所增加的生命值，防御是主属性之一，自然多多益善。再加上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完全可以做到一天种植20-30亩的田地，并不花时间。前往其他田土，分别种植稻穗与小麦。除了饭点，吃点肉馅饼、面条、酥肉等可以用面粉做出来的食物，加点几百万防御。剩下的时间种植。偶尔，王熙举目望去，岩口乡居民稀薄，大多搬去了城市，田土非常多，多到种不完。王熙不知是诡异、满足还是幸福的笑了一下。太好了。第30章，少女流失雨。种植完小麦与稻穗，已经到了晚上。除了休息时间，王熙基本上在田里或者研究室2点一线。只是第二天，王熙洗漱完，给自己打扮了一身穿着干净的休闲服装，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头发有些长，遮到了眼睛，然后取下眼镜。虽然生命值上去后，眼力恢复正常，并且极其清晰，但戴着眼镜，仿佛有种令人精神集中的魔力，所以王熙经常戴着。只是今天，王熙打算前往一趟县里，一方面剪掉遮到眼睛的头发，一方面购买大量不同品种的农作物。自己因为研究太专一的缘故，所以忽略了探索不同品种的农作物所拥有的属性。而这一次，王熙将尽可能得知农作物所拥有的属性。如果出现了主属性农作物，王熙才会考虑专一研究。而目前已知玉米增加恢复力，花生增加物理吸血，高粱增加暴击伤害都不属于主属性。虽然都很重要，但王熙选择花一点时间得知更多的农作物属性，这样才具有性价比。毕竟研究一种农作物所花费的时间很长，
不如抽个几天出来，探索不同农作物都拥有什么样的属性。站在全身镜前，王熙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妈，开下你的车。王熙走出洗手间，对着廊道喊道：哎，我的车多普通，开你爸的最新买的大奔吧。父亲的声音传来：嗨，我都忘了给你买辆车了，年轻人不都喜欢跑车吗？最近好像有悬浮跑车出世，到时候你爹去看看。悬浮跑车在这个世界是普通人一辈子无法购买的车系列，相当于蓝星跑车，不，应该是限量级跑车。王熙微笑，并没有阻止他爸给他去提辆悬浮车的决定，毕竟现在有钱。而且王熙只需一句话，别说悬浮车，就是飞行器，类似滑板，但是踩在高空中飞的那种都可以弄来。不过王熙并不打算这样做，除了给自己提升逼格，满足虚荣心，并没有实质的需求。车钥匙就在楼下放鞋的位置。好，知道了。王熙下楼，到了鞋柜旁，顺手拿起车钥匙前往盐口县。盐口县虽然不比都川市，但依然十分繁华，除了科技感与发达城市相比较差之外，在生活条件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宁愿住在县里、镇里，也不愿再回农村。还有一方面，方便进副本，类似离公司近，方便打卡上班。王熙对县里的路还算熟悉，很快到了县中心，也是市场需求的中心，在这里剪头发和购买农作物的种子都十分的方便。找了个地方下车，王熙徒步前往。他发现路过的人群与他有种极致对比的区别，那就是属性。大部分人也就4-5万的样子，主战职业者10万，最多不超过60万。而王熙过亿，看虫子一样。他忽然明白为什么神明漠视人类。好在王熙是人，很快适应了过来，融入到群体中。没走几步，王熙脚步一停，他看见几名女孩和2名黄毛推着1名女生进入拐角巷里。就是你勾引我家骆少，不要脸的东西！骆少也是你够资格配的。还没走进去就已经动手动脚。放在以前，王熙不会管，现在他一级生命，破千万防御，再加上农神，田土附近我无敌，都市之中我不死，他无法无天都行。忽然，那被推搡的女孩回过身想要反抗，王熙看到了她的脸。王熙更加要管了，那个女孩是他村的，以前认识，他幼小时候还抱过她，亲了她2口脸蛋来着。10分钟后，鬼知道这几名精神小妹黄毛经历了什么样的恐惧，跪在地上，满脸苍白。反应回来，连忙跑去，只是似乎觉得自己又行了。我可是都川骆家骆少的人，你完了！还有你狗不要脸的东西，今天就……王熙回头，他们立马跑去，只留下差点被欺负的女孩。王熙，刘诗雨，刘诗雨单眼皮的双眼显得有些暗淡，直到这时有点光芒。长得好看，看起来有很好欺负，也难怪被精神小妹嫉妒，要教训他。他们可是骆少的人。王熙听着拗口，什么骆少，一看就是无脑反派的称呼。这种反派经常被打成狗屎，很狗血，但就是发生在了王熙身上。王熙笑了2句，走，很久没见着你了，带你去吃饭。好。刘诗雨也没客气，也没因为被他们推着进入拐角而显得伤心，一直保持着平静。这种平静很可怕，或许王熙不帮忙，他可能会反扑，非常狠辣的那种。然后王熙就了解到，原来是骆少想追求他，一直舔狗他，他从来没同意过，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很狗血，很无趣，但要是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就真的很恐怖了。王熙，你会麻烦的，骆少可是法爷世家，权力很大，出过超凡者的。好了，别让我听到骆少这个称呼了。刘诗雨微乎其微地点点脑袋，吸吮最后一口奶茶。我吃饱了。出了餐店，王熙不打算剪头发了，带着刘诗雨前往农作物种子店，几乎将农作物种子的店的所有品类搬空。刘诗雨想问来着，结果没有询问。我在家务农。盐口乡前往县里的路很多，所以他可能从没走过王熙家的那条路，所以就不知道王熙在做什么。王熙也从没感知到他踏足过他的领域。你不是清北大学的吗？可是我农民职业。刘诗雨挤出一个微笑，却显得很失落。我们村除了你弟都没有出过 A 级职业了。你是 D 级？我的家庭也，所以他们觉得我好欺负吧。王熙没有多答，搭上车回村。回到村后，在自己家停下。谢谢了，你来我家吧，我有东西给你。好。刘诗雨久违地走进王熙别墅里，坐在沙发上，像坐在书桌前认真听课，姿势很端正。只是下一秒，他不淡定了。王熙做了一块饼，很香，又很特殊，面饼。效果：食用每1克面粉增加1000防御。
第31章，狗都能加防御，同乡也行，连狗子都出现了。滚！狗子连忙转动狗身，夹着尾巴滚去，而刘诗雨却愣在原地许久。这是吃吧，都是同村人。王熙还没有自私到连有属性的东西不分享出来，狗都能吃，同乡还是亲过两口，可以说看着长大的女孩。刘诗雨犹豫了好一会，接过了面饼，无论是上面散发的香味，还是属性面板，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他吃下去了，面饼很小，他只吃了2-3口就吃完了，很咸，甚至可以说咸过头了，不知道王熙撒了多少盐。王熙绝对不会说，他少有的失误到了1包盐的一半，不过他挽救了大半，他吃进去就行，毕竟不是主味道，而是主收益。不一会，刘诗雨长长睫毛颤动，暗淡的瞳孔猛缩，抬起那张看起来很好欺负的脸，不可思议望着王熙。刘诗雨增加防御81000，他的防御属性就莫名其妙的飙升到了8万。8万属性意味着什么？接近超凡，成为超凡层次的高级职业者时期的标准。王熙不是，他好像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他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这东西，也不可思议他拥有，又凭什么拿给他吃？刘诗雨自然不知这玩意儿，他们当饭吃，不值钱。刘诗雨，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也算我的妹妹吧。王熙脸撇到一边说，他是绝不承认自己20出头成为别人口中书的这件事，这至少要等到30多岁才会接受吧。刘诗雨不说了，低着头，然后伸出手指，用嘴把手指的油渍给抹净，不能浪费一点的样子。10个珍惜食物，这一点王熙没有觉得什么，反倒更加满意。好了，你走吧。王熙看他坐在这里不自在，于是赶客道，如果想要偿还，就每天除除荒田里的草，翻翻新，将整个盐口乡的荒土都翻新一遍。我会做的，一定。好，去吧。刘诗雨离开时，他不停地往道路两边的田野看。目送他离去，王熙就回到屋里，将今日买的农作物种子搬到研究室里去，至少50束不同种类的种子。王熙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其中的3种农作物，在3婆做实验的土里面进行种植，分别是白萝卜、白菜、紫薯。这3种农作物都是常见的农作物，尤其是白菜，相信大部分人都吃过。紫薯与白萝卜同样的，或许有人没吃过，但一定认识。不知道它们作为常见的农作物，又会觉醒什么？王熙好奇。王熙发现，只要是常见农作物，它觉醒的属性大概率是非常实用的。好比稻穗与小麦，它们的属性就是4大属性中生命值与防御一项，油菜花也是。使用自己的天赋，王熙便没有再管，等待明日的成熟。接下来，自然继续研究已知农作物的属性却未增产的品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设备以及理论进行分析，比如玉米的含量、构成、习性、环境适应度与普通的玉米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这些研究工作并不是没用，它会有效排除掉很多错误的研究路径，从而找到最正确的路。实际操作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相当于下棋一样，一步一步环环相扣，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王熙看向高亮，在玉米花之中，高亮的暴击伤害显然更加具性价比。王熙不会放过他，迟早会使他满增产。只是目前来说，他就像拥有更加深层次的密码一样，就算了解透，还有一层我无法触碰的东西，密码错误，无法打开。想要有突破性的进展，会很花时间，相比玉米花生困难许多。按照道理，农作物理应平等级别，但事实是，任何东西它都有困难易度。玉米好比豌豆射手进化豌豆机枪，而高粱就是豌豆进化成豌豆娘。想要获得豌豆娘，就需要获得它的底层代码，才有机会获得。到了晚饭时间，王熙对于玉米花生有了些新的思路，而且思路的极具可行性，算是又有了些进展了。王熙嘴角上扬，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科学家，当你遇到的难题能够进行到下一步，你都无可避免拥有愉悦的情绪。这肉是什么？嘿嘿，今天市场上有新鲜的30级副本霸天鳄鱼肉，你妈就买了一点。可以。王三丰已经吃了起来，虽然没见到面粉，防御也增加了。显然，加了有属性的面粉进去，王熙也跟着吃了一口，不一会防御加100，只是相对光吃面饼来说，加的防御就很少。不过无关紧要，对于王熙一家子来说，主味道，次收益。毕竟个个生命破亿，防御破1000万来着，味道也很好，而且吃起来酥软有汁。如果不是你种的面粉，我都考虑用薯粉来着。母亲道。王熙也是发现，同样是肉，万般肉街可用面粉或者什么什么粉包一下。汪汪！外面传来狗子的声音，他的唾液已经流成一条线，掉在门槛上。
王熙搬了一条腿子肉丢给了他，感谢狗主人。王熙听到只有他能大概明白的狗话。第32章，白萝卜技能急速满增产。凌晨6点，王熙起床，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新宝贝紫薯、白萝卜、白菜已经长大了，成熟了，要去研究室瞧上一眼，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新属性？只是王熙起完床，在他的领域中探知到一名女孩正在跑来的路上，那人正是刘诗雨。第一次主动踏足他的领域，距离他家别墅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转身往返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走几步，来来回回不再前进一步，然后探着身子看向他家的阳台。王熙穿好鞋子前往阳台，他的暗淡眼睛微微缩了一下，赶紧整理动作往前正常行走，似乎才第一眼看见王熙，转过视线挥手，好巧，早上好，我现在去学校。说完这句话，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脚步很快。王熙能感觉到刘诗雨没有其他心思，只是为了打一场招呼，以此来感谢他馈赠的那块饼。很单纯，毕竟刘诗雨除了按照他的要求做，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馈给王熙。王熙笑了笑，等他走后，王熙也跟着去往研究室。只是王熙不知道的是，刘诗雨这一前往学校，整个学校都轰了起来。地级天赋，化身厕所战神 1v4， 单杀落少，不掉血的精彩故事，全校学生震惊，全体师生震惊，惊动市长林海。他的命运齿轮从王熙馈赠的一块饼开始开启了转动，王熙小小的帮助却是他命运改变的开始。白萝卜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点技能极速。紫薯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点移速。白菜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点攻速。白萝卜、紫薯、白菜分别增加技能极速、移速、攻速，这是除了4大属性之外更具性价比的实用属性。移速攻速可以统分为敏捷，相当于第5大属性，这属性决定你的攻击频率以及灵活能力。而技能极速则是减少技能 CD， 技能极速越高，越无限趋近于林坎德拉，相当于无限技能。王熙掏出小本本记录下来农作物的属性，并且在这3种属性下画上三角形符号，表示着重需要研究的属性。除了这3种属性项，还有暴击伤害一项，玉米与花生则没有，而且它们不按克算，是按一个整体来算，也就是说食用整根黄瓜加属性。一番总结后，王熙种植另外3种农作物，只是到了它们成长起来，王熙开心地拿出小本本时，发现属性重复了。黄瓜效果，食用增加2000点生命值，并增加100点恢复力。确切的说是出现了2种属性，其余2种农作物也如是出现重复。多项属性新增属性一项，魔法吸血。王熙意外，但没完全意外。这种现象其实我也预想到了，属性就那么多，而农作物却是成千上百种，如果没有相同性质但不完全相同性质的农作物倒是奇怪。通过拥有多项属性的农作物与单项对比，多项有多项的好，单项有单项的好，单项专一增长迅猛，多项比不过，但多项兼顾到其他属性，全面发展，看个人需要。不过对于王熙来说，他希望是单一属性，毕竟单一属性增长属实猛，这是多项无法做到的。而且更希望是攻击，目前集齐了生命、防御与精神，主属性就差攻击属性了。只要出现了攻击属性，就可以形成完整的4维属性。攻击属性也是战力提升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可以说攻击在其余3大主属性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即使客观角度上4维属性紧密联系，无区别划分，但人们心中对于攻击属性的渴望要远远大于其他3维。好比某联盟，喜欢玩肉的与伤害高的，哪个更受欢迎？毕竟肉是挨打憋屈，高伤害是打别人，所以攻击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带着这份期待，王熙日复一日地进行种植着。然而7天时间过去，在店里买的所有品种都没有出现攻击属性，哪怕多项属性的农作物中也不沾1点攻击。王熙没有气馁，只是略微叹息。站在院外，王熙举目望去，皆是翻新过的土。仅是这7天时间，王三丰干了200亩地，而种植却只种了30亩。尼玛，研究速度赶不上开荒速度啊！哎，没办法，我就继续种植小麦、稻穗、油菜花。王熙花1天时间又种植了40亩，稻穗为20亩，小麦与油菜花为10亩，这样他的心底平衡一点。然后他回到研究室，不再继续探索，而是开启了研究工作。不能光只种这3种农作物，研究必须赶上来了。而且在目前已知的农作物中，移速、攻速、技能极速都是实用性很广的重要属性。王熙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他
它们落地并且产生的效果，尤其是技能急速，一旦满增产，搭配油菜花增加精神力，无限火力可还行。想到这，王熙立马闷头研究起来。这一研究，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院外70亩田土里，油菜花小麦稻穗已经发芽成长了起来。嘿，成了！技能急速满增产。第33章国际慌了。白萝卜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00点技能急速，技能冷却等于原冷却时间，1加技能急速100。别小看这100点，也就是说一个白萝卜减少了技能1半 CD。而且满增产的白萝卜不大，王熙2只手可以完全包裹住白萝卜，甚至还有伸长的小拇指，也就比地大一点。浓缩是精华，不像别的白萝卜，有的大的离谱，比100斤左右的女人腰还粗。这么一个白萝卜，一个人至少能吃10个，相当于一顿饭，可以增加1000技能急速。1000技能急速，100秒冷却的技能只需要9秒，10秒冷却的技能只需要 0.9秒。这还是只是一顿。王熙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刻，研究的尽头换来的就是这么一瞬。更令人惊喜的是，白萝卜成熟周期很短，只需2个月左右就能全面成熟，比起稻穗、油菜花、小麦要快得多。想到这，带着几包白萝卜种子，王熙起身前往屋外。这个世界万物皆可用种子，无需用苗。白萝卜可以先种，研究所产的肥料可以慢慢撒，不急。王三丰在。王三丰赶紧跑来，老哥给他的东西太多了，犹豫1秒，自己就真该死。只是下一秒，猛地锁向老哥手里的东西。白萝卜技能急速，食用增加100。王三丰离谱的瞪圆眼睛，吃吧。不是，我没看错，是100技能急速。要知道现在都没有技能急速超过100的一套装备啊！你这倒好，直接来100，而且还有3个白萝卜，也就是300技能急速。王三丰也不客气，双手如接圣旨，接过白萝卜，然后连带土啃了起来。上面的土含有 50% 混合型粪便。王熙解释道。10分钟后，王三丰一脸晦气的表情变为了惊喜。王三丰技能急速增加300，他的技能全部缩减 75%， 也就是技能冷却除以4。他的8秒裂空斩技能现在只要2秒，他的天赋技能不灭魔铠80秒只需20秒，他的其他小技能皆不超过2秒，有的甚至只需 0.2秒，成为瞬发技。我靠，我岂不是要快乐起来了？比我们班职业剑士浪客号称风男快乐所还要快乐。光是想想技能当普攻用，特别是小位移技能当走路用，丝滑飘渺一般的男子看着王三丰站在原地心像副本的迫切样子。王熙下楼离开屋里，来到了田土边，举目望去，发现视野到了尽头，也全是可种植的田土，没有一点杂草，就连路边的杂草也有处理过的痕迹，只有一些野花或者不碍于田土的小草茂盛长着，是一幅浓浓的山村景象，不再像之前荒草丛生破败不堪，就连大别墅处在这也像是遗弃在这儿的烂尾楼房。随后王熙将白萝卜种植起来。白萝卜生长周期短，能种一点是一点，至于存储条件，现在科技发达，虽然不比小麦稻穗便利，但还是能够长期存储的。1级生命值以及破1000万的防御，王熙额头没有渗出一滴汗水，不累且满足着，轻松再加上专注，一天时间过得很快。王熙种植了20亩白萝卜。一般情况下白萝卜种一小块地就行，但考虑到技能急速，还有官方也需要20亩才算够用，主要是自己整个2-3亩，这样就够长期吃。稻穗整个4-5亩，小麦整个4-5亩，油菜花整个3亩，他们家也就差不多了。回到屋，王熙冲了个热水澡，整个人更加精神气爽几分。闲暇时间，给林海发送研究报告以及所需要的新型肥料后，刷了一会视频。震惊！全国法师上线90级！震惊！全国辅助上线90级！射手类崩，全国刺客等级也上线90级，只有射手还在80。国外职业者羡慕了，我们怎么都特么上线90级了，他们才80，哈哈哈！告诉你一个惊天大消息，我国正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90级上线就是铁证，这证明有大量的80级副本被攻略。最近彩云市出现5个80级副本，近期静海市出现12个80级副本，热点全部被等级上线以及新出现的80级副本所覆盖。官方想要打压都打压不住，或许压根没打压。消息不止传遍全国，全球都闻着味儿了。事实也是如此，80级副本将会不断的被刷新，几乎量产式，就像70级副本遍地都有一样。这是发展下一个阶段必经的路程。而现在
显然显现出来苗头。看到这，王熙微笑，这说明稻穗与小麦的价值正在一点点发挥着，直至巅峰。他很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最不乐意的自然是铺张浪费。所以王熙之前看到刘诗雨吃完还舔手指，对他印象更好。作为农神，他更清楚粮食的不易，这几乎注入了他的心血。与此同时，国外不少人慌了。华夏除了射手，全员等级上限90，可笑，竟然以为能藏得住吗？ TikTok 都全是他们等级上限，刷新大量80级副本的热点，可官方却没有明确透露任何东西，还藏？八嘎，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但是不一会，他们就无比郑重起来。能够做到这样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的顶尖战力已经比我们老大更为强盛。目前老大才刺客等级上限90级啊，这还是机密，没有给予国民刺客等级上限权限，而他们官方却藏都藏不住。他们全国都在刷新副本，5个职业，4个已经等级上限90，只有射手还没有完成。能够做到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我肯定不久射手也会上线90，全国等级提升90啊，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但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想不通，可这到底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哪怕出了一个天才，100个天才，1000个天才，80级副本也不是随便能打的。可华夏给他们的答案是，他们随便吊打80级副本。第34章，上百亩田，源源不断的资源。这种原因只有一个，能够因为他国副本上线，全员等级上限90而陷入的恐慌的人，至少也是高层。而且这种问题的答案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只要细想就能知道，他们一定出了一位后勤职业者，是重器级，比如附魔师、锻造师、技能师，这些都可以属于后勤。他们一个简单的附魔，或是装备，或是一个技能，就能提升相关职业者的战力。那么要创造出非常顶级的呢？该职业全员大受益，战力大幅度突破上限，能与世界副本抗衡，并且达到这个速度，才是唯一可能。也不能这么说，除了后勤，还有另一种情况。听到另一种，在一间会议室喝茶的中年人都眯起眼睛，似乎大忌都没有将这种情况摆在台面上。这种事情不用猜，查，他们就算想藏也藏不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够大量攻克世界副本的原因会浮出水面的？他们好像也没藏，否则的话，等级权限不会给予国民了，这样也不至于 TikTok 等各种网络社交平台全是他们的热点。高傲自大做法，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宣告他们开始出众了吗？第二天天蒙蒙亮，王熙起床前往阳台。王熙哥，不用每天来打招呼，你从这里去学校要远很多。王熙站在客观角度说。刘诗雨走了，低着头走的。王熙的话让他感到王熙对他产生了厌烦。刘诗雨，下午来一趟吧，我有东西给你。小姑娘终究是小姑娘。刘诗雨紧紧书包的背带，没回头，只是点了点脑袋。王三丰睡眼惺忪的出来，听说刘诗雨在3中杀疯了，打得洛少以及那几个不知名的劣迹少女永久性残废，林叔都去找他，然后把洛少以及相关劣迹同学全部开除，据说还要开庭，但是林叔全权代理。林叔指林海，永久性残废指生命值归零，生命值归零后相当于普通人，之后造成的伤害可伤及五脏六腑、骨头、神经等，直打人类最脆弱的部分。这个时候造成的损伤只有传统医术能治，如果传统医术无法解决，就是永久性损伤，成为了学校风云人物。王三丰还不懂为什么刘诗雨突然牛逼，可近期他打招呼便已经想到了有哥插手。你呢？王熙没有在意，反倒支持，公道自己1比1讨回来才是真解气。我，王三丰戏精上身，伤心想哭道：你弟低调的一批，除了在副本里肆意挥舞，其他时候我只是普通的高中生。王三丰一边做出武打姿势，一边道：我要是像刘诗雨，他们抗得住我一击吗？光是血量都压死他们了，简直是降维打击。不说了，我也去上学了。王三丰离去，王熙在阳台再待了一会，前往研究室开启下一种农作物的研究。现在盐口乡遍地都是可种植的田土，而他却是不能够种个满。满增产的农作物就几种，而未满增产就像畸形作品，不符合王熙的种植要求。不过王熙没有迫切的情绪，总有一天种满盐口乡成千上百种农作物。而眼下既能急速满增产，同时移速攻速都有一定的增产。幸运的是，玉米与花生由于技能急速所需新型肥料的诞生，有了大增产。王熙每当制造新型肥料或者新型调和土时，都会让各种农作物试上一遍。玉米、花生的突破性进展就是本次试出来的结果，这是关键性的突破，相信不久就能够实现满增产。
至于高亮，有突破，但不多。暴击伤害虽然也是提高战力的指标，但它建立在暴击率上，有暴击率，暴击伤害才能更好发挥。王熙打算先把高亮放着，移速与攻速是他着重研究的方向。下午时分，王熙把之前研究剩下的白萝卜、玉米、花生交给了刘诗雨，然后继续研究。研究的工作乏味枯燥，一般人无法坚持，但对于王熙来说，这或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满增产和丰收时刻，是他的向往。还有看到满山遍野的农作物，也是。又1个月过去，玉米效果，食用1粒玉米增加1000生命值恢复。花生效果，食用1粒花生增加1000物理吸血。玉米与花生实现满增产。王熙高兴妈了，前往田土种他个20亩，再看看之前种植的小麦、稻穗、油菜花以及白萝卜都有成熟的迹象，从苗到发芽到支棱起来、开花、结果，不出1个半月就会完全成熟，可收割。到那时就是大丰收了。尤其是白萝卜与油菜花，这是还未开始增长起来的2大属性，技能急速与精神力。大黑狗在田野间乱窜，似乎在巡视有没有小东西觊觎他家的大宝贝，带着敌意。偶尔能看见它撅起臀部，夹着尾巴，甩着脑袋，死咬大耗子或者捉虫。王熙乐观其事。种植完，王熙先是洗澡，然后坐在按摩椅上刷起短视频。终于，射手等级上线90级，全民职业等级提升。国外艺术家都在赞叹，我华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根据统计，目前80级世界副本已累计至少1000个。这80级副本还是世界副本吗？抛开国外不谈，只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了吧。看到这里，渐入佳境。只是还没看到90级的消息，不过想来也快了，最多2个月就是收割季。到那个时候，可不是之前10亩的量能比了，而是上百亩。研究期间，王熙也是赶着时间多种植了数十亩田，最主要种植的是小麦、油菜花、稻穗，毕竟它们为3大主属性。由于时间差的关系，至多2个月半，可能还有种植较晚，相互的种植时差距过大未成熟的，则算在下一批、下一批，形成源源不断的供给。而王熙不知道是，全国的确全员90级，可华夏高端战力已经上升到100级。京都，一名超凡组组长向魏侯进行月度汇报工作。超世界副本100级 BOSS 伪赤天神已完成攻略。超世界副本100级 BOSS 堕落使者已完成攻略。超世界副本100级 BOSS 青龙祭坛已完成攻略。超凡已经开荒到了100级，只要高层愿意，全国等级上限100级，并且开放90级副本。魏侯脸上笑容不减，一想到国外那些想要查却查不出猫腻所在的囧样，魏侯十分开心。他们露实力了，但没完全露。他们的底牌，也就是所谓的重器，只有一个。王熙第35章110级副本出。国外一处插满旗帜的圆桌会议室，数位穿着西服的中年人又展开了会议。看到华夏全员90级，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西巴，我们才70级，也就射手战士辅助到了80，这还是因为有老大帮助的缘故。他们倒好全员90级了，全球可有全员到90级的其他国了吗？一句询问提出，全场沉默了下去。坐在中心位的奶白色头发、鹰钩鼻中年男士，双手交叉，背往后靠。这位就是老大，繁星联邦也称繁星国的重权人物。说实在，华夏这次冒出大惊喜，令他也感到十分意外的。有种同一堂考试，大家都在势均力敌，你倒好，突然就爆发冲上去，霸榜了。繁星联邦最近也才拥有辅助90级，加上刺客，总共2大职业上限90级而已。我推测，他们高端战力可能不止全员90级了。饶是他繁星国渗透进去探查，也只是探查到可以说糊弄人的信息。高端战力全员80级传说套，有的已经装上90级王者装备，但这不是他们可以攻略的依仗，而是他们攻略后所获得的宝藏。有了宝藏，当然可以攻略之前攻略的副本，但没有宝藏之前，他们怎么攻略？不可能！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到了100级了吗？此言一出，众人议论纷纷。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攻略了90级副本。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断崖式的差距了。这肯定是繁星联邦那些坚持回国的博士干的。繁星联邦不乏一些顶尖的华夏博士。不错，肯定是了。尽管游戏降临现实，博士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后勤职业的博士，没一个是善茬。或许一个人可顶一个超凡团。对于小弟们所说，威廉不置可否。确实，最近有些博士带着我繁星联邦的最新技术知识强行回国，还有一个我们疏忽，让他偷偷溜走了。
那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足以顶10个超凡团的战力。威廉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只掌握着我繁星联邦最核心的技术，估计还藏了一手我们不知道的前所未有的超前技术，否则他不会这么急切的离开，一点也不。威廉说不下去考虑他们能给的好处，甚至把亲人丢在这里。好，那么应该就是他了。似乎极度生恨，他自有人咬牙切齿地说出来。那个人应该就是双职业者，机械师加锻造师邓峰博士。看着大家眼红的样子，威廉笑了笑。没有关系，让他们一时半会吧，天才不止他一个，相信很快我繁星联邦就能赶超过去了。众人一听，目光闪烁了起来。事实上，邓峰博士没有回国，谁都不知道去了哪儿。相关部门一直在寻找，却人间消失，杳无音信一般。连带还有群回国的博士，只有少数部分真正回了国，投入到相关研究当中。京都总部，汪总部长注意邓峰博士很久了，虽然他和王希博士比差了一点，但按照标准来说，他也是重器级的存在了。再加上那么多博士消失，不止我国，其他国家的博士也存在消失无踪的情况。有阴谋啊！正因这事，汪总部头发都白了不少，连打电话问候王希博士的时间都少了许多。毕竟，未知才是最可怕的。而那些博士可是一个鼎翼超凡团，要是凝聚起来，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威胁，无论自身还是国际上。正在这时，秘书前来汇报工作。汪总部长，过江市出现了110级副本，已被秘密转移。110级副本已经出现了吗？汪总部瞬间大喜，那群人肯定想不到，他们已经开始攻略起110级副本了。就连100级副本，他们都有100个多个了。又是1个月过去，故乡的稻穗小麦油菜花初入成熟。王希刷着短视频，发现射手最先突破了100级上限，80级副本全面公开，全国总80级副本数4000。央视新闻，我宣布80级副本对于我国不再是世界副本，所有高级职业者皆可向80级副本发动攻略。高级职业者指满级，接近满级，但战力却无法踏入超凡。这一刻，全国高级职业者狂喜，80级副本必出传说材料。兄弟们，冲啊！短视频都被高级职业者刷爆了，这无疑点燃了国民低级职业者的刷级的心与肝。传说在80级之后不再是稀有，而是标配。王者级，那在80级只能算普通套。王希不得不赞叹，变化之大。王希寻思，不知道官方还需要我这农作物吗？感觉有了之前那点粮食，已经是乱杀了吧。王希这样想到，随后将想法抛去一边，官方不需要更好，毕竟有属性的农作物不止属性，做出来的食物味道也很好。不过想来不可能，好比金钱，无论是稻穗、小麦，只要是有属性的，多多益善，可以分给更多没能享受的人。刷完短视频，王希前往研究室继续研究拥有1速攻速的紫薯、白菜。紫薯与白菜在这1个月都有进一步增产，非常稳定。只是国外不淡定了。经由华夏这场新闻联播正式表态，繁星联邦以及诸国紧急展开视频会议。西巴80级，80级变为了国民可攻略副本，80级副本数4000，我们才多少？5个80级世界副本，华夏这是吃了什么激素吗？这么猛！第36章国力提升，繁星联邦急了，大家现在慌的一批，说好的差距越来越小，没曾想差距越来越大。威廉脸色沉重，他也没想到自己说好的赶超，竟然变成了笑话。繁星联邦目前全员高端战力90级，但是也不可能说让全国高级职业者攻略世界副本，比如材料不到位，装备数量少，无法供应高级职业者，攻略方案不完全，高级职者前去就是送死等。而这期间至少发展3年才能做到让高级职业者攻略80级世界副本。华夏完成了这段时间的发展，这意味着华夏目前攻略80级副本的装备体系完全，附魔体系完全，技能体系完全，攻略方案体系完全，材料供给充足，能够保证高级职业者安全的情况下攻克副本。这在我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华夏在速刷80级副本，无脑速刷的那种，只有速刷才能缩短时间。他们究竟是在怎样速刷副本？是否已经攻略到了100级？越细想，威廉的脸色越难看。他太好奇了，他们到底是在以什么方式，以什么手段，以怎样的速度速刷着副本？而这也是诸国关心的。可无论用何种方式，都无法得到更加详细的信息，藏得极深。视频会议里，各个人的面孔急了，都急了。几天后，王希就看到了这样的事。那是一部分外交视频，数国外交针对华夏外交提出来审问式的质问。可耻，
掌握了核心的技术，你华夏难道不分享出来一点吗？这样自私自利是对国际有益的损失。我方强烈要求华夏公开80级世界副本的攻略数据。我方复议，繁星联邦复议，否则你就是藐视国际，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太想知道了其中的猫腻了。只要有攻略数据，他们就可以分析得明明白白。不是分析得明明白白，应该是看得明明白白。华夏的底牌，这是阳谋，针对官方的阳谋。然而，华夏的外交的态度也很明确，面对众国的审问，不惧不卑不亢，态度坚定，语气斩钉截铁。我方不予公开任何攻略数据，这个问题如还有疑问，我方将不予任何回答。死！咔嚓咔嚓，一道道拍照的闪光照在外交的斯文却异常正气脸上，这意味着华夏的底气十足到可以藐视国际的地步了。他们现在的国力究竟还藏了多深？一张张外交人的面孔都十分的难看，唯有繁星联邦的外交秒变脸，礼貌笑道：“我希望您方是友好的，我们可以不要求公开攻略数据，但希望您方能够共享90级以及100级副本的产出资源。”华夏外交笑了笑，贵方的提议非常好，但我们哪有90级副本、100级副本的资源？您可看到了吗？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戏耍了。是个人都知道，你华夏100级副本都有了吧？90级副本随便打了吧？但往往这样，那么华夏就更加令人忌惮了起来。敢戏耍，这无疑是对自己的实力充其的自信，自信到可以封国，不接受、不需要、不屑他国资源的地步。这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炸裂的。然而，他们却不敢说真和华夏切断资源来往，他们更加确信华夏本身拥有大资源，这个资源让他们可以在国际上无理取闹的地步。好奇，十分好奇，哪怕繁星联邦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就在这时，华夏外交继续发言：我们可以共享90甚至100级等级上限权限，但我们只会给予友方，并且帮助友方攻略世界副本，并共享我方所有资源。若听一半，外交们都大喜。给予等级权限，帮助攻略副本，共享所有资源。但是一听完整，尤其是友方2字，某些外交牙痒痒的瞪着说话的人，当然也有笑得合不拢嘴的外交。这一下，刚开始沉默不言，现在态度坚决，帮助华夏外交说话了。队伍一下子有了站队，泾渭分明起来。你知道你现在说的什么话吗？繁星联邦的外交意味深长道：你可敢为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外交沉默不言，但脸上的坚定与笑意不减。这一幕无声胜过了有声，咔嚓咔嚓咔嚓嚓，纵横交错的拍照闪光蜂拥在华夏外交的脸上，哪怕记者浑身发软，摄像机差点脱手。这绝对是国际历史的大转折、大里程碑，历史重大事件之一。繁星联邦的外交手心渗出汗水，嘴脸因为紧张、惶恐、不自在而抽筋。我再三问你方，确定是要这个结果？外交正准备回答什么，忽然手机响了起来。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牛逼，能够在国际重大场合接电话，你这名外交算是全球历史第一人。外交接完之后，7分神秘，3分微笑。最后，外交视频到了这里结束。王熙不知怎的，压力山大了起来，仿佛有尊庞然大物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不至于吧？或许那一点粮食以及其他各位种种的贡献，比我预知的还要杰出，影响力更加巨大吧。王熙很快恢复平静，一身轻松。他已无敌，国家请随意。他们玩阳谋，那么自己玩的就是态度。这一下，王熙的手机不断弹出一条条微博、短视频以及浏览器的帖子，都在诉说这件事。而帖子下方网友的评论也是一条条霸气无比，最多的就是牛逼，掀起全民浪潮。同时，全球都因为这一次而轰动了许久。当然，因为这次的霸气，华夏超凡们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加忙活了，几乎加点加班的刷副本做工作。骄傲没有让他们膨胀，而是利用一切实力尽可能的提升，一步一步做到最高最高最高。110级副本正在逐渐出现在华夏国土之上。第37章无头骑士。一大早，王熙来到田地边最高的土坑上，上百亩的农作物及50亩稻穗、50亩小麦、50亩油菜花、50亩白萝卜以及10亩玉米和10亩花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率先收割，尤其是王熙所需要的那部分：5亩稻穗、油菜花、小麦、白萝卜、1亩的玉米和1亩的花生。好比在网上购买的物品，需要等3天，现在自己动手就能拿。你选谁？王熙当然选择自己动手，不用等到全面收割的时候，专业团队前来收割，
然后自己拿现成的。这一次丰收的有点大，王熙打算叫上爸妈还有老弟全家来，都试过一生命值，不会累，主打参与感、收获感，否则光自己一人收割，以前收割的少，现在是多，他们反倒不乐意。爸妈一口答应，甚至在王熙没提出来之前，就已经穿上了胶鞋，拿好了装备。针对收割这件事，他弟都是专业的，爸妈自然专业，都是农家出身，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这王三丰眼看就要收割了，他倒是在外面鬼混2天了都没回来。母亲生气说，但心底担心着，2天也没打过电话或者发过消息。孩子长大了，不要老是以前的方式对待。父亲平和说道，只是到现在还不回来，是该打电话问一下什么情况。王熙没意见，2天了，连点消息都没有。要不是他破5亿的生命值，还有破亿的防御，他都担心是不是被人给制裁了。但现在年轻人不想家很是正常，所以也没甚担心的。父母出来时没带手机，王熙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老弟的电话，多20秒左右，电话接通了。一听到王熙说要收割的事立马制止，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开始，千万要等我回来，现在这边出了点事，解决完马上回来。放心老哥，我能处理。王熙挂断电话，具体什么事他没有细问，他还是比较放心王三丰不会做什么大反派作为，遇到什么危险？什么危险？所以王熙支持他的作为。只是收割吗？那就不等他了，留一点萝卜让他拔就行了。狼烟山一处深潭，一只2米高的无头骑士猛地窜了出来，悬浮空中，散发着黑气，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王三丰探知，却发现这无头骑士没有属性面板，但给人的实力却比他平时挑战的50级甚至60级副本都高。要说60级是一只小卡拉米，这无头骑士是一条神秘物种，无法清楚探知其实力，很厉害。王三丰眼中冒光，无头骑士，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出现在这个毛都没有长齐的未成年面前造成一丝恐惧，他好像在欣喜。短暂的寂静，无头骑士手中锈迹斑斑的断刃劈在了王三丰的头顶，吭！无头骑士紧接再是一刀，这一次他用了双手，用尽全力，吭！断刃再断，他只感觉劈在了坚不可摧的合金金属。反之，他被弹出数米。无头骑士显然是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拥有一定的智慧的神奇物种。他虽然没有头，也能感觉他此刻很是懵逼，手足无措。1个小时后，无头骑士的铠甲分成了4节，双护臂、双护腿以及中心部位的铠甲。王三丰掂量了一番，很重。更加惊奇的是，铠甲没有面板显示，这在游戏融合现实的世界是只有在普通衣物身上才会出现，可眼前之物显然不普通。王三丰全力一击对其造成了损伤，可下一秒铠甲就自我复原了，这触及到了他艺高中生的知识盲区。没事，带回家给哥看看。一想到家里要进行收割了，王三丰不再迟疑，动起身。等等，2名穿着便于战斗的紧身服饰的人士拦住了王三丰的去路。一名是成年女性，没有化妆，短发，散发着十足的成熟女性魅力；另一名是男生，平头，有胡渣，正直沉稳。此时他们的脸色都带着不易察觉的忌惮与震惊。刚才他们看到了全部的打斗过程，眼前的少年在无头骑士的劈砍下没掉一点血，防御力之深厚让人无法探知，不是深不可测。还有他的技能，那一套散发不小的威势的湛蓝铠甲明显是他的大招，却是冷却极低。还有他们认识的战士技能10秒 CD 却被他当平 A 使出来，这个少年太神秘了，神秘到恐怖。你好，我们是刑缉部，你刚才所击杀的无头骑士是我们正在追击的对象。尽管如此，也不能影响办案。刘庆伸出自己的身份牌。王三丰看了一眼了然。官方刑缉部比刑部权力大一点，拥有先斩后奏之权，例如清剿邪教组织、追捕逃离副本的高级妖兽、探索出现的神秘遗迹、墓地等，只要该事件判定为抓死不抓活或者特殊事件，都会交给刑缉部，是非常庞大的一所部门，重要性仅次超凡。仔细观察他的反应，刘庆认定是正常人，按照正常流程进行下去。之后，王三丰打爆无头骑士获得的铠甲上交了上去。王三丰不愿意细扯，妨碍他回乡收他家的麦子，所以一一配合。配合完，赶忙离去，跟着他。只是一走，刘庆便说道：“这种看似少年，实则深不可测的人物，已经被判为危险物种，危险等级只比无头骑士更高。无头骑士实力至少要达到70级职业平均水平，而且是以团体形式来判断。而这小青年却是硬生生的自己干掉了，他的等级绝对不超过60级，连级数都没有达到，在任何时候都足以致命。
话音落下，便紧跟而去。只是一路追随到出现在某一路段，两位被拦了下来。止步！刘庆震惊，旁边的平头大叔震惊。仅止步2字仿佛洪水猛灌耳中，出现短暂的失明，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紧裹心脏。心悸，他们已是高级职业者中的佼佼者，能够对他们直接影响者只有超凡。第38章，技能极速5000加。岩口乡往来的人不多，可以说只有王熙一家，还有一些老乡民以及刘诗雨了。王三丰沿着混凝土一路跑来，刚兴高采烈，看见老哥以及父母已经在乐此不疲的收割，赶忙前往地里抢着做了起来。此等大事，少一滴汗水真 TM 该死的那种。王三丰不想游手好闲，看着王三丰如此卖力，王熙不打算亲自动手了，交代一下哪里是他们可收割的田，然后与父母离开。父母着手准备午饭，刚采摘的白萝卜以及玉米、花生都可以拿来做成菜。白萝卜可以炖汤，玉米也可以炖在里面，花生也拿来炖，一锅炖。至于油菜花，则需要拿来打成菜籽油。父亲则收拾一下仓库，处理收割起来的小麦、稻谷。仓库的系统非常好，连王熙也没有想到，只需放在相应的仓库地点，就可以做到晒干存储，稻谷与稻穗分立，无需自个再次动手。系统全面，技术先进。不过这个世界可没有小男孩什么的毁灭级导弹，前人不是没有过思绪，但想要实现比原世界难 N 倍。好比玄磁导符，原世界很难突破关键性技术，而这里却轻而易举。刘庆与平头男回去了，他们没想到那个路段居然是封闭的路口，不准任何外人进出。超凡把守，那位超凡还表示可以让那小青年加入航机部。行机部虽然人多，但硬实力不够超凡硬，再加上行机部近期的任务越来越多，竟然出现缺人的情况，那小年轻正好合适。刘庆哪里敢反对什么，回到都川行机部所在点，便把这事报了上去。下一刻就有了针对王三丰的聘请文书。一般情况下，引荐不会直接发放聘请文书，而是要进行一番测试才行。可以说上级对那小年轻很看重，用快递的方式送过去。是。刘庆回道，随后出去领导办公室，按照指示，聘请文书以快递方式寄了出去。技能极速加1000，物理吸血加50000，生命恢复加80000，生命值加10000，防御加。一顿饭，一连串的属性都在毫无阻碍的增加，还在味道鲜美的情况下，比平常胃口好，吃得多得多。王三丰嘎嘎猛干，特别是白萝卜加技能极速的当饭吃，一不小心就加了3000技能极速，意味着王三丰相当于吃了30个白萝卜的量。虽然主战职业者比其他人吃得多，但吃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在强撑。尽管如此，王三丰依旧猛干白萝卜，导致汤里的白萝卜全部被吃光。尼玛，跟喂猪一样。只针对王三丰，他们吃饭比较斯文。王熙感慨，好在是10亩田的白萝卜，否则1亩田根本不够吃。吃饱了，王三丰揉起肚子，技能极速加5000是他的极限，碗里还剩下点饭。王三丰欣喜，5000的技能极速相当于100秒的技能 CD， 只需 1.9秒，10秒的技能 CD 则是 0.19 坎德拉，技能压根就没有 CD 了。你好，东风快递。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道喧声。王熙本来想出去的，可没想到大黑狗率先跑了出去，再回来时含着一份专门包装文件的快递袋，撕开，里面竟是一道聘请文书。王熙仔细阅读了一下，不是他的，是王三丰的。这是你的。王三丰接过，发现名字确实是他，没有写错，身份证、年龄，甚至在哪所学校读书都有。我入航机部了。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母亲拿过去一看，皱起眉头，担忧之心表露在眉心。怎么回事？你才高中生，行机部怎么会给你发聘请文书？王三丰将之前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王熙查看一遍文件，文件并没有作伪，是行机部的印章，就算作伪，到时候前去行机部查验一下即可，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从哪个方面，这聘请文书是真的？可以的，行机部人尽皆知，是非常厉害的部门，仅次于超凡组。但凡实力与超凡擦边的职业者都在航机部里，至于加入航机部危险，杞人忧天。可母亲却不支持。王三丰一副失落的模样。王熙摇头道：妈，让他去吧，他还是高中生，但凡上了大学毕了业，我都不至于。母亲道。王熙说出一些例子，很多人除了 SSS 级 SSS 天才，早在高中都被各个部门抢了预定了。试想一下转职的时候 S 那些天才被部门看中，何等风光。
全校的女孩子、男孩子的目光都围着他们看。王三丰肯定是站在人群看的那个人，因为他才 A 级，所以他肯定憧憬过加入航机部 E 或者其他官方热门部门，比当明星风光。如今有机会，还是行机部，王三丰肯定是想加入的。况且他的一身实力压不住，需要发泄的地方，正好行机部就是一个合适的部门。王三丰若是知道他哥想什么，定感动流泪，实在太了解他了。王熙说了一大通，父亲也跟着支持，母亲一阵阵退步，最终妥协，全家支持。多吃点，这米可是加生命值的，还有这用面粉刷了一下的肉。显然母亲并不知道此刻的王三丰的属性是什么概念。生命值估计连续累计下去破10亿，防御破5亿，真的三角大海域都去得。行机部像一个赤练蛇洞，强行塞下成年的花纹蟒蛇，塞得下又如何去不得？包括他王熙，虽然是一个生活职业，也可以去行机部玩玩，不过他没兴趣，盐口乡的土都还没种完。母亲也同意了他的要求，王三丰就算死撑了，也要吃下剩下的米饭，主打不浪费粮食。饭后剩下的就给狗吃。汪汪！几天后，稻穗、小麦、油菜花、玉米、花生完全成熟，大丰收日。第39章刷新130级副本。京都总部，汪总部手里的报告显示，他们已经攻克了所有120级副本，还刷新了130级。这个速度是十分炸裂的，通过2项报表的属性根本不掉血过关，无论是110级副本还是220级副本，一视同仁。然而到了130级，魏侯坐在一旁沙发上叹道：很遗憾，我们目前止步在130级副本了。汪总部仔细观察着报告，简单点说，装备还没更新120级，你副本就打到130级了。目前华夏的装备进度处在110级，120的装备尚不成熟，更不用说130级的装备。用110级的装备越级打130级的副本，横跨20级，到底是超世界级副本，伤害显然不够看，打出来的伤害没有 BOSS 的恢复能力强。要说对拼，谁都打不死谁的那种。想到副本 BOSS 乱揍他们乱揍 BOSS， 卧龙凤雏般打架，魏侯又气又笑。所以止步130级，汪总部没有意外，反而笑道：这是必然预见的结果，开荒太快了，后勤的技术迭代更新需要时间。130级副本先放着，主攻110，次120，尽可能的将材料储备丰富，只要有相对等级的材料，就不用担心更新阻碍的情况。等装备成熟，130级自然水到渠成的攻略。以此类推，滚雪球，华夏不再受阻境界，只要沉淀足够就可突破，就像开了挂的天才一样。所以组织一点都不慌。嘟，电话响起，是林市长打来的，似乎预见到了惊喜。汪总部瞳孔凝聚光芒，秒接电话。喂，是我，林海，故乡的上百亩田可以收割了。好，辛苦林同志好些月的电话工作。领导说笑了，这才哪一点？如果没什么指示，我就去处理其他事务了。汪总部寒暄一句，挂断电话。林海最近工作不错，升职是必然的情况。魏侯站起来，电话免提传出来的消息让他有一点的激动了。他们忙于开荒，只有汪总部知道那位做了些什么，成就了些什么。汪总部如释重负的笑道：130级副本应该马上就可以攻略了。细说。魏侯激动请求。汪总部先说了王熙种植了上百亩的全部已满增产农作物，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他们倒吸一口凉气。当初的10亩稻穗、10亩小麦就能让他们400名超凡五祖畅通副本，如今上百亩，10倍，战略集中的战略及物资。汪总部接着说了新满增产的农作物，花生物理吸血可增加额外伤害，抛开恢复不谈，提高战斗力。稀有属性技能急速与主属性精神力组合，虽不是直接提高伤害，但也从侧面上伤害大加强。汪总部，我想亲自去一趟。有了这个结果，魏侯忍不住提议道，他想第一时间看到物资。另外，一直高强度工作，也很久没有出去乡下散散心了，记得帮我问声好。很快，魏侯与那位飞行超凡以及收割团队，通过飞行超凡带动他人飞行的天赋技能，向都川飞速前进。整个过程都是绝密，目的不是怕被他国所知，而是他国知道了王熙，不断派人来骚扰他，打扰他的正常生活。毕竟王熙无敌，而他的一家怕是比他们超凡还猛。属性值报表中的报表，汪总部长都时刻很想自己家出个像王熙这样的孙子了。只可惜他们家孙子连超凡的门槛都摸不着，就看最小的孙女转职会转职什么职业了。没办法，是人都有希望自己家的孩子
能跟自己见过最优秀的人做攀比啊！汪总部小寻思了会，赶忙处理其他的工作。第40章，爆表的蓝条属性。如果有职业者有远视的技能，就可以看到云端之上有数道拖拽长长的黑影从北向南而去。一开始，魏侯更加期待几大属性中的一项精神力。精神力越多，使用技能越不用考虑消耗，技能组合连招都可以进行重组，伤害最大化。不说跟加生命值一样一顿饭1000万，只要给我们再加10万精神力，就可以攻克130级副本了。130级副本最终都是精神力消耗一空，你一拳我一拳平 A 着打，哪里能有伤害？ BOSS 血量越打越多，可有足够的精神力不一样，伤害至少翻上10倍，持久性10倍以上输出，130级 BOSS 顶不住。想到这，魏侯更加迫不及待了，眺望前方，心中仔细计算着到达都川盐口乡的时间，大概1-2个小时。终于抵达盐口乡，还没先去探望王希博士一家，看到道路两边的农作物，油菜花、白萝卜、花生、玉米等。王炸！魏侯感觉自己的目光属实短浅，他看到白萝卜就地大，吃一个加100技能急速，他能吃100个。油菜花一克加1万精神力，只要不出事，他能喝1吨。而白萝卜加油菜花，爆表精神力加爆表技能急速等于双王齐出，王炸！无限火力，什么配套？什么连招？技能无脑乱砸就行。魏侯狂喜，只是下一秒恢复平静，前往王希博士的别墅院子。此时，王希已经在外等候，在他身边还有一条大黑狗子。飞行超凡，每当看到大黑狗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连狗不如。大黑狗至少2000万加生命，在场只有魏侯可以和狗子比。反观魏侯，深深地叹了一下王希，王希的生命在他之上，狠狠之上，无法比一点。王希博士，魏侯先是鞠了一躬，再与王希握手，今非昔比，恐不如斯。博士所做的贡献，是我们无法匹及的。这不是马屁，而是实打实的表露自己一身的敬佩。王希笑了笑，现在是饭点，要不先吃个饭？这就不用了。王希懂，内卷时代哪有那么多心吃饭？眼下收割完回去，估计又是一次猛干副本的浪潮。不过开荒副本与流水线不同，抛开危险不谈，那么就只剩下乐趣了。关键还背负着某一份责任。王希没有多说什么，自己那份已经收割完，剩下的全是他们的。在寒暄了一会，收割团队开始忙活，眼看实在太多，魏侯与飞行超凡也跟着去收割了。看手法，显然是学过的，而且十分细致，比起专业收割团队也差不了多少。想到细致、细节、细是超凡最基本的天赋，没有这个当不了超凡。王希也见怪不怪了。收割完，专业收割团队人手2个密码箱，包括魏侯与飞行超凡人手提了一个。这一次的分量实在是多，原以为到这里就目送客人离去。魏侯拿出一枚空间戒指，这枚空间戒指某款车钥匙的形状，看你好像差辆车，所以我就自作打算将这一台全球限量9台的玄磁 LS4 超跑给你带过来了，已经换上了都川车牌号。王希眼皮一跳， LS4 全球首个用空间戒作为钥匙，关键这枚钥匙还能直接将对应的车辆直接存储，外观与结构更不用说，奢华顶级。啊，这不算贿赂吧？我记得汪总部长好像说过不能送礼吧？有这回事？我怎么不知道？你先拿过吧，那边我会处理。他魏侯身为目前超凡的引领人，这点小事说一下就行，所以王希只管收。王希思量了一会，也就笑着收纳了。他确实缺辆车，玄磁超跑也是他全球每一个人想尝试的车型，这还不是有钱能买到，还要靠关系。眼见魏侯都送礼了，飞行超凡也按耐不住了，可打量了自己都除了钱只有部手机，送钱送手机，低俗。飞行超凡只能不是滋味的看着王希对卫队刷新另外好感。不行，下一次我也要准备份大礼。飞行超凡暗道。至于专业收割团队，一个个闭口不言，看都不看一下，真专业。见王希满意，魏侯满足了，算是他对极其尊敬不仰慕的人一种物质上表达了。慢飞，魏侯等人身形离地1米，然后转身向云端之上飞去。再抬头时，只有晴天白云。王希精神力勾动 LS4 超跑车钥匙，一辆科技感十足的悬浮超导，通体白银4座型悬浮引擎滋哑轻响，微微悬于地面。王希观摩一会，下意识就陷入观赏构造、设计细节来。草哥，哪来的？给我搞一辆，真心的，以后我把你当祖宗供着。下午放学回来的王三丰顿时惊讶住了。刘诗雨偶尔也会从这边回乡，看着院子里那辆悬浮超跑，紧了紧书包，
绕过了院子。新一批农作物到来，相关的部门立马开始了精确到1的清点。由于人手少，再加上此职业特殊性，不能随便招工，就算再先进的计算仪器也清点了3天2夜，一颗一颗全数出来，像数一桶沙子有几粒一般。好在有计算仪器，靠人来数，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完成清点还有数据报表、汇报表、复核表、转接手续等看似无关紧要，实则环环相扣，绝对严谨，不容出现瑕疵的流程。但大家都没有怨言，这每一粒堪称的上市黄金，不，比黄金所承载的意义还要重大。最后送入绝密级的仓库中，再由绝密级仓库取出一部分，送到专门为他而设立的食管部，就是厨师部。厨师总长王大胖手握1米长的汤勺，惊喜又异，有新的鲜物。这一次这么多，这白萝卜好啊，虽小但精。还有这菜籽油，我从未见过清澈如水的菜籽油。第41章，你已有取死之道。若是没有闻到菜籽油的浓香，王大胖绝对将它当矿泉水处理，这绝对只有神明才能创造的东西。好了，王大胖，收起你那疯狂的表情，太激动了不是？交接人员与王大胖进行核对流程，整个过程也绝对严谨，不容丝毫有差。交给了食管部，食管部众人忙活了起来。比起一般做饭不同，可以味道差，但绝对不能浪费一丝。技术要求十分高，可高端的食材就算不放盐，也绝不会差。中午时分，400位超凡再次齐聚食堂，全员物理吸血10万加，生命恢复10万加，最关键的100万精神力，技能极速5000加，全员无限火力级。在场法爷狂喜，控制爷狂喜，战爷小喜，哪怕射手多用普攻，也可以不断给自己的普攻无限制施加特效技能。原本一个副本只能用1次的硬核级技能1000秒 CD， 现在只需19秒。如果再给他们叠加下去，然而好消息就是，由于这次使用量大幅增加，他们还有第2盾、第3盾，直至1000秒 CD 硬核级技能只剩下1秒为止。精神力500万起。下午时分，华夏再度新进100位1000万级超凡。晚上时分，第一批1000万级超凡，精神力200万加，技能急速突破1万，1000秒 CD 只需9秒。次日，130级副本被全面攻略。再不久，华夏的副本再次刷新，140级副本出现。汪总部看着机密级汇报文件，心中感慨万千。无限火力再配上人手数个硬核级技能，硬核技能少，再来10个，不止作用于开荒。120级副本及以下，单刷速通，资源材料总获得数比之前增加400倍。是的，我没有看错。汪总部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确认了顶级材料每天数十万吨进账，材料仓库需要大量扩建，承认了这个事实。开心吗？开心，开心到有种受宠若惊。我们有王熙爸爸，不是真神，王熙真神。生命值与防御的出现，让他们不用关心躲避伤害问题，应对就行。白萝卜与油菜花，精神力与技能急速的出现，让他们成为了无限火力级，乱轰就行。副本漩涡都在因为副本里的硬核级技能乱轰而晃动。接下来，汪总部已经了解到，王熙正在研究含有移速与攻速2种农作物。这2样虽然也不是攻击类属性，但也是侧面加大战力。移速可以让它缩短与副本的距离所需时间，至于攻速，射手刺客职业将会比法师更离谱。汪总部国际最新新闻，秘书拿来一面平板，汪总部接过，平板屏幕中是繁星联邦以及他的小帝国友好握手的画面，双方都笑得很开心。举国同庆，繁星联邦全国职业等级上限90级，这是否意味着繁星联邦已经在攻略90级副本了，或者已经攻略了90级向100级副本进发？不愧是世界第一国家，是我们的前驱者，请敬请期待。同时，繁星联邦还表示将会尽快帮助樱花、辣白菜等国家尽快攻略80级副本，争取不想用繁星联邦的等级权限，自身拥有真正的90级等级权。各国送上最高的礼仪，表示尊敬。礼仪后是双方笑脸对着镜头握手的画面，十分风光，大半特办着，仿佛在告诉华夏，这就是代价。我们已经全国职业90级了，光看等级不看体系完善的话，双方就差40级而已，还是有压力啊。汪总部揉了揉眉心，笑着说。盐口乡，刘诗雨路过王熙家的院子，院子里 LS4 超跑的气浪声锐利却不炸声，像听着潺潺流水声，耳朵很是享受。哥，我真不想你送我去学校，我不想装逼。王熙眉头一挑，我只是单纯想去看看母校，顺带送你去。装逼？你哥，我是装逼的人吗？好说一通。正要继续说，看到了刘诗雨，
刘诗雨紧紧了书包带，继续朝前离开。刘诗雨，王熙叫住：“你过来，我也一起送你。”不用了，快点。王熙大概了解刘诗雨的性子，所以态度强硬了一点，似乎在做决策。刘诗雨停下脚步，好一会才转身过来，走进院子。大黑狗摇着尾巴凑近刘诗雨身边，黑鼻头吸了吸，记住它的味道。上车，两个人坐往后车厢。王熙在主驾驶位拍了拍方向盘，挪挪屁股，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质感踏实又柔软的驾座上。舒尔的引擎声响动，超跑像在一条平稳轨道上滑出院子。在前往学校之前，王熙先去一趟刑机部，今天是王三丰报到刑机部的日子。到了刑机部，刘庆主动出来接待，只是看到他哥后，眉心皱成了川字，同样深刻不测。危险！究竟是人是什么东西？看到后车厢的少女，刘庆的神色才缓和下来，只是他不一会就又皱起来。他的防御比自己高，防御很难察觉。刚才刘庆使用了特殊的感知技能，才察觉到少女的防御，不是像探王三丰与主驾驶位上的男人无法探知，是清清楚楚比自己高。这压下惊诧，刘庆回过神，今天只是登个记，再加上你还是高中生，面临着高考，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你现在执行什么任务的。好，王三丰一边跟着刘庆离开，一边介绍着刑机部。现在在学校如何？见王三丰离开，王熙问道。很好了，凭借接近超凡的防御，就算有人来找他麻烦，刘诗雨也不怕了。王熙没有多问。不一会，王三丰出门，搭上超跑，前往学校。一路上有不少正在去上班路上的年轻人或者骑自行车的学生看过来。到了学校里面，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靠，悬浮超跑！靠，王三丰，刘诗雨，这谁？好帅，简直是王三丰的至臻版。他哥！一连串议论声，直到一辆黑色落地式的超跑停靠过来，主驾驶位下来一名穿着校服的学生。那学生看了一眼悬浮超跑，转身离开，身后立马有几名男生跟随过去。别人都叫他骆少。王三丰解释，以前朝我们农村人都是土包，一辈子只配干苦活，连女人的手都碰不着，什么档次跟他穿一样的校服，还朝我吐过痰。王熙眉头一皱，有这事？好家伙，也有取死之道。第42章，当反派真爽。男厕所门口，骆少询问了一下开悬浮超跑的人什么来头，得到模糊的结果，大致就是王三丰他哥了。骆少不会欺负有点实力的人，在入学前他就学校里谁富贵谁有势谁普通，谁普通不如知道的七七八八。而王三丰是他们的同班农村人，他是万分知晓的，还知道他有个哥哥。搞笑的是，转职都转职出农民职业，令人笑掉大牙，不愧是世代农村家族。而此刻他不得不再次郑重起来，他记得自己以前有个些微的挑衅。打起电话，喂，南叔，帮我查一下王三丰一家。似乎想到什么，骆少冷漠说，我有理由怀疑刘诗雨那件人之所以实力大增，和他王三丰家有关。悬浮超跑可不是一般人档次能开，比他的超跑高几个档次，他想要很久了，可惜无法购买得到。哦，是这样，好，我会查一下的。骆少虽被造成了永久性损伤，但损伤的部位较轻，还有他可不愿意调到其他学校，通过种种关系下又回来了。这件事没完，就是他。就在这时，厕所门口出现了两个人，说话的口气像个反派一样。骆少一看，正是王三丰和他的哥哥王熙。王三丰润了润嗓子，王熙也跟着润了润。虽然他们现在很像反派，但站在反派角度来说，当反派是真爽。来到骆少面前，二话不说，两口痰吐在了他衣服上。骆少身后的男生眉头一挑，瞳孔一缩，脚步上前，可想到了什么，老老实实退了回去。那可是悬浮超跑，有钱还要有关系，没意见吧？王熙比骆少高出一个额头，居高临下的望着骆少，特么都无敌了，还让人欺负，自己不行，家人不行，之前受的也不行，谁来谁不好使。骆少紧握拳头，他万万没想到，居然敢！整个都川还有人敢惹他，这相当于惹他法爷世家骆家。但骆少很快平静下来，松开手心，低着头，一声不吭，但身子板直硬，很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卑微主角之感。衬得王熙跟王三丰像反派，不过真的很爽，即使这种爽很低级。王三丰再吐他一口，吐脸上。王熙的底线，谁敢欺负咱们，1比1，1比10，1比100，1比1万还回去。作为科学家，心底都有一种疯狂，这便是王熙的疯狂。饶是上万人欺负咱们，
上万人该被摧毁。王三丰虽然不想，但还是毫不犹豫朝着洛少脸上吐了一口老痰。有些人天生贱种，仗着自己法爷世家，喜欢欺负人，更关键还是小挑衅，例如对你丢纸屑，偶尔碰你一下，不断骚扰底线边缘，等你受不了反弹为止。洛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嘴皮子时不时颤抖抽筋。记得下次给我注意一点，否则叫你爹还有什么阿七阿八来找我一起打，知道不知道？说出这句话，王熙哭笑不得。我堂堂一博士，一文化人，竟然粗鄙不堪。这或许就是实力摆在这儿，所谓的肆无忌惮吧。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或者欺负别人，没必要藏着掖着。扮猪吃老虎，起码受到欺负了也会吃老虎。不要憋屈。王熙不再说什么，离开。而洛少默默地看着，直到王三丰也离开，默默擦掉脸上的痰和衣服的痰，平静地离开。回到家，收起超跑，王熙双眼一眯，忽然伸手往身后一拍。刚才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一路跟随在他身后，直到现在，王熙才堪堪确定，这无形的东西蕴含着某一种生灵的意识，目的应该是观察他的。王熙这一拍，将这一股意识拍散，但这一手的规则般的绝对力量还没完，顺着这股意识，恐怕打击到了意识本人。至于结果如何，王熙不得而知，也不需要得知。总之，这一掌看似平平无奇，实则伤害无限大，穿透力无限大，破防能力无限大。跟洛少有没有关系，这也不是需要关心的。王熙眯起眼睛微笑，不过他们要是还敢过来骚扰，求之不得。生活在平静的小乡村，偶尔也需要浪花增添一下色彩，再加上自己一身爆表的实力无处发泄，久而久之，是个人都有些小压抑的。好比你偶然间看到某个露大长腿的美女跳着妖娆的身姿，欲火难耐。回到屋里，吃了饭，日常生命1000万加，100万防御值，100万精神力，上千技能急速，还有生命恢复加，物理吸血加。王熙的生命值已然破了5亿，朝10亿生命力靠近，防御破亿，技能急速1万起，生命恢复与物理吸血，先定个小目标，上个100万，精神力上个1亿，差不多了。令王熙惊奇的是，油菜花打出来的菜籽油透明不腻，焯了一盘菜，可以连带油吃进去，还不用担心粘锅的情况，浪费率极低，可以说忽略不计。接下来，王熙戴上了眼镜，抱起笔记本，前往研究室。在研究室，他完全是另一种姿态，仔细、认真、平静，还有虔诚与尊敬。然后开始研究移速与攻速，也就是白菜与紫薯两种植物，成熟周期都很短，2至3个月左右。到了晚上，王熙很遗憾，在他的领域内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夜晚一片静好。而王熙不知道的是，就在某处暗室，一名手握骷髅头权柄，头戴某种巨型乌鸦骸骨的枯瘦男人张大了嘴巴。就在刚刚，他得到了某位神明的全部神力，这股神力十分磅礴，浩瀚如汪洋。要不是他等级高，体质好，再加上有着神明的实力限制的9重禁制，只要日积月累达到标准，就能一层层突破禁制。否则，他得到全部神力的那一刻，就爆体而亡。还有，该神明的神格，枯瘦男人进行某种仪式，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仪式的尽头不是神明的虚影，竟是我自己。啊！第43章不是无视，而是根本打不赢啊！之后，岩口乡岁月静好，祥和平静。王熙沉浸在研究当中。移速与攻速可以统称为敏捷属性，紫薯与白菜2种属性有异曲同源，只要紫薯有了进展，那么白菜也会有进展。即使这样，难度也不低，或者说思路正确了，但排除很多路。一晃眼，时间荏苒，半年过去，期间也相继种植稻穗、小麦、白萝卜、玉米、花生，给官方形成源源不断的供给。包括自家虽然吃得多，但仓管的存储量只是逐渐减下去，而非吃完就必须等下一次丰收。天天都吃，生命值破10亿，防御破5亿，精神力快到达1个亿。毕竟不拿来当水喝，每天吃的量相对比其他粮食少。生命恢复、物理吸血等小目标达成，一身爆表的属性，王三丰都不敢轻易出手。要是没控制好，光是物理吸血的额外伤害，秒杀普通级超凡，更别说超凡以下的职业者。而王三丰如今的生命值快到20亿了，防御破10亿。至于父母，与王熙属性差不多，大头全在王三丰身上。他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走，不像父母甘心在乡村平凡待一辈子。连王熙有时候真想有人来找他麻烦。而之前意识本人至今杳无音信，确认是死的不能再死了。走出研究室，王熙伸了个懒腰，终于有了大突破了。一个白菜增加90移速，一个紫薯增加 0.9 攻速。90移速意味着1秒90米，
0.9攻速意味着1秒内多加0.9次攻击频率。吃10个紫薯相当于1秒9次平 A，10个白菜相当于1秒900米。不用担心产生音爆问题，更不担心用日积月累下超越光速，可以理解成小气球与实心铁球，含量不同，质量不同。估计移速会跟技能极速一样，满增产是100，而攻速的满增产为1。快了。王熙坐到沙发上休息一阵，顺便打开短视频看看。前不久有一条新闻说太平海域出现新板块，由群山岛屿以平原连接组成，面积是辣白菜国的20倍。这时候繁星联邦第一个跳了出来，繁星联邦决定举办超凡演习，谁能够获胜，那么该国拥有全权所属权，其中包括命名权、开荒权、驻扎权，包括不限于方圆10000米海域。繁星联邦的指示得到了国际上一致的认可，又是面对镜头与诸国握手的笑脸画面，这其中唯独没有华夏。他们的笑脸仿佛在说，这就是代价，洋洋得意着。你们牛逼是吧？外交在会议上接电话是吧？不共享等级权限与资源是吧？现在好了，没有你的份，你连参加演习的资格都没有。这确实很憋屈。短视频很多人都在评论，强烈官方必须做出回应。是啊，凭什么没有我们？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我们绝不受这个气，当炮灰算我一个，说到做到。+1，就看官方如何回应了。这一次大家都十分希望官方像之前那般霸气回应，否则咽不下这口气。就好像有一块公共的蛋糕，大家都饿了10几天，凭什么你们做主将我们排除在外？不负所望。就在今日，短视频各博主第一时间爆料，央视新闻提前直播，回应来了。华夏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视频中只有一位人，就是之前霸气回言、3分含笑却长相斯文儒雅的外交大使。首先我要对繁星联邦做出强烈的谴责，你们的作为是对我方的蔑视。平静的话却蕴含着不可侵犯的威严。我们可以有理由参加这次的超凡演习，也可以无理由的重新定义规则。就好像这次繁星联邦在做主张，无视我方在国际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参加超凡演习，但是新板块陆地的所有权，不好意思，我们会采取我们的方式竞争。视频到了这里结束，接下来就是 UP 主的解说，或者央视新闻主持人向全国进一步的叙述。看到这里，哪怕王熙也热血沸腾起来，好像沉寂在 DNA 的民族基因觉醒，很想跟着评论一句：都闪开，让我这个属性值爆表还不怕死的炮灰来，采取我们的方式竞争。这态度够强硬了，直白点就是强夺。这绝不是开玩笑，反倒敢把这次单方面召开的国际会议让大众们看见，直接证明了官方的决心还有自信。整个视频过程无时不刻都在彰显着此时的华夏非比华夏，是曾经上下千年的最强王朝，是现在强硬手腕的华夏，高高的凌厉起来了。然而除了友方，国际并没有做出回应。所谓的国际其实也就是繁星联邦，仿佛看笑话一般，繁星联邦看我们是个笑话，小丑。王熙没有继续关注，这事也轮不到王熙在意，他只能尽快将移速与攻速研究出来，然后进行一次大种植，先种植他半个盐口乡，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主打稳妥，一直到官方再次做出回应。这次的回应不是针对国际，而是自己家。央视新闻第18大副本定级会议召开，全国最敬重的人在台上感慨欣慰地通过屏幕向全国告知，我宣布100级副本不再是世界级副本，全国高级职业者可攻略，80级副本定义为中级职业者可攻略副本。事实上100级副本高级职业者早就刷起来了，只是今天走个过程，完成该有的仪式。全国同庆11购物节提前活动，1000亿补贴人人有份，拼西西砍1刀送10刀，企鹅装备技能抽奖概率提高 50%。 繁星联邦一遍遍重复着华夏第18定级副本会议，然后又一刻刻关心着华夏此时的动态。全国都在砍1刀抽奖做活动领1000亿补贴。威廉脸愁成了畸形，他大骂一口：谢特，这如何是好？100级他们全国都可以攻略100级了，他们超凡战力绝对不止110、120级，绝对到达了130级的水平。繁星联邦之所以无视华夏，是因为 TM 只要他这遵义参加，那新板块大陆的所有权 99% 可能属于他们，打不赢一点，这也是各国的共识。可现在他们隐隐感觉到华夏要做个不讲道理的人了。第44章职业高考，繁星联邦上面也顶不住华夏如此玩。国际上达成共识，繁星联邦有 90% 可能获得拥有权，
那么，如果华夏真敢像那位外交大使说的那么做，无疑，他们一定会元气大伤。但凡是两败俱伤，我们繁星联邦都不用怕，可怕就怕在如今的华夏，顶端的战力到底有多强？有多少个顶端战力超凡团？10换1，100换1，能不能拿下？繁星联邦不得而知。急呀！但通过已知的信息分析出来的数据，130级起步，绝对不是两败俱伤，极有可能是我繁星联邦单方面元气大伤啊！不可测，不可探，未知，这就是现在华夏可怕的地步。但凡知己知彼，繁星联邦真看小丑一样。威廉点了一根雪茄，抽上2口，滚滚的浓雾将他神色模糊。随后看眼信息，上面很快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我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请你方放心。之所以这次超凡演习没有你方，那也是你方自己的选择，很有礼貌。然而，选择？什么选择？我们什么选择不参加了吗？是你帮我做出的选择，你有资格吗？您配吗？而对方官方的回应，只能以粗鄙、不要脸来形容，跟之前在国际会议上的嘴脸一模一样。可越是这样，越证明他们的底气。首先排除纸老虎，因为他们现在100级副本确实向高级职业者公开，并且在未公布之前就已经私自公开了。结果是，高级职业者通关率80%，剩下的20%是因为穷，装备没升级，亦或是出现失误，重下副本就通关了。繁星联邦高层再三决策下妥协，单独与华夏进行一次交谈。根据威廉所知，这一次的交谈了3天3夜，繁星联邦手段尽出，甚至还有强行的手段。最终结果，无需表示，华夏加入超凡演习，其中的细节，王熙以及全国网友并不知道，只是知道他们成功加入这场演习，竞争这块未命名的大陆。新板块的出现意味着资源，辣白菜大豆小都能排名前列，那大20几倍未命名板块若能占据，可想而知。所以是必争之事，我们绝对不会退让一步。有了这个结果，网友们包括王熙都满意，接下来就是希望竞争第一，为自己家们打气，然后就回归了日常生活。毕竟这些不是网友们想介入就能介入，想当炮灰也没资格。国有国事，家有家事。虽然超凡演习不是他们参与的，但全国最关心的高考却悄然来临。王熙与家人吃着高考前的最后一顿饭，将含有生命恢复的玉米与加生命值的米做成的玉米粒稀饭，含有防御值的肉馅饼以做菜，属性面板的属性100万加，像空气一样忽略了。上战场前不要吃得太饱。还有鸡蛋，先把鸡蛋吃了。母亲说，你哥都考上了清北，就看你小子又如何了。父亲道，放心，只要不出意外，再怎么也不是大专吧。在这个世界，高考文化成绩占比同等重要，职业高考相反，相当于体育。能只通过体育考上985211大学的都是万里挑一，比状元还少。王三丰平时的文化成绩确实没个名列全市前茅那么牛逼，但也算班级中的上游层次了。总之，起步本科，至少不是大专。看看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好好发挥，听到没？父亲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毕竟有个清北博士，还是很牛逼的那种做对比着。瞧你说的话，三丰别把你爸的话听进去，正常发挥就行。母亲翻了个白眼。吃了饭，王三丰与父母一起前往学校迎接高考。王熙没有去，只是说打个视频电话，他小丑一波即可。目送他们离去，王熙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连王三丰都高考了。望着一片片翻新过的田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研究出成千上百种农作物。先抛开不谈，能把盐口乡种植满，成为植物天堂的国度，也是遥不可及啊。目前已满增产的稻穗、小麦、油菜花、玉米、花生5种而已。客观角度讲，能在3年内在某一领域哪怕一项有大突破，就算狂飙。可这么一看，龟速。眼下紫薯白菜即将满增产，只等待最后的实验。王熙前往研究室，将不同的3种新化肥浇灌在混合粪便土上，各种植紫薯白菜2种农作物。接下来的时间，等待明天的结果，顺便打个视频看看情况。之所以不去现场，因为去了也只是相隔在学校大门，看个寂寞。视频电话主要是好奇父母在外如何。视频接通，出现一个手机大的画面。好巧，这不是王父王母，看三丰那孩子高考，走走，我带你们进去。说此话的人没有出现在屏幕里，但听声音就知道是林市长林海。这会不会不太好？父母客气几句，就跟着林海进入了学校大门。王熙都忘了我现在的地位，还有人脉，特么我也该去现场看看啊。不过世上没有后悔药，
王熙又不想再出去，所以勉强通过手机大小的受限视角看着现场。像搞冬运会，在数个大操场上进行统一的职业测试，比如移速测试、攻速测试、反应能力测试、技巧测试，也就是所谓的职业高考。不过学生们不像搞冬运会那么轻松，按照考号排着队列，异常严肃与紧张。每一块考试区域站着10名高考老师，负责30位学生的职业高考。操场外搭建了阶梯楼台，方便领导巡视，以及官方部门，还有985211起步的高校招生负责人。看看天才，满意的将会直接发送入学通知书，或者发送官方部门的 offer， 相当于玄幻小说里宗门招生，被好宗门看上，平步青云，一飞冲天。职业高考从某一种方面含金量很高。林氏，你来了。王校长好久不见了，这一届不会也是最差的一届吧？嗨，林市长这么一说，我就汗颜了。确实，我总感觉这是最差的一届。哈哈，引得在场领导、高校负责人或是官方潜力招生办的负责人笑了起来。这个梗看来是过不去了。是啊，哈哈。随着他们的交流，忽的砰一声，喇叭声响起，职业高考开始了。第45章，我孩子就犯了一点错。父母的手机屏幕拿得很稳，似乎专门学过，非常专业，连路边的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有炸耳的声音。操场太大了，我儿在哪儿啊？看你眼瞎的，在那儿最后一个就是。哦，父母对着话，然后将画面指了过去。王熙一拍额头，王三丰看起来莫名喜气。两个人长得像，可偏偏就有一个标配自带喜感，一个至真版，堪称完美。难怪这些年没有听说有什么女生向他表白来着。王熙看着，忽然发现躲在幕后指指点点也意外不错。这，王熙博士，画面一晃，林海的中年大叔脸正对屏幕。你怎么不亲自来看看？我还在忙。原来如此，辛苦。林海神色透露绝对尊敬与敬佩。王父王母，不如让我带王熙博士四周转转。哈哈，当然可以。林海接过了手机，技术一般，屏幕时不时晃动，好在声音听得流畅。旁边的人问了一下屏幕里是谁，得到一个含糊结果，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只不过还不等林海继续向王熙博士搭话，就又有人找他交流，如此往复，应接不暇着，根本没空搭理王熙。好在屏幕正对着操场，视觉效果不错，王熙也就没有介意，任凭林海把他拿着。此刻，一轮职业测试开始。职业测试分为技巧、反应、意识类，属于个人天赋。个人天赋也必须是 SSS 级才能进入编制超凡，是真正的顶尖选手。如果个人天赋不是 SSS 级，就算装备顶尖，战力踏入超凡，也跟编制内的超凡无法比。此类超凡也算在高级职业者内。还有则是职业理解、持久力、职业潜力等，含有转职职业的综合性测试类。这名刘嘉文职业天赋 A 级，还不错。如果个人能力突出的话，高校负责人以及部门负责人都在关注此刻操场上职业天赋不错的学生。唉，有人叹了一声，显然对某名学生期望破百。可惜了反应能力 B 级以下，只希望他文化成绩能够好吧。岂有此理，这是哪个班级哪个班主任的学生？把职业高考当玩的，直接摆烂，还笑着淘汰，成绩全部 F 级。一名学校领导气得直指操场某个区域。王熙也看到了，他笑了笑。他们那一届也有摆烂的同学，走个过场，当场把老师气得不轻。然后便看到一名老师用手遮挡自己的脸，表示不是他。就在这时，林海一边聊着，一边顺着众人的交谈声，将画面给到了另一边考试区域。有名女同学在区域的模拟测试中，面对飞镖、飞剑、激光、火球等模拟出的攻击技能，翻转腾挪，技巧与反应相比之前看到的厉害得多。好一会才被射中，然后就是一连串攻击命中，测试结束。不错了，能够在3倍速、3倍密集攻击下达到如此反应以及躲避，技巧反应至少 A 级，优秀。有 A 这个成绩，就算没有单方面通知书与 offer， 高考所加的分数能压死上百万的考生。最后该名考试最终评定为 A， 还不错，这才刚开始就见到了 A 级，也不是最差的一届嘛。林市长说笑，万一后面学生们不中用了，呵呵，大家开个玩笑，谁都希望个个都是天赋型选手。忽然，你们看，那好像是都川最大的法爷世家洛家的洛南天的孩子。王熙眉头一皱，屏幕中洛少面对比刚才那名学生还快的技能攻击速度、密度，闭着眼走位躲避，每一次躲避挪动的脚步都利于面对下一次下下一次，从而做出最佳反应。这反应与技巧至少 S 级，洛南天孩子不错，只可惜我清北大门第一个不为他敞开。我魔都大学也是，我们学校也是，
早把他拉入了黑名单。在场高校招生的大学都是有名的985211，骆少在学校里劣迹行为，人尽皆知，就算再优秀都不可能录用。他骆南天只能走关系，或者把他的孩子送到国外。他们忽略的是，骆南天就在不远，听到各高校负责人的议论，不免脸色颤抖，手握拳头。他一边恨他孩子怎么就沾了这，一边也极其不乐意别人对他骆家如此针对。我骆家也出过不少编制超凡，为官方贡献了不知道多少力量，华夏有如今的成就，我骆家独占一半。我家孩子就犯了一点错，就被你们一辈子打上污点。我骆家的贡献难道不能消除这一点错吗？如果是以前，我还巴不得把孩子送到国外，可是现在，华夏之巅峰，全球已有仰望的趋势。根据他骆家超凡透露，有一批他们接触不到的超凡，在超凡领导人魏侯的带领下狂刷副本，130、150级都有可能，甚至是160级。至于到底多少，骆家超凡也不得而知。总之很强，前所未有的强，无法想象的强，就对了。现在让孩子出国外，那不是镀金了，而是原本金光灿灿的金子变成了一块暗淡的银子。出国绝不可能，他就犯了一点错，凭什么被千夫所指啊？骆南天失望地望着阶梯楼台上的人，随后平静地看向他家孩子考试的区域。骆少，职业高考 SS 级。这位骆少又是一位超凡的潜力种子。可楼台上，无论是官方部门还是高校负责人都没有任何惊喜，反倒觉得无趣。骆南天心中哼一声，高校也不止楼台上的，部门也不是只有楼台上的。他儿有超凡之资，以后的路自然打点好了。985不差，部门也不差，是仅次超凡团的部门，行机部。想到这，骆南天冷哼一声，对于骆少的表现相当满意。孩子犯一点错，那根本不是错。你们快看 ，SSS 级职业纪面牧师林墨雪。林墨雪，楼台上的人早已把骆少甚至骆家忽略，闪烁着光的视线盯向了王三丰考试区域中的少女。第46章，纪面牧师。单看牧师是为辅助，可加了纪面2字，是辅助，但不完全是辅助，与光辉牧师一样，拥有高爆炸伤害的天赋技能力，是正儿八经的 SSS 级法爷，可 C 可辅助的那种。林墨雪的出场无疑让人关注着，职业天赋厉害非凡，就要看看个人天赋，只要技巧、反应、意识达标，稳稳一名编制超凡。在他还未成长起来之前，全国部门、全国学校都会为他敞开，直至加入超凡团。此刻，林墨雪面对技能攻击1倍速度、1倍秘籍，反应与躲避技巧教科书般标准，没有意外。2倍速度、2倍秘籍，依旧教科书最优解。达到5倍速、5倍秘籍，脱离了教科书，有了自己的一定理解，理解很妙，躲避得非常好。不错呀，这已经有了 S 级的标准了。是，清北大学的门对他是完全打开了。听说他文化成绩也不错，与之前赫赫有名的王熙相比也不差，总是在全市前5名的位置，他怕是应考也能进入清北大学啊。林墨雪长得还漂亮，仿佛书中的女主。如果她职业高考还能够达到 SSS 级，无可挑剔，万中无一。要这么完美，其他同学估计都不想活了。以后接替魏侯的位置也不是不可能。还真是。哈哈。一番交流中，大家认真地观望林墨雪的个人天赋测试，至今没有出现失误的情况。技能攻击的频率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快，密度越来越密集，走位的空间逐渐缩小，就连其他考场的监考老师都忍不住朝林墨雪这边看来。丝滑的走位，全神贯注的神态，如猫一样敏锐矫健的身姿，观看林墨雪的考试，仿佛观赏着一场视觉盛宴。直到达到10倍速、10倍秘籍，这不是光靠努力能够做到的地步了，需要的是天赋，在10倍速坚持越久，天赋就越极限。然而，所有人瞳孔定住，难以言喻地望着林墨雪，就连骆少脸色难看。林墨雪天赋比他高，他承认，但没曾想在差距上让他十分不舒服。此刻，林墨雪还在躲避，几乎与技能被命中只差1毫之隔。在极限的情况下，他做到了完美的躲避。他开始喘气，额头冒出一粒粒汗珠，他的体力与精神正在锐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他也足足坚持了1分钟。因为体力不支被命中。这一轮测试结束，随后让他休息一会，继续含有职业天赋的综合测试。最终，林墨雪 SSS 级。之所以是 SSS 级，是因为只有 SSS 级。楼台上的领导、负责人都不知该如何形容，只能说完美的怪物。骆南天哼了一声，别人怎么样，他不羡慕也不嫉妒，只要他儿子达到标准即可。不过林墨雪长得不错，有资格嫁入骆家，于我儿也能称得上郎才女貌。
洛南天心底略作打算，为他儿子之后继续打点。忽的，洛南天眼睛微眯，看向另一个考试场。此时，出来一名长相也不错的少女，那人正是将他儿打上污点的罪魁祸首。不，还有刘诗雨幕后的人，只是幕后的人是不是考试场上的王某家，洛南天还不能确定。手下老王当初利用某项特殊的能力探查过，没曾想不仅没能探查到什么，自己的能力忽然被收回了。之后尝试各种仪式，仪式失效，玄之又玄，只能初步判断王某家有大秘密。刘诗雨个人测试成绩只达到了 C 级，但综合职业测试令在场的人震惊。不可能，刘诗雨的防御属性，综合性测试还会算上自身属性，也就是没有装备裸装属性。可眼下刘诗雨的裸装属性防御值上的表现绝对超过了万值，不，还更高，2万、3万、4万、5万、8万。楼台上瞳孔猛缩，好像在刘诗雨身上看到了超凡雏形，不是前列天才种子，而是现成的超凡雏形，在一个学生身上，这打破了常识吧。考完试，在操场边缘的洛少咬紧牙根，当初就因为他这防御属性，他又有一身强控性技能，只要被他近身根本无法逃脱，被他一点点打至生命值归零。这个贱人当初恐怖的像厉鬼一样。洛南天眼神锐利地注视着刘诗雨，他身上有大秘密，这不是一个学生能有的属性值。最终刘诗雨的评定为 S， 除了防御，他的水平都在普通偏下，可以说只因防御离谱，再加上他近距离强控型天赋技能突出到足以是 S。 临近中午，上半场职业考试结束，还没有参加考试的人则会在下午2点钟进行，期间可以自由活动，考完试的人可以提前离开，但除非有关系，不得再次返回学校。大部分的人都在讨论林墨雪，或者围着自己要好的同学称赞安慰。没事，职业考试而已，文化科才是重点。林墨雪是真强啊，她的测试看得我人都傻了。都川一中公认第一人了吧？没有谁了吧？才都川一中，整个市估计只有他了。万一下半场还有更牛逼的人呢？呵呵，你举个例。举不出来。学校是某一知名的高校场地，食堂3栋2层，分别在东南西，离操场与宿舍不远的地方。少数不乏学生家长离开校园，毕竟考完试了，还是一场冬奥运盛宴，大部分都在前往食堂的途中，或是学生带着家人抢食堂的第一口饭。一栋食堂1楼有特别好吃的烤鸡腿、鸭腿，在抖音上都火了，必须干这个。由于短视频的传播，一栋食堂1楼是最先人满为患，烤鸡腿、鸭腿的阿姨都给累哭了，直到卖完才擦擦眼泪，笑着看手机里微信的余额。通过关系，王三丰与父母没有排队，都拿到一份鸡腿饭。王希博士先吃一口，林海坐在旁边，把鸡腿在手机上晃了晃，然后对准王三丰：下午考试好好表现，我尽量。林叔。王三丰嘎嘎猛干。回忆起上半场，王三丰感慨：林墨雪当真是正常人中的第一人了啊。第47章一身传说。洛少与洛南天坐在一起，虽目光不是四周，但注意力一直放在王三丰一桌。农村人和林氏搭上了关系。洛南天想说什么，最终闭嘴，将自己碗里的鸭腿夹给洛少，赞扬着他的表现。虽没有 SSS 级，但也是 SS 级超凡之姿。而心中则很不舒服。他洛家莫说给官方做出多少贡献，给都川做出的贡献当之无愧圣人了吧。都川能够发展成发达城市，洛家贡献10斗，都川倒欠他8斗。要不是林海，这件事怎么可能会摆在台面上？否则只要动动手指，不说让刘诗雨消失，让他乖乖闭嘴，怎么打得自家孩子1比1还回来，轻而易举。根本不是现在这种情况。洛南天也感觉到大部分人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你觉得林墨雪怎么样？林墨雪还不错，就是冷淡了点。洛少曾经不是没有招惹过，但他的家世还有他璀璨天资，便不招惹了。洛少不傻，他不能惹的，他绝对不会惹。刘诗雨根本就在意外之外，就连王三丰和他哥吐痰，洛少也没有与爹讲过，因为他们现在看起来有些神秘，有些地位，关键与林海很熟，不是印象中脏兮兮的农村人，没实力，没势力，没地位，只能做任人欺负的老实人。吃完午餐，林海带着王三丰以及父母去教学楼最高层领导喝茶交流的地方喝茶，放松放松。一直到了下午快开始第2场考试后，才下楼前往之前的考察。操场边缘多了很多学生，显得拥挤，反倒是考场区域人肉眼可见的稀少，好管理。考号301，王三丰请做好考试准备。王三丰作为了下午第1轮的测试。加油，王三丰别给你我丢脸啊。是啊，
你是我们都川一中的骄傲。同在考场区域的死党非常社牛的为他打气，引起周围同学都笑出了声。他们这几个男生好好笑哦，是挺逗的。不远处，洛少洛南天的目光看向王三丰所在的考场，很好奇，他又如何？他平时也不跟人打副本，总是看到他一人下50级副本，不一会就出来了。洛少笑了笑，装逼也不是这个装法。你一学生凭什么单独下50级副本？不知道，还以为真通关了，自以为是。这也是洛少不舒服王三丰的原因，看似低调，实则始终做着自以为是的事。还有他的死党社牛，感觉自己好帅的样子，令人恶心。王三丰脱一下装备。哦，忘了，由于属性值爆表，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有那点装备。哼哼，有一些女孩笑出声，这名男生属实有点，是不是那个多了？可下一秒，传说连红屠刀，传说连红电枪，传说多米尼加之刃，传说无尽断柄，传说无尽断剑，传说无尽断刃，传说怨恨之剑，传说怨恨之矛，传说暴力者之锤，传说狂魔屠刀，传说雷狱之矛，传说告死者，传说王哥，传说袖中王剑，传说王和，洋洋洒洒16件传说装备摆在储物台上，而且件件攻击传说装。尼玛！洛南天往那一看，不禁眉头抽搐。洛少咬牙，好恐怖的财力！他目前也就是4件王者，12件史诗而已。他在低等级情况下凑齐了16件传说，这不光是有巨额财力能够办到，还要有无法想象的人脉。或许林市长只是出现的第一个人脉。农村人凭什么？你不用眼浅，只是低等级的传说而已。等你满级，给你整一套贴合你职业的传说，绰绰有余。而且全是攻击装，多半胡乱拼凑，只是为了逼格，为了今天而瞩目。洛少不屑一笑，在他眼里过于幼稚。楼台上，林海捏了一把汗，这怕不只是传说装，附魔都满级了吧？那些权威或者高层，在他林海不知道时候，究竟偷摸送了多少重礼？再看他林海，连一根毛没送，一群老六啊！感慨一番。第1轮个人天赋测试开始了，饶是林墨雪也不免将目光放在自己刚刚考试的场域上。传说装备属实太耀眼，王三丰不以为意。早之前他一级生命时便看众人如蝼蚁，何须在意他人目光？只是自己是人，本性依旧在。测试开始，第1倍速，第1倍密集的攻击朝王三丰袭去，轻松躲避。只要是正常人，第1倍速都能通过。第2倍速，第2倍密集来临，依旧躲过。只要认真练习过的人还好。监考老师做好暂时成绩的记录，然后控制模拟考场继续加倍。在第3倍，就是一般职业者微微吃力的时候，王三丰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着躲避，躲避得很粗略。毕竟他的职业号称凯3刀，正面对砍的战士直来直往，不来花里胡哨。王三丰全凭自己的反应力以及教科书学习时的技巧进行着躲避，慢慢的到达了第6倍。这是大部分人止步于此的地方。可凭借反应，王三丰到达了第7轮。不错 ，S 级稳了。楼台上的人逐渐关注在了王三丰身上。能够到达第7轮，除了努力，少不了天赋。最终，王三丰到达第8轮，与洛少水平同期。只要到了这里，如果职业是 SS 级，同期超凡团中有他一位。楼台上，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校负责人开始调查起了户口，一脸激动的神色。可看了王三丰的详细信息后，激动转为了失望。职业怎么才 A 级？A 级无法加入超凡团，职业的上限限制了他。不过光以他个人天赋的成绩，只要综合职业测试发挥正常水平，本科是稳妥了。高校负责人满意了一下，但仅凭职业高考无法进入985211，需要文化高考综合成绩出来评定才行。毕竟一朝青云需要佼佼者，个人天赋厉害，转职职业没有达到 SS 级标准也不行。这也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极限。林墨雪这种属于万里挑一级。看到这里，洛少总算松了口气，没有什么是比他不爽的人比他优秀还要难受的事了。反观考场，监考老师问王三丰需要休息一下吗？不用休息，开始综合性测试吧。综合性测试开始。第48章，打个小怪，你大招先开了。魔铠合体，甲胄、披肩、腿甲、鞋甲、头甲撞向王三丰全身，像机器精密的部件完美咬合，完美的无与伦比。湛蓝色的光华激荡出来，一阵气浪膨胀开，像有一柄柄刀刃架在周围每个人的喉咙。下意识有些胆寒，不知道他手中寒芒毕露的刀锋是否会挥舞在自己身上。此刻的王三丰不容任何人忽视。王三丰的职业破灭刀锋的大招在开始便放了出来，
也是射手、刺客等脆皮职业，剑之臂退后10步的霸道天赋技。饶是万里挑一的天才林墨雪，好看的眉头抽了一下。他有种强烈的感觉，就算在他裸装的情况下，自己中之一半血必无。破灭刀锋虽然是 A 级职业，但却是1等1的单挑职业。如果始终在他10步以外，优势在我；10步以内，优势在他。始终2个字，林墨雪心中特别强调。10步以内，破灭刀锋可不管任何花里胡哨的走位，一刀10步，不容丝毫有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破灭刀锋被称为凯爹的原因。林墨雪只是在电视上见过破灭刀锋开大招时的样子，不知有多不凡。今天亲眼目睹，才知仿佛遇到天敌，有一种莫名的胆怯。林墨雪身为高爆炸伤害法爷，注定脆皮。下午的阳光从他手中的刀锋折射而来，眼睛灼痛。只是一开始就放大招，林墨雪诧异。不止林墨雪诧异，关注在王三丰考场的同学、领导、负责人都很诧异。破灭刀锋战斗先开大招是没错，但没在开大招的处境，还是先留着，否则到了冷却期吃亏。综合性测试的第1轮就像打连1级不是的小怪，你倒好，打个1级小怪就先把大开了，后面怎么办？无论怎么脑补都无法理解王三丰此时的操作。毕竟破灭刀锋的大招召唤魔铠的时间是有限的，不把大招留至险境，反倒拿来镇杀1级小怪，跟他之前个人天赋测试表现出的 SS 级意识相当不符。看到这，洛少差点没有笑出来。是，开大招非常拉风，逼格满满，威势逼人是没错。一个大招震死一群连1级不到的小怪，也很亮眼。洛少都得承认他大招时期的惊鸿一现。可之后，你还怎么个亮眼法？王三丰魔铠咬合之时，会震出激荡方圆1米的可观范围伤，相当于一群连1级小怪都不是的攻击都被震散。王三丰没遭到任何攻击，没扣1滴血，完美阻挡。第2波、第3波的攻击接踵而来，王三丰魔甲时不时发出震荡，只是比刚开启大招时要低很多，而且每一波的攻击都会上升1级伤害，所以他使出了一连套的技能，完美阻挡，依旧没受1点波及，无扣减伤，没有明显技术含量，正如破灭刀锋的特点，简单粗暴，直来直往。刀锋如镜中寒，寒中光，光中翳，翳中寒，冷冽气息在地面形成一层散开的霜雾，正儿八经的高伤害战士。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好像是冷却时间至少1分钟起步的高级技能光寒斩、闪焰刀、横扫月、反爆，整整10技全出。这样可以看出王三丰对于技能的掌控非常好，没有断续、延迟，相当于武侠中一门武技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可是这全是高级技能啊，你前面就用了，等会用什么？哪能想到紧接着王三丰又是一套高级技能全出，高级技能之多堪比高级职业者，想要在中低级职业者期间获得如此多与等级相匹配的高级技能是十分困难的。没曾想这王三丰几次连招就是洋洋洒洒20个高级技能起步，再加上之前16件传说，财力丰厚，莫说全场第1人，是整个都川历史第1人啊！完美阻挡，攻击无法对其命中分毫。可是明明可以不用浪费技能的，为什么要这么浪费？难不成你还有成百上千的高级技？莫说高级，有成百上千的技能就不错了。最关键的是，这十分耗费精神力的啊！高级技能所消耗的精神力是中低级技能的10倍，相当于放大招了。这么晚，不想后面的测试了？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这20个高级技能全出，足以证明他本身的精神力很高。他的精神力已经超出了该职业的上限，不错，有一定的潜力天赋。潜力天赋指职业者超出该职业属性上限，就好像一般人中总有脱颖而出的那个人。王三丰在精神力上的表现，在破灭刀锋职业中算脱颖而出，但即使这样，他的精神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吧？我倒是很好奇。随着又一轮攻击而来，这一轮的攻击明显比之前数轮强度高得多，相当于个人天赋第7轮了。王三丰出招，技能狂出，动作产生了残影，又是10连套高级技能。尼玛！林墨雪咬了咬牙，他居然生出了嫉妒。他靠天赋，人家全靠财力。当然，某种意义上财力也是一种天赋。等等，不只是高级技能，他的精神力。林墨雪猛然意识回来，楼台上反应回来的领导或是负责人看到这，有些触目惊心。他精神力潜力天赋很高，已是 SSS 级，起步30个高级技能，这已经打破了该职业所该拥有的精神力的常识。哪怕号称蓝王的职业，王三丰此刻所展现，也不遑多让了。莫不非这王三丰同学要在综合性测试里狂飙 SSS 级？有这可能？不少人激动起来，赶忙再度查看王三丰的信息，
特别是电话号码以及家庭住址选项。操场边缘，洛少神色渐渐平静了下来。洛南天眼睛微眯，破灭刀锋能有如此蓝亮？下一秒，王三丰又是10连高级技能全出，他的身影闪动，如同鬼魅，依附在地表的寒雾扩散，考场区域蒙上一层气息。负责此地的10名考官下意识向后挪动一步，一只手的圆珠笔在另一只手的记录本上游龙飞舞。第49章无限火力，大招连开，又是10连技。他全是高级技能吗？他哪来那么多？他家是有一个技能师工会吗？全国技能师只有一个工会，官方的工会。除此之外，他们想不出从哪里能够凑齐如此多的高级技能，个个主打爆发，相当筹集，非胡乱拼凑。利用这炉火纯青的技能组合，王三丰再次完美阻挡，不受命中。能在堪比个人天赋的7、8轮测试达到这种地步 ，S 级稳了。等等，我们是不是不该关注这一套技能？他的精神力。现在王三丰所表现的精神力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蓝王，这说明他的精神力在同期之中是已知最强。他的精神潜力天赋现在是裸装无任何加成属性，刚才便是 SSS 级，那么现在属于什么？死。随后王三丰再度使用了10连套，不是20连更加复杂更加难掌控的技能组合，将堪比个人天赋第10轮的攻击全部打散，完美阻挡。这已经不是技巧不技巧的问题，而是蓝量之雄厚，已接近高级职业者，不，或许接近了超凡门槛。尼玛，潜力天赋逆天了吗？不过总算没有见到新的高级技能，都是之前的技能利用重组达成连招技。要是还有，他家恐怕真就藏了一个技能师工会，专门给他研究技能的那种。随后王三丰完美契合的魔铠光芒暗淡下去，魔铠实体逐渐变虚，直至完全透明消失了。他的大招在此刻结束，没有了那盛气逼人的气势，唯有那把手中刀依旧散发着寒芒，寒芒也淡下去不少。监考老师发现自己都快占了别的考场的场地，往前几步，继续开始，难度加倍。尽管如此，现在没有人敢忽略王三丰，他现在的光芒比开了大招，身有甲，外有激荡气，还要璀璨。林墨雪、刘诗雨，楼台上的领导、负责人，操场边缘观望的同学目光全然沉浸在那方考场，还有下一个上场的同学都忘了紧张。王三丰这精神上的潜力天赋无法言喻，好像他用之不竭，取之不尽一般。行击部刘庆悄悄地到来，目的看看这位加入行击部的高中生在考场上展现几分实力。深不可测，终于在此刻测了一点，连精神力也是这般。他的属性到底是多少？还有那个男人，也就是王三丰的至臻版魔铠合体。下一刻，王三丰身上再度绽放湛蓝光华，威势气息再度逼来，化作寒雾滚向地面。监考老师眉头一挑，一只脚往后微撤。下午的阳光越发盛，在那凌厉的锋刃上，湛蓝铠甲上更像强光一样刺眼。大招刚结束又放，破灭刀锋的大招是在大招结束，魔铠消失后才进入冷却阶段，可眼下才不到1秒，可以说无缝大接大，不禁楼台上的人瞠目结舌，操场边缘的观望也被这操作给震惊到了。那可是天赋大招，最契合职业本身的技能是破灭刀锋巅峰状态的开启，却在此刻一山后有一山，巅峰再见巅峰。林墨雪美眸震动，他想到了他平时玩游戏中最烦的对手，挂有挂。而楼台上技能急速性稀有潜力天赋，类似暴击伤害、暴击、生命恢复、吸血等都属于稀有属性，在这一方面有潜力天赋就称为稀有潜力天赋。此刻综合测试难度已经来到了个人天赋测试达不到的困难高度，哪怕王三丰也有点吃力，无论是攻击速度、密度还是攻击强度都高到了一定地步，操作要极限中的极限才能够不被命中。没办法，王三丰40套技能全出，此40套非40个不同的技能的组合，那实在太复杂，而是40个技能中有同一个技能多次发动，以此连贯连接40个技能，把技能当作阿拉伯数字就是1211112345678888451224445其中有重复至少2次的数字，一般人看不出来深浅，可若是上了等级的职业者或是经验十足、见识十足的人，深知其中厉害。楼台上的人瞳孔瞪得极圆，有的甚至揉了揉眼，怀疑自己肯定看错了。有稀有潜力天赋可以，这很不错，但你这稀有潜力天赋跟天赋好像有点不搭边了。到底多强的技能极速天赋，也就是所谓的技能极速属性值，能够让你把高级技能拿来111无限套娃的放？
大招结束，王三丰身上的魔铠再度消失。下一秒，魔铠合体，巅峰，巅峰，巅峰！紧接着，技能不断释放，阻挡难度极高的密集性攻击。在场大部分的人已经看不清他放的究竟是什么招式的技能，只能看清楚火球、雷弧、巨剑、毒冠、利爪、光辉、地刺等数不胜数的技能攻击在他周身1米，碾碎、打散、震开、爆炸、破灭刀锋，恐怖如斯。抛开技能组合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精神力，这技能频率，也是非人。林墨雪精致的小脸都挤成了畸形形状，别人都称赞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看到这位同考场的同学，一个 A 级的破灭刀锋，他算什么？光是技能复杂程度，令他看得喘不过气。林墨雪反复对比，衡量双方的实力，只有极限的拉扯，优势在他；否则，他失误一点，优势在他。绝对的碾压之势，不可阻挡。综合性测试难度加倍 X2， 来到了高考的上下10年，没有谁达到的高度。王三丰以为 SSS 级，技能攻击强度强上10倍，密度程度10倍，速度10倍，还有高级技能率 X10。王三丰终于露出了难色，他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做到完美阻挡，接踵而来的攻击数次穿过他的对挡。轰！无奈，王三丰 HP 1，还有人看吗？第50章。逆天级潜力天赋，紫薯白菜满增产，全场寂静。本以为到了这里便已是结束，这位王三丰 SSS 级是因为只有 SSS 级的高度，没曾想在这之后还能更高，说是 HP 1，可在场关注着此方考场的人哪能不知，当攻击打在他那湛蓝铠甲上，璀璨的光华绽开，却像苍蝇撞击大山，岿然不动。此刻王三丰所展现的是无与伦比的防御力，绝对的防御力，压根没有所谓的伤害可言。洛南天微眯的眼睛倏然猛睁，死死瞪住考场内被 N 个高级技能乱砸，却丝毫不为所动的王三丰，像深刻在骨子里的基因突然被激起。洛少身体颤抖，双腿发软，连连后退。洛南天按住洛少发颤身体，心中寒凉，眼神中多了一丝不明意味。某处角落，有2人瞳孔瞪大，一名光头脖梗带着一串核桃珠链，一名奇兽，只要仔细看便能看到他的一部分脸已经扭曲，不是人脸。就是那个人把咱们辛苦豢养的无头骑士可硬生生拆掉了。无头骑士打不过可飞着跑，只要不是特殊情况，就算高级职业者也束手无策。一开始一个高中生无头骑士不敌算了，怎么还跑不掉？原来是因为他破灭刀锋，10步之内一念追砍，还有这此刻表现出来的能力，他们也就明白了些什么。考场，王三丰丝毫没有避讳地展现着自己，就如老哥所说，咱不憋屈，特么都超10亿的生命值了，谁能压制，谁又能打压？关键你老哥无敌，你打不了的人我来打，只需尽力而为。此刻他已尽力了，任由模拟出来的雷电风暴、火域、暴雨梨花、冰火双重奏、风中刃、阴域凯歌等高级技能刷刷地搅在他身上。雷弧的滋滋声，风的凄笑声，糅杂着阴域凯歌胡乱拼凑的音符从他的耳中倒灌搅动，物理魔法双重打击着，湛蓝铠甲的光芒再次暗淡下去，直至消失。手中刀意念一动，化作星星点点的火光消散。要不结束了？王三丰心里想。可老师不喊，他也不好说我结束这场测试，因为主动提出结束，测试成绩不奏效。当然，王三丰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惊人程度，好比全球首富送他妻子一座岛屿，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放在王三丰这里，这就是他的平时操作。知道别人眼里视为惊鸿，但无法让他100分确定他这惊鸿。他主动提出结束，有资格成绩做校服。万一说我作弊怎么办？等等一系列原因，还是让模拟攻击尽兴地轰洒在他身上。稳妥，等老师说考试结束就结束。王三丰看向监考老师，然监考老师后退了一大步，惊恐。在他们的视线里，已经看不到王三丰的完整身影，仿佛饿极了的一只猛兽，技能无止境地在他身上撕咬啃噬着。当然只是看起来凄惨，作为职业者，只要感知那不是凄惨，而是壮观，来自防御力的壮观，仿佛仰望着京都城门高耸的城墙，长城的巍峨绵延，比流失雨还变态。此等防御已入超凡，林墨雪脸都崩坏了。而楼台上鸦雀无声，只有长大嘴巴发不出声音，口水粘在喉咙中，发出嘎吱嘎吱的窒息响动。逆天级防御潜力天赋？不，
这真是天赋吗？常识被打破，可大脑飞速运作，没有任何一个认知能补全，他的防御力怎么来的？装备没脱光，可那16件散着红芒的16件传说装，证明他此刻没有任何装备，视为裸装。反应回来，监考老师按照规矩再一次进行难度加倍，这是最后的难度，迄今为止无考生能够达到的综合性测试最终级。密密麻麻的攻击只漏了一个身位的夹缝可躲。王三丰尝试了一下，表示无能为力，就算他把技能开到最大值，技能对轰无法阻挡。没办法，王三丰 HP 1，所谓的血量1水分很重，这个1可能代表的是连一点伤害都没有。王三丰自我感知他超11滴血，其实1滴未减。我没掉血，我这样也算完美阻挡吧。按照综合性测试规定，掉血不算完美阻挡，掉至 50% 综合性测试自动结束。1小时后，王三丰的综合测试只能提前结束，立马就有部门负责人、高校负责人拿起手机，对照着个人信息表快速输入一串数字。只是部门这边一下子丧失了兴奋，原来他早就加入了行机部，行机部早就知道他，唯有某位高校负责人一通电话成功打通，只是叮铃铃在楼台上响起。看到这里，王熙挂断了视频通话。小老弟的表现还行，少说可以仅此拥有清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都考上大学了呀，比我那会轻松多了。王熙蓦然回想之前那会没日没夜的啃着课本，哪像现在装波逼就上大学了。接下来的时间，王熙起身前往田地种点小麦、玉米、白萝卜。到了晚上，一家子庆祝一顿丰富晚餐，加个1000万血、100万防御，再加个1000技能极速什么的，洒水而已。王三丰炫耀自己在综合性测试高考上多么威风，还说林海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不过大礼什么的，王熙他们早就免疫了，听个乐呵。只是接下来，哥，我感觉我们一家子被人盯上了。母亲也皱眉道：没错，而且有很多双眼睛，还有一些我竟然感觉到了我以前考古上古遗迹时不明气息。父亲平静道：总之盯着我们的人很混杂。哦，王熙诧异一声，不过稍微动点脑，这很正常，你身怀秘密都特么展示了，哪可能不被人盯上？之前只是去学校给洛少吐口痰，都有东西跟过来。对此，一家子的人表示他们请随意来碰碰。然后父亲给自己酒杯里续添一杯82年的茅台酿。来，咱们父子仨喝一个。呵呵，一夜长眠，王熙醒来，前往研究室。白菜，品质，效果，食用增加 1.0 攻速。紫薯，品质，效果，食用增加110速。紫薯，白菜满增产。第51章，一步一成，一手牵手关。紫薯臂和手指的巴掌大小，白菜长半个臂，2只手臂合起来宽。按照常人吃的话，紫薯一顿一人吃1至3个，白菜一顿一人吃1到2个。要吃撑的话，紫薯10个起步，白菜也可以10个起。主味道，一天3顿紫薯，一速300加起，也就是1秒300米，10天便是1秒3000米，这已然超越了全球快王历史记录1秒500米。反观白菜，一天起步 3.0， 10天30.0攻速，1秒30次平 A。 世界上900分号的射手大部分极限平 A 没有超过1秒10下，可想而知，如果吃起来只需10天远超超凡水平。这还只是正常吃的情况，要猛吃1天即能远超。要是日积月累，王熙不敢想象他是否可以一步一成，一手牵手观音。所以移速与攻速的出现将会很实用，比之技能极速与精神力配套还要来得爽。这让王熙想起一个瘸子身上挂着一只猫咪，满地图乱跑，又滑稽又牛逼。或是人马加猫咪，那4个蹄子在半空中没落下来过。攻速就跟露露加上了金克斯，像吃了摇头旺，一边甩头一边一颗颗炮弹紧连在一起送出。下午时分，王熙便种上了10亩紫薯、10亩白菜。紫薯与白菜的成长周期都很短，只需1至2个月的时间。与小麦与稻穗相比，这样看好像1天就能成熟，不免有些期待。光是期待不行，小麦、稻穗、玉米之前所种植的够吃，需要减少一点种。反之，紫薯与白菜需要大量的种植，越多越好，尽可能的填满一部分仓库情况下给予官方，这样双方都能一次性的满足胃口。对此，官方十分支持。汪总部长还玩笑着说过，法爷们或靠技能吃饭的刺客，战爷越来越拽了，他们靠平 A 的射手、刺客需要紧急加强，尤其是射手。王熙也好奇地问了一下，目前华夏的副本打到了什么地步？汪总部也没有丝毫隐瞒的回答，200级。
不问不知道，一问这远远超出了王熙的预估。200级，繁星联邦才多少？繁星联邦目前表示出来只有100级，打他藏着50级，也是150级，差了50级。技能急速与精神力的出现，让靠技能吃饭的职业者，尤其是法爷的战力提高了超100倍的战力，就算射手也提升了超50倍的战力。拿150级的传说装打200级超世界副本绰绰有余，目前还仍有余力继续刷新200级之上更高等级的副本。200级 BOSS 战斗力上的体现与190级体现相差10倍，相当于进阶了单位唯一的层次，但架不住硬核级技能，硬核级控制技能狂轰碾压胜，千万生命值加千万防御加持，终于在200级有了较微掉血的情况。200级副本疑似出现了神器品质的材料。最高级绝密消息，汪总部全部告知了王熙。从某种意义上，王熙才是33重天计划的发起人，没有他，就没有33重天计划。王熙的权限很高，只是他不知道，只要他有要求，国家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任选，他有权参与，未尝不可。关键，他都无敌了，谁也无法限制他。他以为华夏真神，目前唯一。到了晚上，王熙将那白菜与紫薯拿来煮了，大家一起吃，毕竟1-2个家的胰素公素偏低。煮味道，紫薯香甜糯，白菜清淡甜，胰素与公素只加了1点。而天堂陨落200级副本处，似乎下班，一批批以30人为一组的超凡团从中移动出来。30人是副本最大组队数，多1人便会孤立进入另一副本。有手握法杖的人脸上带着灿烂笑容，这个笑容，只要是一名职业者都深有体会。这是副本打爽了的笑容，是把自己全身实力发挥的畅汗淋漓的笑容，是自己全场大 C 我最牛的笑容。他即是一名法师，果然输出还得靠我们法爷啊！我赞同，我们法爷随随便便输出就最高了。话不能这么说，难道我次爷差了？也有身为刺客的超凡笑着摇头，表示输出得算他一个。毕竟刺客不只是靠普攻造成伤害，技能伤害占大部分，所以 C 必须有他次爷。战爷也不差。有身穿沉淀铠甲的威武男士挑剔道：我们战爷承认法师刺客伤害是高了一点，但我们战爷打了多少控制，让你们提高多少技能命中率，关键我们战爷的输出也跟你们差不了多少。在场唯有辅助是局外人，他们主打增幅伤害 buff 增益等，帮助队友提高战力，自身所造成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战士不差。拜托你是不是把辅助的控制也算在你们战士头上了？你放屁！我敢说我们战士的控制技耐用的次数最多，还有是有辅助给你们伤害增幅，所以你们才能打出高额输出。呵呵，总之谁在 C 谁心里有数啊！对，战爷法爷次爷都觉得自己在 C， 而一批批超凡团中拿着弓、双枪、炮、左轮、弓弩等远程射击武器的人脱离队伍，默默地站在了一起。要说谁心里最有数，那就是他们射野。80%的射手职业主凭 A 次技能，有的射手甚至可以忽略技能，压根用不上技能。没有意外，射爷成为了全场最菜。要知道以前的 C 都是形容他们射野，现在的 C 却是形容法爷、次爷、战爷，却唯独没有了射野。干，这年头当射手太憋屈了。是啊，自从这技能极速与精神力一出，我们射爷都成射帝了，都不敢称爷了。对 BOSS 造成的伤害为100亿，那么射手在其中输出比例只为10亿。在这90亿里，有40亿为法师输出，刺客紧跟其后，战士稍次。到头来，他们射爷只能跟辅助一比。第52章，法爷是亲儿子，射手需紧急加强，只能跟辅助比。这个结果让超凡团中的一众射手直似苦憋。在场的射手靠技能吃饭的只有一位，职业红莲公使，可就算他也不比了法爷的输出，还得要有平 A 伤害。一些靠平 A 的刺客也跟着射手站成了一排，一言不发，只静静地看着其中法爷、战爷、次爷在那里总结自己的伤害。谁最 C？ 拿数据说话。然而数据表示还得是法爷，法爷牛逼，技能急速让法爷技能当平 A 放，精神力让法爷可以肆无忌惮的放技能，根本不用担心通关之前精神力消耗完的问题。副本通关，类似生命精神力有消耗的属性可恢复 90%， 通关之后就更不用担心了。打副本压根没用到精神力的1/10，精神力十分磅礴的，是全球历史记录狼王的 NX 100倍。嘿，还比吗？这位战爷，这位次爷，哼，不比了，你们厉害。欧克，咱们聚义餐去，我们法爷全场买单。对于超凡来说，钱不是问题，所以他这一说，没人不会支持。
都承认咱法爷最屌了，这不得请吃饭？法爷们看着站在一起的射手和某某刺客，不由摇头乐呵。咱们射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加强一波。是啊，有没有让咱们狂喜的口粮啊？到时候我按吨吃，真不开玩笑。等吧，有没有具体的消息？不会下一次新的口粮还是法爷专属吧？比如来的法术强度什么的，法爷都快成亲儿子了，那他们射手就根本不用玩了，他们只给法师打打辅助就好，称小弟。而都川，王三丰与同学们在一家 KTV 聚完毕业晚会，一开始还与昔日的好朋友们一起行走大街上，车鸣声、风吹动树叶婆娑声与同学们的吹笑声汇聚一起。但随着一个个十字路口，声音越来越小，而车鸣声越来越明显，直至连车鸣声都听不到了，婆娑声在耳边萦绕。王三丰一人已经走到了稀少人烟的区域，不远还有建了一半的烂尾楼房、废弃医院。王三丰享受着蓦然来的安静，他很久没有超过近路，徒步回家了。当然，这是王三丰故意的，正如之前所说，他们已经被盯上，他倒要看看自己羊入虎口，对方会怎样反应。哼，好家伙，这些年头敢一个人走夜路，还敢走荒无人烟的地方的人不多，现在是最好时机，等他过来，我们抓活，然后绑起来，问出他的秘密，还有眼口香藏着什么。万一他不说了，那就上手段了。暗中发出桀桀桀的怪笑声，似乎在嘲笑他这是正打歪撞，撞到他们的怀里。届时不要怪他们残忍。王三丰能够看到月光照耀不到的暗中，有更加深邃的几团黑暗匍匐着，速度很快，几团黑暗很快交换了各自的位置，同时离他更近。倏然，猩红的瞳光在黑暗中直射过来，一道身影猛然窜出，暴露在月光下，竟是浑身黑毛，身后有一条长长鼠尾的畸形鼠人。魔铠合体，湛蓝的光华当头朝着飞奔来的鼠人重击而去，两者相互撞击，砰！鼠人倒飞出去，但胜在身形灵巧，在空中翻滚卸力，然后滑退停下，地面留下拖拽出来的爪痕。不，快！一念追砍，让这位鼠人说不出下面的话。当头劈开的锋刃在月光中发出璀璨的光芒，重斩！鼠人一截长毛手臂被留下，整个打斗过程足足有1个小时。王三丰大部分时间是追着砍的，偶尔鼠人狗急跳墙回来撕咬一口，似乎使用了他自身承受不住的咬合力，咬在王三丰的铠甲，2颗门牙碎，一记重刀下去，断手断腿，狂奔，恐怖，太 TM 恐怖了。之前他们知道王三丰防御能力很强，但没有想过那么强，强到他们根本无法破防，仿佛钻到了金刚。就在王三丰不断利用位移技能逐渐逼至10步以内的时候，鼠人到了废弃医院飞檐走壁，转瞬奔到了最高楼，窜碎窗玻璃，消失视野，实在太灵活了。如果在一马平川毫无阻碍的情况下，自己能追，但现在自己根本追不上。脚步停下，王三丰无奈，他身为战士，肯定不如刺客、射手等敏攻型厉害，甚至职业破灭刀锋就是在移速与攻速上没有优势，所以才被评为 A 级。一旦在10步之外无限拉扯着你，根本无法打。这我不得在攻速与移速上大加强。王三丰已然下定决心，等老哥移速攻速2种农作物成熟，把它们当饭吃，其他属性全部不要，就要移速攻速，这样算是弥补了一点缺陷。王三丰触目惊心，他第一次在副本之外自己的世界中见到奇形怪状的人。一路回去，王三丰将之前断腿、断肢里流出绿色液体甩干净，才放进储物戒中，拿回去给哥瞧瞧。此时，王熙与父母在吃饭，1000万生命值加成中，100万精神力加成中，物理吸血加成中，生命恢复加成中，吃得很香。等他们吃完，王三丰才拿出长满黑毛的断肢断腿，一股恶臭蔓延在屋中。他王三丰好在没有在吃饭时拿出来。来，我给你一剑。王熙不知从哪里拈来一柄老剑条，这一剑足以开山倒海，摘星摧城。王三丰生命只减10亿。王三丰人妈了，他的大脑少有受到震荡，上一次上上一次都在哥呢。哥，我错。好臭啊，这什么东西？仿佛下水道里的东西比巨鳌红龙的粪便还臭。不，巨鳌红龙的粪便也只是酸味，不是臭。等等，母亲或是看出了门道，这应该是人面鼠的身体部件，你遇见了人面鼠。母亲诧异，人面鼠只存在国外，怎么会跑到他们华下来？正思考，忽然这些身体部件活了过来，正在狰狞着逃脱王三丰的手心。想跑！王熙瞳孔一震，轰！眼口向上空，一瞬天明，将天震了个翻天地覆。第53章丰收。
一粟3000家。父母愣住，刚匍匐在窝里睡着的狗子被震得飞了起来。王三丰机灵的脊椎骨收紧，双腿发抖，头脑一片空白。第一次，他见他哥如此高大，高大到不可侵犯，威严如秩序。王熙一愣，随后笑和道：“现在没事了。刚才他感受到了这些断臂断手散出一股气息，这股气息觊觎了他。随后似乎惧怕，想迅速逃离，被王熙捕捉。一声想跑，伤害无限大，穿透能力无限大，破防能力无限大，威能 Max， 朝着这股气息轰去。只可惜速度很快，这股气息立马中断了源头，想跑只打在这股气息上。当然余威在场的人感觉到了，似乎太过用力，连带夜空都震白了。好一会他们才回过神，他儿厉害一点不是很正常吗？这很合理。虽然不知道人面鼠为什么出现在国内，但这东西还是尽快交给刑机部。知道了，我拿回来给你们看看，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恶心的东西。王熙仔细瞧了瞧，他也是第一次见。随后王三丰仔细讲起自己当时战斗的细节。他操作拉满，唯一的缺点就是缺一速，缺攻速，也就是敏捷类属性。要是敏捷类属性够强，他绝不会让任何一只人面鼠逃离他的重斩下。王熙一听也很理解，类似破灭刀锋比较依靠平 A 或近距离作战的职业者，敏捷上要是不达标，很容易被拉扯。正如破灭刀锋，与对手都细节拉满的情况下，只要始终在10步之外，破灭刀锋必定劣势。一速攻速的出现可以弥补这一点，甚至他一记重刀可以打出 N 记。到那时，谁能抗住破灭刀锋的威力？虽然王熙很想秒成熟，可每天只能成熟3个，没办法，必须等个2月。想到高考生的暑假有3个月，王三丰就兴奋了，但立马失落了。3个月后，他就在远在北方的京都清北，又如何常回家，常吃家里的食物啊？带到京都吃可以，就是尝不到老妈的手艺了。你也不用失落，等你一速积累起来了，1秒1000米，甚至10000米，这不分分钟从京都的清北赶到都川的家。王三丰目光倏然一亮，激动万分。是啊，靠，哥！王熙拍了拍王三丰的肩膀，目光有种长辈叹息晚辈不才，嘴角一抽，呵，你当我傻愣子是吧？欧克，我要跟你单挑啊，不准开挂的那种。那我也玩破灭刀锋。怎么玩？就像这样。青龙，听令！王熙身上出现古老而神秘的沉绿甲胄，某种野兽的咆哮，震得心脏一颤，双腿仿佛不受控制，想要跪下对其俯首。龙吟，非是巨奥红龙那种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档次，而是传说中的华夏守护神，真正的龙，真龙龙吟，可分明，那正是与破灭刀锋同根同源，但比破灭刀锋高出一个天的档次。怎么可能？从某种意义上，王三丰不战而败。在他的眼中，王熙看到了仰望、崇拜。小老弟懵逼了吧？时间恍然若逝，2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田地里成熟了很大一批的稻穗、小麦、油菜花、白萝卜。由于玉米与花生种的比例较少，所以只成熟了一些。反倒是他最新研究出的紫薯、白菜各成熟了80亩的一半，40亩，剩下的40亩将会在接下来几天相继成熟。丰收！王熙站在土包上，大喊一声：“爽！”生命值快破亿的狗子在田野间肆意奔跑，时不时发出汪汪的声音，跟狗主人们同乐。王熙与父母则带好了装备，下田收割。王三丰跑得最快，那是他心心念念的一速与攻速。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因为追不上人而砍不到人了，再也不用担心他被人像遛狗一样溜着，要是再次碰上鼠人，定砍碎了不可。近期人面鼠在都川出现的十分频繁，人面鼠算是一个国际赫赫有名的邪恶组织，号称隐形在世界的盛世王国，十分猖狂。王三丰在田地里嘎嘎干了起来。对了，老哥收多少亩？王熙想了想道：紫薯白菜各收个20亩，其他各收10亩。好嘞！听到20亩，王三丰加倍狂喜，但手上的细节没有差。不愧是在职业高考个人天赋上拿到 SS 级成绩，很好，但文化成绩差的有点离谱，差一点连本科都没有够上。这一点，王熙很想替父教训儿子。恨铁不成钢啊！文武双全才是一名职业者该追求的目标吗？由于丰收的太多，父母王三丰连中午饭不吃，加班加点的搞，在黄昏时才总算全部丰收，存储在顶级仓库里。今晚我个人吃30个白菜，30个紫薯。王三丰伸出3根手指，吃得完吗？王熙都讶然了，他可最不喜浪费，要是你要求的吃不完，
以前只是给一剑，那么现在就是疯狂鞭尸，尝尝来自农神伯伯的最顶级教训。放心，我吃得下，没有不放心，我打心底双倍支持的。那老哥，你这阴森的笑容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不要眯眼啊！王三丰背脊发凉，眼睛一眯，不是凶，就是大凶之兆。他哥恐怖之处，他在暑假算是体验够了，不敢再体验了。没有啊，就是打心底支持。按照王三丰的要求，母亲都换上了超大号铁锅以及超大号的蒸笼。王三丰全程在旁边看着，唾液不断的滚动在喉咙里，就连狗子都跑来了，摇着尾巴。紫薯奇香，白菜白如之玉，绿如萤火。光是前期准备工作，都忙活了好些一阵。终于到了夜晚，一盆盆白菜端在桌面上，紫薯要吃在蒸笼里拿。王三丰开干，一速加100，攻速加1，一速加100，攻速加1，一速加100，攻速加1。王三丰一速加2900，攻速加29。我吃不下了。王熙眼睛一眯，王三丰呜的嘿嘿一笑，中计了吧？我怎么可能吃不完？王三丰一速3000，攻速30。第54章一速10000加，攻速100。你现在一速多少了？攻速多少了？王熙可以通过他吃10紫薯白菜的数量，不用问就得知，但还是忍不住问一下。王三丰差点忘了查看他的报表面板，生命值破20亿，防御破10亿，精神力破亿，技能极速50000加。这些属性的后面，他看到了3000加的移速，30.0加的攻速。属性增加，唯有2个字形容：丝滑。王三丰狂喜道：移速3000加，攻速30加，移速3000，1秒3000米。从这里出发，距离10公里的学校只需10除3 3.33333秒，横跨2市，路程300公里加也只需100秒加。战斗机都到不了这么快吧？攻速30，1秒30刀，打比出手瞬间为 0.1秒，相当于出手即必中3刀。王三丰这一口气便已是离谱级。王熙笑了笑，挺满意的，这是他花尽心思的研究出来的 Max 成效。但凡不是满增产，不可能一顿饭就达到离谱高度。随后王熙吃了10个紫薯，10份白菜，肚子升起饱腹感，他便不再吃。别看王三丰这一口气能够吃30个，但下一次饭点不会消化，绝对吃不了。而王熙只要到了饭点就又可以吃了。尽管如此，王熙移速1000加，攻速10.0加，到学校只需10秒，手上动作或者腿上动作，凡是能动的部位都可以用到攻速属性，到达1秒10下。要是一直累积下去，恐怕比闪电侠还猛。想到这，王熙一喜，出门测试。果真，他从院里直奔，1秒之内抵达有助力盐口箱的指示牌箱口，下1秒再回来便出现在了院中。没有多大风阻，反而风阻更小，只要没有刻意携带攻击等力量属性，只会携带着一点点清风而已。攻速亦是，你快，但你只用了1点攻击力量，等于豆腐撞击别人10下，不疼不痒。这就是属性，每一类功用绝对明确，代表着极致的掌控力。我靠，哥！王三丰忽然出现在院门口，又惊又喜。就在刚刚，他跑出了比他哥还要远的距离，从这盐口乡到达市中心仅用了10秒不到，再跑回来极限7秒，来回过程就用了20秒不到的时间。至于攻速，王三丰也试着腰不动30下，在别人眼中可能只看到了1至2分下，还能说什么？老哥这一波紫薯白菜属实 YYDS， 完美契合他需要靠一下普攻的破灭刀锋。现在的他，只要敌人接近10步以内，绝对不会让他逃脱，一念追砍，多中重斩致死。不行，我还得试一下，太爽了！在难以理解的速度中，听着风，感受着风，触碰着风，像风一样。那一刻，王三丰触碰到了什么叫做自由。都川某一废弃医院地底，一群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佝偻着身子，长满黑毛的鼠面人围在一团，做着某种仪式。有些职业者心有不甘，或者有歪念的人，都会通过一些人人嗤之以鼻的方法让自己变强，就好像面粉，明知那是毒药，却偏偏有人要去触碰。断手断脚的鼠面人在一股神秘力量下恢复如初。感谢伟大的地宫之主的馈赠，那家伙的防御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好在我们得地宫之主的馈赠，拥有了灵巧，否则光凭我们最低级的地宫圣者，只有死在他的重刀下。没有关系，没死就好，下一次我会亲自出手。为首的宋思说道。宋思虽然佝偻着身子，但比起其他鼠面人要高大几分，脸部除了耳朵全为鼠面，鼻子两边还长了硬硬的毛，上面十分重视都川。为此，宋思还打了包票，100%做出事迹。
而那明明叫王三丰的高中生，就是他第一个事迹。此言一出，下面的鼠面人尊敬、羡慕、崇拜地望着宋司。宋司使者之前便是高级职业射手，现在又拥有比我们还强大的毒性能力，能够轻易破防，更不用说灵巧。宋司使者的实力，大家都亲眼目睹过，手法与身法令人眼花缭乱，秀得你头晕目眩，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就记了。在他手下死过的高级职业者不计其数，便是赤果果的证明。只要他出手，十拿九稳。更何况对手是一名破灭刀锋，拉扯即废的职业，纵使他如何猛，宋司光是无脑拉扯，便能让其活活耗死。宋司拿出一颗活着的心脏，似乎新鲜，粘稠液体从手上流下。众鼠人一看，焚龙之心，这可是无上权柄之物啊，是比使者还强大的人才能拥有的宝物。如今宋司能够拥有。宋司感受着一众鼠人的震撼，尖牙利嘴的笑道：没错，这就是焚龙之心，只要我一使用，就能展开方圆100米的牢笼，除非我死，这牢笼永不消失。当然，类似铁笼格斗场，牢笼也会把自己禁锢在里面。使者莫非到时候要用焚龙之心？他一高中生罢了，又如何有资格？哼！宋司笑哼道：也算他有幸一见，这个世界除了装备，还有如此神奇之物，无上的权柄。饶是官方都没有他手里的东西，只有他们拥有此等权力至宝。宋司还没有使用过一次，不免有些心痒。听闻鼠众说那王三丰还在追杀他们，这不正好？只是时间过去几天，鼠人都没有看到王三丰从岩口乡中出来。可岩口乡有着好几股稍微收敛却足够致命的危险气息，让他们鼠人不敢踏足。不止他们鼠人，很多势力都没敢踏足岩口乡。岩口乡看似一切如常，实则早已是外人不得踏足的重地。还有一些势力稍有不慎，连人带组织在都川消失，只有他们隐藏的极好的组织还活着。而岩口乡里，王三丰移速10000加，攻速100加。王三丰嘎嘎猛干紫薯与白菜，移速已经突破了10000，攻速突破100，一秒100洞，1秒10公里。第55章移速与攻速的妙用，种田100亩。王熙紧跟其后，移速9000加，攻速90.0。移速与攻速太好玩了，所以减少了饭量，几乎把白菜与紫薯拿来当饭吃。只有父母相对要少一些，不过也很能吃。攻速60至70之间，移速6000至7000之间，爽啊！现在的王三丰1秒便踏足学校，一记重刀 0.1秒之内10刀起。更爽的是，王熙发现移速与攻速的作用远不止如此，这两种属性大大加快了我种田的速度。现在的王熙半天种100亩，一天200亩，要是日积月累下去，农作物将一瞬之间种满整个岩口乡。他的目标，乡野满是农作物，农作物的国都能够轻易实现了，这是意外之喜。王三丰扛着锄头回到屋里，似乎想要称赞道：我刚开荒了200亩田地。王熙将自己的感知放出去，发现岩口乡大部分是可种植的田土。岩口乡的另一边，刘诗雨正在卖力地除着荒草。忽然他错愕地停了下来，似乎发现了周围的不对劲。他目光之处不远的地方，他明明记得还长满杂草，可他眨眨眼，翻过新的土，十分茫然，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呆头呆脑地挠了挠脑袋。这一幕，王熙不免好笑。特么，王三丰开荒都开到岩口乡的另一边，刘诗雨那边去了。移速与攻速的实用性很高，到底属于物理层面，而技能急速与精神力更多的表现在精神层面。王三丰放下锄头，换了身整洁的衣裳，一瞬消失视野。看样子是出去了岩口乡。王熙记得他好几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去过，就是一步9、10公里转个大半都川，不到1分钟就回家了。也是，快并不代表生活，年轻人又如何能够安稳享受农村的平静？包括王熙有了移速攻速，这几天常常从都川市北边顺在南边，尝一尝一家100年老字号的面馆的面。父母也经常出去，只不过不开车了，用走路的方式走出岩口乡。打开微信朋友圈，发现他们去了三亚，拍了一张比着椰姿势的自拍照片。牛逼，会玩。然后到了晚上，暗中观察的鼠人听到消息，宋司大人开启了焚龙之心，与王三丰大战中。王三丰这次出去正是专门寻找鼠人，不过哪怕寻遍全市也无法找到他们的身影，藏得极其好。他们似乎喜欢晚上出现。终于在老地方废弃医院附近碰了面。这次的鼠人很多，近上100只，还有一头身形比其余鼠人高大，佝偻着身子也有成年人1.8米的高度，手里拿着一把弓弩，发出嘿嘿嘿的尖笑声。话不多说，先给组织通报一下，
这里有100只已被我包围，毕竟已经有组织了，自己单独行动便罢了，还不通知，既然属于组织的一部分，便要把组织放心里，这是该有的尊重和礼貌。随后，魔铠合体，湛蓝的光华在夜色下绽放。行机部，刘庆起身准备通知大家可以下班了，只是他刚走出办公室，身子骨放松，嘴角带着快要下班时的活力笑容，头脑中想着今天去吃什么夜宵，对大家说：“欧克下！”领导夺门而出，10万火急到，所有人看群消息，准备火速出发全区人医废弃医院。王三丰太不像话了，怎么敢一人敌对100只鼠人？应该暗中观察，等待支援才是。领导都卸下了西装，换上了便于行动的行机部特制作战服。虽说王三丰深不可测，属性达到惊人的地步，可那到底是地宫之主邪恶组织的100只鼠人。关键，一次性出现这么多鼠人，极有可能有使者级的鼠人出现。使者级的鼠人非是一般高级职业者一人对敌，至少出10位才能与之对峙，唯有佼佼者，技术拉满，职业很强的高级职业者才能与之1对1对峙。可王三丰，他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尽管在高考表现惊鸿，到底还没有达到高级职业者的地步，是要出事的。这都暂且没说他恐怖如斯的后门，一道文件下来，测试都不用就进入都川行机部了。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这个领导也不用当了，甚至玩忽职守、踩缝纫机的可能性都有。刘庆见领导都穿上了作战服，连忙看上了手机。下一秒，瞳孔一震，100只鼠人，一人包围。在做行机部等待下班的人都起立，跟着领导全速前往王三丰所在的废弃医院。而人医废弃医院，焚龙之星将方圆100米笼罩。宋司大喜，笼罩而出的血红色屏障代表绝对的权柄，无人能够打破。饶是超凡来了，也只能被困在牢笼中，活活耗死。而在焚龙之星，他的灵巧能力大幅提升，精神力大幅度提升，技能加速冷却，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宋司感觉自己就是这牢笼里的主宰，说他现在堪比超凡也不为过。嘿嘿，舒服，这就是权柄，如同掌握了权力，让人上瘾。嘿，只是原本在50米外渺小的湛蓝光点，一瞬化作了璀璨的蓝光，充斥视野。1秒钟后，焚牢之星的牢笼解开，手脚并用，像是一只巨型老鼠，宋司狂奔去。只可惜，那沉重的刀光在他的身上打出了 N 个重叠在一起的残影。众鼠人还没反应过来，这才几秒，他们还期待着什么？宋司，送死！破灭刀锋的1秒100刀的刀力，不是脆皮能挡。整个过程持续了2秒钟。第1秒，焚龙之中，100击中刃出，宋司半管血，无。第2秒，焚龙之外，宋司狂奔，王三丰一步踏出，在别人眼里根本看不出他踏出一步。第2刀极限衔接，只见直接在宋司身上爆绽光华，这一刀在月光下何其刺眼，生命值透成负数。宋司死。第56章，飞行叠板移速加长，时间在王三丰这里足以用毫秒计算，1秒斩10人，5秒50鼠人尽数全斩。只看见一团湛蓝光华刚闪耀，就迅速暗淡了下去，还没眨眼，便在另一方鼠人头上出现。由于视觉残留，仿佛一团团花火簇拥一起，然后昙花一现，简直快刀斩乱麻。不止快，刀刀皆中，逃者死。在错愕的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夜风中传来极其平静的声音。5分钟后，领导带着一众行机部成员出现，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可看到那个身上溢着湛蓝光泽的男人，和他前面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一堆长满黑毛、立起尾巴的鼠人，岩口香。直到王三丰回来吹嘘他今天将鼠人砍怕到刻进 DNA 里，岩口香安静无事。一直到了明天，第一批紫薯白菜全面成熟，苍穹之上，飞行超凡带着收割团队前来。飞行超凡的表情十分错愕，岩口香变化太大，农作物可以用满山遍野来形容，到处皆是鳞次栉比的翻新田土，很难想象这是无指可数的几人干出来的。而看到紫薯白菜，他更激动了，移速100加，攻速 1.0 加，他飞行超凡也是这2个属性啊，崛起。不过在收割之前，飞行超凡送上了他的大礼，这怎么好意思啊？卫队都送了，我这算应该的，而且小礼不算礼不是？说着，飞行超凡从储物戒中拿出了4块三角形状的金属板，悬浮空中，是悬浮飞行器。王熙皱眉，这种金属板，人踩在板上便可飞行，只是目前理想科技，现在有人研究出来了。没错，但没完全没错。根本逻辑是利用了我的飞行能力，里面拥有我独有能力的特殊附魔。
10000件全套材料才成功附魔一件，用精神力驱导便可使人飞行起来，飞行高度最大4000米，飞行速度全凭个人移速，飞行超凡，没有说的是。这是在190级副本天空之城发现的绝密级金属材料，没有这金属材料根本制造不出这悬浮板，而悬浮板将会是正常属性的职业者能够通关天空之城的必要外装之一。外装，这在150级副本之上不是秘密，除了装备，外装是能让正常职业者通关的重要物。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往后会普及。飞行超凡没有说，因为没有必要，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但这个李官方报备过的，能送就行。王熙倒吸一口凉气，用精神力驱动就算了，移速全凭个人移速，高度4000米。啊，这……王熙仔细观察其材质，发现材质十分特殊，金属有着经脉纹路，里面流淌着散发蓝芒的血液，一点精神力能跑100公里。飞行超凡似乎忘了什么，补充道：“这么高，好东西，还是4块。”王熙收下了，这对他们来说太便利了。要知道，就算移速高，也会受地形影响，可要是飞行起来，这畅通无阻。对了，全国已为你们开放高空权限，飞行畅通无阻。好好好，还能说什么？官方办事办到位，一条龙服务安排的明明白白，他都忘了。想要飞行，得过了防空部的眼。随后，收割团队开始忙活起来，除了紫薯、白菜，还有一批稻穗、小麦等，工作量瞬间加了100倍不止。就算是他们，在没有移速与攻速的加成下，一群人也用了快1天的时间，才将这一批粮食全部收集。王熙想过亲自出手，毕竟他现在的速度足以顶上他们整个团 X2， 但他能感觉到收割团队在收割时忙碌却满足着，所以就没有出手了。目送超凡团离去，王三丰在。现在的王三丰有呼秒应，1个小时以内，王熙完成重新种植，刚才被收割的田土又被重新填满，太爽了，从来没有这么有效率过。王熙打算也跟王三丰一样，不吃米饭什么的，只吃紫薯与白菜。先定个小目标，移速突破个108000里，攻速突破个1000点零。差不多了。父母前往三亚，决定多玩2天。这次是王三丰做饭，说是做饭，实则紫薯用烤，白菜用沸水煮。即使这样，依然阻挡不了白菜与紫薯比原始味道更好的滋味。大黑狗看得直流口水，时不时跳起来，恨不得跳在桌子上抢着吃。狗子，移速加100，攻速加1.0。终于尝到了一点，大黑狗这才出去。他不睡在院里，而是睡在田野边，20小时听闻着田野间的风吹草动。王三丰，移速加3100，攻速加31.0。王熙，移速加3000，攻速加30。实在是紫薯与白菜太胀肚子，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最低需要20天时间，移速才能突破108000里，攻速破1000点零。吃完后肯定不能躺着，出去兜兜风。正好得到悬浮飞行器叠板，给予王三丰一个，然后自己尝试着驱动。靠哥！王三丰看着自己手里的叠板，又瞪大眼眸望向老哥，踏上去，调整身体姿势，把握平衡。这是什么东西？叠板？我只在科幻片里看过，现在有这东西。得知事情原委，王三丰才按下震撼心情，也学着怎么操作。先把叠板放在脚下，双脚完全踩上去，沟通精神力，像活了过来。叠板的经脉纹路流动像荧光液的液体，缓缓悬浮空中，跟踩滑板类似，找好重心即可。不一会，两人掌握了平衡，垂直升空，到了无法再升高的高度。俯望，世界就像一个一望无际的巨大盘子，很震撼。只是下一秒，不好！王三丰不知怎地，身形不稳，从叠板坠落，叠板失去控制，跟着向下坠落。王熙瞳孔一缩，唰，赶忙操纵叠板，极限预判，将由于较轻在高空飘荡的叠板牢牢抓在手中，这才如释重负。叠板没事就好。第57章，舍爷崛起。食堂，第一批队400位超凡再次齐聚食堂。类似齐聚的事还是上一回，每一回就是加属性的时刻到了。听说这次是新食物啊，新食物就是新属性，不少超凡已经隐隐期待起来。尤其是射手，他们能加强否？能否再次回归舍爷之称否？就看今天，否则指不定哪个月他们射手才能重新站起来自称舍爷。他们真不想再等了，看看他们的伤害跟法爷差距太大了。不会法爷真是亲儿子吧？粮食家的属性对他们是最有益的成效，法爷也很期待。他们现在是强，可还是有些不够，需要继续加强。次爷战也想的或许不同，
不过意思也差不多了。在场超凡，自体验稻穗的那一刻起，谁都想要加强。还有，是真的好吃，到现在都有些怀念那一碗白米饭，那一份没有味道的面饼，还有那清甜多汁的白萝卜，还有，总之，每一样都堪称绝味。之后吃什么东西，与它们比起来，味道总差一点，有种味道至生的质感在其中。不一会，众超凡望向出餐口，瞳孔瞬间聚焦在出餐车上，看看是什么属性几叠在一起。移速、攻速。这一刻，射手泪崩。攻速、移速，我射爷崛起！太好了，请给我吃一顿！仿佛吃完就崛起，射手超凡们苦了 N 月的心，终于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等紫薯白菜上菜，便使用最快的速度往嘴里猛吃，有残渣掉落在地上，也捡起来吃个干净。浪费一点，就是浪费属性。再加上他们什么没吃过，食物掉落地上拿起来吃，不矫情，不寒碜。关键还加属性，如小班移速加5000，攻速加50.0。我吃完了。一名小短腿萝莉，但身为超凡，关键还是憋屈很久的射手，撑下50加50根本没问题。如小班没看出来啊，平时斯文得很，吃饭比我们还猛。后大意，移速加5000，攻速加50.0。其他射手超凡紧随其后。可以说，射手是全场超凡中吃得最快的。然后立马查看起来属性。属性面板上的移速5000与攻速50，就算已经得知是他们已拥有的属性，可亲眼看着属性面板，也难免热血澎湃。移速5000啊！1秒5000米，对于射手超凡来说很恐怖。就算面对千位超凡，没有生命防御加成，就算普通属性，一名超凡射手可一敌千。超凡之下，他一个射手能从千万敌军中穿梭，先取敌军主帅首级，再取敌军千万头颅，只要够持久，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就算不持久，也能射一些是一些，根本不用担心对方能对他做什么。毕竟全球历史记录的快王，1秒500米就让很多人头疼不已。哪怕强控性技能在没有提前锁定的情况下，让他操作起来，你甚至根本无法进行锁定，更别说5000，难以想象的速度。世间身法，唯快不破。攻速50，世上没有谁的攻速能够达到50，包括他们210级射手超凡，最新级装备最高攻速也才15，这还是主攻速的原因。他们大部分的攻速在4-11，哪像这个吃了直接给你整50，多了整整数十值，还不占装备栏，永久性加强。射手起飞！不过最喜的是刺客，移速与攻速对他们也有不小的有益作用。到底是物理层面，射手刺客双加强。大家把自己的那份全部识下，全部攻速5000加，攻速50加。射手们现在十分爽，想要立刻前往副本，让他们看看有了攻速射爷的伤害。然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刺爷成为全场最高伤害。法师通过超强的技能极速与精神力，一堆硬核级技能当平 A 用，伤害值爆表，依旧让射手望尘莫及。射手的伤害只是够看了起来，移速够了，攻速还得再加强一波。对此，上级早就表示，这只是第一盾，还有第2、3、4、5盾。京都总部大楼，汪总部发现储物的粮食越来越多，能够竞选成1000万级的超凡都很少，更别说1级。目前有资格成为1级超凡的仅3位而已。华夏有才之人何其之多，无法估量，可德才兼备者难以言清。再加上王熙现在匪夷所思的种植速度，完全能够跟得上生产力。移速攻速的出现，让生产力也成 N 倍增长。所以针对射手的需求，他们足以满足。攻速300加起，移速10000加起。而且经过最高级决策会议，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副本难度大大增加，第一批批对超凡晋升成为1级超凡，1级超凡晋升11级超凡。这个决策在明日就会立即实行。咚，请进。你好，汪总部长。飞行超凡林英道。小林，拥有了移速与攻速如何？飞行速度提升5倍，我1秒就能飞行25000米，伤害从华夏京都横跨太平海域飞到繁星联邦不会超过10分钟。林英的伤害还跟飞行速度也有关，他的加强效益是整个超凡中最强之一。副本伤害跟如今法爷平均伤差不了多少，很猛。超凡演习即将来临，演习地点就在新板块大陆，由平原加群岛组成，地势相对严峻，拥有飞行能力的职业者在里面占据着一定优势。你将作为本次超凡演习的队长。林英笑道，没问题，我一人参加。汪总部，如今的林英一人参加，无论从数据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是乱杀。决策上组织还真提过让林英一人去，可太骄傲了，不符合思想。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拿下新板块大陆。同时，为了彰显我方给脸，还派出了第一批队的一位超凡。否则为什么不是第二批队、第三批队？更甚，我方只普通超凡，只是拿着等级超前的装备而已呢。所以，本次超凡演习出战位1加99名超凡，一为灵鹰，99名装备超前的普通超凡。好，我没问题。这是一件求之不得好事，换做他们第一批队的超凡都想去参加。没想到，这个人只是他。这莫大的荣耀接了，这莫大的逼稳了。昨晚海底捞当众表白失败，腾心棘手，没更一天。第58章，新板块大陆势在必得。繁星联邦最高级会议，水晶吊灯，精致无比的墙棱角，黄金镶边的红地毯，中间一张涂了某种稀罕的蜡的高亮圆桌，处处显得高贵优雅奢华，仿佛12把王座，穿着西服的男人围圆桌而坐。其中满头白发，手握木质法杖的老人道：新板块的大陆的所有权必须是我们繁星联邦。有身穿雪白铠甲，带着一只花纹眼丹镜的优雅男人附和道：新板块大陆的副本起步便是120级，最高副本为150级。早在新板块大陆出现之时，各国便派人来新板块大陆查探，而这起步120，最高150便是最明显、最极具价值的结果。要知道，起步都120，其中蕴含的资源必不同凡响，这是闻所未闻的事。以前出现的新陆地副本起步最高30，最大40，而起步越高，里面的材料更加珍贵。正如30级副本起步的新陆地里面所获得的材料，是我们国力快速发展的完美一步。现在120，最高150，里面的资源绝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必须是我们繁星联邦。巨大的等级差，一经对比，价值在心底愈发明显，愈沉重。这如何能够让人啊？让谁都不行。这极有可能影响他们在繁星联邦在全球的地位。所以新板块大陆势在必得。可是其中威廉也在，他脸色难看道：现在华夏给的压力很高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雷霆手段。而且那边洛家与我关系交好，他们透露这次华夏将会派出装备等级超前的99名超凡，还有1名则就是最高战力级超凡，真正令我们好奇的顶端战力。我们输的概率可能最低为70%。原本打心底，这次新板块大陆的争夺全势在必得，可听到华夏，一众最高层脸色凝重下来。华夏2字是如何刺眼？他们来争，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装备超前，可有具体信息？威廉摇头，洛家只能透露到这，再透露，要是被对方官方知道，可能会是除名式的打击了。威廉也说过，繁星联邦可保洛家。可洛南天对此呵呵一笑，随后客套了几句，便挂断联系了。还有最顶级战力，也就是我们之前想要知道的那一部分吗？大厅陷入了沉默。这次华夏算是给脸，太给脸了。他们想知道的那一部分，在超凡演习时展露，可为何？他们很想不知道最顶端战力那一部分，咱们就没有所谓的超前，超前之上还分个最顶级，就普普通通。目前全球平均实力碰碰，华夏这一手，属实阳谋，好大的阳谋！看样子也是对新板块大陆势在必得。不行，绝不能让新板块的大陆的所有权必须在繁星联邦。可在座又不是不知，光是华夏现在公开的实力，便是他们不能所企及的了。那就启用 S 级方案。身穿雪白铠甲的优雅男士说道。此言一出，11道目光刷刷扫向优雅男士。此人正是他们繁星联邦最强超凡之一。所谓的 S 级方案，也称终极方案，就是让超凡加入信徒组织。可一旦加入信徒组织，那位超凡必定会成为组织的信徒，信徒永远会听他所在组织的号令。可加入信徒组织，就会获得更加强大的实力。这强大的实力与超凡组合起来，将无可匹敌，100位普通超凡或将是拿不下他。我们繁星联邦自存在之日，便一直有雷神、美杜莎、战争之王等组织。这些组织经过日积月累的时间证明，现在还在繁星联邦有了正规产业，经济实力庞大，养活了很多人，提高了多地的经济实力与发达程度。这些大家有目共睹，可万一反咬一口，那损失就大了。所以繁星联邦万不可能让这些组织拥有本身就是超凡之资的人，就算他们暗中培养，也会被当场格杀。毕竟谁进入了副本，谁没进副本，都有数据实时统计着，好比网络，没有秘密可言。而现在也是最终方案罢了。大厅再次陷入沉默。有什么不好呢？凭我们繁星联邦顶端级超凡，有100%的信心能够压制，否则我也不会毫不犹豫提出实行最终方案。优雅男士手撑着太阳穴，歪头说道：让一部分超凡加入信徒组织，参加超凡演习，
那么新板块的大陆所有权，优雅男士没说，这是一个定然的结果。在他繁星联邦，威廉紧接道，樱花也正在试图与信徒组织产生联系。此言一出，众人产生决定的心更加凸显。反观华夏，忽然就猛起来了，想必也是确定了可以信任的信徒组织，然后互相联系了吧？这是必然发展的结果。随后，确定实行 S 级方案。第一轮初论，举手表决，全票通过，将会进入第二轮终审。进入了终审，还有一系列的因素判定，等判定过后，进入候审，候审之后才会进入最终决策，决策之后才会开始实行，一切严谨到极致，不容出现纰漏。樱花国都不远处，火山时不时喷出2米高的岩浆，但这已成为绝对安全可欣赏的风景。一间雅室，穿着西服的男人跪坐在榻榻米上，与一名妖艳女人喝茶。妖艳女人一瞥一撩都绝美的撩人心弦，眼唇轻笑间道：针对贵方的建议，九尾狐组织绝对支持呢。那么就此多谢九尾狐的大力支持了。若是这次我们能够获得新板块大陆的所有权，我……妖艳女人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指抵住了他的嘴，空气沉入一种特殊的平静。斯文男人礼貌笑了笑，妖艳女人称赞道：不愧是你，不为美貌所动。那么在下告退了。妖艳女人挥挥手离去，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充满着极度谦卑的礼仪。第59章八岐大蛇与九尾妖狐。樱花高层会议。樱花的高层会议不再着装西服，着装长条纹的传统服饰，宽松袒露，腰间配备一柄带鞘匕首，姿势盘坐、跪坐，或是漫不经心地靠在门口前，嘴里叼着一根草。特使已经完成与九尾狐组织的交涉了，那么现在就只有八岐大蛇组织了。九尾狐组织与八岐大蛇组织都是樱花以来一直存在的强悍组织，到现在已是明面上的组织，从某种方面，多地经济与发达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八岐大蛇组织与九尾狐组还在国际上也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与他们合作虽然也有不可避免的风险，但不至于动摇根本的地步。尤其是现在新板块大陆出现的情况，这次的新板块大陆非同寻常，我们通缉并格杀的危险组织也在觊觎，只可惜这不是他们能够觊觎的，但这足以说明那里拥有连信徒组织都心动的资源。废话，那可是120级起步副本，最高150级，你说那里容易出神器材料我都信。靠在门前漫不经心的男人笑谈道。可听到神器，众人瞳孔都缩了一下。神器？迄今为止概念及装备，那里容易出神器？可眼下情况还真有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新板块大陆的所有权，或许我们就不用称谁老大了。关键那板块大陆还够大，条件优渥，适合居住。只要九尾狐组织与八岐大蛇组织愿意提供大力支持，我们的胜率将会提高50%。九尾狐代表蛊惑人心，灵魂夺舍；八岐大蛇代表狂暴肆虐，水货之能，超凡融合两位组织的力量，魔法层面与物理层面将会有大加强、大手段，不是一般超凡能比。就算大家都与信徒组织产生了联系，也不必畏惧，有九尾狐与八岐大蛇的帮助，也能硬碰硬。没有说谁不是公平之争。反之，若没有与组织产生联系，那么他们将必胜。新板块大陆的所有权在他。总之，他们必争，而且实力最低1:1的竞争，不能从本身实力就弱于了对手。八岐大蛇那边同意，但他们需要海域通关权、海域行使权、港口所属权，还有材料、装备、技能、附魔、锻造等购买价格减少45%的税收。听到前一句还好，可听到后半句，在场的人都眯起了眼。贪婪。然而，在场的人出了奇的默契，选择的是答应他。只要新板块大陆在他们手里，什么代价都值得，只要别损失帝国的利益。反观辣白菜国，西巴尔高层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繁星联邦更甚樱花为了这次新板块大陆，竟然选择与信徒组织产生联系。信徒组织何其危险，让超凡拥有信徒组织的力量，这不等于将超凡推入组织，成为他们的力量吗？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那个组织将会变得史无前例的难以掌控，极度危险，是一柄再危险不过的双刃剑了。这也是为什么很久以来想过却从未做过的事情。可偏偏他们做了，还是大做特做。不过旁边的秘书道，他们所选择的信徒组织都是在国内生根发芽，一直以来基本守规则的组织，并且为其创下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多地城市繁荣程度，可以说是同根生同源的地步。说到这里，秘书低下了头，再看看他们辣白菜国信徒组织，同根生同根源，有个屁！辣白菜国的信徒组织全是重点格杀对象，重点通缉犯，无一部带有危害性质，哪有繁星联邦或者樱花这般？
如果我们也像他们这么做，秘书惊恐，千万不可，这一定会伤及根本，甚至产生更加难以预估的危害。我说的是，如果西巴尔，如果我们像他们这么做，就像你说的危害难以预估。秘书一听，松了一口气，这可千万使不得。那边如何？那边，秘书反应过来，我跟洛家交好，洛家透露他们会带着超前的装备和正儿八经的一名顶端战力超凡参与演习。没有与信徒组织联系吗？说不准。秘书道，你猜他们为什么能够拥有超前装备？呵呵，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我们该怎么办？跟着老大走，有口汤喝。至于板块大陆的所有权，想都不用想。京都有头生羊角的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与汪总部底下同志的底下同志会了面。你好，你可是花费了很大精力与我见一面，不知何事？在来之前，上官思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所有信息。上官思明是市广部部长，想要在华夏境内经营营业，最终都会经过市广部的决议，也就是上官思明的手。而头生羊角的人来自洋类的信徒组织，名叫摩根。他一来透露国际机密及动向，二来就是做生意。摩根首先便将繁星联邦与樱花等凡是参加超凡演习的相关动向透露。怎么样？上官思明点头，摩根所掌握的消息确实重量级。看着上官思明好像满意点头，摩根也不废话了。贵方想要在超凡演习获胜，尽管你们现在所表现得很强，怕也是有点难了。上官思明来之前已经调查十分清楚，且确信华夏没有与任何信徒组织有联系。但如果贵方能够让我们在贵地经营无责格斗场，我们格斗与部区组织将会无条件提供力量，包括权柄。无责格斗场指职业者互殴，可以打致对方生命值彻底归零，也就是死亡，不负责。摩根笑了笑，明眼人都知道那新板块大陆很宝藏，而贵方不出点什么手段，那所谓的竞争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无责格斗场已经国际化，全球各地都举办着，所以很正规。似乎担心他们不正规，摩根补充道，就一个无责而已，参加的人可以无责把对方打成永久性重伤或死，就算有责，我们全权包赔。这下应该同意了吧？还想不想要新板块大陆了？我就开个格斗场，让喜欢格斗的人尽情尽兴的格斗，而贵方却可以因此获得新板块大陆。怎么看都是大赚特赚的买卖，能够给出无条件且诚心十足的组织不多。摩根再道，然后他看着上官思明的表情，他的表情很礼貌，嘴角微上扬了起来，似乎很满意他给出的条件。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回去吧，华夏脚下禁止格斗场。第60章，第一批对超凡，神秘且强大。这一声无比的清晰，清晰到没有回弹的余地。摩根的笑容渐渐不像笑容。你可想清楚了，贵方之前夸下那么大的海口，又那么高调，难道要在超凡演习上一败涂地的吗？这应该不是贵方能够接受的吧？难道你们还能赢不成？要知道，如果超凡加上了神的赐福，也就是 buff， 就算贵方装备超前如何，在其面前都如蝼蚁。除非垃圾信徒组织，否则神的赐福不是什么超前装备、超前装备能比。这就是为什么摩根敢于花大代价、大精力也要与贵方谈一次的原因。因为在摩根看来，这次怎么也能成。没成想，贵方竟然如此目中无人，真当以为比别人副本开得多，等级比别人高，就真无敌。对此，摩根摇着头好笑。然后，摩根就前往机场了。上飞机的时候，回望一眼东方，又好笑地笑了一声。这次算他失算，没有预估到对方高傲到鼻孔出气，即使在各国都已经与组织有联系的情况下，而且这些组织并不垃圾，反而强到离谱。这大抵就是无知愚昧吧。飞机向着海域方向远离陆地。几乎同一时间，各官方高层都收到一条堪称惊喜的消息：华夏没有与任何组织联系。这条消息是否当真？是天斗竞技场总长特意告诉我们的。好，是他们，那这条消息10之8九是真的了。新板块大陆所有权必在繁星联邦，能与我樱花一争的，到头来只有繁星联邦吗？不，还是不能大意，一切小心谨慎。现在我们就去见识一下，有了所谓神的馈赠，超凡到底达到了多厉害的程度。没错，这才是现在该做的。时间仿佛变得刻不容缓，都在为超凡演习的事而尽可能的筹谋着，甚至有派出特使进行挖墙脚计划。反观京都，此刻99位普通超凡齐聚在一处基地，他们便是被选择参加超凡演习的超凡职业者。在他们各位的身前，摆着发出灿亮红芒的16件装备。看见这16件装备，99名超凡瞳孔猛缩。150级传说套，
上面所显示的属性与等级，还有效果，仿佛在副本里爆出了一件稀有成品，冲击眼球。他们目前也就130级传说套而已，所谓的140级传说套都还没见过。现在倒好，150级传说套，之前早就听说过有同志已经拥有了150级传说套，还有160级、170级传说套。起初我们不信，但现在信了。跨过140级，直接150级传说套摆在眼前，而且看属性与效果都比130级大出了整整10倍，是十分成熟的顶级装备。这说明什么？大家心里已有答案，只不过大家也失落了起来，特别是其中资历相对老的超凡，有些不甘了起来。到现在我们才见到传说套吗？洛华愤懑道。早之前就听他有人已经拥有了150160，可到现在他们才见到，才配拥有，这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超凡了。新晋超凡就算了，他们是新人，还得慢慢来，慢慢沉淀。可他洛华以及资历较老的一些超凡，为何没有啊？这不公平！洛克叹声道：“我也无法理解，比我资历晚3年，曾经在我手底下做事的同志，你猜他去哪儿了？晋升第4梯队，成为开荒副本的引领者，用着最顶级的装备，提升最高的等级，享受着最高等级的资源，可以说待遇无限接近第1梯队了。但凡有梯队字眼，这在超凡职业者中足足高了一个档次，权限也高了一个档次，职衔也上升1级，比他们资历老的超凡的分量还要重。而梯队还分第1梯队和其他梯队，第1梯队的超凡是他们想接触也接触不到的，他们强大且神秘，是他们超凡的向往，向往加入第1梯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别说第1梯队，但凡加入梯队，也是他们非常向往的。只可惜，他们连晋升的渠道都没有。有些后来者晋升梯队都莫名其妙，仿佛有关系似的。可要论关系，在场资历老的，哪个关系不强？饶是洛家法爷、洛华、洛克，连门槛都接触不到。这是为什么？是我们做的贡献不够，还是我们资历不够老？洛华苦笑着说，苦笑中带着愤懑、不平、不解。洛克嘲笑道：“谁知道呢？”然后看着身前150级装备，这虽然是目前他们见过的最高级装备，但恐怕这在进入梯队的同志们眼里，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垃圾了。把垃圾给他们使用，好生屈辱。洛华洛克打开属性面板，将之前的130传说装备卸下上交，然后换上150级传说装备，属性大增，属性效果更加的实用厉害，完全不是130级传说套能比。洛克洛华心中压下震撼，但嘴角难以压抑住上扬。对于实力提升的兴奋，150级装备，恐怖如斯。好一会，他们才重新平静起脸，一点也不舒服的样子。他们已经不满足于150级装备，而是想着160级装备、170级装备。他们不屑使用垃圾装备，这无法体现他们法爷的实力。现在大家已经穿上了150级装备了吧？希望大家能够在超凡演习中好好表现。接下来就是本次超凡演习的带队者出场，来自第1梯队的同志。听前一半句，大家还以为本次带队者将会在他们中产出，甚至还讨论过会是谁带领。他们最终都讨论出了人选，是99位超凡中资历最高，还来自法爷世家洛家、洛华、洛克2人中选出。没曾想，听到后半句，居然不是从这2人中选出，而是另有其人。更惊天的是，怎么可能？来自第1梯队，居然会有第1梯队的超凡者参加这次超凡演习。第61章，1秒25公里是什么速度？一个个激动无比，来回张望。长得矮的就踮起脚跟，扬起脖子注视高台上的后门处。那可是第1梯队的超凡啊，是他们心神向往的存在，是神秘的存在。如今居然能够一见，这如何不让人热血沸腾？我们能够拥有150级，比目前全球公认最高的繁星联邦100级还要高50级的装备，很大的贡献都来自这第1梯队的超凡。光凭此，他们所拥有的实力就不是他们普通超凡能够比的，是1等1的存在。若没有他们的带领，他们连攻打140级的副本都够呛。而现在只要装备到位，140级副本随便刷，再也不是之前踩点粪便、挖点土，像捡垃圾一样，只配在世界副本捡垃圾。次次击杀 BOSS 没有失误，没有出现损伤，完美攻略，达到完美开采资源的目的。所以第1梯队的超凡所做的贡献，哪怕他们没有详细所知，也能深切感受到其中的浩大震撼。与自己那点贡献相比，犹如芝麻见西瓜，小巫见大巫。会是谁？就连洛克洛华都全神贯注地注视高台上唯一的后门。有资格让他洛家法爷称帝的，目前唯有第1梯队的超凡有这资格，但凡是第2梯队都不够格，因为第2梯队超凡中理应有他洛家一个，可却是没有。
好在是第一批队，所以他骆家法爷完全服。林英2个字响彻基地大厅，后门的门被打开，出来一名极为俊朗飘逸的男士，他穿着具有科技的贴身轻甲，脚悬于地面，说是走，更像是被风托举着，平稳推到高台中央。见到他，洛华、洛克瞳孔一缩，是他，之前跟他们同组的飞行超凡。由于太赤移速与攻速，所以他在之前的超凡团中伤害基本垫底。看不下去了，洛华上报，得到回应，汪总部亲自将他调出超凡团，没有调配到其他超凡团中，而是汪总部带在身边当工具人使用，泡茶、拿外卖、打扫，夏天当风扇使用，总之干着跑腿的工作。堂堂一位超凡，跑腿。洛华之前还嘲笑过，得亏他能坚持，换做他自己早就申请离职。这超凡不当也罢，曾经还不相信他坚持下来了，可什么时候他加入了第一批队超凡？他配？洛华不服，洛克神情复杂，也不服。没曾想他靠跑腿，居然跑出了个第一批队。等等，这个实力，靠！我无法感受他的属性值。洛克咬牙。此刻的林英，与其说无法感受他的属性值，更应该说是深到深渊的那种，深不可测。怎么可能？洛华一听，洛克压低了嗓音的沉重声音：“我也试试。”话音落下，洛华瞳孔一缩，发现他居然也无法感受。要知道，洛华专门学了实力探测的技能，他发动技能，眼前的林英却全身冒出问号，也就是说无法探测。这意味着现在的林英光是硬实力便远远在他洛华这位法爷世家出来的 SSS 级法爷实力之上。曾经伤害垫底，现在为第一批队在场最强。这是什么主角设定？洛华心底不是滋味，眼前一幕所带来的打击仿佛命中灵魂。不该，凭什么他能加入第一批队，我却不行？靠人情世故给汪总部跑腿，是这等好事？是林英，我的过命胶，他加入了第一批队，厉害啊！靠，他的实力让我被动野兽本能技能触发，心生恐惧。如果我跟现在的他单挑，我会被碾压致死，毫无还手之力。好强！这就是第一批队的实力。身为超凡，感知对方实力是最基础的事情，而这一感知便感知个不可测，连一些同志的特殊技能都触发了。这不可测应该以注视深渊，深渊也在注视你来形容。没想到啊，没想到啊！不过在场大部分的同志都为林英感到开心。加入第一批队这份荣耀不说，光是他能成为本次超凡演习的带领队。你们好，我是林英。林英开始自我介绍，以及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面对什么，势在必得什么。最重要的是默契训练的规划，以及针对超凡演习的战略。有了林英，在场99位超凡都可以获得他的飞行能力。他能飞行多快，那么在场超凡只要在范围内就能飞行多快。由于林英现在的飞行速度难以想象，将会是接下来重要练习一项。越适应他的飞行，那么在超凡演习中可以说逆天形容。呵，当林英说到这里，洛华与洛克都一不小心笑出声。很显然，什么飞行速度也配让他们适应。能够成为超凡，没有一个在意识、技巧等个人天赋领域有差的。此言属实在高台他自己。就算快，又能有多快呢？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今天休息，明天就会开始训练，地点在新板块大陆。林英的话音一出，一开始没问题，可最后一句地点在新板块大陆，新板块大陆可在太平海域，光是过去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难道我们要在那里待到超凡演习来临至超凡演习结束才能回来吗？不，1天练习完就可以回来。我足以在1分钟之内让你到达新板块大陆，1分钟之内返回，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1分钟？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林英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再说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话里含的内容，那是惊涛骇浪级。1分钟，全球公认快王都不可能说从京都到达新板块大陆只需1分钟，别说1分钟，都不敢保证3个小时到达新板块大陆。难道现在的林英已经超过了快王？能够加入第一批队，确实不是所谓快王能比。但就算再快，1分钟，那是什么速度？第62章，移速突破3万米。从演讲到结束，众超凡都对1分钟抵达新板块大陆是什么速度无法理解。首先排除说着玩，无论从场合上还是从林英本身的个性上，他都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真可以吗？由于大家的不理解，林英提前让他们适应一下。大家被赋予了飞行，仿佛变得轻飘飘，身形离开地面，悬在空中。飞行的能力很奇妙，好像脱离了束缚，自由自在，很不错的能力。
直到下一秒，视线扭曲，等视线再清晰时，悬在海平4000多米的蔚蓝天空之上。再一瞬，华夏大陆在视线里渺小如尘埃。再一瞬，已完全看不到大陆，白云、海鸥、蔚蓝大海。众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只知道自己被带动了飞行，这一飞便得到一个惊天的结论：1秒万米，不，还在万米之上。1分钟，他们看到了一块绿野青葱的大陆，四面环山，绵延逶迤，中心凹下去的部分奇特，没有大树，像草滩一样的草原，有些地方则没有草，干净整洁，垒实的黄土，里面有动物的气息波动，时不时传出一阵猿啼声，是充满灵气的好地方，不自觉就令人沉浸在观赏风景，而忽略了1分钟。真就1分钟，到达新板块大陆。等他们反应回来，已经重新返回了京都。一名超凡职业者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快的速度？就算飞行有高移速的加成，1秒万米，这哪是飞行，而是穿越。第一批队如此恐怖如斯，这是最超前装备或者最超前技术研究，利用了某种突破性的道具带来的效益。总之，大家比之前更加向往第一批队。别说第一批队，加入批队，脱离普通超凡。洛华、洛克久久不能平静，刚才的飞行体验难以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去描述。抛开震撼之外，爽，大爽特爽，那是来自超前实力的爽，是从未体验过非一般都速度的爽。好比你驾驶着电动摩托，开启最大码速，享受着风逆吹而来时带给你的舒畅。以前只觉得林鹰的飞行 buff 脱离地形限制，提升因为地形影响操作的上限也就锦上添花，就那样。而现在非同小可，我洛华愿称之为神迹。这就是加入第一批队的实力。洛克死死瞪住那个给他们带来今非昔比的飞行的男人，说不出羡慕嫉妒。别人带来的爽终究是别人的，如果当初他们加入了第一批队，飞行就如此逆天，那第一批队的法爷不就更加逆天？或许一个小技能就是硬核级别，这不更加爽？这一刻，洛华与洛克很想见到第一批队的法爷究竟如何个逆天法，与他们普通法爷比，相差又如何巨大？只可惜，这一次他们能见到的只有一个林鹰。岩口乡，王熙与王三丰的移速已然突破了3万，距离108000里，也就是5万左右公里，也就只差2万。攻速突破300，这看起来是十分离谱的，1秒300下。换成刮痧职业寒冰射手来，谁能接受得住1秒300下的刮？可与目标1000攻速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王熙利用3万米的移速，不到几分钟就抵达了京都，其中有9%的时间在路上磨蹭了一下，欣赏了一下风景，否则30秒内必达京都。这个过程是十分快的。王熙此次来京都，第一是看看母校清北大学，二是看看自己想要在京都发展的好同学战爷、社爷、法爷如今如何。正好他们要搞一个聚会，问了一下远在都川的王熙是否有空，正好他3万米的移速，这个空当然有。王熙发现速度越快的他越能做到的事越多，尤其是移速与攻速双加成，这意味着1分钟能干的事情能够在1秒钟干完，1小时的事情能够在1分钟内完美干掉。以前他很不理解，为什么说速度越快时间越静止？当你的移速与攻速达到0的时候，那时间对于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可以在1瞬之内干完别人1000年甚至1万年干不完的事情。至于速度突破0，穿越时间，这不可能，因为你的时间只是你的时间，而不是世界的时间。除非你能够影响世界的时间，你才能达成时间倒退，加快，抵达过去、未来。终于在此刻有了清晰的了解。以王熙现在的移速攻速，他能做的事太多了，放在以前哪里有时间还专门跑个数百公里只为聚个会？王熙大博士，你真有空过来了吗？别骗哥们啊，好久没见王熙大帅比了，正因为你，我们那一届第一大夫御姐校花也同意参加这个聚会呢。干，你怎么现在才说？早知道我也来了。不过王熙，你在都川比我离京都的距离还高出几倍，真可以到。我已经来了。清北学神群里，王熙发出他在京都的地址。33届校花已读，34届校花已读，39届校花已读。恍然发现，他起初创立的学神群里，被他的好朋友邀请了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不过王熙并不社恐，他们喜欢就好。只是这妹子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御姐校花，王熙，你在原地等我，我开车过来接你。好。法爷磊少已读，社爷聪子已读，战爷猴子已读。然后立马有私信发向王熙。
好家伙，那家伙终于舍得冒泡了。因为你交女朋友没有，人家那么喜欢你，看你如何把握。玉姐还对你死心塌地的不多。王熙一一回应。而与此同时，京都防空部警报声响彻整栋11层大楼，上万数的防空部的人员拿着报告纸张，或是对着电脑紧急敲打，对着耳麦道：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京都出现不明高速飞行者，飞行速度已超越了铃音，无法捕捉，无法捕捉，危险等级初估为 SSS 级，中估 SSS 级，已确认危险等级 SSS 级。报告，已掌握危险等级为 SSS 的目标行踪，正在清北大学附近，正在调查监控，确定目标人员。目标人员人像已捕捉，大数据正在通过人像进行扫描，扫描成功，目标人员已确定。是王熙，身份信息机密，权限为 SSS 级。死。第63章，再见已是大佬。京都防空部举步震惊。SSS 级，连汪总部都没有这么高的权限。SSS 级权限相当于他上高速公路不给钱，上飞机不查身份证明，上火车不用查看储物界里的物品，要塞基地畅通无阻，面见高层不用通知，反倒需通知高层准备一下接机的存在。别说汪总部，魏侯也没有这个权限啊。防空部部长看到王熙二字，松了口气，他还以为真尼玛来了一名 SSS 危险的不知名人到来。S 级危险便要出动超凡， SS 级危险则最低需要出动一个超凡团。那么 SSS 级这个级别的人，代表无法掌控。纵观危险等级诞生之日，便从没出现 SSS 级危险，现在出现，还在京都，这吓人否？吓死人！部长还纳闷，以他们华夏现在的 SSS 级等级衡量标准，会是什么恐怖来临？原来是那位，那就没啥事了，有惊无险。哦，汪总部的电话打在了防控部部长室。王熙来京都了？是啊，来了。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系统最大限度的捕捉，所以出现了高危警报。吓死我了！他上了快要晋升超凡的 SSS 高级职业者熊楚威的车，熊楚威有资格加入梯队，他一晋升便会进入梯队中。好，电话还没完全挂断，就听见汪总部因为王熙的到来而好家伙着，颇为惊喜。这尊终于舍得出来转转了。也对，移速攻速的出现，这不是随随便便走遍华夏，只是一念之中的事。超实用的两大天赋。熊楚威戴着太阳眼镜，单手开车，另一只手放在车窗边，手捏着眼镜架，时不时调整着。我帮你订好了酒店，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放心，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只是帮你订好酒店而已。我平时都刷副本 KTV 酒吧什么的，你也知道我是不会去的。我是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女性，你也知道我比较专一，一般认定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放心，我不会追求你，咱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从他上车再到下车，王熙一个字没说，因为他刚想开口什么，就会被他抢先一步说话，似乎王熙已经在他脑海里已经做出了回应。真来了！卧槽，王熙哥，好久没见到你了，还是那么帅啊！下了车便来到了聚会的地点。聚会里大部分是王熙认识的人，也有一部分并不认识，这部分很少，所以相处下来并没有不舒服。相反，大家都很热情，很快就熟悉了对方。话说你真在种田？是啊，真在种，都种了100来亩了。那乡里无聊吗？其实还好。好吧，下划线。想起当场如何劝不回一头牛，战爷、法爷、舍爷不在这件事上细说。说说他们。猴子已经满级，正在晋升超凡的考核中。法爷磊少有些不幸，晋升超凡失败，只能是一名高级职业者。磊少闷闷不乐地喝了一口酒。他伤害高，但身板极脆，连100万血量都没有达到。可看到他伤害潜力实在不错，在技巧上考核加了重分。可在技巧上，磊少失败了，他没能达标，所以加入了刑机部。不过考核官说，虽然这次失败了，但应该还有机会，莫要失落。这都已经失败了，哪还有机会？不过在刑机部算发展不错，成功晋升了1级。说到这里，磊少开心起来。其他好友祝贺。再看聪子，他成功加入超凡，成为超凡的一员。只是他自从加入超凡，身上发生的事不断，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能撑下来。他的三观，他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的刷新着，他怕自己保持不住本心。不过聪子没有细说他到底遇到了多少事，什么事，只是表达自己现在所经历而累积起来的情绪。大家都怕他快走火入魔了。熊楚威则双手抱臂，架起大长腿。我正在晋升超凡考核中。干净利落、简洁明了地介绍了自己现在的情况。随后的其他几位好友，有好有坏，
毕竟是人生，不是说考上了清北大学，前途就一定光明坦荡。一时间，氛围都陷入了有高潮亦有低谷的故事氛围里。聪子率先打破氛围，伸手拍了拍王熙肩膀，笑道：“话说你都种100来亩，什么时候我们能尝尝你从土里种出来的啊？”王熙此次前来并不是没有带，微笑道：“由于有限制，所以能给你们带的东西有限。”限制？什么限制？王熙也不打谜语，拿出一枚枚储物戒指，凡是之前认识的好友，今天一个也没落下，一一递出送给他们。说实话，王熙也没想到能够在大学认识一帮纯粹的人，没有利益，全靠双方有缘认识，拥有着这个世界不说纯粹，但一定一辈子的友情了。所以对于他们，王熙不会把好东西藏着闷着，而是拿出来分享，更何况这是他家拿来当饭吃的东西，现在还是随随便便种个100亩的东西。对于王熙来说，不说烂大街，快要烂大街了。只是当他们看着自己和其他人人手一枚储物戒，尼玛，王熙，这可是储物戒，我到现在都舍不得买一个，你倒好，拿来当红包送。你种田是种出了大矿吗？等等，这是什么？我靠 ！LS4悬浮超跑钥匙，不好意思拿错了，这个是给你的。王熙将车钥匙放回兜里，转手拿出一枚一模一样的圆形储物戒，递给了熊楚威。饶是熊楚威都坐不住了，储物戒拿来当送水果一样送就算了，你还有 LS4悬浮超跑，在场的好友无一不瞪大眼睛。感情混得最好的是回乡种田的王熙，怪说不得坚持回乡务农，原来是因为有矿。欧克，我结识了一名隐形富豪，那就我让瞅一瞅我这位富豪朋友的实力了。舍爷、战爷、法爷几乎同一时间探知向储物戒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第64章神器。舍爷、法爷、战爷倏然瞳孔一缩，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股难以压制的情绪被点燃、膨胀、燃烧，熊熊烈火。舍爷、法爷、战爷起立，这是不可能！王熙你，储物戒的东西谁看谁懵逼，早在之前还未满增产便已评估了不小的价值，现在这东西还是满增产，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就像一块伪装成普通石头的璞玉，将石头外表剥开，璀璨宝玉直接展现在你的眼前，价值无可估量。猴子、磊少、聪子确定自己是否看错，于是乎再次向储物戒发起了探知。熊初威等人也同时间探知而去，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的情绪如此激动。玉米、花生、白萝卜、面粉、米、紫薯、白菜、菜籽油，从外表上看就只是从田土里长出来然后收割处理，普普通通的粮食。可若是仔细一点，便能探知到这些粮食的不俗。有面板，有属性面板，不是效果面板。1粒米加1000生命值，1克面粉加1000防御，菜籽油加精神力，白萝卜加技能急速，紫薯白菜加移速攻速，花生玉米物理吸血，生命恢复。储物戒里每一种物都有不同的效果，每个效果都极具代表性。熊楚威将一个白萝卜拿了出来，在场所有人的探知向其锁定而去。靠，这是认真的吗？吃这个能加属性？聪子大震，磊少、猴子都站在原地说不话来。这是何啊？看着他们的表情，王熙没好笑的解释起来。得知了阴雨果，众人的心才缓缓平下来，然后坐在沙发上。宝物，大大的宝物。磊少道，我吃了这个，我的生命值就突破100万了。不止，你看看这白萝卜，只要吃了储物戒里的白萝卜，技能 CD 得减1半以上。技能极速这个属性何其稀有，他们已知的装备能有一个装备拥有减少技能极速这条属性，不说多少，哪怕有个1，那也不错了。而现在吃了白萝卜，技能极速100加起，技能 CD 减大半，还有这一速攻速，特吗？是直接按100来算，将储物戒里的紫薯白菜全吃光，舍爷都不敢保证自己有多猛。法爷发动技能猛得不知道自己是谁，离谱啊！王熙，你在火车上居然达成学问成就，解锁成就天赋不说，关键这么离谱，这是认识的那个农民职业吗？王熙，这真的送给我们吗？连带储物戒一起，我们家好像太多了。不是，你不会拿了这东西去卖钱了吧？有朋友凝重道，他现在十分担心，这东西的价值可不是拿来卖钱，反倒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就算短时间内不出灾祸，时间一长必遭灾。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是这个道理。这东西应该与国家报备，而非图谋利益，随随便便就拿去卖了。王熙，我可以说你这东西是能够增加国力的存在，是重中之重，千万不可卖给小人，必须要有坚不可摧的渠道，
而这个渠道，好朋友说了一大通。王熙解释了一下，这才如释重负。原来之所以储物戒拿来当礼物送，特么早就被官方供起来了，而且大供特供的那种。储物戒他家一抓一大把。等等，聪子仔细盘索储物戒，卧槽，发现有编号，是正儿八经的国家编号。聪子双腿发软，王熙，这东西我们怕是不敢接啊。这有什么？放心，你们尽管放心，拿着就是。真能拿，磊少太需要里面的东西了，他真的很想要，然后再次挑战超凡测试。仔细一想，以王熙的严谨程度，只要他敢说放心，那么这东西他做得了主。不能送你们，我特意带着来干嘛？放心拿着，但不要送给他人。这个你放心，你要说你送的是一包辣条，我可能还会分给别人，可这你给了，就算想分也不敢分啊。这东西表面是送给他们了，但实际上他们不会享有所属权，只有使用权，意思是只能自己用。一旦转身别人，就算王熙事后说没事，官方那边不得让他去踩缝纫机。牛逼！所有的言语都没有牛逼二字评价来的有价值，但凡花里胡哨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显得刻意不真诚了点。之后似乎礼送的太早，王熙发现大家有些不自在，这种情况很正常，他们需要适应一下现在的王熙所带来的牛逼。直到晚上，这场聚会结束，大家有空再见。朋友们打算还说些什么，就看见王熙速度渐行渐快，有人推着熊楚薇。熊楚薇站着不动，他并不是特殊的朋友，只是普通朋友，如果距离更近，反而让双方不适，就任由他离去。只是熊楚薇瞳孔一震，王熙的速度匪夷所思，堪称毫无征兆的消失了。离谱！王熙没有直接离开京都，而是前往清北大学，给自己传道解惑的老师也送上一枚储物戒，与老师叙旧好一番才离开。只是前脚一走，汪总部的电话就打来了。王熙一秒达到汪总部在电话里给出的地址四合别院。王熙也拿出一枚储物戒，只不过汪总部却没有接过，而是拒绝了。没有强求，王熙将储物戒收回去，只为喝茶，并说着如今因为他供给的粮食发展到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来到了230节，之前所谓疑似神器的材料只是伪神器，介于传说与神器之间，而在230级发现了真正的神器级材料。锻造大师以及他的团队沉浸在研究中无法自拔。锻造大师给出的第一条信息，神器的存在与信徒组织的力量同源不同因，是最纯粹的本源，可与信徒组织所谓的神力碰撞，不再只是一条平行线。职业者的力量与信徒组织的力量毫不相干。换个方式说，拥有神器便可对所谓的神明造成损伤。第65章探索新的农作物。还有高级职业者筛选计划，成功被筛选也会成就100万级、500万级、1000万级，不再是普通的高级职业者。毕竟局限于超凡人数限制太大，而现在王熙博士的种植速度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往后还能更快，这大大加大了供求。王熙笑了笑，他也没想到移速攻速的出现居然还能让他种满整个盐口乡的愿景轻易实现。他这次回去就准备种个大半盐口乡，剩下的则留下来，等自己研究出新效果的农作物，好让新效果的农作物能够得到立即种植的空间。王熙不打算研究已知农作物使其满增产，而选择继续向未知的农作物探索。对此，汪总部是支持的，不过要是发现了攻击属性，汪总部建议让攻击属性的农作物满增产。毕竟现在4大属性中唯缺攻击属性，只要攻击属性一出，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装备没成熟的情况下打不死 BOSS 的情况。攻击属性能够带来的效益要直面刚正的多。一旦攻击属性成长起来，法师结合无限火力技，射手结合攻速所打出来的爆发，王熙只能尽力。攻击属性大抵是太稀有，所以导致到了今天也没碰着攻击属性的影子。但若是出了暴击，再加上暴击伤害也不差于攻击了。只不过这个攻击好像只有技能可以暴击，或者是靠普攻吃饭的职业能使，80%的法爷好像并不受用，所以到头来还是攻击硬核，全方位加强。对了，小林知道吧？他要去参加超凡演习，如何？要不要过来全程观看？否则要是在媒体上看的话，只能看一部分。王熙点头，要是那天他突然有兴致，会过去看的。聊天聊到这里，王熙踩上叠板，全速离开了。这一次防空部的警报声没有响起，因为针对王熙做了特别更新。所谓特别更新，就是修了修 bug， 能够通过某些特点来判断捕捉不到的信息为王熙本人。一直到他返回盐口乡，都没有人知道他从北方横跨向了南方。接下来
除了增移速攻速，王熙对未知农作物的探索工作开始了，而超凡演习也在定期的日子召开。如果有人在新板块大陆，就能看到奇形怪状的大型飞行机械，带着标志性的旗帜四面八方而来，然后聚集起来悬于高空，建立通道，形成天空要塞。这项技术来源于一个研发团队，地点虽然在繁星联邦，但其中研究人员有1/3来自华夏，可谓华夏出了不少力。然繁星联邦却认为是他们华夏偷了他们的技术，令人哭笑不得。现在如何了？此时，汪总与魏侯两人出现在天空要塞中心，与各国高层齐聚一堂。各国高层瞬间没了笑容，尤其是繁星联邦脸色特为不好看。只不过很快，他们便微笑起来。这次的超凡演习终将属于他们，华夏没有资格争夺。毕竟他们已经高傲地认为，不用信徒组织的力量，光凭超凡本身就能够赢得这场演习的胜利。要知道，早在之前就有明确的数据做出过详细的分析、计算、统计、总结。超凡若是加上了神力，两条平行线的力量就有了更加优异桥梁，融合在一起。比起高级职业者强的不是一点半点，更别说中级低级。要是与职业特性相关的神力所提升的实力不堪设想，那将是质的提升，绝不是普通超凡者能比。尽管装备超前，在拥有神力的力量超凡职业者面前，不说碾压，但绝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一切优势。威廉先生好久不见，渡边桑好久不见，还有宋先生。各官方高层正在向聚会交谈着，表面上主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胜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因为此了解彼此，有利于更好的国际关系。而另一边，新板块大陆上，各方100位超凡团已准备就绪，喊着必胜、胜利第一、友谊第二，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赢得胜利的口号。超凡演习采用的是夺旗方式，每一方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面旗帜，被夺了旗就代表淘汰。但谁都知道，同为超凡，想让你不付出代价就把旗帜拿到是不可能的事，过程中必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死亡。这一次还是新板块大陆的全力争夺，这意味着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演习。至于多惨烈，就要看接下来演习的开始。天空要塞里，各高层已经相对入坐在属于自己的座位上，深吸一口气，没有谁表现出了一副轻松模样。饶是连汪总部与魏侯极其的平静，毕竟场上只有一个第一梯队的超凡，而其他超凡只是装备超前而已，对上拥有神力的超凡，绝不可能10比0开。演习还没开始，就见有人把旗帜牢牢地绑定在身上，除非硬取，绝无取巧的可能。所以他这一手操作，人在旗在，旗在人在，拼了狠心。再看其他超凡团，大部分都是如此。饶是繁星联邦，也把旗帜绑定在一个身穿重甲、周身粗壮雷弧缠绕的壮士身上，滋滋作响，仿佛一头猛兽发出低吼，以示警告。而他身上的雷弧持久不散，反倒愈发璀璨，愈发刺眼，愈发势不可挡。没错了，这便是雷神组织的无消耗领域能力——雷场。雷场越持久越强大，有关情报说明增幅没有止境，在雷场范围内将会遭到高额电刑穿透伤害，并且雷类技能伤害5N 倍增幅，精神力消耗锐减5N 倍，范围提升5N 倍。至于到底增幅多少倍，完全看个人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能让超凡加入信徒组织，所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威胁的。光看此刻这位壮士，便能感知到他的增幅起步便是10倍，绝无可能是普通超凡能够抗衡。第66章，送个5亿精神力不过分吧？不光这位，繁星联邦100位中有30位都存在雷弧缠绕，30位排连在一起，矩阵连接，形成一个巨大的雷电磁场，宛如粗莽的雷弧，以高幅度高频率而震动着，打击到地面，留下烧焦了的黑炭。除此之外，繁星联邦还有很多戴着墨镜的超凡者，所想应该就是美杜莎组织了。美杜莎组织以同济石化强控闻名，被强控者将会石化，石化时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起步便是1秒。关键这个同济是瞬发无冷却技能，除非精神力不够支撑，很难想象被控制者若没有进化控制的手段，光一名美杜莎会被直接控到死。整整出场100位超凡，都加入了信徒组织。繁星联邦，好手笔，当真不怕被反噬？汪总部看的眼睛有些微跳，他知道繁星联邦以及其他国家都选择了让超凡进入组织中，没曾想竟是让足足100位超凡加入了信徒组织，看来是势在必得。威廉一直注意着汪总部的脸色，他眼皮微跳，刚好被他捕捉到。威廉不由微笑起来，被震撼到了吧？他们惧了，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可能不太够，因为不够，所以才会畏惧不是？这一幕
让威廉背靠沙发，浑身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华夏不足畏惧，那么，等等，威廉重新立起腰杆。他发现樱花那边有人长相陡变，变成极为貌美的女人，身后摇起5只狐尾。这是九尾狐。九尾狐组织拥有直接攻击灵魂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每次的攻击命中，可以穿透防御，造成额外伤害。这当然不是九尾狐组织的厉害之处，它的厉害之处跟美杜莎一样，在于瞳技强控。不只是瞳技，是五感技。只要对方五感中有任何一感被触碰到，就可以让对方魅惑。据说有实力拥有5只尾巴的信徒，有概率被魅惑者掌握生死，永久忠诚。而樱花那边的超凡者，至少有10位拥有5只尾巴。还有周身冒着水汽的超凡者，那股水汽十分磅礴，形成层层的迷雾，这是体内积累浑然的水元素才会这样。这是八岐大蛇组织。八岐大蛇除了肉身强横、力量强横、生命力顽强，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水系能力。而现在，在樱花100位超凡者，至少有50位周身压抑不住水力，往外扩散。如果能在近处，便能清晰感知到一粒水汽皆有万斤重力，是一枚不知道何时会爆炸的重量级炸弹。实力恐怖如斯，与繁星联邦一样大手笔，估计与繁星联邦现在的实力不相上下。至于辣白菜，只有几名拥有雷神能力，1名美杜莎能力，其他皆为普通超凡。威廉点头，他们并不参与争夺，相反还要帮着他们繁星联邦争夺旗帜，到最后送给他们。这个赛制是争夺了别人的旗帜，其他没有被淘汰者也可以争夺过去，直到最后某方获得全部旗帜，超凡演习才会结束，某方获胜，获得新板块大陆的拥有权。是一个持久战，也是一个极度需要运营的战役，就看在场方的超凡团如何进行取舍攻略。总之，活到最后才有资格争取胜利。天空要塞里，各高层正襟危坐。超凡演习开始。盐口香，王熙刚种完盐口香大半田土，这下就不用担心供应问题，自己家是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都吃不完的那种。一旁刘诗雨道：“我可以随便吃？”当然，王熙笑道：“不可以，你能摘得动田里的东西，说明你就能吃。”刘诗雨试了一下，将一旁富有技能急速的白萝卜拔出来，可任由他如何使力，他都无法拔出，甚至白萝卜纹丝不动，连带周围的土地没有了深凹陷下去的脚印，恢复如初。刘诗雨不是了，这肯定是王熙哥不给他，他当然要不了。拔另一颗试试。刘诗雨看向拔不动的白萝卜的一旁，彰显着他那潮流发型的白萝卜，轻轻一拔就拔出来了。虽然不知王熙拥有什么力量，总之他为主人，想给你，你就有；不想给你，你就没有。谢谢王熙，你可以偶尔吃一下，否则我就算给你很多，你也被很多双眼睛看着，直到快要脱离掌控为止。毕竟刘诗雨并不是家人，不是家人，哪怕碍于王熙本人的面子，也要将他管控下来。而除了他，他的家人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还不用盯着。在王熙没有展露自己规则无敌前，就算国家想必也下了很大决心才下的决定，这是100%的信任。更何况王熙展现实力后，压根不是能管的。但王熙并不想做那不配合的人。明白，谢谢王熙。那剩下的荒田让我自己来。可以，或许这是刘诗雨唯一能报恩的方式了。等等，跟我回去拿1桶菜籽油回家吧。王熙很照顾刘诗雨，因为他发现刘诗雨家里就一个人了，之所以还能安稳读书，一方面有着补助，一方面打打零工。在他上大学的日子里，日子挺苦的。一个念头，到达仓库，王熙将1桶油给予刘诗雨。刘诗雨一方面震惊逆天手段，一方面他手足无措。这1桶油足足50千克，比他体重还高了1斤。所加的精神力是5万乘以1万等于5亿，按照1克增加1万点精神力，他可以加5个亿的精神力。精神力能够侧面加大战力的不多，至少不像防御、生命、生命恢复等加几个亿。生命、防御、生命恢复这3个属性加几个亿，这才是危险，等同于管不了、无法管、不可控，危险程度提升 N 倍。反观精神力加几个亿，也就技能爽，危险程度相比生命、防御叠起来有很大差距。考虑他这个职业吃蓝，每个技能都可以拥有控制能力，但同样的也会巨额增加精神力的消耗。但他这个职业出了名的蓝量低，想要出手即控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王熙就给了，也算是给他这个职业调整调整，弥补一下短板，加点强。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刘诗雨低下头，这就是缘分吧。上帝给你关闭了一扇门，可窗是打开的，世界总有一个外人对你心存善意，否则你不就妥妥踩了大反派人设了。哈哈。
刘诗雨笑了起来。第67章，手搓伪神技不过分吧？同时，新板块大陆的演习也在进行中了，各方都迅速做出了自己的策略，有的躲着苟起来，有的则派出一部分超凡一点点扩散占据地势，步步为营，主打稳定；有的则是一大部分超凡向其他地方展开了探查、掠夺、进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总会有人去做鹬蚌。毕竟这不会是一个主打默契，大家都不打，就这么耗着，超凡演习一直不结束。而且其中有的超凡进入战斗是无法消停的，一旦消停下来就会产生弱势。所谓势头强劲，需一直保持下去，否则势头消弭，战力损失，就陷入颓势了。陷入颓势，那就只有被他方吞噬，然后淘汰。所以从哪个方面都不会是大家都不打的默契导向。就连繁星联邦此刻100位超凡又70位超凡出动，他们根本不屑于当一个渔翁，这显得他们不够强势。只有弱者才会想着苟着当渔翁，尤其是现在有雷神与美杜莎能力加持，他们注定全场所向披靡。不一会，几名繁星联邦的雷神超凡找到了拥有旗帜的一方，那一方足足100人，团团围住拥有旗帜的人，形成排兵布阵绝对防御之势。而对方也就是繁星联邦只有3名。然而尽管这样，大战一触即发，不是所有国都都是百级，更何况敢跟信徒组织交易。雷电声滋滋作响，仿佛缠绕着雷电的皮蛋肉车一样，3名雷神超凡横冲直撞，原本看上去绝对防御之势的阵型，在这3位冲过来之际一溃而散，全部向后方逃跑。他们知道，无论是从装备上、等级上都不繁星联邦的对手，硬挡根本不可能，只是装样子，我们不好惹，知不道不知道。然而谁料碰上了繁星联邦，瞬间形成了3人追100人的形势。很快，天空要塞里一名高层的声音响起：全员投降，交出旗帜。在天空要塞能够看到以红点为标志的人物移动坐标，通过坐标便可分析他们已经陷入颓势，不投降等着被宰。所以这名高层的决定是很明智的。如果大家都普通超凡可以碰，现在特么都整上了不属于纯职业者的能力，那么只能剑之投降，走走过场而已。反观樱花，此刻也正在争夺旗帜中，原本温和的水系技能却在他们8岐大蛇超凡手中变得狂暴肆虐起来，似乎消耗极少，还能够控制一个技能的使用时长，足足拖延了1分钟往上的时间。这就是8岐大蛇的能力，生命、力量、防御3加强不说，水系能力得到质变，有超凡不慎已死，很成功的夺得旗帜。纵观整个局势，动荡开始了，唯有华夏超凡团此刻大部分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在谋划着什么。威廉紧眯着眼盯着汪总部与魏侯2人的表情，除了之前对他繁星联邦的阵容震撼，其余时间仿佛面瘫，古井无波，看样子是坐定了渔翁。哈哈，威廉笑了起来。其他高层闻之纷纷向他看去。汪总部长，虽然我繁星联邦没有公开承认贵方现在很强，但你们实际上已足够强横了吧？现在按兵不动，是不是太拉下脸了一点？不符合贵方现在的地位、身份。是啊，渡边用一口流利的汉语道，阁下现在的实力，连我方也不得不承认，已是我方不容忽视、不容小觑的地步。按照你们的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可鹬蚌乃勇士也，渔翁不过小人而已。贵方向来以坦荡磊落行事，怎么到了现在，却要与人人以为耻的小人行事？呵呵，胜者为王。也有高层帮着道，4个字已经概括得很清楚了，事情本身就是最后谁能够胜利，而非过程表现精彩。你们要当心，等下没了精力，不足以支撑到最后，到时候超凡去了，连新板块大陆都没有够着一点。听到这一句话，威廉、渡边相视一笑，完全不用担心，阁下这话属实可笑了一点。对于持久，他们是相当自信的，毕竟加入信徒组织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消耗低，尤其是超凡级别，各方面的提升不是平常时候能比。汪总部回了一句有点用但不完全有用的话，随后继续平静地看着。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去掠夺，而当渔翁，是因为不想造成一手凄惨境地。毕竟人在其在，其在人在，没有取巧可能，途中必多厮杀。别人看到繁星联邦或许会降，将损失降到极致，可看到他们或许要造成大面积厮杀，或许等他们反应过来该投降的时候已经晚了。出于大局、大容、大量、大胸怀，这也是现在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但犯我者，近必诛，远必杀。此刻实力强横的各方超凡团正在迅速收割旗帜，淘汰的一方超凡团全速撤离，以免遭到误伤。其中繁星联邦与樱花收集的旗帜最多，两方相比也不分伯仲。很理智的，
双方碰面，没有硬碰硬，而是绕过收割其他的地方旗帜，强者向来留到最后。只有这样，渔翁得不了利。但凡现在就强打起来，渔翁喜妈了，这肯定不是双方想要看到的事。不知觉，时间过去了3天，能够收割的旗帜越来越少，弱者越来越苟。繁星联邦采用占据地势、步步为营、地毯式搜查，最终在第5天完成了大数淘汰。在此期间，只有一方的超凡团与繁星联邦战到了最后，可惜不敌，以5换1，最终只能咬牙喊下投降。汪先生、魏先生就看你们了，我们退了。一旁高层起身离开这里。躲得好，都躲到天空了。威廉笑了笑道：阁下要是不躲天空，否则撑不了第5天。渡边笑声道。此刻繁星联邦的超凡都聚集在了一起，看向高空，雷声滚滚，从地上拔力而起，引动苍穹，顿时乌云吞噬天空，沉沉向下压去，像一座黑城。有雷神虚影手握叉子雷锤，站立在城墙之上。轰！声势震龙发聩。反观九尾狐超凡、八岐大蛇超凡也聚集在一起，在他们后面还跟着被魅惑的他方超凡，从原来的100位变成了1000位超凡，仿佛形成碾压大势。正是这时，头顶黑城，林英一边手搓230级硬核级群体控制系伪神技大招，一边说道：开始吧。第68章群体强控，1秒结束。唰！黑城下一股雪白的能量瞬间激荡而出，如同波浪，空间扭曲，如同时间停滞，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好像都失去了作用，整个世界处于绝对安静的状态。下方超1000位超凡瞳孔一变，他们发现仿佛被禁锢技能禁锢，动弹不了，不是静止。缠绕周身的雷霆停格在1度振幅，不再产生震动，不再滋滋作响。美杜莎的眼睛变得泛白，狐狸尾巴像石化僵硬。他们唯一能动的只有脸上的表情，他们听不见、看不见、触不见、闻不见，甚至味觉麻木，舌头仿佛消失。没有光明，没有黑暗，混沌。在整个新板块大陆，唯一知道看到的只有天空要塞里的高层。威廉眉头一皱，渡边脸色一变，其他国家高层则全体起立。他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鬼东西。黑城下，那股雪白能量激荡万里，随后化作了雪白带红的羽毛，飘荡空中，似是与林英的职业相符。苍穹之上出现双手举剑，举于胸前，12翼展翅。雪白天使，雪白天使足以万丈，其高度仿佛突破了大气层，饶是在天空要塞，亦只能看见它的一点。巍峨、庞大、神圣、洁白又美丽，满天的羽毛便是从它12翼上凋落。超范围强控系领域控制技能，覆盖整个板块大陆，整个板块大陆都被这出现雪白天使而控制。下方所有人都动不了，似乎失神，迷茫在原地。这是什么？威廉脖子青筋突起，极限压低自己的嗓音，也无法抑制这一声响彻大厅。他的声音几乎嘶哑。唰！看去汪总部、魏侯2人。此时只有这2人脸色平静，似乎这是特么基本操作，不用太惊讶。特别是魏侯，这玩意儿是他们打230级的，稍微算上是一个大招的技能罢了，一般情况下还用不上。不过用在这里，估计能控到将1000位超凡全部致死，就算控不到那么长时间，再放一个就行了。虽然伪神级技能冷却时间长到离谱，可架不住技能极速高，10000秒的技能能给你减到10秒去。如果是王熙他们一家子使用伪神技，估计就是当平 A 使用了，无缝衔接大招。更离谱，堂堂230级1级超凡，岂是区区超凡不过有了一点不属于自己以外的力量能够撼动。这伪神技一出，几乎瞬间超凡演习结束。1秒25000米，在这异常的速度之中，能够做到的事仅在一瞬间而已。不一时，全球都传出了消息，只是这条消息并不是结果正面导向。华夏赢了，但没完全赢，这一次的胜利不能算，要求重新举办，或者新板块大陆的资源不能独断。我方强烈要求新板块大陆全国际揭晓，我们不认可贵方在本次获得的胜利是光彩的，是能够被接受的。没错，新板块大陆可以给贵方命名权，但不能自己拥有所属权，这是垄断，这是不道德的。这次不算，咱们重新来，重新定义规则。我们要求公平，否则成千上百道声音，仿佛一个公司接到高峰期的举报电话，不断的骚扰着本次胜利的一方。但胜利的那一方对此直接没有了回应。大抵是回应了，
沉默就是最好的回应。这个沉默仿佛在说否则什么。你们尽管使出浑身解数，规矩我也守了。新板块大陆的所属权也是我们当着大家的面拿的，视频是有的，证明也很充足。国际岂是你们的国际？是大家的国际。既然大家都同意这场赛事，那么没有反悔的可能。有什么不满，尽管来，我方接着就是。这沉默仿佛万能，完美回应了所有的声音，所有的不满与不服。对此，饶是繁星联邦也无可奈何。就在超凡演习结束，回到繁星联邦，便是立刻召开了大型会议。在这场会议里，有部门对于华夏如今的实力进行了一次大版本更新，所得到数据是他们一众都不敢想象的。这么说，如果说繁星联邦现在的实力为5，那么现在的华夏的实力为100万，势不可挡，无可匹敌。昔日在决策会议的超凡领导，让优雅男士都不敢做出优雅的动作，正襟危坐，仅是视频中林英的实力。这只是第一批队里的一位超凡，那作为超凡领导人魏侯，实力又是如何的强？会不会比林英此刻表现出来的技能更加强悍？表现张力，表现弧光，内在效果，夸张点，毁天灭地级，恐怕早已非他能敌。就算他去参加本次超凡演习，也只能被当作小丑玩弄。他这招技能究竟是什么技能？威廉问道。相关部门负责人愁容根本无法分析，只能证明他的这招技能顺控超 max 范围技从该超凡抬手波动激荡而出开始，覆盖之处全被禁锢控制，消失无感。最关键的，负责人说到这里都无法理解，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组织。威廉目光微眯，负责人道：能够影响神力。从视频中就可以看出，林英出手起，雷霆停滞，美杜莎眼睛失明，九尾狐尾巴僵硬，八岐大蛇的水汽透明。什么？要知道，神力是无法被影响的，他的能力不会被职业者的技能阻挡、控制、削弱等一切因素影响。所以，为什么称职业者力量与信徒组织两者力量是平行线？而现在，却是出现了影响神力的技能，常识被打破，好比太阳可以从西边出来。书本所记载的理论全被推翻。后勤科技研究人员道：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也是某领域的知识拥有了重大的突破。我敢说，华夏后勤那边掌握了比这位超凡表现出来的能力还要恐怖的力量。有相关副本研究的权威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他们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绝对跟副本资源产出有关。他们那里或许出现了极其高质量的副本，或者有某种东西界定了他们能够快速的发展的因子。然后副本刷新，我的知识以及经验告诉我，华夏的副本或是已达到200级。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第69章，一切皆可属性。好一会，又一权威道：新板块大陆的副本绝对高质量，极有可能是我们的机会。一旦让他们得了去，或许大局已定。没错，无论什么手段，也要享用新板块大陆的资源。等等，有专注属性领域方面的权威忽然说话道：我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此话一说，众人纷纷望向他。权威继续道：在这位超凡发动了不可思议的强控型技能后，他们是怎样在一瞬间将拥有旗帜的超凡造成永久性损伤，从而硬生生剥离旗帜，获得胜利呢？想要剥离绑定的旗帜，就好比抽掉脊骨。可以说，绑定旗帜的超凡一辈子只能在床上生活，绝无可能再站起来。您说的就是该超凡的飞行能力吧？是这样的，他的飞行速度远远超出该职业本身飞行速度，这说明他有极高的潜力天赋。等等，难道说他的移速属性？没错，他这根本不是潜力天赋，而是凭借我们无法想象的移速属性，硬生生拔高的飞行速度，速度为25000米，他的移速起步2000加。死！还有，权威让视频慢放 max 倍，终于看清楚林英的手上动作，很快，快到发麻，起步1秒100下。也正是因为这个手速，他瞬间剥离了超凡绑定的旗帜。该超凡的职业可没这么高手速，换个名字说，没有这离谱的攻速吧。一场演习收获颇多，但同时对于他们的实力越清晰，只是越清晰越震撼。而这就更不能让新板块大陆被他们独占，这不是谁想看到的。还有，不惜一切代价掀开这座只掀开一点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能够接触他们核心的技术，所有难题或许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央视新闻、短视频等媒体频道开始报送大家一直关心的新板块大陆这件事。我们胜利了，新板块大陆属于我们的，全国同庆，牛逼！悔不当初没能加入炮灰当中。等等，好像是林峰，全员无损伤拿下胜利。根据小道消息，全员好像一滴血都没掉。楼上真毒假毒，有什么证明吗？可惜啊，
只有一点看了但没完全看的视频片段。我也想知道小道消息是否是真的，不过我估计不可能，怎么可能一滴血不掉？网友们讨论着，但唯一能确定是，新板块大陆正在建立专属航道当中，这是大商机，许多公司都在谋划第一时间前往新板块大陆，开启旅游业、娱乐业、餐饮业等各式各样的业务，其中包括一些组织也正在谋划渗入新板块大陆。总之，那里谁能够生根发芽，谁就是富豪，甚至还能形成不小的势力。就连当初的格斗与不屈组织的摩根，也再次花大代价找到一名高层，提出只在新板块大陆建立格斗场，似乎可重伤死亡视为真正的格斗，是硬性条件。摩根依旧以失败告终。摩根也没想到，最终的胜利居然是他亲口保证100%会输的那一方。而新板块大陆被命名为东方旺，辣椒品质效果暴击率正 0.05%， 黄豆品质效果韧性加 0.1%， 黄瓜品质效果美白加 0.01%。 王希的研究工作展开了一段时间，运气好的是出现了暴击，他与高亮相组合，能够产生暴击的职业者的战力将大起飞，一个平 A 或将堪比硬核级技能，更甚超过硬核级技能，属于正儿八经的攻击属性。还有韧性属性，属于稀有属性，但却是十分关键的属性。韧性能够减少控制技能的控制时间，特别是技能急速加精神力的组合，要是碰到了韧性属性，平 A 当空系技能的危害将会无限减小。韧性属于控制系技能的天敌，这两大属性的出现让王希有了现在研究的冲动。不急，目前尽可能的探索才是最有效益化，万一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属性效果呢？比如黄瓜。王希哭笑不得，他以为只有属性面板存在的属性才会在农作物里出现，没想到会有以外的属性出现，类似生命值、防御、精神力属于职业者属性，而美白、颜值、体质、智力等这些属性，硬要说的话，属于个人本身的属性。个人属性有的能够通过外物进行直接影响，有的则不能，例如体质，通过锻炼侧面影响，从而只能改善。而有了属性点，直接影响。王希总结道，黄瓜不愧是受女性的喜欢的食物之一，具有美白功效，而我种的黄瓜还拥有了明确的美白属性功效，这意味着我种植的黄瓜将比普通黄瓜更有成效。如果是满增产的话，估计吃上1-2根跟脸部手术差不多了。黄瓜的出现有用但不多，目前研究价值不高。唯一带来最有价值、最有可能的结论，黄瓜的出现代表一切皆可属性。王希将结论、研究数据用 0.5 中心笔在纸上一一记录，一手没有多余笔墨的精致字体跃然纸上，一般人还真看不懂，仿佛加了密的文字一般，只有王希的眼睛能够解密，轻易识别。王希觉得自己的文字居然独一无二的美，然后在电脑上记录一遍。以他现在的手速，1000个字1秒不到，麻烦是变得眨眨眼，顺手拈来。随后秒到市里的市场，购买一些稀有的种子，桑葚、枸杞、大枣。第70章，前置属性的作用性。桑葚品质效果固根培元加1，枸杞品质效果气血循环加1，大枣品质效果养心安神加1。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也不是职业者属性桑葚、枸杞、大枣，而是出现了跟它相关的属性，属于个人属性。培根固元、气血循环、养心安神，都是属于体质类方向，可以归为体质属性。王希仔细想了想，细思极恐，职业者属性与个人本身资质看似互不影响，实则息息相关。体质好的人，那么他在某一项属性一定比常人高，或者在一个职业里面属性值比同等级高，所以职业高考有考核潜力天赋一项，体质好的人觉醒的职业往往会在这项职业中有着特殊的优势。桑葚、大枣、枸杞是在提升潜力属性。而且王希发现了重大发现，桑葚、枸杞、大枣属于满增产，也就是说它的 max 属性值撑死了只为1点，不可能吃一个加1000点。也就是说王希只需亲手灌溉农之本源，放在能够生长的优渥土地里，桑葚、枸杞、大枣即为满增产。好家伙，想过特殊情况种植即为满增产，没曾想是在枸杞、桑葚、大枣里出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是那种即使在沙漠缺水的环境下也能长得高大的仙人掌之类的种植物，而桑葚、大枣、枸杞明显不属于能够在恶劣环境下满增产的类，却能够一灌溉农之本源，即为满增产。有了这个结果，王希第一时间前往田地，各种植10亩，总共20亩的时间，在王希攻速与移速快要达到小目标的情况下，1分钟之内
种植完毕，完全不花时间。其中枸杞时间最短，只需1个月时间就能成熟，而一棵枸杞树能够结出300粒，相当于气血循环加300。而桑葚与大枣则需要2个月的时间，与普遍种植物相同。桑葚不再是种子，而是一棵树，由于有储物界的存在，所以不用担心麻烦问题。大枣也是树，只需埋在土里，灌溉农之本源，然后结果。回到屋里，王熙发现王三丰没在家，便打了个电话。瞬间，王三丰出现在面前。老哥，啥事？若是有外人，再定要被他突然的出现吓得连退几步，实在是太毫无征兆了。若没有刻意将防御与攻击属性融入到移速上，所谓的风阻将会无限减小，常人根本无法察觉有风。只有像他们一样拥有爆表属性的人，才能稍稍感知。这股风来得极快，消失的也极快。王熙的头发以微乎其微的幅度飘动。王三丰一脸好奇，然后便看到王熙拿出一颗桑葚、1粒枸杞、1枚大枣。一般到这时候，就又是加新属性的时刻了。王三丰眼睛一亮，只是这次的属性他有些意外。桑葚、大枣、枸杞所加的属性，可以说根本不是属性，因为职业者属性的涵盖里并没有气血循环、固根培元、养心安神任何一项。硬要说这应该是某种个人能力的加成。老哥，这是试一试效果。好。王三丰接过桑葚、大枣、枸杞，先将乌黑的桑葚吃进肚子。王三丰细细感受着，很奇妙，我能明显感觉到丹田有气，还有我身心好像释然放松了，很爽。王三丰仿佛感受到了全力移速时遨游华夏时的自由，却在只吃了一颗桑葚做到了。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桑葚是从丹田由那儿外发散，而移速是从外到心，两者不同，但感觉一样。总之，身心好像境界升华，前所未有的舒适。爽！细细感受完毕，王三丰再吃大枣，养心安神加1。下一秒，王三丰的眼睛闪烁着金光，他的心，他眼中那股神气仿佛经受过洗涤一般，清灵洁白。我再进化。王三丰突然总结出惊天结论。王三丰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他好自由啊，仿佛脱离了一直禁锢着他的枷锁。王熙眉头一皱，进化，进化。虽然不知他为什么说自己在进化，但从王熙眼里，看不到王三丰身上发生任何变化。王三丰好似狗子看到了美食，吃掉枸杞速度比刚才2颗快上不少。气血循环加1，他的气血，王三丰能够感觉到血液在他体内潺潺流淌着，前所未有的体验。我还想吃。王熙干脆将实验出来的桑葚、大枣、枸杞拿一半给他，很快他就吃光了所有。有变化了，他的表情变得很舒服的样子，像便秘了一样。其余变化没有，属性也没有因此增长。王熙问道：可发生了什么？我看看啊。王三丰除了感受与没吃桑葚、大枣、枸杞时截然不同，其他方面好像没有。打开属性面板，属性没有变化，依旧爆表着。技能伤害，技能伤害也没变化。好像也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不过是真的好吃，而且吃的时候真的很爽，不只是味觉，全身各处细胞到骨头都舒适的。好，王熙也没有继续询问了，剩下一半大枣，前往研究室，拿起笔记本，自己全部吃下。当吃下第一个桑葚，王熙愣了一下。对于职业者来说，或许体验感不强，但对于他们这些博士需要靠脑子的后勤职业，亦或生活职业，这种感觉是念头通达。桑葚让他的丹田部位多了一股非常生养的能量，这股能量反哺了大脑乃至全身。吃下枸杞，气血循环加1。王熙第一时间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了3个字：行动力。做任何事都有行动力，行动力不足就会产生颓废、沮丧、躁怒。枸杞的气血循环让他感觉行动力丰满、致生。他完全抛弃了颓废、沮丧、躁怒，取而代之的充沛的正向情绪，快乐、自在、舒适。吃下大枣，精神得到滋养，心念相通。人虽醒，但精神却仿佛摆在大字暖洋洋的睡觉着。接下来，王熙就把剩下的桑葚、枸杞、大枣全部吃下。结论：有明显的感觉变化，自身实质性变化不明，但一定跟人类本身的前质息息相关，有待进一步探究。第71章：资质摧毁，不能转职。彩云氏王家，如果王熙若见到彩云氏的王家，便能知道他们有着一定的渊源。在彩云氏王家家里，有着一张王熙母亲怀着小肚子，枯瘦如柴的祖爷爷死而无憾的笑颜，而后身边男女老少拥挤在一起的全家福。却在此刻，全家福被一群穿着西装服的男人挥手打落，掉在地面，
相框玻璃叮一声响打碎。王聪，你父母1个月不见踪影，按照规定，你父母欠下的100亿巨债，将会由你父母包括你旗下所有的资产以及旗下技能研究总子公司一切赔偿。现在就是偿还之日。一名中年人得意洋洋地笑着。换句话说，都是我的了，包括你身上穿的衣服。另外，你还倒欠我1亿。大伯，这就是你想要的？身形羸弱，名叫王聪的青少年质问在前的大伯。别，是你父母遭下的孽，跟我这伯伯无关。还有从此以后就不要叫我伯伯了，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中年人嫌弃的脸一撇。王聪死死地瞪着大伯，瘦小的拳头握得越来越紧。我只想知道我父母在哪儿。王聪尽可能压低着嗓音，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发疯的疯子，否则指不定被他大伯送进精神病院，永世出不来。王聪知道他大伯绝对能狠心做这样的事，毕竟父母的失踪也一定跟他有关。因为技能研究公司的某项技能有了大突破，或许会通过此跟官方接轨，成为技能师工会的一份子。这是所有技能研究公司想要的，只要有了技能师工会的权威认证，那么这个公司纵观国际都是响当当的存在，更别说是现在的华夏，巅峰的华夏，俯瞰众生的一尊庞然大物。虽国际没有表态，但人们如何不清楚，现在的华夏已经是全球最具威严权威的存在，其内相关职业者的公司价值提高 N 倍，如此如同金山闪闪光耀的公司，以至于就算直系亲戚也动了贪心，将人类的丑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只因他没有话语权，就能用尽一切手段。王聪虽然不知道大伯做了什么，但他一定知道此刻的父母危在旦夕，或者已是凄惨模样，更甚埋在哪里，永远不见天日。王聪一想到父母七窍流血，在无尽黑暗里伸出手抓着他的臂膀，扯着他的衣袖，叫孩子救他，心如刀绞。你绝对知道的，你绝对知道的。你问我，我就应该知道。跟你这初中生没事可说，看在你我博执一场，你欠我的1个亿不用还了，看看你还有没有东西拿走，然后滚蛋。王聪脚步一动，便有职业者伸手拍在他的肩膀，让他右脚膝盖重重磕在大理石地板上。好在这名职业者留了一手，否则他一只脚或将永久性残废。王聪疼得闷哼一声，他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啊！爸妈，我该做什么？该怎么救你们？我不清楚，我不清楚啊！好狠毒，人间狠毒莫过于此。王聪从来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在发生到了，也深刻体会到书里所形容的亲戚嘴脸。起初他还不信，都亲戚不该各自帮衬一把，团结一家人吗？没想到错了，他父母也错了。他的大伯什么都不会，职业 F 级烂职，正因如此，父母帮助了他，在公司里是个闲职，然而他却认为这不够，曾经还跪在他家门口3天3夜，只为要一点公司股份，还把爹妈，也就是王聪的爷爷奶奶请出来了。也因为爷爷奶奶出面，父母给了他一点股份。没曾想这狗东西居然如此狠毒，感恩没有，怨恨血仇报复，导致他父母现在1个月都没有踪迹，就连官方部门出力，至今没能寻找到，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啊！行了，行了，弄走，碍眼。王博掏着耳朵说。职业者一把将王聪捞起，踱步门外。再也看不懂王聪后，王博眼中才露出一丝愧疚，不过很快他阴险笑了起来。活该啊！当初让你给点股份给哥哥，你冷漠无情，这就罢了，还将我拒之门外，看垃圾一样。你知道当初我有多痛心啊？我可是你哥呀！要不是当初爹妈还在，或许我就算跪到死。哼，一切都怪你们活该。昔日种下的仇，只不过现在10倍100倍偿还罢了。老公，一旁的女人摘下墨镜，露出更加丑恶的嘴脸。那小贱人眼下马上高1就要转职，如果他转职出，不可能。王博心情激动，似乎是在恐惧，但很快笑了起来。老婆请放心好了，他一辈子都猜不到，我给他下了奇毒，摧毁了他的体质。难道你没发现那小东西比别人矮1个头，跑个100米就气喘吁吁，我那好弟弟请了各种传统名医都束手无策，或许他连职业都转职不了，早已是个废人了。女人一惊，她没想到老公如此思考事情周全。斩草要除根，这资质一摧毁，这根也就除了。小贱人就是想破天也翻不起风浪。老公，你真厉害。你老公不厉害，又如何将很快与技能师工会交接的公司拿到手，独掌大权？现在我说1就是1，那我们的儿子就是。他现在还小，总之以后不缺资源，更不缺技能，我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生活。好啊好啊！女人幸福地窝在王博的怀里。王聪被丢在无人问津的垃圾堆里，他站起来，捂着胸口，喘息不过来。好一会才恢复平静，擦了下眼泪，向着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方向去。尤其是路边没人的时候，
他哭得更厉害了。直到此时，他才像个还未成熟、心思纯洁的懵懂少年。去都川吧。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似是不忍把他丢弃在垃圾堆的职业者出现在他身后。已经给你打点好了，这是火车票，到时候有人接你，你会在那里上学，好好读书，过着平凡的生活。回来的事就别想了。第72章，命运的齿轮转动。岩口乡，父母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但里面的消息却让他们皱眉。简单意思就是，王熙王三丰的祖爷爷的孩子，也就是二爷爷的二儿子出现了变故，二儿子的孩子希望能够借住到他们这里，在他这里好好安稳的上学，长大成人。父母还没有表达意思，那个电话便挂断了。紧接着，就是一笔100万巨额打到了母亲的一张银行卡上，这笔钱就是抚养孩子以及他日后读书生活的费用。这个事情猝不及防，可这100万转账款，还有那孩子的相关信息，以及何时抵达都川北站的时间清清楚楚。哎呦，母亲头疼，她还没有理清事情脉络，这突然起来让我们抚养的这种做法，属实有点，一般人都会直接拒绝。而父亲却道：“是他的孩子啊，容我打个电话看看。”父亲明显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有些交情，于是拨通电话，电话传来以空号的提示音。这个电话号码可是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一般情况下绝不会被注销，看来他是真出神妖事了。而打来电话中的声音颇为刚正，不显儒雅，也不是他，估计是他托打电话的人找到我们这里吧。父亲已经联想到，虽然有亲戚关系，但算得上好友的人，无助无可奈何，作为父亲的心酸，迫不得已，极其难受，才会决定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托付给10年未曾联系的自己。王熙与王三丰一边吃饭，加个1000万生命值，加点技能极速、移速攻速什么的，一边分析这里面所含有的信息。也就是说，有亲戚遇难，甚至连孩子都托付给了咱们家。那你的意思？母亲看向父亲道。父亲没有说话，但他表情已经表现出来了。父亲起身离开，再回来时，手里有一张陈旧的全家福，指着里面的某个人介绍了他。他叫王健，某技能研究公司的创始人，有求必应，有忙必帮，是个实打实的好人。虽然他没有帮过自己家什么，但他这个朋友，父亲认。母亲不置可否，心底拒绝的声音也是因为不熟悉，从而双方不信任所造就的结果。不过常主我不是想同意，咱们家情况特殊你也知道，他可以暂时住这儿，等他上高中，自己就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了。毕竟没有谁希望一个外来者常住着，对方若是一名品德不行的人，更不舒服了。100万够他一个人在城市生活。母亲的想法很现实，有些人甚至不会同意，或者看到100万见钱眼开，只是勉强让他住一下，然后100万便被瓜分了大半。王熙与王三丰期间一句话不说，父母做的决定他们基本上支持。下午时分，父亲开着车子回来了，见到了名叫王聪的远房亲戚。好家伙，像鸡崽子一样，身形瘦小，身高不过160。要不是信息里面写有，王熙与王三丰还真不敢相信这是即将上高一的人。即将上高一的男孩子至少也得有一个165，按照现在的时代，初中优秀基因便是180，稍次一点，男生也在175左右了。而眼下这个孩子160，比一般女生还矮。他那浑浊的眼睛观望着四周，对于陌生的环境产生着排斥反应。王聪发现这个乡村与其他乡村不同，竟是种满了种植物，像秋季，一副浓浓的丰收景象。他还没有成为职业者，连属性面板都没拥有，所以他只能看看表面，无法发现这一片农作物的水有多深。还有，在进岩口乡之前，被一群大佬关注。命运的齿轮自从岩口乡附近转动了。王三丰率先过去，略微勾一点身子，伸出手：“你好，我叫王三丰。”只是这一过去的动作，直接给王聪干懵逼。什么时候被打招呼？王聪无法反应，下意识抬起了自己瘦小的手，抬到腰以上位置，才和王三丰握手。他好高大，比他们班的最高男同学还要高。瞬间，王聪又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你好，我叫王熙。明明王三丰身边没人，可毫无征兆的，比王三丰还要高一点，帅一点，声音磁性的男人出现，朝他伸出了手。我叫王聪，放心，我就住1天，第2天我就去上找屋子住。王熙摇头笑道：“没有礼貌，没有客气，直接一声让王聪舒服许多。这是对王聪最大的尊重。”王聪跟随着他们到了别墅里，坐在沙发上，很老实，一动不动。狗子夹着尾巴在他身边来回巡视，他也看都不看，只看着被打开的液晶电视。电视里正在重播着夺取新板块大陆，以繁星联邦为首的国际却不同意的新闻。你怎么这么瘦？不知道，我爸给我找了很多传统医生都没能发现问题，最终结果
自己体质天生虚弱。原来是这样，这是水果，你多吃一点。母亲招呼着。不嘛阿姨，我吃一个橘子肚子就撑了。怎么会这样？母亲一脸不解的表情。这孩子要能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吗？这不病秧子，干啥都不太行。你成绩好吗？每次都是垫底，我无论怎么学，脑子都不比其他同学灵光，学会一个知识的时间要比其他人花费多10倍。王熙一边听着，一边注视着王聪。忽然，他发现他体内有种莫名的肮脏气息，跟当初王三丰带回的老鼠人断肢流出的液体一样，令人不适。只不过，这点气息很细微，而且无意识，否则当见到王聪一面，抬手无限大伤害打去。虽然不知被打中那位什么滋味，总之自己出手不亏。你被人下了毒吧？王熙越发想越不对劲，终于在他闻到了敌敌畏的气息，才想明白王聪体内的气息与毒性很像。第73章，水果也拥有属性。母亲将100万还给了王聪。王聪只住了1天，没有属性的饭就只吃了普通的饭菜，离开了盐口乡。不过对于王聪，王熙有了新的想法。他天生虚弱，还没转职觉醒个人面板，那我这枸杞大枣桑葚用到他身上如何？桑葚枸杞大招是体质属性，体质属性越高，不说提高转职不得了的职业的概率，但转职出的职业所蕴含的潜力天赋一定是不错。之所以桑葚枸杞大枣没能明显影响职业，是因为我们在食用桑葚枸杞大枣之前就已经转职了，而还没有转职的人，桑葚枸杞大枣的作用性将会效益最大化。王熙提出具有逻辑性而推测出的疑问结论，只可惜枸杞大枣桑葚被吃光了，所以无法立刻对实验对象进行实验。算上王聪上高一，距离转职时间还长，实验放在之后。王熙先在小本本上记下实验对象二王聪，看着载着他的车消失的身影，王熙心情不言而喻。昨天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遭遇，只是从他的神色便能看出凄惨。希望他以后满满正能量吧，毕竟还是个孩子。我特么都没经历过黑暗面，别人都经历完了，咋能这么不幸呢？不过他遇到了他，正好处于新农作物的研究阶段。小小子，你有福了。王熙笑了笑，被当作实验对象似乎是极其贬义的意思，但王熙的实验对象性质有一点不同，没有副作用，关键全他妈是属性加成。目前为止，只好不坏。王熙前往研究室，昨天他买了水果种子，西瓜、苹果、鸭梨。农业可不止种农作物，农业还包括养殖业动物羊、牛、马、鱼、虾，水果业苹果、西瓜、鸭梨、草莓、菠萝等。王熙这一次便是验证，除了水稻、小麦、玉米算是粮食之外的种植物，水果是否同样会种植出具有属性的水果。到了研究室门口，王熙先戴上眼镜，搓了搓手，仪式感拉满，才打开研究室的大门，走进其中。然后便发现，惊喜，有属性，证实了水果同样可以具有属性。西瓜藤蔓上一共结出了3个西瓜，大概2米高的苹果树上结出了50个苹果，歪扭着长的鸭梨树同样也结出了50个鸭梨。西瓜品质效果血系前置+1，苹果品质效果武器系前置+1，鸭梨品质效果动物系前置+1。只是当王熙看到水果的属性加成后，恍然了一下，又是不同样的属性。这个不同样指可以划分一种类别的属性加成。什么是血系？什么是武器系？什么是动物系？王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转职觉醒的职业类别。好比某动漫的噩梦果实，吃了橡胶果实能变为橡胶人，吃了雷电果实能变成雷电人，吃了牛果实能变成一头牛。而这血系可以理解为血系类别职业，比如吸血鬼、德古拉、沾血的职业。武器系可以理解为转职拥有武器的职业，正如他帝王三锋、破灭刀锋的铠甲、重刃锋。动物系就指虎人、螳螂、狮子狗、狗头等含有动物特征的职业。王熙目前唯一能够想到的便是转职职业解释了，毕竟血系、武器系、动物系后面还跟着前置2字。前置的意思是什么？代表你未被激发的资质，而这水果便是在你的前置上拥有的加成。当然，这只是我从字面意思上所推测的结果，一切还有待证实，只有证实了才能100%确定。王熙还发现了另一重大发现，所结出的果实全部皆为满增产，无需研究，它的属性加成只为1，不能再低，也不能再高。跟相关职业者属性的农作物仿佛不在一个层面，相关职业者属性的农作物异常骄傲、高冷、挑剔，而水果是温和的、温柔的，像良家妇女。王熙在笔记本上一一记录着水果的发现。
让他在养殖业期待起来。明天就去弄头猪试试吧，但我要给猪怎么灌农之本源。动物可跟植物不一样，种在土里就能得到有属性的回馈物。我把动物插在土里，显然首先排除这个答案，那么就是交配了。动物交配才算凝出一个果实，能使用诚实催熟吗？发现一旦放在养殖上，种种麻烦的问题都会出现，哭笑不得。先抛开养殖业，在这之前，王熙将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一个地大鸭梨、地大的苹果抱在手中，然后出去研究室。王三丰，老哥。王三丰秒出现，作为老哥的第一实验人，光是听语气便知道他又要试吃了。看着老哥手中捧着的东西，王三丰目光一亮，水果，有效果面板的水果，这都可以？不是说只能种农作物什么的吗？王三丰挠挠头，至少在他的理解中，老哥只能种点农作物，至于水果什么的，想都别想，就算种出来也跟普通水果一样，而非跟水稻、玉米那么神。没曾想，老哥居然种出了有属性的水果，神，真神！武器系前置，血系前置，动物系前置。王三丰念着效果面板上的效果，前置二字能够理解，但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武器系、血系、动物系，只清楚这应该与职业相关，但职业类别从没有这种划分，因为职业千奇百怪，如果细分，就如同发丝一样分不清楚。课本上只划分了战士、射手、刺客、法师、辅助、后勤职业、生活职业，而像血系、武器系、动物系只是他们私底下可能会划分的细分。比如快乐风男、风骚职业，便是对于一些跟快乐、潇洒的职业进行的网红划分。眼前有效果面板的划分进行，从来没有过案例。试试吧。好的，老哥。王三丰率先就将老哥怀里的西瓜抱了过去，然后像拍丰满的屁股拍了拍，发出嘎脆嘎脆的砰声。第74章一速突破108000米。这瓜好，西瓜只要能发出嘎脆的轻响声，就说明这瓜已熟，熟到恰到好处，口感将会恰到好处。王三丰以手做刀，将瓜劈成2半，然后弄成4份。发现有西瓜籽，但西瓜籽只长在鲜红果肉顶部，一用手就能够将西瓜籽排干净，成为无籽西瓜。没有了西瓜籽的西瓜，鲜红如血，但激起人的食欲。王三丰这一刻有那么些体会到电视剧跳跳姜见到人想要喉咙的冲动。血系前置+1，口感奇好。面板也出现了跟西瓜效果面板效果相对应的提示。除此之外，王三丰细细感知，好一会摇摇头。桑葚、枸杞、大枣还有感觉变化，而西瓜除了比平常西瓜更加多汁多水，脆中带嫩，没有其他差别。得到这个结果，王熙大抵知道鸭梨、苹果吃的效果应该一样。然后王三丰各吃下一个，所回馈的也跟王熙预想相同。王熙也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变化。看来对于已经转职的职业者，西瓜、鸭梨、苹果水果类的食物对其没有影响，还是需要没有转职的人啊。等等，王熙不该如此绝对地得出结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吃的少了。你一个西瓜才加一点属性，换句话说，就好像只吃了1碗米饭中的1粒米饭，吃了但没完全吃，所以要吃得多。量变引起质变，或许会发生变化。包括桑葚、枸杞、大枣，现目前只有感觉变化，也是因为吃的少了，所以明显变化微乎其微。王熙挥手打发王三丰回到研究室，不过目前无法进行验证量变引起质变的实验，得等大面积成熟才行。在纸上记录完笔记，王熙离开研究室，前往田地种他个20-30来亩西瓜、鸭梨、苹果，顺手再种把桑葚、枸杞、大枣种一点。按照目前所分析的来论，桑葚、枸杞、大枣的效益要比水果类前置效果要好。桑葚、枸杞、大枣属于个人体质属性，可以理解为是血系前置、武器系前置、动物系前置的根本所。根本属性越强，前置属性所得到增强也就越高。种完后，王熙蓦然发现岩口乡一部分成为了矮子森林，有很多昆虫在里面打转，蜜蜂在树杈上打窝，一副充满生机的景象。空气似乎都要比之前更加清晰了些，一呼一吸神清气爽，十分悠然。王熙微笑，不只对于现在的所感所闻，还有未来。水果桑葚的出现，或许能让全民都能够享用上。至于直接加属性的水稻、小麦，无需多想，是根本不可能流通到公众身上，哪怕存物很多，国家也不会让他们现世人间。就像小男孩一样，公众就算有所闻，但绝不会让他们接触到，这是最高权力，也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掌握稻穗小麦，便是掌握最高权、绝对权。王熙站在略高的土坑上，眺望矮树森林。桑葚、枸杞、大枣这类，还有水果类，与高傲的水稻、小麦、白萝卜等不同，性温和，
大众皆宜，全国可享用。至于全球别想了，王熙会是第一个不同意的人，占据1票权，而总共票数为1票，没啥，就是外人不给，他所收获只给自己人。当然，一切还有待证实，到底会不会量变引起质变，会不会未转职职业之前吃的人事效益最大化，有待证明性实验。总结到这，王熙想到了那个发育不良的远房小弟，都是小弟，第一印象也不错，不麻烦没有情义的人，有礼貌，吃饭遵循光盘行动，在碗里找不到一粒剩下未吃的米饭。对于这样的人，王熙心生好感的。关键正好他没转职。回到家，饭点刚好到了，母亲端着满满一大盘白萝卜、紫薯，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食。没办法，一宿公宿太爽了，只有偶尔的时候才会换一下伙食，吃白米饭什么的，增加个1000万生命值、1000万防御、生命值恢复什么的。王熙的一宿已然突破108000米，来到了1秒11万米，公宿1000加。但对于时间流速的感觉没有变慢的变化，正常就是正常，不会像电影里拥有超速的主角会觉得四周环境像龟速一样缓慢。王三丰的一宿跟王熙差不多，是11万米往上，公速1000往上。父母要少点。自从有了一宿公宿后，又会了踩碟板，有缘的人就可以发现，他们偶尔在埃及金字塔、荒里大沙漠、亚马孙森林、世界最高的山峰、古老的遗迹、某大墓探险等。这个世界比蓝星大 N 倍，紧张、刺激、危险、美丽、动人的地方数不胜数，成为了旅游者加冒险家。所以亏了好些天的属性加成，父母似乎觉得自己一宿公宿太少了点，所以这些天都在家补一宿公宿，血量、防御、精神力、技能、极速也都通通补上去，至少也得到达他们孩子当前的水准才行，否则不够意思啊！一顿饭，一家子的属性哐哐猛涨。对了，爸妈，你们之前旅游可发现有什么好玩的吗？不给我们讲讲听听？王三丰问。好玩的太多了，都不知道该讲哪一个。不过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个沙漠大墓里面，那个大墓很大，方圆千里看不到尽头的样子。我和你妈进去玩玩，没曾想你妈兴奋地说发现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繁荣文明，就读大墓碑文里面的几个字，你们猜怎么着？王三丰与王熙放下筷子。木乃伊，成千上万的木乃伊复苏，朝着我们蜂拥而来，那个场面真的难以用文字形容。说到这，母亲叹息，当时由于有点慌，一不小心把木乃伊全给灭了，墓也塌了，这方文明存在的过的一足迹被我和你爸算是给毁了。希望这方文明的足迹不只存在我们所发现的吧，否则我和你爸就是文明遗迹领域的头等恶人。不过还好，里面大部分文物完好无缺，只是埋在沙漠里面了，我们记录了坐标，只要发掘就能够发现，没有你妈说的那么严重，什么文明遗迹的头等恶人。第75章种植人参。时间很快来到了上学季，王三丰带上了行李。哥，送我吧，我想坐车去。怎么，想装逼了？王熙问。王熙发现 Era 4超跑至今只跑过一回，属实有些冷落他了。悬浮超跑有一个很好的优势，那就是可以无视地形，也就是说，只要官方允许，他可以驾驶 Era 4超跑直线从都川通往京都清北。王熙想了想，算了，把 Era 4超跑钥匙丢给了王三丰。你自己去吧。王三丰一惊，给我了？你不是考了驾照，拿去用吧，没说给你。你这钥匙都丢给我了，你想要就拿去吧。王熙想着自己有碟板，人又不爱装逼，就喜欢种田啥的。而他现在1秒15万的移速，用车还不如徒步，实用性价值变低，有个碟板代步就很不错了。车这东西，除了在众人面前彰显自己的财力，获得别人的羡慕，成就自己的虚荣心，就没有其他作用了。关键那可是 Era 4超跑，他老弟在京都轻易就能恋爱无缝衔接，这一点作为老哥是万分支持的。王熙心一松，好在是个弟弟，要是个妹妹，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王三丰差点感动痛哭，哥，是真亲哥呀，太宠弟了，这叫他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哭着才想 Era 4超跑的油门一嗡而去。我到了清北，我会回来给你说。虽然听起来别扭，但好像没毛病。目送离去，王熙也准备换身衣裳，前往都川市里去，看看王聪这位他相中的实验2号如何了。当然，这也是老妈又去旅游前交代的。老妈虽然没有好客，但对于这位才住1天就离去自己住，不麻烦别人的孩子，留了个心眼。他太瘦太矮了，生怕他一不小心摔个倒就记了。偶尔老妈会去看看情况，今天也是他上学的日子。换上一身便装，打理好发型，王熙移动出门。汪汪！狗子像是在为他送行，然后奔跑在田野间，更卖力地巡视着。
只是不一会，他就趴在玉米丛里吐着舌头。不是他不想巡视，而是宝贝太多了，多到他狗爷巡视不过来。你好，请问殡仪馆还招人吗？瘦弱矮小的男生到了殡仪馆接待处。他在网上看，只要胆子大，敢背尸体都可以去，所以王聪就去了。结果显而易见，被赶了出去。王熙眉心略皱，100万不够花。对于有些人，100万可能确实不够花，因为他会存着当老本，在没有稳定经济来源之前，一分也舍不得花。如今，大抵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王聪捂着胸口，气喘吁吁，看了眼时间，才勒紧书包，搭上便车前往学校。看到这里，王聪简直是桑葚、枸杞、大枣等农作物的第一实验人，在他身上或许会有奇效，只不过得等他上学1个月，桑葚、枸杞、大枣还有西瓜、苹果、鸭梨等种植物才会成熟。成熟之后，实验才能开始。没死就好。王熙其实也有点担心他忽然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所幸生命特征看似虚弱，实则顽强着，还有精神找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好小一个呀，瘦胳膊瘦腿的，现在这年代还有营养不良的孩子吗？是啊，也不知道在家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太可怜了。他是我们同班的。接踵而至的议论声音，王聪见怪不怪，他比在场99%的女生，包括女性家长都要矮，就连班主任都见到王聪有些诧异。王聪是外来人，是打点关系才能进都川的学校读书，照理应该是少爷才对，没曾想竟是发育不良的那类孩子，一时间都分不清他的家世了。王聪，按照表单填好信息，然后把学费交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宿管那里领宿舍钥匙，明天早上8点要到教学楼。班主任温声说，似乎顾及什么。还有，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老师会帮你处理，这是我电话号码。王熙站在角落，又跟去了宿舍。好在除了些因为诧异的议论，没有戏剧性的一幕，没有落哨般的反派，一切都好。王熙离去，顺便去一趟市场。在市场里，他购买了新进的种植品种，这个品种在固定市场里基本没有出现过，名为人参。人参这东西长得很滑稽，古人将名字也取得特殊，它一出现便是以宝物价值衡量，普通便可以以宝物价值衡量。哪怕到现在，普通的人参价格不减反增，上好的人参则更贵，如若100年便已是有价无市，更别说1000年、万年。如此，如果用农之本源种植出来的人参，又当如何价值？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会不会带来巨大的惊喜？很有可能。带着好奇心，王熙携着人参回到盐口乡，然后在研究室种下1颗人参种。种了人参种还有2次成食机会，王熙打算用到拥有韧性与暴击、黄豆与辣椒上。王熙已经探索了很多天，研究需要赶上步伐，再加上种植挤满增产的作物的意外之喜出现，如此一来，雨露均沾，满满意意地观赏自己的杰作，然后只等明天的结果。一大早，王熙起床洗漱了一番，然后打开手机，微信上发来王三丰等会要从京都回来吃个早饭的消息。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家里的饭必须吃，少吃一点，就是对哥的种的粮食不尊重。王熙没有回复，就搓了搓手，前往研究室。到了研究室，像开牌时刻，王熙深呼吸，身份认证，认证成功。门打开，一股清风飘拂来，王熙搓了搓手，目光看向研究台。我人参呢？人参不见了。第76章，人参离谱的效果。王熙快步来到研究台，黄豆、辣椒都长得很好，安安静静的任君采撷，唯独种植了人参的那块土没有影子。仔细看土的中间有松土迹象，还有细小如血管的根须的活动迹象。王熙不可思议的略微放大瞳孔，然后目光一眼锁定盐口乡某块田的方向。活了，还跑了，好家伙！王熙一动，下一秒便出现在玉米灌丛中狭窄逼仄的行道里，而行道中央仿佛白萝卜将独特滑稽的发型露出图表，人参舒适的睡在这里，周围的泥土像龙虾窝门前的院墙稀松堆砌起来。很难想象这是人参做到的，只有这个解释，因为不可能有外来力量介入，就算有外来力量，他为何把人参埋在这里？得出结论，人参不喜欢研究室的环境，来到了他觉得舒服的地方，把自己埋了。王熙小心蹲下，仔细观察着自己把自己埋着的人参，好一会，似乎总结了所有细节，才动起手，准备抓起他的那把头发连根拔起。普通速度，可哪曾想，他的警觉异常敏锐。王熙的手只在他脑门上隔了1只手的距离，根本没有碰着他。他一个机灵，脑门上的绿草晃动，连带头缩进土里，然后刷向地鼠打地洞，窜窜跑掉了。
王熙没有第一时间抓他。人参成精跑掉，这只会在神话故事中看到过，完全没有在现实见过。而现在，确实正儿八经的见到了。这个过程是极具观感性与研究价值和记录价值的。王熙拿出一个便于记录的路仪眼镜，人参窜得不深，跟随着人参由于窜而形成松土的表面路径，似乎他知道危险。他刨得更卖力了一些，速度更快，表面路径略微扩大，具有一定本能意识的灵性，因为他知道一旦被某贼人抓住头颅，他就要归西了。跑，跑，跑，跟，大概1个小时，人参终于再次将他的发型耸出土面。王熙出手，这一次不会再给他逃跑之机，整个手臂都深入了土地里面，连带周围的泥土被王熙手臂震出的力量震松散，轻而易举便将人参完美无伤地提了出来。王熙略微心惊，人参的几只根须缠绕在一起，成为相比其他根须更为粗壮的根，以作为脚，其他根须则成为手。由于被王熙抓住，他的腿和手都在挣扎动弹，很不安分。好一会，似乎终于认命，他动弹的幅度越来越小。王熙一一记录，随后带回研究室。人参品质效果：延年益寿，阴阳调和，恢复根本，脑力清晰，解除疲劳，回归满血状态，经验加成3倍，若食用者满级，后续经验获得将会存储。洗涤灵魂+1，复活+1。看见人参的效果面板，王熙调整好姿势，好好品味，因为这是他见过效果最多的种植物，目前为止没有之一。更关键的是人参的效果加成，王熙不是能够理解。延年益寿，这个当然理解是对生命的滋润，但后面阴阳调和，恢复根本，洗涤灵魂+1，复活+1，除了解除疲劳和经验加成3倍这段能够从字面意思理解，其他意思都需了解它深层次的含义，特别是最后2项效果。王熙把目光专注在洗涤灵魂+1，复活+12项。洗涤灵魂，灵魂需要被洗涤，灵魂可是很抽象的概念，无法理解。复活，真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复活+1指死去能够复活回来，而+1就是指能够复活的增长次数。死，细思极恐。王熙想，现在就实验实验人参的复活能力，可这要把人杀死才能实验，所以这个实验万万不行的，得换个活体物种才行。但活体物种的效果能否跟在人身上实验效果一样，这其中还需要论证。先抛开复活，王熙再仔细观察其他效果，发现依然能理解。除了能够理解的几项效果，唯有恢复根本稍稍能够理解。恢复根本或许是指恢复永久性损伤，也就是说你的大腿无法恢复，因为根本被伤及是不可逆性的损伤，而只要食用人参根本恢复，那么大腿就是可逆性。想到这，王熙头等发麻。如果能够恢复根本，那么在传统医学领域将有划时代性的突破，重要性可称国之重器。死，逆天，难怪能长脚跑，一般人或许因此再也找不到他。王熙所种植的人参只带有猿人，当然王熙不可能将人参只带有猿人把控在手中才是硬道理，而且是如此可以堪称重器的人参，效果离谱。甚至还有阴阳调和，洗涤灵魂，还没有理解真正的用意。阴阳调和或许只指中医之道中的阴阳，但又或许不指中医之道，而是真道，阴阳道。而洗涤灵魂，灵魂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真正的触碰到它，它是极其抽象的，无法清晰的，无法实验的对象之一。所以灵魂被洗涤了，有什么用处、意义？王熙无论如何脑补，也无法脑补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结果，这属于超认知之外的东西。但抛开灵魂、阴阳调和2项不谈，光看其他属性，人参的效果属实离谱了一点。恢复根本，不可逆性变为可逆性，3倍经验加成，让职业者在越往后效果越有用。解除疲劳，回归满血状态，几乎适用所有领域，无论是职业者还是后勤，还有复活。尼玛，光凭人参一种，它便是重器级的存在。王熙一一记录研究报告，只是记录着，人参像是尾，根须僵硬，从原来的满满灵气变成了死气沉沉。随后一个意想不到结果出现了，人参品质效果，人参死了，它的效果也没了。像鱼虚水一样，人参也需要及时吸收大地养分。于是王熙重新将人参插在土里，尝试挽救。第77章，吃了人参后的变化。显而易见，已经死了，你就算给它高质量的土地，它也复活不了，性质跟动物相同。王熙记录意外的结果，
随后尝试灌溉农之本源。灌溉农之本源，原本以为灌溉农之本源依旧无力回天，没曾想人参活了。人参的发型重新竖立起，根须朝土深处伸展，然后仿佛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调整根须的位置，很是灵性。只可惜，就算拥有了生命，也逃脱不了魔掌。生物法则，物利于人。王熙不是佛主，也不是圣母，不会像网络里的圣人看到杀鸡杀狗觉得好残忍。特么你不吃肉？记录完数据总结，王熙将笔放进外套口袋，然后拿出手机，艾特一下远在清北的王三丰，让他没有课就回来一趟，有新东西给他尝两口。王三丰不知是怎么从正在输入中变为了名称，又从名称变为正在输入中，如此反复好几回。王熙想了想，好家伙，肯定是交女朋友了，否则让他回来一趟，小老弟怎么可能犹豫发言？不错，支持。欧克，你忙不急。发完这条消息，王熙放下手机，看向黄豆与辣椒。黄豆与辣椒由于之前的经验积累，初步便有了一点增产，但只一点，不多，离最终满增产还长。我来了。下一秒，王三丰的声音响起，打开研究室门。都说了不用急，已经忙完了。这么快？是啊，就这么快啊。王三丰一脸茫然地看着表情逐渐古怪的王熙。也对，第一次嘛，难免不会玩。王三丰想了想，好像觉得没什么不对，于是点了点头。随后便见老哥拿出了人参。王三丰瞳孔收缩，他看见人参的根须像人的身体被束缚，扭动挣扎。这玩意儿是活的。王三丰观察效果面板，目光更是闪烁起来。这是他在他老哥手中见到的最特殊的物种。除了是活的，效果也很多，效果的特殊性也很高。好几项效果，读是读懂了，但没完全读懂，很是玄乎。王三丰没有犹豫，接过人参，看着人参拿根须动弹，一时间还犹豫了一下。不过老哥的话如同圣旨在上，吞了吞喉咙，放在嘴里咀嚼。人参很苦，但嘎嘣嘎嘣脆，还有肢体在口腔中爆开，咀嚼好一阵，才一点一点吞下去，脸部像憋着难受皱在一起。王熙笑了笑，人参的味道可不会好吃，用了农之本源，反而更苦，难以下咽。只是下一秒，王三丰浑身一震，瞳孔一抹如月色般的光华一闪而过，随后脸色变得极为精妙，好一会才平静下来。跟当场吃下大枣枸杞桑葚的变化不同，王熙能够感觉到小老弟身体发生了变化，但又无法清楚是哪里发生了变化，很是玄妙。哥，这玩意吃了精神倍爽啊，我整个人感觉都清新脱俗了几分。还有，王三丰细细品味，发现他好像对空气存在感极低的事物，例如空气，有了些感应。这种感应类似触觉，但却不似触觉，而是来自心灵上感应。总之，很奇妙，但很爽。一种心灵与身体完美融合在一起产生的快感，这个快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直滋润着它。我的属性面板发生了变化。王熙，生命后面多了个 X1， 经验条前面多了个 X3， 很神奇，从未听闻过属性面板上会加其他额外的东西。好，知道了。王熙打发王三丰这位工具人离开。王三丰似乎也对在清北那边的事上心，没有过多停留，踩着碟板消失天际。一颗人参种子只能接一根人参。人参还有几项效果需要验证，但例如恢复根本、复活肯定不能让王三丰试了，需要换个实验对象。在此之前，王熙在研究室里继而种下3颗人参，顺便向官方提上报告以及自己的需要。京都总部，汪总部正在处理各种重要文件，特别是新板块大陆东方旺，屡屡有组织来犯。汪总部差点请出第一批批队的超凡，一下给轰灭算了，但最高级会议却拒绝了调出一名第一批批队的超凡，因为大材小用了些，所幸终于没有组织敢来犯了，但这只是新东旺的一个麻烦而已。还有很多事项需要汪总部的同意才能够实行。汪总部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不行了，哪怕将精神力无限拔高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心境上发生的变化，心境逐渐腐朽，不从心。我该退休了吗？汪总部恍然，绝不是因为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做了这么久，如果放下了，或许之后的退休日子更加萎靡不振。关键，特么他跟退休期限还差个10几年，这就力不从心了。汪总部决定以后少跟另一半玩了，否则他注定提前退休，还狗肾都补不了。不过，汪总部也了解到，王熙最近种植出了截然不同的功效种植物，其中桑葚、大枣、枸杞更是。想到这，汪总部已经隐隐期待起来，这东西全国皆宜，全球别想。叮！汪总部连忙收回思绪，电脑传出的声音是十分独特的，
也就是只有王希博士的报告或者需求来了才会响起。无论何时，需第一时间查看。只是这次，汪总部眉头一抽，激动到差点站起来。人参，延年益寿，阴阳调和，恢复根本，解除疲劳，满血状态，复活。人参的具有多重效果，而效果你越是细品，越是觉得其中谁有多深，意有多重，离谱是有多离谱。关键，这次王希还有一个请求，他需要2名试吃人参的自愿者，自愿者最好是人，精神憔悴，始终感觉力不从心的老人，还有重度不可逆损伤的人士。这，汪总部细品，随后得出结论，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精神憔悴，始终感觉力不从心的老人，说的就是我自己？王希此需求就是特指点他。汪总部仿佛眼里进了沙子，挥手揉了揉，重度不可逆的人士，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战友。第78章，除非神物，否则无救。汪总部的战友是比他小5、6岁的人，在一次遗迹中为救另一战友，不慎感染无法被进化技能进化的病毒。遗迹与副本不同，遗迹与世界直接接轨，可以理解为陵墓。那陵墓里的病毒比起眼镜王蛇的蛇毒还要强上10倍、100倍，甚至1000倍，导致全身细胞坏死流脓。可以这么形容他的战友，一滩人形粘稠体，全身上下唯有大脑在权威医生的力挽狂澜下还存活着。汪总部抹了一把脸，他的眼睛红润，脸色有些痛苦，因为好几次他表示过想死，可又反悔了。因为他的身体极具研究价值，如果死去，那么研究人员所做的所有研究将要止步于此，花费天额的人力、物力、财力挥之一空。他决定在死之前尽可能创造自己的价值。他的决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是伟大的，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呢？汪总部不知道他时至今日究竟受了多少苦。总之，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汪总部恢复平静，如今他的坚持没有错，他或许能活，或许2字，因为王希博士没有进行实验验证，人参的功效效果还处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落到实地。但这个或许就是真实。汪总部很快便回复了王希，并且请他来京都小三角海一趟。毕竟王希现在的速度走哪儿不是分分钟的事情，这是相当便利的。王希的回应也很快，他答应等人参成熟就会来京都。汪总部表示尊敬的动作，随后汪总部便前往小三角海一趟。小三角海有着一家超大型的医院，医疗物资、医疗资源无一不是顶尖，可就是这座大型医院却少有人来看病，因为在这个世界病的人很少，就算真得了病也不会去医院，不一会就好了。大部分是生命值归零，直接对人体造成了损伤，或者生命值低，遭到了比当前生命值高的攻击伤害，导致缺胳膊缺腿、脑震荡等，才会来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这种人每天都有，而且全国起步1000万，可医院何其多，医疗资源完全充足，所以导致医疗资源一度膨胀。这所超大型医院来往进出的人不超过100个。汪总部来到这里，701特殊除菌室，门打开，140平通风、除尘、去菌，干净的地板瓷墙没有一粒灰尘，除了一面望海的玻璃墙，一片乳白色。让我猜猜是谁来了？中间的医床上被透明材质的人形罩盖着，粘稠模糊的一堆液体上各处插着输液管、感应器等，头部也成了模糊形状，只剩下一个头颅的轮廓。旁边一台检测大脑的仪器发出了小黄人幽默滑稽的声音。汪总部每当听到这个和看到床上凄惨模样的战友，又心酸又想笑。老刘一如既往的活泼啊，这我就放心了。怎么，盼我精神萎靡？放心，我到死的那一天都不可能精神萎靡。最近有什么大事跟我聊聊？小黄人滑稽的声音变成了萝莉声。汪总部没有急，先顺着他的意思聊聊，把情绪稳住。于是乎，便将新板块大陆还有目前华夏的等级、国际的趋势讲给了刘学明听。只是才讲一半，汪总部不敢讲了。卧槽，牛逼！80级副本居然被攻克了！旁边一台显示波浪振幅的仪器上下猛跳。汪总部捏了一把冷汗，连忙止住话语：“老刘，别激动，别激动，千万别激动，因为一旦激动，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特么，还吃不吃人参了？刘学明能活？汪总部松了口气，他就报了个以为 N 个老版本前的远古消息，刘学明都这么激动，要是让他知道国际外交当众打电话，新板块大陆一个技能丢下去，瞬营还有职业者等级已经230级，马上240级了，他岂不是当场去世？好，我不激动。显示波浪振幅的仪器平稳成一条线。这时医生走来：“可以了。”
好。听到这一句话，汪总部向刘学明道别，刘学明也很开心的用御姐音向汪总部道别。出了门，门悄无声息的被关上。特殊室里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室外，汪总部问道：情况如何？不容乐观，撑不了1个月了，我们无力回天，只能保证他的意识一直处于清晰状态，但我们决定明天询问他的意思是否结束生命。医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道：抱歉，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是魔鬼而不是医生，他在受我们的折磨，但我们真的很想救他，但无法，根本无法。医生越说越激动。不用这么说。汪总部双手负后，凝望701重合金属门，切记明天不要询问他的意思，让一切保持原状。医生露出疑问表情。有新材料出世，这次的新材料能救？医生一听，瞳孔都缩了一下，但很快医生平静了下去。想要救刘学明，非是超出常识的某种神物不可，绝不是什么材料。有什么材料能够让除了大脑人无完人的人恢复？或许汪总部的说的能救，只是让刘学明不那么痛苦而已。只是在医生的专业角度，能救只让他重新是人，别说能动嘴说话，至少能够像人站起来。显然汪总部的能救不是医生专业角度的能救。医生点头尊重汪总部的意思，随后目送汪总部离去。701室的大门外格外冷清。第二天一早，王熙前去玉米丛里抓人参去了。王熙并没有阻止人参逃跑，因为他逃跑可以证明不喜欢研究室的环境，他喜欢外面。人参成熟之后，似乎很喜欢玉米丛，在丛中狭隘的廊廊行道里露出发型，继续睡眠。3根人参所在的位置还挺远，各在独立的玉米丛中扎根。等王熙接近一根人参，跑跑跑，跟，你不要过来啊！王熙想，如果人参会说话的话，只可惜逃脱不了魔掌。拿来吧你！人参被抓在手中动弹了一下，就认命不再动了。第79章，医学成神。抓住3根人参，王熙放进一个装有土的手提箱子里。储物界里的空间处于绝对真空的状态，在存储东西时会用一个立方的格子量排列存储，是无法将土和人参按照想象的方式放到里面。所以王熙选择用一个箱子。踩上碟板，王熙按照手机 GPS 的定位，直线朝着京都小三角海域的医院前去。所经之处，防空部部门差点又忙活起来。速度太快，就算更新了版本，补了下 bug， 系统反应也需要一些时间。好在不一会就判定为正常。小三角海医院，8名医学领域的顶尖医生聚集在一起，按照汪总部指示，就在今天，那所谓能救刘学明的新材料就会到达，而他们负责刘学明救治的医生则需要提前到达，利用新材料进行救治。真的有能够救刘学明的材料吗？如果真有的话，医学领域将有史无前例的突破，这个突破会引起医学大浪潮。是啊，如果真有的话，他们作为医学领域的前端者，他们的理想便是所谓医学的突破。刘学明被救治，意味着不可逆性伤害将成为可逆性。生 SI 人肉白骨，打破界定的定律，定律得到重新组合，而且能救刘学明，可不止不可逆变为可逆，还有其他重要突破，比如古老而神秘的毒能够被破译。总之，如果能减，将会是全球奇迹之一。医疗科技进入医疗科幻，通过医疗科技无所不能，医学成神的路将会被打开，成为可行之路。当然，医生们只能在脑海中想象，这可是医学最终的理想，只存在概念之中。如今告诉我可行，换做谁都有种被忽悠了的感觉，好比有人告诉你，你能通过努力赚取一个小目标一样。哒哒，汪总部以及一些陌生人士到来，与8名医生会合并握手。刘学明情况如何？一直安好，没有问题。问到这，汪总部放心了，接下来的时间只等王熙博士的到来。8名医生在汪总部以及来人身上上下打量，尤其是左右手心，并没有带来什么东西。汪总部长，我们现在开始。有人不禁好奇问。不，材料还在路上。哦，知道了。8名医生细微表露出原来如此，也不得不赞叹这些医生情商的也很高，竟是没有直接问材料呢这种大白话，让人感觉不到谦卑与礼貌。所以高智商与高情商一般情况下相生相存。其实王熙来了好一阵了，只是没看到人，这才融入人群中听他们对话了一下。材料到了，一个极其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响起。汪总部身边的人差点跳起来，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危险者。8名医生吓了一跳，猛然转身才发现后面有一位极为年轻的人，他的相貌也很出众，与在场人显得格格不入，却又给出一种非同一般、深不可测的感觉，完全不能把他当作年轻人看待。
甚至需要仰望。王希博士，汪总部身边的人打招呼。8名医生诧异，年纪轻轻，博士。再看向他手里的手提箱，材料就在他的手中。8名医生顿时分析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果。材料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汪总部手里，只有一个解释，是他让所谓能救刘学明的材料现世，而非是从副本里爆出，也说明能救刘学明的材料只掌握在他的手里。否则，汪总部不会人到，材料却未到。这王希博士何其人也！正在8名医生仔细打量的时候，王希与汪总部握了握手，把箱子打开，仿佛终于自由。3根人参猛然窜到高空，激起一点尘土。王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将3根人参插在土里面。这玩意儿好动，没办法。王希略作解释，只是除了汪总部表情还好，那8名医生几乎眼球瞪出来。他们可是清楚看见有3根人参像是人一样动了，然后仔细看，发现了人参的面板以及人参的效果。人参品质效果：延年益寿，阴阳调和，恢复根本，脑力清晰，解除疲劳，回归满血状态，经验加成3倍。若食用者满级，后续经验获得将会存储。洗涤灵魂+1，复活+1。8名医生陷入沉思，从眉头紧锁再到眉头竖立，细思极恐。要知道有效果面板，那一定代表着真实。效果面板所描述的效果，字字所表达意，重、效、重。什么是延年益寿？什么是恢复根本？什么是阴阳调和？什么是洗涤灵魂？什么是复活？作为医生都有了解，包括灵魂，也在医学领域上有着一定的概念。汪总部看到实物后，褶皱的脸部都因为紧张而颤抖。王希博士，各位医学博士，咱们进去吧。好。因为人参思考到，医学博士都有些口齿了。701室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墙顶上的摄像头从大海面转动到门口处。人很多呀。小黄人声音响起，老王你也在，看来这次不是一般的研究。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尽管来吧。不知道为什么，他表达的越是开朗，汪总部心越酸。汪总部颤音道：老刘啊，不是研究，这一次你有救了。什么？你有救了？呵呵，不用敷衍我，我知道的，没关系，生死我早已看淡了，请尽管来吧。汪总部一拍额头，好吧，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躺在这床上了，是吗？那好啊。他的语气充满解脱，视死如归的意味。汪总部心中哀声一声，随后郑重道：开始吧。好，来吧。刘学明加大了语气说，然后他的摄像头、声音处理器以及大脑信息传达器通通关掉了，处于没有五感，只有思想的状态。王希看着病床上的烂泥，沉默不语，没有犹豫，将一根人参递给了8名医生中的一位。第80章，人参恢复根本，医学奇迹。拿到人参，那名医生觉得莫名烫手，然后看向其他医生。刘学明已经无法从嘴入食，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营养液体，用输液管直接输入到他的身体里面。我们需要一些处理，把人参转化为可输入粉末状态，输入到刘学明身上。就是不知这样有没有效，是不是要整体吞吃才有效？但没办法，只能这样做了。汪总部一听，看向王希，王希没有意见。床上的人肯定是无法通过口腔传入，至于人参处理后是否还有效，也是研究一项。此人参完全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不一会，便见到人参融入到输液管里，输送进刘学明那滩烂泥中。汪总部心悬着，8名医生同样下意识屏住呼吸，注视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点一点降低毫升位，直到一点都没有。叮叮叮，心跳的频率，某种仪器发出虔诚宁静的声音。所有人都注视着刘学明身上的变化。然而数分钟过去，他依旧是一堆烂泥，没有发生变化。仪器显示也如往常，偶尔稍稍波动，其他时候处于一条线。失败了吗？对于这个结果，8名医生略微失望，但很快接受了。要知道，不可逆变为可逆，在医学中就像树枝尽头，如果就这般成功了，他们可能还接受不了。眼下的结果，他们是能够轻易接受的。汪总部充满希冀光芒的眼神蓦然暗淡无色。失败了，他的战友刘学明，我们救不了他。王希没有发言，只是沉默地看着。他能明显感觉到刘学明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但变化似乎极其抽象，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这不是结果，只是还未明显表现出来。等等，正当王希想要问些什么，一名医生瞳孔定住，他的方向是细胞分析显示器。血小板，血小板！众人目光齐刷刷朝着细胞分析显示器上定格而去。7名医生顿时瞳孔大震。
显示血小板的颗粒形状正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增多。分裂、组合、分裂、组合、分裂、组合。不一会，标志血小板的颗粒挤满整个屏幕。血小板作为人体最神奇的东西之一，它代表着人体的恢复机制之一。所谓的不可逆，就是连血小板无法将其恢复，就是不可逆。而刘学明自从中了毒后，体内早已没有了血小板，而现在，血小板无中生有，涅槃重生。经脉，经脉。人体结构显示器上出现了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如果是人体医学的专业人士，便一眼知道，那是人的七经八脉。脉络，脉络正在复原。不，这是全新的脉络，脉络比人体脉络更为复杂。他这是……靠！一名医生不可思议地发出了一声纯粹血。就在这时，床上的烂泥发生了变化，不断冒出鲜红如玫瑰一样的液体，那是他们想看见却从未在刘学明身上发现的东西。血，有血了！不一会，人形照里，刘学明被他身体溢出鲜血覆盖了一半，他正在被血滋养着，眼看血液即将吞没整个刘学明，医生想要做些什么，却手足无措，根本不敢做出选择。比如，刘学明是否被血液淹住，从而窒息致死？冒出来的血水是否需要第一时间去除？要知道，里面肯定还有毒。他们不敢选择，因为一旦选择出错，原本有机会活的刘学明导致再次死亡。王熙眉头一皱，正要抬手做些什么，一名医生果断做出了选择。他手里不知何时站在了一个红色按钮的位置，咔的一声将按钮按了下去，人形罩子弹开，里面的血轰的从病床上倒灌地板，流了一地，浓密的鲜血向四周蔓延，众人下意识退后了脚步。此刻，洁白的病床已经被鲜血浸透，成为了血红。那名按下按钮的医生仿佛跑了10圈操场，面色红彤彤，喘着大气。他注视着床上的刘学明，身体颤抖。他自己毕生医学经历积累的经验告诉他，该把罩子掀开，否则要出错。他只愿自己这么做是对的。事实上，他这么做确实是神之一手。刘学明接触了空气，好像建立了某种连接。人体结构显示器上出现了骨骼，咚！心跳显示仪突然亮起光芒。刘学明活，这是在场医生变化到了这里，心中第一时间想到的结果。随后，眼、鼻、嘴出现了凹凸有致的轮廓。众人继续观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眨眼1小时的时间没有了。直到眼、鼻、嘴出现了轮廓，变化结束。8名医生践踏地上粘稠的血液，在刘学明身边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没有变化了。但刘学明活了，正如人参效果，恢复根本。他身体所有的根都重新恢复建立，从血、脉络再到骨骼、细胞组织，通通都建立起来根源。甚至身体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当于升级。绝处逢生，逆袭归来，涅槃重生。接下来完全可以用现有的医疗资源让刘学明恢复如初。不可逆便为了可逆。有医生往后薅了一把头发，如果可以，他想重新再看一遍刚才所有的奇异壮景，但眼下需要立即对刘学明进行处理。刘学明虽然根本建立活了，但现在是十分脆弱的。大概30分钟，医生摘下了口罩，额头发丝由于汗水粘在一起。他笑道：“刘学明会在30天之内重新是一名正常人，不，比之前更加优异的人。”说完，医生看向被称为王熙博士的博士：“人参之大用，如神之奇迹。人参的出现，将打开医疗科幻时代的大门。”汪总部一听医生结果，胸膛起伏，好似一块沉重的大石终于落了。他双手捧起王熙的手，只是个人感谢，至于国家，完全感谢不了这滔天的富贵砸在头上。汪总部也是因为战友救活，也只能在表面上感谢而已。对了，现在该是另一位对象了。刘学明完全符合不可逆对象，结果也如王熙所想的一半。恢复根本只是恢复根本，不会让他满血回归。或许需要再吃一根人参，不过眼下人参少，是不可能再给他来一根了。王熙需要另一名精神憔悴独立对象。什么？医生抢先回答：精神始终憔悴的人。医生笑然道：这好办，我有个病人有特殊的精神症状，正好符合你说的，如果他食用人参的话，想来也是奇效。哦，那可以。医生正想继续说些什么，汪总部连咳3声，面色从刚才的欣喜欲泪变成了疲劳憔悴，睁不开眼皮子。第81章，秒复活。世人都有私心，饶是连汪总部也有。这一次的实验对象，他想是自己。王熙没有意见，如果让他选择，也会选择认识的汪总部。再加上他从一开始看起来确实憔悴不少，心有余而力不足，
医生垂涎若渴地看着王希博士将人参递给来往总部，他也想要一根，这可是堪称医学的神物。但很显然，人参目前数量较少，这位王希博士也是正在做实验，所以医生并没有说什么。该到来的总会到来。汪总部头发没有变黑，但面色潮红，眼神如炬，仿佛能射出一团星星之火，精神倍爽。汪总部能感觉自己全身有花不完的精力，前所未有的体验。王希一一记录着人参吃下后时的变化，细节到手的指甲。汪总部食指的指甲的月牙从皮肤撑了出来。记录完，王希一笑。实际结果虽然跟预想的结果不是一一重合，但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复活了。王希想把复活实验用到小白鼠身上，因为复活实验在王希的计划里很残酷，不再是一桩美谈。所以本次京都的实验到此结束。见王希博士要走，8名医学博士的腿向前一步。很能理解医学博士们现在的心情，但现在不是时候。王希客套几句就离开了，从8名医生眼皮底下消失的。与此同时，701室里，缠成木乃伊的刘学明睁开了眼，然后面朝大海，眼皮子底下的绷带竟湿成黑色。老刘，老王，我真的活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你家人了。不，木乃伊手舞足蹈，我得亲自在他们前面出现才行。总算不是什么小黄人声音，御姐音了，听起来顺畅多了。汪总部调侃道，看起来你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你也是啊，哈哈。回到岩口乡，惊喜发现大黑狗抓了只大耗子，这只大耗子极大，竟有半米高，比一名刚出生的婴儿还大只。王希瞬间觉得自己手里的小白鼠不香了，以它的体型完全能够消蚀一整根人参，是完美的复活实验对象。汪！大黑狗似乎以为这个是宝贝，想让王希称赞他2句。王希搓了搓狗头，就把大耗子提向研究室，先给他喂了根人参。见他有明显变化，挣扎得更厉害。残酷实验开始。30分钟后，一只相对完好的大耗子重新出现在视野。王希得出结论：断手、断腿、打成渣子，再没有继续对其造成伤害，复活才开始。整个复活过程只持续了 2.5 秒，但精神状态奄奄一息。王希继续总结，发现老鼠复活了，但却是大耗子20分钟时断手断腿的状态。王希的总结卡住了，为什么是20分钟时？不是死亡前1秒，或者满血复活？有待进一步的证实，可眼下没有人参，需要继续种植人参。人参的效果太过离谱，必须100%搞懂。现在能够确定，就算打成渣子，复活可以复活，但复活后的状态是在什么样的规则内复活？所以，王希继续种植3颗人参，使用诚实天赋，然后携带一大批人参种子前往田地进行种植。因为光以人参目前表现出来的效力，就该立刻种植，越早一点收获人参越好。这个世界的人参种子不需要培育那么花时间，只需种下，等待3-4个月就能做到成熟。只不过每天需细心呵护，否则不好活。但王希灌溉了农之本源，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不好打理，完全放着，人参就能长得很好。王希尽可能的种植人参，不知不觉发现属于岩口乡的地界已经种植满了种植物。王希站在略高的山坡上，恍然望去，农作物的国都在这一刻实现了。发现并不满足，岩口乡的田好像很少，这算国都？一点都不算，只能算作一小部分。王希的胃口变大了些，不是天下成千上万种的农作物，哪里是一个小小的岩口乡能容纳得下的？就算每个农作物只种1亩，岩口乡也容纳不下，更别说之后还要养猪、养狗、养牛、养羊、养鸭、鱼虾螃蟹等动物系的活物。岩口乡太小了。不过王希并不担心种植地的问题，他现在的一粟公宿哪里不是岩口乡，哪里都可以种植，只不过聚集在一起，方便管理，处理方便一些。针对种植地的问题，王希想了一会就不想了。这种问题，国家不是一条龙服务办到位，需要我动脑筋。种植完人参，王希回到屋里便上报了种植地需扩建的需求。只是这次的回应不同，汪总部的电话亲自打了过来。王希博士，针对你这次的需求需要些时间，我们会以岩口乡为中心进行扩大土地，并为之后做铺垫。岩口乡的地理位置绝佳，也是华夏大陆的中心土地之一，绝佳的后勤位置，尤其是这种重器级的物资出产地最合适不过。你只管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办到位。之前汪总部说话总是有气无力，现在光凭电话传出来的声音精神奕奕。总之2个字，妥了。第82章体质属性。桑葚枸杞大枣成熟。第2天，复活实验继续开始，将昨天所留下的疑问一一解开。复活后再吃一根人参，
可回归满血状态，就算是断手断脚，精神与活力上是巅峰级别。复活会复活死前20分钟之内的最佳状态，意思是你20分钟内满血状态被秒掉，那么 2.5 秒后的复活就会满血复活。反正如果20分钟之内的最佳状态为残血， 2.5 秒后的复活就会复活残血状态。大耗子复活后却是断手断脚，就是因为20分钟之内大耗子的断手断脚是最佳状态。吃了第2根人参后，断手断脚并没有凭空恢复，但由于恢复根本，只需找医生做截肢手术就可以完美接上，再也不用担心不可逆损伤的问题。这就是人参，哪怕脑子被炸掉，复活后只要医生技术到位，脑子也能给你接上。人参的作用恐怕还不止如此，或许没有什么不能够做到，包括永生。医生完全可以利用人参恢复不可逆损伤的效果，让一些不能做的手术也能做，只存在概念的手术也不是不可行。王熙在笔记本上一一记录着，越是细思，越是觉得人参程度逆天。抛开稻穗小麦这种直甲属性的农作物不谈，人参的公用性是目前最强。至于真和稻穗小麦比对，王熙想了想，两者完全不是一个领域上，因为一个主打属性值，一个主打的是功用，所以没法比对。但总之牛逼就完事了。人参大部分的效果已经了解的七七八八，唯有洗涤灵魂加一是怎么个洗涤法，洗涤后会出现什么变化，目前不得而知，这需要大量的人参实验才行。量变引起质变，王熙似乎想到了什么，又用了一颗人参种子，消耗掉今天3次催熟机会的一次，然后眺望窗外鳞次栉比的田地。现在的盐口乡说是世外桃源不为过。桑葚、枸杞、大枣正在茁壮成长中，西瓜、鸭梨、苹果也是。时间很快，1个月过去，离王聪在都川上学有一段日子了。田里的桑葚、枸杞、大枣、西瓜、鸭梨、苹果在这段日子里相继成熟，而人参也有了茁壮成长的迹象。父母走在果树下，边走边吃，大黑狗在父母旁摇着尾巴，口水直流。虽然西瓜、鸭梨、苹果对于已转职的职业者来说好像没什么用，但架不住真好吃，比起乌鲁江市出来的瓜果还要好吃100倍，就是连狗都忍不住垂涎3尺。然后到了桑葚树下，父母各摘了一颗吃，只是这一吃愣在原地许久。桑葚固根培元的效果是实打实的，吃桑葚丹田乃至全身都异常舒适。与瓜果不同，吃的同时身体也正在被固根培元的效果滋润着。王熙也走在桑葚树下，摘着黑紫的桑葚吃。固根培元加一，固根培元加一，固根培元加一。每吃下一个桑葚，丹田处的某种能力愈发清晰，闭着眼仿佛能够内视丹田，有一种光芒正在从渺小的一点变得越发明亮清晰。在这样的作用下，王熙和父母几乎干了3棵桑葚树的所有桑葚，只剩下干瘪瘪的桑葚树。王熙发现，类似这种桑葚树、苹果树、鸭梨树，只要种植了，就不需要连根拔起重新种植一番，只需灌溉农之本源，等待下一次的开花结果，很是方便。继续吃桑葚，王熙丹田里的光点变得愈发敞亮，愈发从丹田反扑全身，舒适程度仿佛1楼更比1高，滞升着。这种舒适程度常人无法体验，越是继续吃桑葚，那一种舒适，别人若没有亲身体会，根本无法理解，是一种接近生命本质的爽感，好比修仙小说里突破境界，肉体发生进化的爽感，王熙无法描述。但除此之外，王熙没有发现身体其他变化了，或许是吃的还不够，还没有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连吃了好几棵树的桑葚，王熙的固根培元积累突破300点加，除了从丹田反扑全身的舒适感外，依旧没有变化。王熙不再吃桑葚了，到了枸杞树前，吃起枸杞。气血循环加一，气血循环加一，气血循环加一，一股前所未有的澎湃感油然而生。枸杞比起桑葚要小很多，王熙吃了超500粒枸杞，超500点的气血循环，但除了澎湃感油然而生外，依旧没有变化。到了大枣树前，吃起大枣，养心安神加一，养心安神加一，养心安神加一，超300点的养心安神，再加上桑葚枸杞固根培元与气血循环，王熙发现自己的身体处于玄之又玄的状态，很是奇妙。王熙确定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极其抽象，无法理解。这跟稻穗小麦直接反馈到属性上完全不同，一个外在，一个内在。不再吃，王熙将桑葚、枸杞、大枣装满3个口袋，然后放进储物戒里。另外再摘 N 个西瓜、苹果、鸭梨放进储物戒中，直到将2个储物戒的空间占满为止。是时候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实验对象王聪了。桑葚、枸杞、大枣对他应是奇效，还有他还未转职，苹果、鸭梨、西瓜都可以在他身上整上，看看他转职到底能转个什么职业出来。
而且桑葚、枸杞、大枣应属于体质属性，那么结合苹果、鸭梨、西瓜前置，在转职上应该还能更上一层楼。究竟能否100%转职 SSS 级职业？西瓜、苹果、鸭梨水果类效果属性，桑葚、枸杞、大枣类效果属性是不是在转职前食用，最大化收益，变化最为明显？而不像我们已经转职的职业者一样，食用了但变化抽象，效果有但不明显。想到这，王熙携带2枚储物戒前往市里都川3中。第83章，一颗枸杞，飞升体质。此刻，都川3中的操场，唉，王聪，你的身体太差了，同学们都能跑完3000米，你跑了几百米就不行了。我很担心你的转职啊。要知道，如果体质实在太差，转职失败的情况都可能有。我很担心你之后的路。体育老师恨铁不成钢，无可奈何。眼前撑着膝盖，气喘吁吁的羸弱王聪，恐怕到时候真连转职转不了。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99%的人都能转职成功，哪怕是个生活职业也好。都川3中从创立到现在就没有转职不成功的，而这王聪恐怕要创造校史第一个转职不成功的人了，算是要开创了先河。体育老师好说一通，也是希望他私底下也不要忘了锻炼，还有节制。只要节制加锻炼，身体总会有所好转，就没有不好转的。事实上，王聪私底下一直在锻炼着，而且根本没有做过那种事，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做过。可是他发现越是锻炼，身体竟是越来越差。起初是以为自己的锻炼方式有问题，爸妈还带他找了专门的健身老师，包括瑜伽，身体依旧无法好转，找了老中医，连老中医都束手无策。叮铃铃，下课了。王聪苦笑，他真想转职，尤其是主战职业。只要转职了主战职业，他就有了实力，有了实力，那么寻找父母的事就轻松很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可惜，王聪低下头，以他的体质，恐怕真的如老师一样，转职都转职不了。王聪，不要灰心，离转职还有1个月，慢慢来。我爸妈是营养师，周末来我家，我让父母给你调养调养，然后应该就会好很多。身边一名小胖子拍着他肩膀说：是啊，千万不要灰心，再说体质差又不是100%转职不了，现在无法成功转职的几率很低，完全不用担心。王聪一一回应。学校的氛围依旧如那般好，王聪交到了很多好朋友，目前来说很少有看不起他、嘲讽他的人，就算有也不会当着他的面嘲讽，只会在背地里议论。走吧，今天我请客去吃麻辣烫。小胖拍着胸脯。看到这里，王熙莫名怀念高中的日子，好一会才出现在这团人眼前。忽然的出现让小团体一众有些懵逼，但看此人气质绝佳，不怒自威，应是老师无疑，所以也就合理了。他看着王聪，然后朝着王聪招了招手。王聪，你的身体有救，跟我来。王熙直接表明自己的来意。一开始王聪便认出了这位哥哥，只是很久不联系，如今突然出现在眼前，是有什么事找他。一听到他的话，王聪瞳孔一动，下意识脚向前跨出一步。王熙的话仿佛有着让人100%幸福的魔力，更何况这位王熙，他很确定不是凡人，还有他的一家同样不俗。他说有。王聪没有犹豫，走出了小团体。小胖子眼神一亮，真有救吗？老师？那太好了。王熙没有回答小胖子的问题，只是嘴角挂出礼貌微笑的弧度，然后带着王聪离开了这里。正常速度从校门口的保安亭旁离开，愈行愈远。期间王聪只是跟着，没有问一句真有救的话，因为就算尝试了没救也值得。相反，如果有救，王聪倒吸一口凉气，他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回馈人家。王熙问了他在都川市里住呢，于是王聪便带着王熙前往都川长租的房子，不，应该是被王熙带着瞬移到了他长租的房子中。王聪一脸难以置信，他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眼一抹黑，等视野又有光线时，便来到了他家客厅。早就知道这位哥不凡，没想到如此不凡，刚才的速度绝不是一般职业者能比，这位哥是一名强大的职业者。有了这一手操作，王聪想要成为主战职业者的心更加强烈。如果有这位哥的实力，他如何哪里去不得，探不得，接触不得。此时王熙手中多有装有枸杞、大枣、桑葚的3个袋子，他将3个袋子放到客厅的茶几里，观望了一下四周。王聪没有舍不得花钱，至少租的房子虽小，但五脏六腑齐全，采光也好，能够照顾自己。这是王聪看着茶几上装有桑葚、枸杞、大枣的袋子，忍不住问道：该不会这就是那所谓的能救自己的东西？但他又如何认不得桑葚、枸杞、大枣？这只是大补之物，补肾补血的食物。是的，
吃下它吧。王聪抿了抿嘴，如果桑葚枸杞大枣有用，他早就不是这般虚弱模样了，早就像其他人身高1.8米，身体硬朗，能一口气跑完3000米。王聪由于没有转职，无法勘察物品效果面板，所以看不出其中门道。但凡是个职业者，便能察觉桑葚枸杞大枣的不凡，所以他有点抗拒反应是很正常的事情。王熙正想说些什么，没想到王聪已经动上手，打开其中装有枸杞的袋子，拿起一粒枸杞丢进嘴里咀嚼了起来。王熙索性不说什么了，只要一吃便知道效果。与王熙预想的一样，王聪咀嚼枸杞一番后吞进肚子，一开始没什么反应，但下一秒瞳孔一缩，愣在原地。王聪能够感觉自身身体的变化，这是他至今以来从未体验过的。以前他的身体干瘪无力，但吃下这颗枸杞后变得充实起来，是无比的充实，以至于他始终憔悴的精神浑然一振。他的身体因为一颗枸杞好转了，别犹豫，全部吃下。听到王熙的话，王聪回过神，立即抓起一把枸杞塞进嘴里。这一下不止好转，而是前所未有的澎湃。他感觉到自己浑身有血液波涛汹涌的流淌着，一股想要动起来、跳起来、跑起来的力量浑然而生。他敢确定，自己这一下绝对能跑3000米。我真的……王聪不敢相信，随后看了眼王熙的脸色，继续抓起一把枸杞塞进嘴里，细细咀嚼。咀嚼后吞下，浑身的澎湃感至盛，仿佛沉寂千年的暗室，一束烛火点燃，一灯即明。第84章前置属性1000加，气血循环加1000。不知不觉，王聪吃了超千粒的枸杞，口袋里的枸杞也逐渐清空。这一下，他的气血循环超1000点，等把一个袋子的枸杞吃完，他的气血循超越2000点，就算没有超越，也接近2000点了。从他开始虚弱不堪，面无血色，再到他浑身充满精神，面色红润，在这样的对比下，效果十分明显。这也明显意味着，所谓的气血循环就是体质属性之一，它能够改善体质，而且是无限制的。王熙不敢想象，无限制加体质的变化尽头将会是什么。总之，一个身体好的人，他表面没有明显变化，但内在确确实实的变化了。王熙就期待在王聪吃完枸杞大枣桑葚，然后是西瓜、苹果、鸭梨后，接下来的转职了，体质加前置。而且王熙也好奇，这西瓜、苹果、鸭梨都是前置属性，一起叠加，转职概率会不会着重哪个系？或者说，只要所有前置属性一起叠加，将会觉醒全系类的一个职业。全系类，王熙口中呢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全系类有什么职业。要知道，这里指的全系是指武器系、光系等等细致划分，不是极致，也是涵盖非常多的种类了。好比农作物，你要是硬划分，根本硬划分不完。就是连百度也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值。哪怕现在只有武器系、动物系、血系，王熙也想不出现在有什么职业能够与之对称。分析到这，王熙就更加期待转职了。虽然期待，但王熙不急，因为他现在前置属性、体质属性没有积累起来，至少每个属性也得突破万值，才算积累起来了吧。所以，王熙希望王聪这届的转职时间越慢到来越好，只要够慢，属性就可以尽可能的积累。对于转职，效果收益最大、最明显。王聪吃完枸杞，再看王熙脸色，王熙点了点下颚，不用拘谨，这些都是准备给你的，都吃吧。王聪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表达此刻对于王熙给他的大恩，最终只能化作2字：谢谢。然后心中，他已经把王熙当作某种无比高大的形象，只要他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王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说一不二，绝不反悔。这条命本就残羹破败、短命之体，而吃了枸杞后所带来的变化，让他不再短命，相反，他感觉到自身前所未有的澎湃。前所未有的爽，是指通过体质纯粹的带来，就是7、8岁大的小孩一样，感觉有花不完的精力，但此刻一定比7、8岁的小孩还要来得更加高潮。王聪打开装有桑葚的袋子，然后吃了起来。固根培元加1，固根培元加1，固根培元加1。王聪瞳孔定住。之前他因为气血循环身体好到不能再好，现在他感觉到丹田有东西被驱散。如果硬要说那东西，那就是毒。他的丹田有毒。王聪猛然想到之前离开王熙家的时候，王熙疑问地说过这句话。现在他的心底逐渐有了底。王聪欣喜若狂。与气血循环不同，这次带来的改变是从丹田馈赠全身。不一会，他固根培元超1000点，将袋子里的桑葚全部吃光。他的固根培元刚好处在2000点的高度，然后再吃大枣。养心安神加1，养心安神加1。
养心安神加1。这一次是由大脑以至心脏反扑全身，收获身体上带来的舒适变化。王聪无法用言语描述，如果硬要用，只有一个字：爽。最终吃完袋子里的所有大枣，养心安神1000加。王聪发现自己居然吃完了全部，以前他只是半小碗米饭就饱了，现在却是吃满了整整3个大袋子里的东西。他还感觉吃了跟没吃如同，还想继续吃，胃口贼好，仿佛饕餮，永远吃不饱。没了，王聪道。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没想到王熙从储物界又取出3样东西，不是桑葚、枸杞、大枣，这一次是水果：西瓜、苹果、鸭梨。王熙见西瓜占很大面积，西瓜只拿出了小几个，鸭梨与苹果则尽量摆满茶几。往称了吃，能做到吗？王聪毫不犹豫回答：能。王熙微笑，在一个人处于极度无助的时候，给他希望，他至少在目前会很听话。估计这个称，这位王聪会是往死里称。这没什么不好，在这个世界只要没撑死就能继续撑，完全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再说就算撑死了，人参也能救回来。王熙抛开人参救回来的想法，想要人死亡后复活，必须在他死前就喂下人参，否则死后食用无效。但总不可能真撑死吧，人都有自救的本能，不可能把自己撑死的。王聪看了眼桌上的水果，就近原则，将苹果拾起到嘴前吃了起来。这次除了比一般苹果好吃 N 倍，没有转职拥有属性面板的王聪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变化，仅异常好吃，不似人间凡物。王聪之前也是不差钱，阶层比较常人要高的家庭，世界各圣地出产的水果哪能没吃过，而现在的苹果比他吃过的还要好，所以他觉得不似人间凡物。吃了苹果再吃鸭梨，依然没有变化，估计只有刚才吃的桑葚、枸杞、大枣才有神异之效。至于水果，王聪没能理解王熙为什么要让他往死里撑，但往死里撑就对了。王聪没有问缘由，而是专注在吃上，最终只吃了20个西瓜、40个苹果、40个鸭梨。他实在撑不下了，胃口直接从扁气球变成胀气球。但王聪死撑着将茶几上的水果吃光，捂着肚子道：我还要继续吃吗？如果王熙发话，他还能再战。可以了，好，好。王聪如释重负，现在的他连面部表情都丰富了些，不会连表情做出来都很勉强。王熙站起来，我会每天给你送这些东西，你一天都可以不吃饭，只吃我给你的。王熙想了想，虽然现在超1秒10万米的移速摆在这儿，压根只是眨眼就把事情做完了，但道或者暂时住我家吧。第85章超千点的体质加成，再上体育。体育课，都川3中的操场很大，以至于体育课很多班连着一起上，数名体育老师聚在一起，双手插兜，有声有笑。不如我们多个班来一场400米竞速比赛吧，输的人今晚请吃火锅。体育课也都上了一段时间了，也是时候举办一场比赛，这个提议好，到时候被狠狠的宰，可别怨人啊。是吧，老罗、老刘？当然没问题，比就比，今天必须我们其中的某位大吐血，不是某单独班级可以金鸡独立，连科学都无法解释，每个班至少有1名是体育健将，还有至少1名的体育虾米，不会出现某个班全是体育健将，某个班全是虾米。那比赛方式还是按照以前来，班上同学都要参加，谁倒数第1名的次数最多，谁请吃饭，如果有次数相等，那就2个人对 A。 没问题。这个世界，尤其是高1的体育课相当于主课，经常一上便是4节课，完全有时间让全体同学参加完比赛。交流完，体育老师回到各自的班级，似乎体育老师是稀缺职业，有的体育老师负责2至3个班级。再说明今天进行比赛，让班长进行快速排队，男女不用划分。这个世界男女没有孰要天上强上一筹，谁都可以做到强，处于相当情况。听到比赛，同学们也沸腾起来。太好了，我可是期待比赛很久了。是啊，我定要为3班争光，3班第一，无可匹敌，干就完事了，胜利第一，友谊第二。班级与班级之间看谁都是敌人，至于身体弱的，也只在群体中一言不发，他们注定是拖后腿的。王聪在其中，小胖惊喜发现他的面色果真好了许多，那位帅老师真的把他身体弄好了，只是这么快。小胖细想了一下，想不出什么，便不想了。总之他注定是跑不赢人家精干的，若是比持久，小胖拥有绝对的自信，可惜是比竞速。抛开技巧，竞速需要爆发力。操场赛道，2名体育老师站在400米终点，2名体育老师站在0米起点，10条跑道分别为10个班级，每个班级排分成一列，各占据1条跑道。1名老师负责记录，1名老师则拿着信号枪。砰！
对着天空打出一道清脆的声响。第一轮竞赛开始，同时歇斯底里的加油声像挤鸭子一样呱啦呱啦的响起，而体育老师则以两名为一起谈论着。10名同学中跑到第一的，有个人的姓氏非常有名，姓骆。都川骆家的基因真是让人羡慕啊！只可惜出了一名骆少。嗨，别因为骆少就把整个骆家看成败类，至少我们班的骆家同学在品德上没有问题，与同学相处的都很好。瞧，还拿第一了，妥妥优异种子。第一轮第一名一班洛斯，最后一名2班张聪。负责记录的体育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记录下他们班的一位同学的名字。比赛的性质就是看谁倒数第一，只要不是倒数第一都是胜利。而在同学们的眼中，一班洛斯的光芒大涨，太厉害了，超越3班同学整整一大截呀，赞不绝口。第二轮开始，其中一名同学脱颖而出，比起第一轮洛斯不遑多让，很是耀眼。而且他家不是什么世家，就普通家庭，在转职上，只要转职级别不是特别低，那就一定拥有潜力天赋了。比起他人，加入官方部门的概率要大一点。体育老师很是看好。第3轮第4轮没有出现断崖式抵达终点的现象，相隔较小的距离抵达终点。第5轮第6轮直至一半，有些班级已踏入危险行列，有的则已经稳了，尤其是1班5班，他们没有倒数，负责1班与5班的体育老师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要请吃饭。然而结果却出现了变化，其他已入危的班级后期发力冲了上来，感情将厉害选手都放到了最后，已经超越了5班。5班危，到了最后，除了1、4、7、10最稳，剩下的班级都很危险。最后一轮是3与2班倒数第一之争，我3班已记，因为3班最后一个正是跑步100米就累的王聪，但大家没有怪他，这特么1/5的概率，前面的同学也没法好力。王聪尽力就好，别放弃。好，王聪说道。体育老师则观望了10名同学，其中也有一个骆家子女，名叫骆一。骆一与洛斯不同，体质也差。纵观10名同学，唯有体育老师中交谈最多的同学王聪相提并论，因为王聪的体质实在太差了，完全是个病秧子。我2班稳了。2班体育老师松一口气，老刘啊，哈哈，是你请客。没事没事，到时候把我往死里宰。老刘已经承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但比赛还得继续比赛。砰！一声枪响，最后一场竞赛开始。只是结果好像不一样，有一名同学跑得十分快，比起第一轮洛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体育中健将的健将才能达到，一个班级里不会超过3个。而那个人是王聪。王聪首当其冲跑了出去，拉开第2名至少3、4个身位，5个、6个，到了大概一半的位置，已经远远超出了第2名。3班同学当场陷入了沉寂当中，体育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一轮的结果，以王聪断崖式第一获胜。跑到第一的王聪由于全力爆，他撑着膝盖气喘吁吁着，他一边气喘一边露出笑容，他的身体却是无比的充实，心情无比的快乐，大脑没有因为缺氧而脑胀。不一会他就恢复了平静，身体健康，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第86章属性积累，王聪变化，转职即将开始。2个月后，一道文件发放下来，从总的转职部门再到当地分部，再到每个学校，以及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没有读书但到该转职时的青少年人口进行彻底普查，普查完毕，转职工作在全国各地相继实施起来。可以看见都川每个高中的操场上摆放了10台类似镜面的镜像的精密仪器。下课时，大部分同学都来到了操场观望，尤其是高一几乎没有缺席的学生。那个东西将会是他们拥有属性成为职业者的起点。放在以前是人为进行转职，由于人为其他因素太多，失败概率太大，仪器的出现让转职失败的概率降低 99%。 工作人员正在对仪器进行调试，确保没有仪器出现1/1000意外概率的意外出现。林海、秘书以及其他部门的领导看着这一切，马上就要到今年的转职了，可我们都川放眼10年都没有被评为转职最佳市。如果今年依然没有被评选转职最佳市，那我们都川在转职一项上算是倒数级别了。在场领导谁都不希望自己负责的是成绩差，要是得了转职最佳市，他们不仅沾光，还有不小的福利等着他们。只可惜10年了从未获得过转职最佳，该转运了吧。林海听着领导们的富有怨气的讨论，笑道，这转职本就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只能看着，无法影响。就算今年转职不能最佳，哪怕是全市最低，其实也无关紧要的。众领导一听，顿时表现出懂了学子模样，在人情世故方面十分老练。
相当于你随机抽取一个数字，完全看运气是否为最大。之所以大家说的如此怨气，也是给在场最大的领导表达的一个口子。他们是希望转职最佳落在他们头上，可就算没有也无所谓，只要自己负责的工作做到位就好。林海继续道，但我们不能没有祖国的花朵们转职一个好职业的希望，我们要诚心的祝福、鼓励与支持。市长说的对啊。是啊，就算我们都川今年最差，也不要忘了加油打气，不可蹉跎了人生。没错，一个个围绕着林海所表达的主题进行探讨、细化说明以及表达自己的合理观点。至于被评为最佳转职，都特么10年没有获得过了，都川领导们早淡忘，还有这最佳转职评定了。就连林海谈论着，已经想好在今年转职结束后该举办什么新颖的活动，让今年转职的学生开心的忘乎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举办运动会或者组织旅游。对此，领导们提出自己的建议。叮铃铃，上课。班主任特地占了1节课的时间，专门讲述转职的事情。转职将在下周1，也就是3天后，你们回校的时候就会开始。同学们做好准备，但无论转职什么职业，主战或生活，都不要心理负担。除了讲述转职的时间以及转职时的注意事项，剩下的时间老师专门做一个提前的心理辅导，这是每年转职时必要做的工作，甚至早在上小学启蒙时都埋下了心理辅导的种子。就怕觉醒了 F 级主战职业或者没用的生活职业，整个人萎靡了下去，然后忽的就站在了学校的最高楼台上，在大家瞩目的目光下跳楼。这种事在以前常常有，而且还不少，到了现在才有好转，但依然有。所以老师不敢大意，千叮嘱万嘱咐，然后专门找这些天观察到的激进分子单独聊天，做心理辅导。3班班主任在经过一系列的心理辅导后，最后看了眼班级，他将目光放在那瘦小现在却面色极好的少年身上，想了想，满意微笑。王聪虽羸弱，但一直坚强着，就算觉醒不了好职业，也不会激进，是一名老实学生。在这个世界，老实的学生比起会说话但喜欢跳的学生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则是会说话又老实的那种。不过这种学生很少，老实巴交的学生基本不会说话。放学，王聪背起书包，向着学校外的人行道奔跑。自从身体好了之后，他特别喜欢奔跑，越快越好，一直这样下去越好。如果王熙能够看到这一幕，定会想起一个影响他一生的电影《阿甘正传》。此时的王聪就是双腿好了的阿甘一样，充满积极向上、持之以恒的能量。王聪好像正是阿甘，他的运气也逆天，遇到了王熙。王聪没有搭任何车辆，从都川3中徒步跑到岩口乡，从人来人往的城市跑到了人烟稀少的乡村。只是这个乡村不同，不显荒凉，反倒生机磅礴，空气比起他呼吸过的草原空气还要清新，似乎还有淡淡的甘甜。如果把岩口乡的空气拿来卖，定比当前市面上最火的草原空气还要火爆，是一条致富之路。只是王聪知道，王熙肯定看不上这空气钱，因为他出手就是一堆储物界，这种人物全国没有几个，因为储物界的购买在国内是有限制的，能拥有超5个储物界，这种人非富即贵。他虽生活在乡村，但他的身份恐怕比他脑海中想象还要尊高。汪汪！大黑狗撞开栅栏，似乎在宣示自己的地位，对着王聪一阵狂吠。王聪这才停下脚步，连表情都收敛了一些。他怕狗，而且还是这种吼出来震人心的大黑狗。看到王聪的神采，大黑狗甩了甩尾巴，踏着优雅的步伐迈回屋内。紧接着王熙便出来了，还有他的父母，还有他弟。他的父母正交谈着，打算去繁星联邦逛一逛，他弟只是吃一顿饭就走。此时看着到来的王聪，小老弟来了。王三丰捧着一把枸杞，像嗑瓜子一样吃着。来了来了。王聪挠挠头。王三丰发现，由于他哥的帮忙，王聪身高肉眼可见的增长，从原来的165厘米长到了172厘米。小老弟，王熙听着怎么像是他以前对他弟的口头禅。第87章，破千前置属性，行善积德。王熙带着王聪上去2楼。王聪没有住在他家，因为他实在觉得不好意思，非常腼腆的人。今日周5、周6，周末结束，周1便是转职日。王熙希望王聪在这3天真往死里吃，特别是西瓜、鸭梨、苹果加前置的属性，积累到现在，桑葚枸杞大枣固根培元，气血循环，养心安神，已突破10000点，这倒是不用担心。可前置属性武器系、血系、动物系也堪堪才全破1000点，距离10000点还差9000点，跟他预想的有点差距。这3天肯定是吃不到10000点前置属性了。
只能尽可能的加前置属性，然后尽可能在转职日上进行转职。王聪也一直很听话，往死里吃。但王聪也发现，长时间往死里吃，他居然没有吃腻。只要饿了，他就完全忘了吃腻时看什么食物都难以下咽，继续猛干。所以，这并不是煎熬的挑战，相反很简单，唯有吃撑时才会有那么一点煎熬。但这跟王聪的经历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很简单就能做到了。接下来就是猛猛干，有点感觉就吃，有点感觉就吃，尽可能的不停下，就算吃出问题还吃，最好是出问题，尤其是肠道，上完了厕所又可以嘎嘎猛干。一直周末晚上，王熙才停止了对王聪水果的输送，前置属性的积累到此结束。这3天王聪的生活宛如贪食者的地狱，总算在今晚结束了。虽然这3天加的属性不过几百，距离1万依然遥遥无期，但也是最大力度了。转职啊！王聪眺望着远方，茫茫黑暗里，萤火虫群闪动着。之前他不期待转职，甚至逃避转职日的到来，现在他却无比的期待，体内仿佛有种东西破壳而出的冲动，就差那一个契机。所以越是接近转职日，时间越慢，仿佛1秒10年。转职了想做什么？王熙突然问。第一时间找到我父母。王聪眼神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狠厉。找到了父母之后的事便慢慢来。王熙察觉他到眼神闪过的异样痕迹，笑了笑，不以为意。他要的是一个转职结果，其他的事情他怎么做，怎么选择，影响到了什么，自然有被影响的人会管。加油，转职只是开始。是，那我回去了，我实在……懂，没问题，慢走。一个腼腆又老实的人，接受别人恩惠都会犹豫很久，不会像脸皮厚的不要白不要。但恰恰是犹豫很久的人，他更懂得感谢。脸皮厚的人大概率不会，甚至觉得给予他好处的人是撒笔。王聪离去，大黑狗对着他狂吠了2声，王熙便回到卧室里，关掉灯光。明天他肯定要提前到达都川3中，目睹整个转职过程。岩口乡里只剩下路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王聪没有及时第一时间回到都川长租房，他对转职的看重程度放在了比他生命的第一位。转职是每个人改变人生的开始，更是他有能力的开始。他希望自己能觉醒个好职业，尽管心中有强烈预感，他这次转职的职业怕是不低。但没有真正转职之前，王聪不敢放下心。于是他前往了一家还未关门，可以称得上全国连锁店的桑藏一条龙。桑藏一条龙的店门陈旧简陋，店门两边靠着电花圈。店里侧边摆放着一口用2个板凳杠起的木棺材，一股木漆味，另一边才是前台，摆放着蜡烛、纸钱、黄纸、香。小兄弟，你是要来点什么？家里是出了什么事？一般桑藏一条龙晚上不会晚上来人，一来则有相关的要紧事。王聪摇头，给我来3炷香，黄纸也来一把。好，好。不知道为什么，王聪从小都不怕走夜路路过坟地，只是夜晚在桑藏一条龙购买一点用品，无起波澜。淡定到职业，小哥都有些不淡定了，于是赶紧按照他的要求将黄纸、香拿来递给他。付了款见他走，小哥才松口气。管他做什么，只要不是阿飘片的狗血剧情，找他麻烦就是了。然后王聪才向长租房方向跑去，20分钟左右回到了长租房。他将脖梗常戴的菩萨玉佩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另外从卧室里拿出早已备好的铁盆以及插香皂，这足以说明王聪谋划已久。传统玄学拜神，王聪将3炷香点燃，冒出袅袅青烟，举于额头前，1跪拜，2跪拜，3跪拜，9跪拜，将香插在灶里，最后在铁盆里烧起黄纸，虔诚祷告，直至铁盆里最后一抹火焰化作灰烬。这种含有运气的事情，老一辈的人都喜欢在倒计时做相关的事，据说能转运。他王聪只是做细了一点，尽管这早是人尽皆知的不可信，但拜了不亏。做完这些，王聪依然觉得不够，因为转职还没有到来，心一刻都不稳。于是乎，他离开长租房，骑上自行车，风吹得他的头发往后荡去。拿起望远镜确定了一番后，喂，我要举报木森大酒店总统套房8201正在聚众。这是做好事，好事相当于善事，多做一点。当然，这也是王聪在来都川后早已观察到的事，就等现在这一刻的到来。我要举报亨达小区501有人聚众赌博。我要举报胜利桥廊下疑似邪徒正在做某种仪式。八嘎，是谁举报的？在我出来之前找到他。有内鬼，禁止交易。我赌够3000万就收手。伟大的……等等，你们干什么？我是好人，什么都没干，饶了我吧，我也是第一次。
你已被捕，现在有权保持沉默。最后，王聪站在某座大桥上，吹着冷风，无法入睡，一直到东方出现一抹鱼肚白。王聪的目光亮起，朝着学校的方向奔跑。转职日到了，第88章转职开始。王聪卖力、全力、奋力，像追寻黑暗中那一道亮起的光芒，向学校奔跑。到了学校大门，他撑双膝，喘着由于早晨空气较冷而凝成的白气。他兴奋、激动，前所未有开心地笑着。同学，别对转职抱有太多希望。保安大叔说，因为转职好职业的概率很低。如果像眼前这位同学激动到天蒙蒙亮就跑来，并且瞳孔中充满期待的话，他很担心，万一转职不太理想的职业，到那时就更不是大家想看到的一幕了。王聪直起身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礼貌地嗯了一声。显然，保安大叔的话给他当头一棒，还没转职，一切还未定数。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无一例外，高一班级的同学全部抵达各自的班级里。班级外是踮着脚跟、伸着脖子的家长。转职与高考不同，高考不允许家长进入，可转职却允许家长一起陪同，一起见证新生。王聪观望着伸着脖子的大人们，好一会才回过头，专心等待着学校的通知。讲台上，班主任的心理辅导一直没有结束，时不时看眼时间，告知同学们快了。直到1小时后，班主任才最终说出同学们以及家长想听到的话：同学们，请排好队，务必保持班级秩序，前往操场。话音落下，同学们沸腾，外面的家长也跟着激动起来，但很快就有组织性强的家长让家长们都配合一下，别堵在走道，以免阻扰孩子过路。放在平时肯定有反骨，然而在今天大家却是异常的配合，因为转职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几乎只要转了职，你之后的路就跟职业有关，很少干跟转职职业不相关的职业。我家孩子一定要转职主战职业啊！别说 S 级 ，A 级总要有一个吧？只要是个 A 级，便光宗耀祖。只要 A 级，只要 A 级。一些家长几乎魔怔了般祈祷着，有些家长则看不惯了。A 级，呵呵，你当 A 级是大白菜呢？转职 A 级职业的人也同样很少，还是别把太重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样会对他们造成负担。管他转职什么职业，只要健康，不就对了吗？大家伙说是不是？我希望什么？管你什么事？就你事多。再说谁家不希望自家孩子出息啊？难道你不希望？说不希望的人是不可能的，就是连大富豪也希望自己孩子出息，而非平凡。真不怕费钱，就怕职业不行以为平凡。顿时，家长之中形成了2股风，一股风不接受自己孩子平庸，一股风接受自己家孩子平庸。2股风碰撞起来，就差一个导火索动起手来。好在同学们相继走出教室，2股风没有碰撞了，而是纷纷为其让道，随后跟着孩子前往操场。班主任带领着班级来到了自己所在的转职区域，每个班级与每个班级泾渭分明，显然就像做早操，在转职之前便把一些相关秩序给做得明明白白。一个年级总共有20个班级，10台转职仪器，每台转职仪器负责2个班级转职，1班、2班、3班、4班，以此类推。很快，每台转职仪器前便站好了相对应的班级，负责转职的官方人员也相继到场，以10名为一组，站在转职仪器旁边，神色严肃。家长则在操场跑道外争先恐后的望着，看看自己孩子是在第几个转职。我家孩子第1个哎，我们家那个也是。你家的在哪儿？我看看。哎呦，身高出众啊，转职好职业稳了。哪里？你家那个不也是？操场跑道外一副热闹的景象，而操场内却截然相反。一开始他们还在说话，可等到官方人员神色严肃的到来后，他们便不再说话了。不是被其严肃的神色给震慑，而是意识到转职即将开始，转职人生只一次，是人是牛是鬼是神，就看自己站在转职仪器前，将手放上去，成功转职的那一刻。不敢轻视，不敢忽略，不敢抱有幻想，出奇隆重。比起职业高考的沉重氛围，只高不低。时间早上10点整，每台转职仪器前的10名官方人员站起了军姿，略微调整位置，然后为首的官方人员拿出一本用蓝壳封装的册子，翻开了第1页。下意识，同学们屏住了呼吸。官方人员的这个举动代表着转职马上开始，尤其是第1位转职的同学，胸口剧烈起伏，眼神飘忽不定，有的甚至往后退了一步，想要逃避。转职即面对人生，真到了面对人生的那一刻，大部分人都不敢向前，想要逃避，因为未知，所以恐惧。第1位，唐三。
拿着册子的官方人员喊出了第一名转职同学的名字，名叫唐山的青少年是少有没有犹豫，面色如常的那类。他来到转职仪器前，官方人员目光都期待了几分。一般来说，能够在第一位还能面色如常的青少年，转职的职业应该会给人惊喜。看来今年的三中觉醒有了一个好兆头了。唐三，把你右手按在镜面中央。好。唐三听闻，将右手缓缓抬起，按在转职仪器中间的镜面。镜面如水平面泛起了丝丝涟漪。请闭上眼，心无杂念，仔细感受右手手心的感觉即可。官方人员说得很清晰，也将语声刻意放大，好让后面转职的同学心中有个准备。似乎很有效，不少同学已经配合着闭上眼去感受右手手心。而转职仪器前，第一名转职的同学则完全配合着官方人员的指引去感受右手手心。不一会，转职仪器镜面泛起比起刚才更强烈的波纹，这种波纹持续了好一会。官方人员瞪大眼眸。一般来说，镜面波动越强，转职 S 级及以上职业的概率越高。难道说，这刚开始就要出现 S 级了吗？唐三这孩子。官方人员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着。第89章职业杂草。反观其他转职仪器前，第一名同学的职业出炉。张三 A 级法外枪徒。张三，你的职业很不错，是职业者圈认可的男枪职业，后期发挥的好，不容小觑，好好把握。是。张三大喜，后面的同学也跟着同喜，赞赏着张三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稳了。至于操场跑道外的家长，他们只能看见却无法听见，特别是自家孩子觉醒的家长，心痒难耐，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询问孩子觉醒的怎么样。只可惜他们只能在跑道外，无法进入跑道内。李毅，生活职业码农。名叫李毅的人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从来没碰过电脑，更不知晓什么代码，特么成为了码农。关键还叫码农，职业名为 AT 者，也比码农合适啊。李毅还专门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发现职业名称却为码农，欲哭无泪。后面的同学，尤其是他的基友们都在笑他。朱徐 C 级职业凯歌者，雷虎 D 级职业壮虎。每位同学转职的职业都不同。在看唐三所在的转职仪器前，此刻镜面波动还在持续。官方人员心惊肉跳，这位名叫唐三的同学恐怕要觉醒 SS， 更甚 SSS 级职业了。波动强度决定职业好坏，波动时间决定职业评定等级。而眼前波动强度高，波动时间也长。隔壁都转职完，进行下一个转职了，他还在转职中。难得我素涛运气这么好，这么快就遇到了一个至少 S 级的同学，很好，这波我们第三组业绩稳了。身为第三组的其他官方人员都露出了涨工资而兴奋的笑容，随后继续注视唐三。我擦，唐三到底要转职多久啊？这都3分钟了，他还在转职？不知道啊，估计他的职业应该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我靠！唐三后面觉醒的同学都歪出脑袋，注视着他纹丝不动的背影，心也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而提起来。A 级能让大家赞赏，那么 S 级便是能让人仰望了，之后 SS 级SSS 级更不用说，一个是出不了几个，一旦出现，都川市领导以及市长现在立刻马上到来，那是妥妥超凡级，一个国家顶端战力的栋梁之柱。杂草，素涛诧异一声，转职仪器的波动不见了，接踵而至的便是转职成功显示信息。看到转职仪器显示的信息，10名官方人员都有些难以置信。唐三 F 级植物系杂草者，这个信息让他们愈发期待的心瞬间跌落低谷。素涛还以为自己真能中个头彩，没想到是出现了特殊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低，明明镜面波动强，持续时间久，可转职出来的职业却不匹配。素涛一拍额头，就转个职，什么事都给他遇上了。唐三一听，眉头一皱，他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我 F 级还杂草者。唐三打开属性面板，确认一遍，我怎么会是杂草者？虽然结果令我们都倍感意外，但事实就是如此。你也不用失望，除了转职职业这条路，人生还有很多路，比如好好学习，成为一名锻造学者、技能学者。锻造学者、技能学者只不是锻造师、技能师职业，专业知识却是研究锻造与技能。他们学者虽然不能直接参与锻造装备或创作技能，但可以提供设计方案、锻造新思路、技能构思等。而这也是当前国家一直鼎力支持的方向，所以素涛给出了明确的建议，目的让孩子别受打击，对此沉沦下去。唐三似乎不甘，正当素涛要提醒他下台时，他抢先道：能不能再让我转职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素涛头疼，之前对唐三的好感全无。要是转职能让人再试一次，
或许就不会有上亿对于自身职业不理想的人了。关键，转职只能转职一次，这是常识吧？像唐三这种情况，便是每年转职常见的典型。素涛进行了一番心理疏导，没曾想唐三反应更激动了，硬是想要再试一次。没办法，出自上个已经跳楼，部门也做了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决策。好，那就让你再试一次，如果转职仪器没有出现波纹，我立马走。唐三补充道。素涛点头。唐三伸出右手，只可惜他想要看到的情况没有出现，转职仪器没有波纹出现，他不是那个万一之人。收回手，唐三低头让开到了一旁。素涛没有继续安慰，而是翻开册子另一页。下一位，上官婉婉。上官婉婉 A 级职业，书墨者。下一位，南宫。南宫生活职业，锻造师。锻造师目前发展力度很大，请务必好好学习。直到这时，素涛才额外补充一句，似乎很看好锻造师这种类似的生活职业，连 A 级职业都没有得到素涛的额外补充话音。下一位，青儿。青儿附魔师，10000个人中才可能出现一名附魔师，这是一个很稀有的职业，务必把握好，不要辜负了附魔师对你的认可。不一会，转职工作便做了小一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一名 S 级职业，可想而知出现的概率有多低。素涛看了眼自己负责的3、4班级，叹了口气，估计够呛啊。只是素涛话音刚落，洛斯 SS 级水魔爆法，隔壁一道浑厚的恨不得让全场听见的声音响起。素涛眼皮一抽，干！不过一听到姓洛，素涛感叹负责1、2班的同事狗屎运气真特么好，居然踩到了法爷大驾洛家。再看他素涛负责的3、4班，哪里有姓洛的？隔壁的同学也跟着引起了不小的躁动，跑道外的家长都肯定在1、2班转职的那个青少年职业肯定不差，仿佛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羡慕又憧憬。第90章职业火赤金乌。萧炎 SS 级战士系火赤金乌。正在素涛继续负责为下面的同学转职，可转职出的职业越来越差，居然还觉醒了食草者。前有杂草，后有食草，他素涛真是没谁。素涛也挺自救的，因为在他手里没有 S 出过一位 S 级职业者。素涛都怀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导致同学没能转职好职业。这不，另一隔壁响起更加高昂的声音，擦 SS 级战士系火赤金乌。火赤金乌虽与水魔爆法同为 SS 级，但火赤金乌却是能够完全克制水魔爆法，是唯一火克水的职业。出了，素涛脸皮抽筋。最关键的是都川3中转职出了2名 S 级及以上职业了，还都是 SS 级，这个成绩很亮眼，哪怕放在全市上面，却唯独没有在素涛手中转职。素涛看眼后面还未转职的同学，心情稍松，微微颔首，他还有机会。下一位，李四。然而随着继续觉醒，隔壁的隔壁出现了响彻全场的声音，是特地使用了声音加持的技能。刘小兰 SS 级射手摄魂猎魔。靠，已经3位 SS 级了。素涛压力山大，看着同事负责区域转职出 S 级职业，比他转职 F 级杂草食草职业还难受。不一会，就是连以林海为首的都川市领导都来到了都川3中，3位 SS 级出现在都川3中，这个成绩是史无前例的。我都川好像有望转职最佳。林海到来，第一时间找到那3位转职 SS 级的同学，好聊一阵，随后猛然意识到，他们都川也有3位 SS， 虽不是 SSS 级，但也不是 S 级。只可惜其他学校目前没有传出转职 S 级职业的同学了，想要竞争最佳怕还是很难啊。一名领导略微反驳道。林海一听也没觉得不对，到底是自己激动了些，因为都川有3位 SS 级的天才了，而且还出现在一所高中，这是创下了新高。林海正想继续对那3名同学说什么，忽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一个身影，确定那人是谁，还未去打招呼，便把笑容于脸，赶忙前去。人群中的身影正是王希博士。您来这儿这是？林海将他拉出人群，到了一边问道。他看向操场内，转职进行礼，应该没有王希家人转职吧？他弟都上高中了，看热闹，这显然不符合王希本人的作风。王希解释了一番，了解事情原委，林海一愣，原来是实验新种植物的功效来了，这功效居然与转职职业有关。这好，我立马让王聪先进一步转职。王聪便是王希实验功效的人，如果实验与预想的一样，那么他都川将又要出现一位 SSS 级人物了。SSS 级万中无一，上一次也就只有王三丰同期林墨雪一人而已，如今再出，林海不敢想象
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意义将不再是不可控、随机，而是控制、确定。转职可以被人为因素直接影响、确定以及控制。尼玛！林海赶忙前去寻找转职主要负责人，可被王熙说了一句：“没有关系，能等。”而且距离王聪转职快了。林海这才回过头，继续和王熙聊着，一边聊一边深远注视着负责3、4班转职进行区域。王聪在读3班，所以他不会等到最后才是转职的那位。还有几轮便是轮到他转职，究竟能转职什么职业？就是连林海也异常期待起来，毕竟那可是王熙博士通过种植物直接影响的啊，搞不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逆天。想到这，林海身体已经提前因为颅内高潮而颤抖了起来。下一位，小五。小五 F 级甘草者。听到素涛口中出来的名词，就是连同事也憋不住笑了。杂草、食草、甘草职业都出现了，他们这组长当真是什么奇葩都遇上了，这还出现了一个系列的奇葩职业。素涛满额黑线，对之后的转职兴趣是越来越不大。下一位，连声音都有气无力。素涛已经不强求转职好职业，至少也得上个档次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杂草、食草，还来了一个甘草。估计今天下班他又会像往年被拿来当做餐桌上笑谈。下一位，王聪。看到王聪那较为瘦小的个子，素涛摇头，又没戏了。只要不要给我来个带草的职业就好。王聪闭上眼，胸口缓慢起伏，随后踏出队伍，前往转职仪器前。终于到他了，自己究竟会转职出什么职业？把手放在上面，王聪抬手，天空上一团厚重乌云遮住了阳光，整个天地变得异常阴暗，以至于下方似乎有些压抑。素涛抬了抬眼，心头不知为何莫名沉闷。对此，他只能怪今天运气不好，又因为阴云的出现，刚好把他的心情衬托了出来。调整好状态，素涛继续引导，闭上眼，深呼吸，把你全身的精力都放在手心，想象那是一个点，那个点越来越小，越来越明亮。王聪一一配合着负责转职的官方人员的引导，只是他无法照做下去，因为他的手放在转职仪器上的那一刻，手好像被一枚钉子固定在镜面，体内某种能量直接被引导灌向右手手心，他完全无需按照官方人员的引导去感应。王聪皱眉，似乎极度不适，让他睁开了眼。你在干什么？不是让你闭上眼吗？请务必按照我的引导方式来，否则出现什么错误，没能转职，概不负责。素涛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强势，好了，把手放下来，重新来吧，这一次请务必跟随我的引导。话音落下，却见名叫王聪的同学完全没有放下手的意思。素涛莫名烦躁，不听话。素涛喉咙中酝酿措辞，只是他刚想发出什么声音，转职镜面动了。第91章，超 SSS 级职业，天堂来信，神明送葬。素涛瞳眸猛缩，镜面出现的波动是他迄今为止从未遇见过的。原本明亮如水中月的镜面，现在却变得黑暗无比。黑暗中似乎流淌着茫茫大河，波涛汹涌。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素涛伸手抓向王聪，生怕出现什么事故，必须打断这一次转职。轰！一道黑光在他身上激荡出来，连素涛本人被击飞高空，然后掉落操场跑道外。下意识，人群给他让了充足的空间。素涛坠落地面，姿势怪异。不，素涛至昏迷过去时，脸色全是恐惧与讶然。王熙顺移至转职仪器一旁，在场家长、学生、领导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深深吸引。这是什么情况？饶是隔壁或是格格必得转职负责人也皱起眉头，他们还从未听闻过有人转职身体还会激荡出一股能量，这股能量还非常不容小觑。素涛被击飞了，简直闻所未闻。而那转职仪器前的青少年明显还在转职状态中，身体连一根头发纹丝不动。就在这时，大家都非常默契，抬头望向了天空。此时的天空已经见不到一点蔚蓝，全被黑暗所笼罩。操场出奇的压抑，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自己脸上出现了烦躁、郁闷的表现，唯有王熙不受影响，拿着小本本记着。他猜测，王聪的转职绝不止 SSS， 这算是天生异象。只有天生异象才能解释现在的变化，黑暗、郁闷、沉寂，好像世界末日来临，或是一头大恐怖现世不祥之征兆。林海呆若木鸡，果然被王熙出手影响，这功效绝不低。至于高到何种程度，绝无法用 SSS 级去评定。下一秒，好像收集覆盖天空的黑暗聚成一束光虹从天而降，没有打击在王聪身上，而是
他的身后3尺，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所有人目瞪口呆，站在他附近的官方人员退后数步，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转职。随后，只见一口漆黑无比的棺材悬立在王聪身后，与当值晴空万里的白天，好像2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出现，形成了对立，黑暗又深邃。天堂来信，神明送葬。王聪，职业送葬者，天赋葬主，死物、腐朽、沧桑、沉沦或沾染死气的任何物皆可埋葬棺内，凡被埋入棺内的物将拥有死前巅峰100%、200%、300%的实力。葬棺能抵挡任何性质的攻击。丧缺，自身攻击拥有先天缺陷，将以10倍转化为防御、韧性、恢复能力，每积累一定数值，可加1次进入葬棺内部的机会。转职结束了，王聪转职了从未出现过的职业。这个职业连等级都无法评定，但可以确定是该职业唯一，指全世界只会有他一人是该职业。王熙一一记录，该职业不能说非常符合血系、动物系、武器系，但一定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职业它稀有是稀有，甚至从未出现过，但该职业强吗？有待证实。不过证实的是，完全就不需要他多花心思了，官方就行。此时，林海颤抖地掏出电话，通知了京都总部这边，能够引起天地异象的职业绝非寻常。一开始只是黑暗，林海不敢确定，直到化作从天而降，送来一口黑棺，林海100%确定了，这便是理论中会出现的转职现象，100%超越 SSS 级的职业只存在理论中的被实现了。这必须通知京都总部主要负责转职的部门的部长。什么？林海同志，你确定？可有视频，请立即发来。根据电话里的要求，林海立即处理，随后便只需等待总部那边来人即可。反观王聪，他一直期待转职，如今转职成功，却没有多少愉悦心情，反倒更加平静，因为他知道这才开始。王聪，你先跟我来一趟。林海说。观察到这，王熙便回去了。能够确定，无论是桑葚枸杞大枣，还是水果加前置属性，在未转职前食用最好，这将会是变化来的最早、最为明显的时刻。能够引起天地异象，还是唯一职业，绝不可能是王聪本身天赋就这么强，因为纵观上下1000年历史，都没有谁转职引起天地异象的情况。这还是只存在于近年刚发现的一种理论，转职能够引起天地异象。事实上都能引起天地异象，只不过不明显，而王聪这天地异象是真天地异象，说明该职业能量太强大，强大到根本不是 SSS 级职业能比。王熙也发现，光是对王聪实验还不够啊，王聪吃的杂，还有考虑吃的精，专吃一种前置属性，又会转职什么职业？总之觉醒 SSS 级职业是稳了，虽然有待证实，王熙不打算特别花时间，还要专门找人进行实验，直接中就完事了。有了王聪这次的转职已经足够，估计官方那边也会把水果以及桑葚枸杞重视起来。到那时，实验自然而然就开始了。先定个小目标，一个市的人吃了前置水果进行转职。王熙在这几个月里也探索了 N 多种水果属性，火龙果加火龙系前置，哈密瓜加佛系前置，猕猴桃加须弥灵猴前置，光明果加光系前置，龙眼加铜系前置等。常见的农作物基本都有了认识，拥有相关的前置属性，而且每一种水果出产即满增产。王熙甚至不用使用成食，只管将水果类成千上百种水果进行种植，之后开盲盒就好，完全不用浪费成食。王熙打算把成食天赋尽可能研究须满增产种植物上，以及除去水果类的其他种植物，特别桑葚枸杞大枣视为体质属性的东西，更甚人参，比如灵芝、菩提、雪莲等，还有畜牧业、猪狗什么的。还有，如果要细分，王熙还想探索海里面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第92章送葬者的潜力。京都，王聪本人因为此次转职，直接请去了京都总部。首先便是向官方申请了一只曾经作为80级副本最难攻克之一巨奥红龙的残骸。副本击杀 BOSS 虽然会化作泡沫消失，但有时像掉落装备不会消失，是一手血肉残骸。而此时的巨奥红龙的残骸不算完整，确切的来说只是一块骨头。这是为了方便证实王聪所谓的送葬是否只一根骨头便能够还原生前100%、200%的实力。王聪，等一下就通过这根巨奥红龙的残骸展示你的能力。现在还有领导未到来，将他接回都川的一名领导道。不一时，以汪总部为首的高层几乎全员到来，相互抬手握了握手打招呼，然后打量到来都川的王聪。
天堂来信，神明送葬，引起天地异象，天送黑棺。这放在全球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当然，仅是如此，绝不会让汪总部还有一众高层全部到来，一起来见证这引起天地异象的职业实力，而是在王聪背后，王希博士的介入。他的介入，因果就深了，意义就深了。好了，王聪，开始吧。王聪只能照做，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因为他知道现在在场人的身份，如果放在彩云市，彩云市都要震一震。他现在连一名成年人不是，人情世故会，但不完全会，多说一句都有可能给人印象不好。意念一动，一口黑棺凭空坠落，激起一股尘风。王聪伸手往下压，原本竖立的黑棺变为平放，仿佛千年沉寂之门被打开，一股腐朽的气息从关门打开那一刻散发出来。汪总部等人一齐向关内部看去，发现黑，无止境的黑，就好像掉入里面，将落入无止境的深渊里面，再无光明。就连魏侯都皱眉，如果是他掉入这关内的话，哪怕给他100亿1000亿的生命值，估计也够呛。这就是超 SSS 级职业，那么就要看看到底的潜力了。接着，王聪便试图让那一根骨头送葬关内，骨头为死，乃沾染死气的物品。下一秒，巨鳌红龙的残骸便被一股黑气缠绕，仿佛有一只大手从黑棺内伸出来，将它拖入深渊中，在于世间不着痕迹。砰！关门沉而有力重新扣合，再次翻转，竖立而起。观察王聪，王聪神色如常，说明送葬并不消耗精神力，只要符合他的规则，那么他就可以使用送葬。强制！在场大部分人都想到了死灵 BOSS 要遭殃了，尤其是魏侯，最近超高级副本中便是出现了极为难缠的死灵 BOSS， 打死便复活，根本无法通关。好在杀他99次后，他不打了，主动给出了他能给出的所有资源，就是连身上的衣服、武器还有骨头都拔出来几根送给他们。但如果有王聪，或许就不用每次打到死灵 BOSS 主动给的时候，只需打一次就可以完成攻略。试试召唤出来。等等，王聪不得不说出一句话。众人看着他，等待他接下来想要说些什么。王聪道：你们给我的骨头有点不凡，体积有点大，我担心这里空间小承受不住，或者空间受限，无法召唤。众人相视一眼，这说明什么？这跟他们预想的撞上了。只一根骨头换来的是一整只巨鳌红龙。按照王聪的意思，立马带他前往了一处十分空旷基地。这个基地召唤个数十只巨鳌红龙不成问题。到来之后，王聪不再说什么，黑棺再次坠落，腐朽沉寂的气息朝空气弥漫，一双巨大的爪牙从狭窄的关口挤出来。汪总部等人往后退去数步，那双巨大的爪牙按住基地100米外的地表，似是找到支撑点，地面凹陷，随后便看见巨鳌红龙的头颅，它因为关口太小而发怒嘶吼着，最后它的整个堪称半天高的庞大身躯凌立在关口前方。与真实巨鳌红龙不同，这一只全身充满黑气，是一只以黑气为血肉的残骸之躯。然而他给出的压迫力可比真正的巨鳌红龙强。再看王聪神色，完全没有因为召唤巨鳌红龙而受到任何影响，好像一点不浪费精神力似的。不知道的以为他精神力也破亿了。然而他给出的答案是会消耗精神力，但召唤巨鳌红龙的消耗很低，低到只每5秒消耗1点精神力。听到王聪的解释，众高层一阵讶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一个1级送葬者可以用曾经最强80级副本一个世界 BOSS 的实力，光是他一个1级送葬者便是可以。现在挑战整个80级副本，这里的整个只80级及以下。关键，这还不是他的极限。不可思议，取地宫之主的细胞来。有高层说道。听到这一句话，其他人嘴巴微张。地宫之主，那可是蜀人组织供奉的神明。华夏某超凡队探索遗迹，偶然取得有关地宫之主的直接物细胞，微张后便是细思极恐。如果我说的是，如果真被王聪成功了，那是不是？没错。死！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个大胆又疯狂又令人窒息的决定。最终还是想了想，拒绝了这位高层将地宫之主的细胞拿来，因为按照他们华夏现在的实力，还无法确定能与所谓的神明抗衡。一旦让王聪真正复刻，抛开是否有失控因素，也绝对有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目前绝对不能。对此，决议还是用比巨鳌红龙要恐怖一点的存在进行一系列潜力测试。只是这一测，便是给王聪一个从1级便拥有世界230级 BOSS 的实力，这还只是王聪1级的极限。第93章，资源到来。
超 SSS 级职业是否可以归为神职？此等潜力已为神职，送葬者能光凭他的职业便可屠神。死！一系列的数据，一系列的分析，一系列与当前华夏最顶端发展相对比，所得出的结论不说精准，但一定正确。王聪所转职业潜力深不可测，与装备神器相当，他所含天赋不能以常识论之，暂且先归为超 SSS 级职业。王聪转职可不仅意味着华夏只诞生一个超 SSS 级职业。终于有人猛然意识回来，别人不知，他们高层如何不知？能让王聪转职如此逆天职业者，为王熙亲手种植的桑葚、枸杞、大枣和水果类前置属性种植物也。他们刚刚完全被王聪所表现的潜力给震撼到，大脑完全空白。一个1级拥有起步230世界 BOSS 的战力，注意是起步，他可不止一只230级 BOSS， 还有220210200直至80级数头 BOSS。他一人便是一个 BOSS 团标准衡量的战略级世界战力。这要是放在国外，只要精神力足够支撑，其毁灭性跟第一梯队以下任何一名超凡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终于意识到，这只是一个送葬者而已。他华夏要多出很多跟送葬者相同性质的超 SSS 级职业的职业者出来。2天后，王熙正在田里收割一点稻谷，补充一下仓库。大黑狗就在旁边转来转去，想要帮忙，却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那里急得差点跟自己打架。只是不一会，狗子就跑去家的方向，一边跑一边吼。王熙眺望了眼，瞬移而去，发现院门口停了一辆送货车，他要的资源也就是全国全球全天下的水果品种到了，他只管种植即可，不用再去市场购买水果品种。送货人员一箱一箱的按照王熙的指示提到院落里。王熙打开过，每一个箱子里面全是储物件，每个储物件里面只有这一种水果，保证种植时的充足，做得很到位。王熙都没有说只要样品，国家倒好，直接给你连物资都充足的预备着，是否大量种，全看他王熙自己选择。王熙哭笑不得，他家都成了进货储物界的了，但也没办法，如果没有储物界，反倒不会这么快捷方便，只一辆车一个人就能把货送到位。哎，这里就是乡下呀，空气真好。是啊，汪鸾鸾，空气真新鲜，我喜欢这。要是一直待在这里就好了。到了这里不是要你们来玩的。你这大人的口吻是怎么回事？广双、王熙打量说话的2女1男，都很年轻，与王聪差不多大的年纪。送货员送货的同时，把他们也送货了过来。这是继王聪之后新的志愿者，使用体质加前置属性，像王聪那样转职超 SSS 级职业来的。不过说是志愿者，实则被家长强制叫来的。这是天大的机缘，没有谁不愿意自己的子孙获得。例如那男生口中的汪鸾鸾，便是汪总部的孙女；广双则另一位高层的孩子，那男生也是。没有谁没有背景。见到王熙，广双第一个到来，礼貌问候：“你好，王熙博士，我是广双。”“我是熙真福。”“我是汪鸾鸾。”另外2名则相继到王熙面前，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虽然有一点无法理解，为何要把自己子孙送来，而不是像小麦稻穗一样直接把资源收取拿去使用即可，但无论是送人过来还是收取资源过去，王熙没有意见。可能是官方误会了意思，我想要的结果是无需自己再动手，只要一个数据即可，而官方以为我需要继续实时观察，所以就把人送过来了。想到这，王熙哭笑不得，一一回应。然后帮忙搬东西吧，除了研究室你们可以随意走动，但走出岩口乡，安全问题我不管，还有尽量不要吃我给你们的以外东西，能做到吗？王熙观察3人的反应，广双率先回应道：“王熙博士，在岩口乡期间，我按照你说的做，请尽管在我身上。”啊这，王熙挠挠头，打断了这位姑娘后续的话语。广双原本脸不红的，低下头，高挑的身子转到一边去。我也是，王熙博士，我父亲都跟我说了，请尽管把我往死里弄，我在这里只有3个字，只求死。别这么极端。王熙无奈，我在别人印象里是那种很极端的人吗？以至于他父亲给他孩子介绍他王熙时，请务必把个人表现得极端一点。熙真福尴尬一笑，但很快神色坚定不屈。但我认真的，我想觉醒好职业，为现在巅峰华夏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我家世代都为国捐躯，我希望到了我这依旧。王熙点头，这小子会说话，至于说到能否做到，就不知道了。熙真福握起拳头，我也是，我爷爷让我听你话，不听话，你直接打我就好，怎么打都行。汪鸾鸾拍了拍手臂、腿、屁股，王熙摆了摆手，好了，你们去帮忙搬货吧。好，既然都把人交代在这儿了，不干点杂活没有道理。毕竟现在父母旅游冒险如魔怔，为此
王熙还特意强调等人参成熟，人参要备着，至少储物界里不小于1万根人参储备。人参在需要时及时吃的时候收益最好，先吃的收益要低，有2、3根人参先吃基础保底就行。至于洗涤灵魂属性，还没有确定它的作用，就先不用想着积累，反而浪费人参。人参洗涤灵魂的积累，就放给他王熙和王三丰来先做即可。家里多了3个少年少女，好似枯寂的地方添染了几分灵气。王熙博士，您累了吧？我给你洗脚。广霜从洗手间出来，娇嫩的双手端正装满热水的水盆。汪鸾鸾、西真福都懵了，很快反应回来。我给王熙博士捏捏肩吧。汪鸾鸾举手道：那我按太阳穴。西真福慌乱之下豁出去道。王熙嘴角抽搐。3个小少年的其他目的从这里开始暴露无遗。第94章种植整座山。对此王熙没有意见，不过洗脚捏肩的事就免了。王熙回到屋里一趟，然后便携带着水果品种前往田地进行种植。王熙发现盐口乡正在以肉眼可见速度扩张，不仅将地开垦，还把田翻新。翻新到了最大面积，四面就有几条挂着终点牌的小路。王熙曾经按照指示牌小路一路走过，发现尽头是几座大山。那几座大山内部已经没有多少大树，有的也只是为了装饰，剩下的全是肥沃的田土，比起整个盐口乡的土地面积不知大了反几。总之，官方扩土计划已经在实施，并且实施了很久了。现目前不仅将盐口乡周边进行了大扩张，还把盐口乡附近的几座山都给连接起来，以便王熙在大山上种植。现在完全就是不缺田种。王熙满足了，既然水果品种都到了，那么就先种它一个山吧。成千上百种的水果品种，如果每个只种植10亩，大山完全能够种植得下。想到做到。如果在别人的眼里，王熙的身影在现实世界消失，而在王熙的主观意识里，时间流速相对变得无限慢，他正在以匪夷所思的速度种植着。毕竟他的移速早已超越1秒30万米，距离1秒100万米也是跨出了一大步。只要日积月累下去，不出1年，1秒100万米可期。随着移动速度还有攻速，种植速度也会因为成正比例增长。眼下别人眨眨眼，王熙就把一种水果种植了10亩，速度是十分快的。守在大山不远处，一名超凡瞠目结舌，在他视线里，他看到果树树林凭空生成，然后便看到一座被挖空的山重新恢复生机的茂盛样子。只不过从原来的杂树换成了果树，因为大部分水果都是从树上长出来，还有的则是连成了到脚踝高的藤蔓。王熙博士，恐怖如斯，再让他这样下去，他一人便整国的生产力，华夏数十亿人都有机会因他而一人而受惠。天大的功劳，没有团队，唯有他一人。呼！自从稻穗小麦的出现，王熙少有气喘，终于在大量种植时再次感受到了。若没有感受到，他都快忘了人类还会因为阴动导致心跳加速、血脉奔张。因为王熙是全速干的这些事，但凡不是一点全速，王熙绝不会气喘。好比爆发一样，在爆发面前始终就会有点气喘，往后累的表现。只是王熙还没体验1秒，心脏恢复平常跳动，气血归至平稳。这应是桑葚枸杞大枣的作用，它将王熙的体质拔高到了另一种层次。一想到这，王熙便期待起来。体质无限拔高将会带来什么？一天时间过去大半，王熙气喘了2下，便不再气喘。他站在山脚下，眺望山头，发现这座山比他预估中的面积还要大。他已经将官方送来的所有水果品种都种了个遍，却只是占山的面积1/4不到。王熙一喜，这样最好不过了。他巴不得种不完，根本种不完的结果，这样他就能累会儿了。不过王熙也希望眨眼种植一座山头，移速攻速还有待继续大加强。王熙博士去哪儿了？是不是抛弃了我们？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汪鸾鸾失落道，一来都表现得太亲近，反而让人不适。广霜不说话，这次是他的锅，毕竟父亲说过一定要跟王熙交好，这是他之后的路最大山。有了这座大山的庇护，哪里都能去的，以后说不准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都行。是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那种。但凡不行，那就退而求其次，进入梯队超凡。总之认识了王熙，便是最有分量的人脉。广霜当然照做，没曾想适得其反。这下怎么办？要不要给家里打电话说说情况？不行，广霜道，最好还是不要。我们来这儿的主要目的还是转职。听到广霜的话，汪鸾鸾与西真福沉默以示认可。只要在这将前置提高，转了职，那他们就不用担心转职转得不好的问题，而是有多牛逼的问题。至于真跟王熙产生根深蒂固的人情世故，概率太低了，有点不现实。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狗子的叫声。
然后见到那位的身影出现。他此时穿着筒靴，沾满了泥土，衣服与手臂都沾了一点，前往洗手间，再出来才重新干干净净。王熙将目光移向这三人，我不知道你们三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不过要是做了什么我不舒服的事，我会解决。包括王聪以及以后的人，他要是得到了很强的能力后，突然跑去繁星联邦，帮助繁星联邦搞事情，王熙若知绝对不会让他活过1小时，1小时之中有59分钟赶路，59秒锁定，1秒斩杀，虽远必诛，绝不允许。广双、西真福、汪鸾鸾品量了一会，虽不知能令博士不舒服的事是什么，郑重点头。见状，王熙便把顺手采摘的桑葚枸杞大枣拿给他们吃，并且给他们开放吃桑葚枸杞大枣的权限。至于水果品种，王熙想了想，没有完全开放。汪鸾鸾，除了桑葚枸杞大枣，你就吃须弥灵猴，也就是猕猴桃、光明果加光系前置。西真福，你就吃哈密瓜吧，哈密瓜加佛系前置。王熙特点期待，因为这个世界还从来没出现过关于佛的职业，西真福最后会转制出什么有关佛的职业来，令人无比好奇。广双，你就吃龙眼吧，龙眼加铜系。铜系职业，王熙也没听过什么职业，专注铜系，只听过美杜莎与九尾狐组织拥有特别强的铜技而已。这吃了龙眼后，转制出的铜系职业能否和美杜莎与九尾狐相媲美？王熙也好奇。我要求你们单独吃的要求每日达标外，桑葚枸杞全看你们个人。体质加前置两者息息相存，光加前置，若体质为普通，就算转职了相等的职业，也极有可能有很大限制。比如王聪的送葬者，如果没有桑葚枸杞的加持，所转职出来的送葬者估计召唤死物出来会拥有极消耗蓝量等限制。第95章种植母鸡。一处精致餐厅中，王聪，你好，我是繁星联邦哈尔大学的招生者，针对你的职业，我们哈尔大学决定提前录取你，这是入学 offer。 王聪回到都川后，便有一名鹰钩鼻的男士找到了他，他转职出的职业以及当时转职时的场面，瞒不住。谢幕前早有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去，可是很多人都以为那是特效，唯有心者关注，然后细查才查到不是特效，真有此事。王聪所转职业足以颠覆现有的历史。哈尔大学负责人笑脸，见王聪不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负责人笑意更浓浓了。一般人听闻哈尔大学，那都是眼睛跌宕，神色不可思议，羡慕的神色。哈尔大学是全球第一大学，从里面走出来很多举世闻名的职业者和科学家，没有谁不心动哈尔大学的 offer， 包括繁星联邦本地人。我们可以包机票，免入学费用，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提，好好考虑，过几天打上面的电话即可。说完，他便起身整理衬衫，好似很有信心，不给现在回应的机会离去。而他也将本次事件详细的通报了上去。繁星联邦高层当场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王聪带回繁星联邦，不惜一切，不择手段。几天后，哈尔负责人并没有等来电话，而是他本人再次找他。我说过了，我不。那如果我知道你父母在哪儿呢？跟我到繁星联邦吧，繁星联邦绝不会亏待你。王聪怔了好半天，最终给出了一个回应，好。而王聪这次的举动，这次的选择也第一时间被官方高层知晓，针对王聪前往繁星联邦开启了一次会议。毕竟他到底是第一个超 SSS 级职业，被观察被重视很正常。没想到他转角刚离开京都，便反手同意哈尔大学的提前录取，再过一会就要坐上飞机前往繁星联邦。我们需要拦阻吗？这个问题一出，众高层沉默了。需要拦阻吗？针对王聪离开，他们也了解一些实际原因，但正因这些实际原因，证明王聪的意志薄弱，尽管他还是一名高中生。要知道意志薄弱，连进入梯队超凡资格都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但他以实际选择站在了对立面，有些事情只有零次与一次，站在客观角度是不容允许的。众人一而再再而三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不阻拦。放在之前，他们或许绝不可能让王聪离去，甚至把他放到别人根本接触不到的地方秘密培养，不给一点机会。尽管王聪所转的职业强到匪夷所思，堪称所谓神职级别，但对于现在的华夏动摇不了根本，所以尊重他的选择，那是他的自由。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拜托官方，他却没有这么做，或是觉得麻烦。可有人把这提出来，他宁愿相信这人，也不相信自己人。普通超凡就是他的高度而已。晚上8点的都川前往繁星联邦飞机已经开始检票。王聪提着行李箱，默然望向身后。他很感谢王熙治好了他的身体，也是因为他的这副好身体，才给他带来一个很好的职业。
在王聪的角度，王熙只是帮助他治理好的身体，至于职业，完全是他个人本身就有的天赋。身体好了，本身天赋就出来了，所以他只是感谢，略微遗憾，并未觉得有多少沉重。他的眼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谁能帮他，他就去哪儿，并且给予他的感谢。人之常情。盐口乡，3个小少年在桑葚地、枸杞地、大枣地捂着肚子打滚，恨不得将一块田地里的桑葚、枸杞、大枣全部干光，等稍稍不疼就继续往嘴里猛灌。王熙没有管他们，他们也是过去吃以外的东西，比如前往玉米丛搬一根玉米，去人参地抓人参。在田地里种植的人参没有跑掉，只是偶尔太阳好的时候露出半截身子晒太阳，其他时候都窝在土里。面对别人的采摘，人参压根也没动过，因为他知道这几个小少年对他们没有威胁，或者说他们知道自己处于绝对的安全，只要那人不松口，他们都泡在安全的海洋里自由翱翔。3人也就无趣，只能吃桑葚、枸杞、大枣，吃到半夜才决定回去，甚至还达成共识，我没吃的时候大家都别吃，谁都不要卷。狗哥好，狗哥好，狗哥好。回来时给狗子打声招呼。大黑狗满满意意地趴在狗窝继续酣睡，而王熙则在今天买了1公1母的鸡回来，还有他在野外发现的蜜蜂巢穴，连带蜜蜂一起搬到了研究室里。公鸡暂且不谈，母鸡能生蛋，蜜蜂能够产蜜。如果灌溉农之本源，鸡蛋会有什么变化？蜂蜜有什么变化？会出现属性效果吗？或者说鸡外本身有什么变化？蜜蜂有什么变化？带着这个疑问，王熙注视笼子里的母鸡和挂在枝头上2只蜜蜂围绕的蜂巢。王熙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无从下手，直接灌农之本源就好了吗？王熙抓起母鸡，母鸡发出嘎嘎嘎的叫声，2只鸡爪在半空中乱蹬，好一会才妥协认命。王熙灌溉农之本源，然后伸手抚摸蜜蜂巢穴，同样灌溉农之本源，里面沉睡的蜜蜂都受着农之本源洗礼，然后使用诚实天赋，完成了，意外简单，只需等待明日结果就行。王熙心里想，但灌溉不像灌给种植物一样顺手，好似指甲缝里卡着一颗石头，在没有结果之前，王熙大抵将原因归为是第一次给活物灌溉而产生的别扭。王熙看向雄伟的公鸡，屁股那一撮黑色毛羽很是飘逸，最后给他灌溉本源与诚实天赋。离开研究室。第96章狂吃人参，灵魂属性猛涨。结果在意料之中，王熙第2天便第一时间前往研究室查看昨日的老母鸡、公鸡和蜜蜂巢穴有什么变化。发现母鸡与公鸡还是原来那般普普通通，没有变化。母鸡昨天还生了1只鸡蛋，王熙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端倪，姑且算是生殖周期问题，或许变化不会来得太快。但再来看蜜蜂巢穴，在灌溉农之本源与诚实后所产出的蜂蜜也依旧没有变化，就好像无效。不排除农之本源对养殖物无效，还有则是自己的方法没有用对，就像稻穗小麦，想要满增产绝不可能只灌农之本源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出现变化。有了此结果，王熙发现想要发展养殖业所花费的研究时间将可能是刚研究稻穗小麦时所花费时间的 N 倍。在养殖业里，王熙目前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或许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帮助，一起研究才可能突破这个难题。所以王熙打算将养殖业暂先放下，等时机成熟再把养殖业拿起来。现在除了水果开盲盒，全放在种植物身上。种植物的开发到目前虽然开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种植物的特性也总结得七七八八，但相关的属性却处在未知状态。尤其是像稻穗小麦的农作物，就算知晓了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王熙也打算跟水果一样进行全方位的种植，随后直接开盲盒，不用浪费诚实天赋，而诚实天赋则用来自己想诚实的物品身上。想到这，王熙向官方再次报备了自己的需求，上报后不出几秒便通知已受理，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剩下的时间，王熙前往人参地摘人参吃。只是王熙一来，人参地里的人参全都火速让开5-6米。王熙脚步一动，前方的人参群则往后继续退，露出地面的草叶瑟瑟颤抖。我靠！在人参地不远是桑葚、枸杞、大枣种植的交界处，3名小少年主要集中在那里，试图雨露均沾的狂干。他们似乎也意识到边吃边摘的弊端，此刻人手一枚储物戒，正在对桑葚、枸杞、大枣树进行疯狂收割。一开始看到王熙突然出现在前往不远的人参地里还好，可之后人参像活了一般往后猛窜，还有1只人参都窜在汪鸾鸾的脚边。他们得出惊天结论，人参成精了。可是我去拔他们的时候，为什么它像根针扎2000米一样拔都拔不动，而且根本没看到他们动过，太不可思议了。是啊，
然后便看见王熙手中多出来一把人参，摆了摆，将人参表面的泥屑抖掉，便见王熙将活人参入了口，嘎叽，咀嚼起来嘎嘣脆，还有不明液体往外直冒，似是太过残忍。汪鸾鸾捂着眼睛不敢看。洗涤灵魂加一，洗涤灵魂加一，洗涤灵魂加一，复活加一，复活加一，复活加一。王熙的身体正在发生抽象变化，他的感知，他的五官对于外界的认知变得愈发敏感。这大抵就是灵魂带来的附属效应。好残忍，人参是活的，还看起来那么可爱，他为什么要吃它？王熙听到不远处3个小少年的谈话，嘴角一抽。是哪位圣母在世？抱歉，他不欢迎圣母。王熙正准备瞬移让3个小少年，尤其是好生指导一下当圣母阴阳怪气的那位。下一秒，王三丰突然出现，逮住地里一根人参，连根拔起，放进嘴里吃起来。人参奇苦，但在他们嘴中吃出来人间美食的味道。哥，真会引起质变吗？不清楚，吃就对了。难道你没发现，你每吃一次，身体变化都是往上升华的？的确，有升华就对了。王熙确信，在体质升华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或许能够堪比属性破译来的还要离谱。只是现在还远没有达到明显变化的那个点，只要达到了，至少是大恐怖效益起步。王三丰与王熙嘎嘎猛干，洗涤灵魂与复活不断加一，不一会便积累破千，上千的复活次数，上千的洗涤灵魂。他们身体对于外界的感知异常敏锐，空气中存在的细微变化亦能清晰捕捉。汪鸾鸾、广霜、西真福咽了咽喉咙，香，他们吃的太香了，我也好想吃会动的人参啊。刚刚是谁圣母来着？西真福是你吧？我？汪鸾鸾在场，谁是圣母，谁心里没点数，还人参好可爱。刚刚吞口水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圣母狗去死吧！2个人争吵得愈发激烈。广霜头疼地拍了一下额头，好一会道，在你们争吵的时候，我的气血循环、养心安神、固根培养已经都100加了。这才，汪鸾鸾、西真福猛然意识回来。广霜，狗比，只要有机会就卷。呵呵。王熙与王三丰一边继续干人参，一边看得乐呵。属于他们的青春，不知不觉离他们越来越远。您好，您的订单已送达。下午时分，王熙所需求的东西已到达，只是这次不再是一辆车，而是一辆辆起步10数卡车到来。王熙本次所需要的物资是有史以来之最，而种植物品类不说1万，最低10万起步，大到常见，小到稀有，细到绝世罕见的种植物。抱歉，送货人员还说了一句道歉，官方目前只能收集到9万类种植物品种，有些品种实在太过稀有，所以存量还不够。我们后续会尽可能的收集没有收集或存量不够的种植物，以便供应。王熙点头，这一次他的需求实在太大，想要全部收集，还要存量，短时间内肯定不行，长时间未必也行。连百度百科都没有收集齐全世界农作物的信息，可想而知，光是查资料，工作量巨大。能一次收集9万，这是王熙都没有想到的。种不完，根本种不完。第97章，种植9万种植物。王熙简单的查收了一下9万多种植物的品种，依旧是用储物界，超9万的储物界上都有一个铭刻式的标签，以防止到时标签丢失认不清楚的情况。每一枚储物界都是按照字母来排序，像将书籍严密排序的图书馆，以便查找。处理得很是到位。西兰花、胡萝卜、龙尾草、蒲公英、桑黄、蛇瓜、灵芝、雪莲、当归、山药、龙葵、景天、徐长青、雪见、紫萱、飞蓬，包括中药类别的种植物等等。王熙发现，有些种植物连自己都不知道，比如蛇瓜、雪见、紫萱，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后才知道有这东西。而这还只是9万种的几种，查不完，王熙甚至都不想看了，直接按照顺序种植即可，等成熟开盲盒便是。随后王熙便开始行动起来。与种植成千上百种水果不同，王熙对成分复杂、千奇百怪的9万类种植物，每一种类只种1枚，因为其中涵盖需研究满增产的种植物，不像水果桑葚那般种植即为满增产，减少损耗，以开盲盒为主。不一会，王熙凭借破30万的移速、破万的攻速，便前往一座大山里种植了1万品种。不用担心枯萎，有了农之本源的灌溉，再撒下特制的杨石万能肥料，只要不是沙漠，能保证100%的成长成熟，最多营养不良，效果至少会有。王熙也没有做种名称标记，因为只要成长出来，效果面板就是标记，所以多此一举。去除这2种麻烦，王熙的种植肆无忌惮，速度也越来越快。9万种植物在2-3小时之间便种植完毕。
王熙莫名感觉到了压力，他忽然发现，我这超9万盲盒还不算上水果，要开到什么时候？不过越想，王熙越期待，有种自己当了皇帝，后宫佳丽3000，每当侍寝时翻牌子时刻。关键，比起后宫佳丽3000，一天一个不重样，多样性十足。放任他们在大山里生长。王熙回屋，父母回来了，此时正在招待着3个小少年。3个小少年到盐口乡的事，他们从汪总部那里便听说。你们等会吃饭吗？我多煮一点。算了，阿姨，我们哪里吃得下？光是吃哈密瓜都要给我肚皮撑死了，都快把我吃坏了。你们吃吧，不用顾虑我们。我们不在的时候，那个长得很帅的家伙有没有欺负你们？一听长得帅，首先排除王三丰，那便是说的王熙博士。那可是王熙博士啊，家中长辈十分郑重的告诫，那是真神存在，万分要当祖宗看待，吊着他们打都不敢有任何怨言。也就只有王熙博士父母敢这么说了。没有，王熙博士对我们很随意，让我们随便吃。随意？那可不行啊，怎么能对客人随意呢？嗨嗨，王熙咳嗽2声，换上干净的鞋子。王熙，你过来。由于王聪前往繁星联邦传达到京都总部的消息，王聪在繁星联邦引起轩然大波，并将王聪的身份信息提高的机密级，身份单方变更繁星联邦本地人，如获至宝。不一会，汪总部便看到一则繁星联邦的最新新闻。繁星联邦最高层今日向全国国民表示，你们之前的那繁星联邦将盛世归来。我们定义3年成就：成就1，完善副本；成就2，帮助友方完成；成就3，集大成之。3年内完成了3成就，我们将是不可匹敌的繁星联邦。新闻主持人说的十分硬气与激昂，就好像在嘲笑某方失去王聪，便是你方最大的失误与不幸。你们完了！昔日怎么对待我们的，3年后我们怎么对待你？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关掉这则新闻，汪总部没有情绪波动，反之总结，只要在人堆里，总会出现那么几个心向别处的人存在，这是无法阻止的。人心难测，人心似海，说的便是这个理。他们能做的，只有宣扬自身的民族，民族的文化，民族的血脉，民族的魂，民族的熊熊烈火，就够了。至于心向别处的人，只要不触及，不影响，不危害我们的土地，他们将不会采取措施。选择是每个人的权利，不会剥夺。而王聪的危险等级，对于现在的华夏来说，也就稍稍达到普通，甚至连普通都算不上。只是在他方眼里，或许真算至宝。汪总部笑了笑，没有对王聪的事情再多上心，而是为他的后辈汪鸾鸾。可要争把气啊，转职只是其中一环节，能跟王熙博士交得好，才算是你以后的路最大依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听话？不过这点应该可以放心。到底作为汪总部的后人，如果没有点眼力见，就说不过去了。甚至很是懂事，否则汪总部根本不会送他去，丢不起这个脸。另外2名小孩他也认识，都是从小学到初中杰出的天才，毕竟从小受到的熏陶与常人不同，品德与聪慧方面都过人一等。如果王熙得知远在京都的汪总部所想，会承认他的想法。3个小少年实在吃不下一点东西的闲暇时间，会自主打杂活，给屋里打扫，给狗哥铲屎，期间没有一点嫌弃，尽心尽力的苦干。哪怕把他们放在底层，他们依旧能做得很好。强者适应环境，只是有点倦。夜晚，他们说好睡觉。广双偷偷地爬起来，前往桑葚地。西征服也悄悄地爬起来。汪鸾鸾像贼人万分小心地观察四周，猫着脚步跑去，极为猥琐。我靠！广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老实跟我说，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省油的灯。你们2个，西征服、广双，我要告状你们傍晚在田里偷鸡摸狗。好家伙，汪鸾鸾，那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偷鸡摸狗是吧？我就出门上个厕所，便发现你们。默默观察的王熙被逗乐了。卷成《甄嬛传》，你敢信？可怜的娃呀！第98章9万种植物成熟，可开盲盒。就这样，几个月过去，好些类的水果品种已成熟，以及9万种植物里 N 多种植物有成熟的迹象，甚至有一些已经成熟可采摘，可以开启第一次的开盲盒。汪鸾鸾、广双、西征服对于转职前置的积累也到了。好几个月，早已让王熙对他们有清晰的了解，都是不错的孩子，有心机，但到底还是刚上高中的小少年，演技差，所表现出来的一面都为真实。比起王聪有股狠辣的性子，自然要好。王熙也建议可以一直积累下去，指不定所转职的职业更加逆天，或许比超 SSS 级职业还要离谱。他们拒绝了，倒不是他们拒绝，而是他们背后的家长拒绝了。不是不想要更好，而是给他们的时间就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
他们的三体质属性突破2万加，前置属性破5000加，已经是比王聪还要离谱的高度。毕竟他们吃的前置专一，而王聪所吃比较杂。今日便是回归京都之时，也是他们的转职之时。汪鸾鸾、西真福、广霜终于不再谁卷谁，在岩口乡哪里都轻松，唯独卷让他们不轻松。此刻终于全身轻松，三体质破万属性带给他们身体的回馈，前所未有的舒适。收拾好行列，走出院门，大黑狗呜咽的狂吠2声，似乎很伤心铲屎官的离开，夹着尾巴奔跑向田野间，不见了踪影。王西博士，谢谢你这些天对我们的照顾，谢谢你所产的食物，对于我们的馈赠，我们无法用任何其他价值物反馈给您。是啊，王西博士，我们只能白吃啊。说到这，3个小少年低下头，有些愧疚。他们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向来外人都是向他们求助，他们从未向别人求过助。而如今白嫖王熙好几个月，看似烂大街，实则价值不菲的东西，尤其是桑葚、枸杞、大枣这类物品。汪鸾鸾听爷爷说过，水果类品种或许会决定普及全国，但桑葚、枸杞、大枣绝不会全国普及，可能会稍作普及，但绝对不会像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会有大限制。这是天大的机缘，这是真正万中无一的资源，只有他3人能享受，以后别人想要享受，除非王熙博士亲人，其他人99%无法触及，更别说享受。所以针对这次白嫖，他们心底是过意不去的。虽然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这是我的心意，王熙博士请务必接下。广霜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个装满千纸鹤的玻璃瓶，王熙知道这是他傍晚睡觉前亲手折的，虽不是价值物品，但是有心之物。王熙接下这千纸鹤瓶，随后便是西真福送了一支钢笔，这是用完美品质的70级 BOSS 独角兽寿星做的钢笔，只沾染一点墨水便能用上1月，所留下的字迹千年不化。这是我想了好久，拜托我家大人弄来的限定款。王熙接下，这东西有点价值，关键他刚好缺一支上好的笔，纹路丝滑，富有手感，很是不错。王熙博士，这是一件内衣，材质奇特，不用洗，千年如新，夏天透凉，冬天套件羽绒服就能做到暖和。汪鸾鸾则送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短袖，估计是某位裁缝大师的巅峰之作，已不可用价值估量。广霜牙疼，感情就他送的最辣，不过他觉得自己最用心。其他2人也下意识衡量对比着。好了，你们走吧。接过礼物，王熙也不客气的送客，他要赶紧去开盲盒。毕竟成熟的一部分，若不用移速攻速属性，够他开很长一段时间。毕竟这不是下意识能做到的事，攻速移速没有包括脑速，只是能在攻速移速中保持正常水平的脑力罢了，需细细品味。那我们就走了，他们2个我不知道，但我会有空回来看看的。广霜认真说道。我也是，我也是。王熙想了想，随后便伸出手，来，手给我。广霜依旧率先将手搭在王熙左手手心，王熙倒是没有感觉。广霜作为青春刚开始的女孩，因为王熙实在无法当做长辈看待，这是她第一次感受除了亲人别的男性的手，很烫，像一张热帕。汪鸾鸾与西真福一个抱着手臂，一个则握在王熙另一只手手心。这就是王熙博士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心底各有新的认知。然而下一秒，好似世界扭曲揉烂，他们眼前一黑，等视野再清晰时，他们看到了都川3流机场的字眼。他们脸色红润，心脏异常悸动，好似坐了一趟无法以常识理解的高铁，但大脑却相安无事，十分茫然。身体感受到了，大脑没有。这绝不是空间挪移技能，而是单纯的快到抽象。这就是王熙博士，不是简单的博士，还是一名实力高超的职业者，或为超凡。机场到了，转职好运。王熙祝福了一番，便不见其身影。这一去，正如一句话，神龙见首不见尾，好似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这几个月全在做梦。王熙博士、广霜注视王熙消失的地方，3人心情各有复杂，好一会才重新转望向都川机场里。他们从小都背负着家里大人传承的某种责任，现在又得了别人无法想象的机缘，这份责任更加清晰了起来。不一会，机场就有穿着正装的人员到来，将他们接待进都川机场里。3位，可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了，我也没有。回去吧。下午3点整，飞往京都的航班开始，一辆飞机滑轮长长的跑道，随后渐渐离地，飞向高空。与此同时，京都某宫殿式大型建筑内放着一座精致奢华的转职仪器台。作为转职不同凡响的职业，自然要把该有的仪式做到位。数位调试人员正对着仪器上下进行精密而无遗漏的测试，然后一切准备就绪。汪总部、魏侯以及各高层相继到来，
多时等候。第99章，转职灵猴奥莱胜，定海一棒。死！有人看了看表上的时间，马上就到汪鸾鸾、西真福、广霜的到来。就算知道必将转职超 SSS 级职业，可真即将到来，也避免不了紧张。尤其是作为3位孩子的家长，汪总部表面老练，实则心底有些慌，好像高考的孩子即将揭晓高考成绩的那一刻。毕竟在国内发展的超 SSS 级职业和在国外发展的超 SSS 级一点相差值。比如王聪，国内能给230级世界 BOSS 战力的实力上限，国外能给吗？国外也就是繁星联邦目前还卡在110级副本，无法攻略，而国内已经攻克到了300级超世界副本，目前正在向310级超世界副本进军。不过在310级，攻克速度已经无限降下去了。在没有王希博士其他提高战力的产物出来之前，就需要等一等后勤，也就是装备、技能、锻造这方面的完善时间。此刻的华夏岂是一个在国外发展的超 SSS 级能够影响？王聪意志薄弱，被人拿捏弱点便能轻易改变想法。事实上，他完全能够拜托自己人，却是因为麻烦不敢担心等心理因素，随后听别人的一言就可以完全麻烦别人的人。可以证明，他就是团体意识低的那类人。可这3位孩子不同，他们从小就被选中，所传输的想法、知识、文化、责任、民族心都是被进行严格化的。更别说还有梯队超凡这种降维打击的存在着。在梯队超凡的背后，还有真神的一家以及真神。宫殿大门被缓缓推开，3位小少年在正装男士的接引下到来。见到亲人，除了露出高兴想念的色彩，动作举止都很礼貌。各位叔叔阿姨，我们来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在岩口乡那边过得如何？一阵寒暄。汪鸾鸾、西真福、广霜站成一排，面对一名青年人的指引，前往转职台前。众人心一紧，他们可没有亲眼见证过所谓的天地异象，现在是亲眼目睹的时刻。虽然不是第一历史，但也是历史起点，历史重大的转折。仅对于华夏来说，转职将不再随机 ，SSS 级职业将不再是终点，而是起点。汪鸾鸾上前一步，首先便是汪总部的好孙女，汪鸾鸾率先转职。汪鸾鸾在整个家中都是聪明伶俐、心有大义之机的孩子，只不过现在有点小家子气息。随着不断成熟，她将会是一名像花木兰一样可圈可点的女将军。根据汪鸾鸾专须弥灵猴前置，所以必定会有关须弥灵猴有渊源的职业。只是这须弥灵猴是什么猴？纵使他们查遍历史，亦是连上古神话、灵明石猴、六耳猕猴、泽荣等，也没有对于须弥灵猴有过相关记载。但从须弥二字一听，想来便是跟剑修类似，是传统职业，是正儿八经的华夏千上古文化中存在的职业。随着汪鸾鸾抬手放在转职台镜面便开始了波动，甚至不需要负责人引导，一股火红的能量从他周身散发出来。随后，宫殿上空出现朵朵万云，每一朵云化作了一种兽类，形成万兽聚集的磅礴大势。这就是天地异象吗？宫殿的顶端向两边推开，露出天空的一部分场景。随后，只见有金光渗透万兽云端，一道金阳轮的圆形体赫然从中心一震，形成万妖退潮的盛世场景。奥莱坞、花果香、定海一棒、万妖潮，仿佛真正的将军。汪鸾鸾周身金光璀璨，鳞甲披身，他伸手虚握，一根棒子往下一拄，金光荡八方。西真福、广霜瞳孔一怔，此刻的汪鸾鸾哪里还有小家子气的女孩，而是一名鼎立在千军万马中真正的飒气将领。汪鸾鸾，职业奥莱胜，天赋定海、镇妖、荡天门、肉成圣，转职结束，回归平常。当汪鸾鸾打开职业面板，看到他自己的天赋后，他整个人都呆住了，随后捂着嘴巴，泪雾打转。定海，只要给他一个技能，他能在使用技能之后平 A 定海，意思是万丈浪潮，他一棒可平。镇妖，何为妖？兽为妖，人亦为妖，世间万物有灵即为妖，包括死灵，他也是一种灵。总之镇妖天赋让他遇强则强，一级打超凡都行。荡天门则是更加离谱的天赋，意思是就算是天门受他一棒，亦受震荡，近乎规则般的控制天赋。肉成圣，他在四维属性，尤其是生命值、攻击、防御属性方面有着圣一般的逆天天赋。他一级目前便已有10万生命值、1万物理攻击、5万防御，超级6边形战士，这放在全球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按照汪鸾鸾现有的认知，他转职完成的那一刻起，他便以奥莱胜之姿傲视世间。汪鸾鸾之所以想哭，是因为他想到了王希博士，他馈赠得可是滔天的不能再滔天的富贵，
再回想到这几个月里，虽然放养是他们却没有一刻感到过不适，相反异常自在。这正是王希博士照顾人的体现啊！很是怀念在岩口乡的日子。感谢王希博士，他是最值得尊敬、崇拜的人。也难怪王希一眼将他们送到机场。现在想想，那绝不是一名普通超凡能做到的，十分恐怖。爷爷，我无敌了。汪鸾鸾道。汪总部道，你细说你的职业。转职台只能让人转职，并且知晓他的职业以及一些概述，比如定海一棒万妖巢便是在奥莱圣下显示。至于天赋，更甚详细的天赋，他们不从得知，需测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我现在应该很牛。遇强则强，一棒定天。汪鸾鸾实在不清楚自己一棒到底能做到什么，尽头在哪里。最后硬想，也就想到了天这个字。显然汪总部以及其他高层没能懂何为一棒定天，于是道：好，汪鸾鸾，你先去一边吧，让西真福与广双进行转职。好。汪鸾鸾揉着眼到了一边。第100章转职如佛陀，佛主记。西真福走向转职台前，视线左右飘忽，莫名的紧张。这是他少有会出现的情况，可亲眼目睹汪鸾鸾转职引起的异景异象，他有点担心自己转职的不好，没有他汪鸾鸾的厉害。尽管大家在岩口乡的水平差不多在一条线上，万一呢？他吃的是哈密瓜，增加为佛系前置。何为佛？佛在历史上是一个大派，渊源遍及全世界，在华夏的土地上的渊源也是颇深。可大派归大派，渊源深，他还从未听过谁转职职业是为佛。按照古籍，人心向佛是为佛，放在屠刀立地成佛是为佛，人人都可为佛，是心境上的体现。但职业佛，西真福虽然是心底善良的人，但也称不上佛。硬要说，唯有汪鸾鸾说人参好可爱，为什么要吃它这种圣母婊才算佛主？他西真福肯定是没有这份圣母心。职业为佛，佛的能力会有什么？佛究竟是什么佛？西真福从吃哈密瓜加佛系前置那一刻起，也一直没搞明白。纵观历史古籍，也没有搞明白，分不清啊！哈密瓜为佛系前置，世上真有转职佛系职业的职业者？目前已知全球无一佛系职业，那这个佛，或许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佛吧？众人也猜测，也无法搞懂这所谓的佛系到底指何种佛。西真福闭上眼，随着负责人一声念道，转职开始。一开始，转职台只是出现波动，没有异象，就连众人也微微皱眉，这次转职没有异象。下一秒，西真福脚下妙声金莲发出璀璨金芒，天地异象开始。可是忽然，西真福放下了手。负责人眼皮一跳，要知道转职期间最不能的就是放下手，放下手意味着转职失败。不过也无大碍，此失败非彼失败，只要重新转职即可。负责人正想说什么，但耐心观看，此转职已打破常识，异象并没有随着西真福将手放开而结束，反倒是西真福整个身形浮于空中，好似接受着某一种引导，双膝盘坐莲花式，一只手放于脚膝上，一只手放于胸口，合十，璀璨金莲在他身下旋转。他的身后，一个万字浮现。万字，这在佛派中是最醒目的东西。西真福所转职的佛系职业，跟他们理解的佛职，不说全部相关，但一定相关。一念一沧海，一手一浮屠，自觉觉他，自圆满，佛陀生。西真福职业如佛陀，天赋念沧海，净浮屠，莲花金身。如果王希在这，光是前面汪鸾鸾所转职职业，他定要吃惊一波。稻穗小麦属性类种植物与体质类种植物所带来的效益，其实本身就在同一位级。前置属性也可以算作体质内的一种，所以也可归为体质。西真福的转职结束，虽没有引起天地异象，但他周身所现的异象，如果有佛派学问的大师看了，定知这东西属于佛派传说，乃佛派最高果位见证神物，功德金光，功德莲。如今却在转职仪式中出现，关键这人压根不是什么佛派大学者。广双心一紧，就连他也前所未有都紧张起来。现在的西真福给人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他之前还是卷夹子，现在却只有4个字能形容：与世无争，眸含沧海。西真福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心情激动，只不过被某种 buff 压制了下去。他所转的职业，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是真佛系，伤害可谓之没有，但却是逆天级的控制系。念沧海是概念中存在的时间系天赋技，相当于冻结时间，让对方陷入绝对静止的状态。如果给这个时间定上一个数字，
为沧海永恒，迷失自我、自在、自心。当然，这跟佛派学有关。若能在永恒的沉沦中找到自我、自在、自心，俗称悟了，可从中醒来。否则，西真弗若不解，将永世丢失自己。净浮屠，这也是没有伤害的天赋能力，但依然是一控制系天赋。说是控制，不如说是封印。浮屠是为塔，被浮屠所镇者，将在里面悟道、修功德。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便是指功德，其中还得有真善心，光是表面不行。能从浮屠塔中自主走出来者，必为真心向善人，绝无2次黑化可能。否则，西真弗若不让被镇者出来，将永生永世困在浮屠塔内，严重者不得超生。西真弗细细感悟自己的天赋，哭笑不得。念沧海、净浮屠皆为控制技，但也却是教导他人从善技能，是为真正佛技。是他理解的佛，跟圣母类似，强制圣母对方。用潮流语言的话讲，恶心到离谱，离谱他亲人到家。而莲花金身依旧是无伤害能力的天赋，发动莲花金身时，所受伤害皆会化作恢复力量，反扑自身，期间不受一切控制、负面能量的影响。西真弗如何？众高层中，姓西的青年人问道。无法清晰明了的描述，很难说。没关系，你细细品味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性质的职业？说到性质，西真弗仔细一想，随后回答，应该属于辅助中纯功能型的那种职业。听到辅助纯功能型，姓西的青年人眼神中闪过一丝失落。无论在哪儿，主战职业类别里，辅助外人看好，自己人不看好。辅助有全类最高概率成为领导的2把手，同理，成为领导的概率全类最低。不过自家孩子对自己所转职的职业看起来很喜欢，姓西的高层的失落很快在心中消散。他满意就好，就怕自己孩子转职了却失落。如果西真弗若知道自家大人所想，定该死，愧对王希博士对他们的滔天馈赠。有了这份滔天馈赠，管他什么职业，总之转职了，是超 SSS 级职业，就不该有失落的心。但凡有一点，就该死啊！而且，我职业如佛陀差了。可以说，西真弗就是千古佛派的在世佛主，乐山大佛雕像的位子都该让他来做。他简直不要太爱如佛陀，教导他人从善的职业。西真弗，等会我们会对你们进行职业测试。没问题。西真弗与汪鸾鸾同时应道。随后，汪总部一众人看向广双，所吃水果为龙眼，同系前置。广双道：“来吧。”负责人温声地说道。广双向前迈动，